九州缥缈宗，大气师弟，你也不想你师姐许愿以后日子不好过吧？那你要乖乖听话，晚上根据符箓指引找我，记住不需要穿内衣。清晨的林田边，沈如烟绝美的脸庞近在咫尺，说出的话让老实巴交的王大器当场愣住，手中的锄头咣当一声掉在了地上。还没等王大器反应过来，沈如烟将一张传音符塞进了他的怀里，指尖似有若无地划过他的胸口。王大器站在原地，看着怀里的符箓，脑子里一片江湖。内门高不可攀的烟波仙子沈如烟，他竟然潜规则自己，而这一切的荒唐缘由还要从12个时辰前说起。沈如烟发现了他身上的秘密。12个时辰前，沈如烟站在师妹住处屋外，发现了师妹许燕和王大器之间的秘密。她本来是给师妹来送药的，师妹许燕因伤修为跌落，被贬为外门弟子，日子过得清苦。沈如烟念及旧情，特意给她送来了疗伤药。然而就在她准备抬手叩门时，屋内却传来了一阵奇怪的动静，那是男女交织的喘息声，伴随着床榻吱呀的摇晃，在这夜里显得格外刺耳。沈如烟俏脸瞬间长得通红，刚想转身离去，却猛地感觉到一股炽热的阳气溢散而出，引得他体内的灵力都随之躁动起来。这是传说中的至尊阳体，他曾在一本古籍上看过，这种体质乃是双修的无上顶炉，哪怕只是溢散的一丝气息，都能助人精进修为，突破瓶颈，甚至有着疗伤效果。沈如烟在门外站了许久，听到里面传来许燕那从未有过的欢愉叫声，以及两人断断续续关于修为恢复、灵力提升的私语，直到屋内云收雨歇，沈如烟才如梦初醒，仓皇离开。这一夜，沈如烟辗转反侧，难以入眠，那股炽热的阳气仿佛还在鼻间萦绕，挥之不去。他起身推开窗，望向内门那座高耸入云的主峰，眼中满是挣扎。再过一些时日，那地方将会举行内门大比，若是能进前10，不仅有整整1000灵石的巨额奖励，更能获得一件法器。可是现在的他在内门妖孽云集的环境下，连前50都排不进去。若是没有奇遇，这次大比他注定又是个陪跑的笑话。至尊阳体，沈如烟喃喃自语，指甲深深掐入掌心。他很想也找那个王大器，因为他也想进步，可那是师妹的呀，自己若是横插一脚，那也太不知廉耻了。而且自己向来冰清玉洁，怎能主动找男子那样？可一想到家族长辈失望的眼神，想到那些嘲笑他花瓶的同门，沈如烟眼中的犹豫逐渐被一抹决绝所取代。大道争锋，本就是与天争，与人争，机缘就在眼前，若是错过了，他会后悔一辈子。许燕师妹，反正她阳气充沛，借师姐用，也不会少块肉。若是师姐发达了，日后自会照拂你。沈如烟对着镜中那张绝美的脸庞自言自语。翌日清晨，缥缈宗东山脚下的广袤林田中，一个身材魁梧、皮肤黝黑的青年正挥舞着锄头，卖力地松着土。他便是王大器。王大器出身杂役，如今虽是外门弟子，但天赋平平，炼气3层的修为在宗门内几乎垫底，因此他只能承接看守灵田、饲养灵兽之类的苦差事，换取微薄的灵石以糊口。说起来，以他的地位，能认识师姐许燕，是他此生最大的幸运。许燕虽修为跌落，但曾是内门弟子，容貌身段皆是上乘，如此仙子般的人物，竟愿委身于自己这个粗人，常令他觉得如在梦中。二人结缘时属偶然，那日许燕被贬为外门弟子后，独自在山脚酒馆喝得酩酊大醉。他恰好去送柴，见有几个散修对其不怀好意，便心生善念，将他背回住处。夜里，许燕酒后吐露心声，王大器忠厚老实的品性让他倍感心安。在酒精的催化下，两人干柴烈火，走到了一起。此后，许燕便再也离不开他，更声称他是罕见的至尊阳体。昨晚一番耕耘，不仅让许燕容光焕发，他自己体内的灵力也凝练了几分。其实王大器心中清楚，自己并非什么至尊阳体，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他丹田深处盘踞着一粒黑色圆珠，这是他前些日子耕地时捡到的奇物。犹记得刚捡起圆珠，这玩意就化作一股紫气钻入丹田，之后他发现圆珠散发的紫气玄妙无比，随着呼吸吐纳，会缓慢溢散出一种比灵石更为精纯的能量。正是这股能量修复了他早年的暗伤，还让他在与许燕行阴阳交合之道时能渡给对方，为其洗涤肉身，提纯灵力。许燕在古籍上见过至尊阳体介绍，和这种情况差不多，于是误以为这是至尊阳体。王大器也乐得将错就错，毕竟财不露白，圆珠的秘密太过惊世骇俗，哪怕是枕边人，他也不敢轻易透露。接下来只要好好种田，配合那珠子修行，早晚能筑基，到时候就能给燕儿换个大房子了。王大器擦了把汗，畅想着美好未来。忽然一阵香风袭来，王大器一愣，抬头望去，手中的锄头差点没拿稳。只见田埂之上不知何时多了一道倩影，那女子肤若凝脂，眉目如画，一袭开胸绮罗衫长裙勾勒出惊心动魄的曲线，双峰挺立，气质清冷高贵，正是内门师姐沈如烟。因为貌美身材姨好，私底下有了一个烟波仙子的绰号。见过沈师姐。王大器局促的行礼，心中却在打鼓，这种天之娇女怎么会来这偏僻的林田？沈如烟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眼前这个满身泥土
看似憨厚的男人。沈师姐，可是许燕师姐有什么事？对于她和许燕的好事，两个人对外并未隐瞒，很多人都知道了。你叫王大器吧。沈如烟终于开口了。昨晚我在你们屋外。王大器顿时愣住，如此说来，他身上的秘密岂不是说背？沈如烟莲步轻移，缓缓走到王大器面前。他比王大器矮半个头，此刻却扬起下巴，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压迫感。别紧张，我不是来问罪的。沈如烟凑到他耳边，吐气如兰。我听到了，你身怀至尊阳体，对吧？王大器心中大骇，他刚想怎么狡辩，却见沈如烟眼神微微一冷，打断了他。别急着否认，这种体质可是双修的至宝，若是传出去，你觉得宗门里那些到了瓶颈期的长老，甚至那些魔修妖女会放过你吗？王大器冷汗涔涔，这后果他当然想过，所以才一直瞒着。师姐，我可以帮你保密。沈如烟语气突然变得柔媚起来，原本清冷的眸子里，此刻竟荡漾着一汪春水。他轻轻拍了拍王大器的胸膛，感受到那结实的肌肉，心跳不由加快。许燕师妹如今处境艰难，外门那些人惯会捧高踩低，若是我不在背后撑腰，她的日子怕是更难过。你是她的男人，自然也是想让她过得舒坦些，对不对？王大器愣住了，这是什么意思？沈如烟看着王大器惊慌的模样，心中最后一丝羞耻也被即将到手的大道机缘所淹没。他微微踮起脚尖，红唇几乎贴到了王大器的耳廓，声音带着一丝诱惑。大器师弟，你也不想许愿以后日子不好过吧？那你要乖乖听话，晚上根据符箓指引找我，记住不需要穿内衣。说着，他将一张传音符塞进了王大器的怀里，指尖似有若无地划过他的胸口。今晚子时来后山寒潭，那里有一间小屋，记得把眼睛蒙上，不许让任何人看见，尤其是许燕。进屋后你就等着，我有一个朋友想要修为精进一些，所以想得到你的帮助，若是你不来，后果你自己清楚。说完这番话，沈如烟像是耗尽了所有力气，再也不敢看王大器一眼，转身化作一道流光，匆匆离去，只留下王大器一个人站在灵田里，握着那张尚带余温的传音符，在风中凌乱。他这是被师姐潜规则了。沈如烟几乎是惊慌离开的，走远之后才紧张地看了看四周，像是受惊的小兔子，酥胸起伏。半晌后，他自言自语，我还真是机灵，最后想到了让他蒙上眼，到时候我就说是我朋友要得到他的帮助，只要王大器不知道，那我就依旧是清白之身，而且许燕师妹也不会知道。其实沈如烟内心是有些内疚的，毕竟她之前和许燕师妹关系不错，两个人一起外出历练过，要不然她也不会得知许燕境界跌落之际送疗伤药给她，因此意外得知了王大器身上的惊天秘密。而现在自己竟然要找王大器一用，这成何体统？入夜子时，王大器对许燕找了一个要看守灵田的借口，来到了后山寒潭这边。他记得这里有一间没人居住的小屋，进屋后他给眼睛蒙上黑布，蒙着眼睛也是最近他和许燕之间的一种特殊情趣，叫做盲人摸鼻，是一种新式玩法。没想到沈师姐也要求他如此。沈师姐是真的有个朋友要找我，还是说是他自己？好香。双目蒙着黑布的王大器忽然鼻子一动，闻到外面飘进来的一股幽香，这股香味隐约有着沈如烟身上原本的香味。沈如烟来了。王大器心头一动，体内的紫气化作看不见的手，在他身周蔓延，这也是紫气的第二种能力，感知。哪怕他闭着眼睛，只要是紫气范围内的，他都能感知到。腿长腰细，尤其是那对浑圆，这比夫人可要大多了，怪不得都叫他烟波仙子。果然沈如烟是自己过来，根本不是他所谓的朋友。王大器一阵恍惚，这可是那门师姐啊，竟然要找他进步。请问你是？王大器故作不知道，我是沈师姐喊来的，我是谁不重要。沈如烟看着相貌憨厚身材健硕的王大器，心中有些紧张，脸通红一片。那好吧，我已经蒙眼，此事我不希望有其他人知道。王大器说道。那是自然。沈如烟一落座，伸手搭在王大器手腕上，娇躯一颤，好烫，好粗，好大的手，一股至刚至阳的力量让他浑身燥热起来，双腿情不自禁地扭捏了一下。仅仅这一下，他就感觉自己的灵力产生了一丝莫名的波动，真的有用。沈如烟眼前一亮，看着王大器的目光好像看一个香饽饽。与此同时，王大器也通过紫气看到一行信息，这也是紫气第三个能力，也是他认为的最好的能力，可以看到接触自己这个人的信息。两个人接触一段时间后，紫气可以模拟出这个人的体质、天赋、功法，甚至领悟。沈如烟年龄40，修为炼气8层，体质碧水晶瞳，先天不佳，所以未开发出来。若是觉醒，可看破万法本源，修炼水系术法，事半功倍。天赋韧性，面对困难不屈不挠。神通无，颜值95，竟然有特殊体质。王大器大喜过望，如果运气好，可是能得到对方的碧水晶瞳体质，这不是掠夺，紫气是模拟体质，换句话说就是复制过来，所以对对方是没什么伤害的。这一刻，王大器一把拥住沈如烟，沈如烟娇躯一软，躺了下去。片刻后，沈如烟娇艳欲滴的脸上充满了疑惑。
体内的灵力确实好像被什么东西滋养了一般。可没一会儿，自己的眼睛好烫，他迫切的想要检查一下，于是道：“要不休息一下？”可来不及说完，嘴巴又被堵住了。好厉害！这是沈如烟的又一惊讶想法，这尊阳体实在是太猛了，竟然能连续2个时辰后，沈如烟惊讶地发现自己的眼睛变得明亮无比。须知修仙者的五感本就远超凡人，可此刻他感觉自己的视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黑暗的房间在他眼中纤毫毕现，空气中漂浮的微尘都清晰的不可思议。这是碧水晶瞳。沈如烟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一股难以言喻的狂喜与震惊瞬间淹没了他。碧水晶瞳，这是他沈家典籍中记载的，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先祖血脉天赋。据说沈家先祖凭借此瞳能看破万法本源，修炼水系功法1日千里，最终成为一方巨擘。可惜此后数千年，沈家再无一人能觉醒此体质，都以为血脉早已断绝。沈如烟自幼便熟读族谱，对这位先祖的传说神往已久。他也曾幻想过自己是那个天选之人，可无论宗门还是家族，都未曾检测出他有任何特殊体质。直到他天赋中上，他也渐渐接受了这个事实，将希望寄托于勤修苦练。万万没想到，这个被他遗忘在记忆深处的梦想，竟在今夜以这样一种荒唐而又旖旎的方式成为了现实。他隐隐猜测，是王大器那霸道而又温润的至尊阳气让他重放光华。这哪里是什么床上功夫好，这分明是能逆天改命的无上造化。一时间，沈如烟心乱如麻，羞涩、庆幸、激动，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异样情愫在他心中交织翻涌。他下意识地瞥向身旁酣睡的王大器，这个皮肤黝黑、相貌平平的外门弟子，在他眼中瞬间变得神秘而高大起来。沈如烟的脸颊再次不受控制地烧了起来，比晚霞还要绚烂。他想起方才2个时辰的颠鸾倒凤，自己在他身下从最初的紧张抗拒，到后来的情难自已。我竟和他那股让他修为精进、血脉觉醒的力量，此刻正静静地流淌在体内，仿佛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这种感觉很奇妙。不行，此事绝不能让第三人知道。沈如烟用力咬住下唇，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这等机缘若是暴露出去，别说一个小小外门弟子，恐怕整个缥缈宗都会因此掀起血雨腥风。他悄悄地穿好衣物，动作轻柔的像一只狸猫。临走前，他的目光再次落到王大器身上，眼神复杂到了极点。他本是来寻求一个突破的契机，却意外获得了脱胎换骨的重生。这份恩情该如何偿还？或者说，这真的是最后一次吗？不，绝对不是最后一次。他已经想着怎么再找王大器了。他太想进步了。心中胡思乱想着，他快速整理好略显凌乱的绮罗衫，确保自己恢复了往日清冷孤傲的模样。王师弟，下次找你之前，沈师姐会联系你，此事是我们之间秘密，切记。说着，拿出一个玉瓶，搁在边上木桌，这才悄无声息地推开房门，身形一闪，便消失在了朦胧的夜色之中。走了吗？王大器这才解下眼上黑布，心中微叹。他抚摸自己的眼睛，就在刚刚，他得到了沈如烟的体质碧水晶瞳。他当即盘坐，运转起那本烂大街的引流诀。以往这破功法，求爷爷告奶奶也聚不来几缕灵气，可现在周遭的水灵气竟像嗅到了腥味的猫，疯狂朝他涌来。更绝的是，他丹田内的神秘紫气也来凑热闹，两者一撞，宛如烈火遇干柴，轰然炸开。炼气3层巅峰破，炼气4层还没停，仅仅半个时辰，体内又是一声脆响，炼气5层成。王大器睁眼，瞳孔中湛蓝金光一闪而过，一夜连破2重小境界，这速度简直是在坐飞剑。不仅如此，他脑海中还自动浮现出一门本命神通玄水剑，这并非功法中记载的法术，而是他在觉醒碧水晶瞳、洞悉水系本源后自行领悟出的天赋神通，其威力远非外门那些基础术法可以比拟。王大器缓缓抬起右手，心念一动，周遭的水灵气迅速向他掌心汇聚。他抬手一指，一支冰晶箭矢无声射出，半人高的巨石瞬间被洞穿，洞口平滑如镜，甚至还挂着一层冷飕飕的白霜。这威力，炼气后期恐怕也得头疼。王大器舔了舔嘴唇，眼中光芒大盛。沈师姐真是一个挖不完的宝藏啊！有了这次经历，王大器意识到自己低估了自己的潜力，毕竟能复制其他女子的体质、天赋、领悟，甚至神通，再加上黑珠上紫气的修炼加持，筑基未免也太低估他了。他现在的目标是元婴，不过得多找一些修为比我高的女修，最好有特殊体质的，效果更佳。王大器摸着下巴，他和许燕一起修炼多次，但都没得到什么大好处，原因就是许燕太弱了。大器，这时候屋外传来了许燕的声音。王大器心中一动，许燕怎么找来了？沈师姐才离开不久呢，师姐就回来了，难道被他发现了什么？吱嘎，房门打开，许燕扭着小蛮腰走进屋。王大器紧张地看着他，他深知一个女人吃醋的话是多么恐怖。许燕要是发现了他和沈师姐之间的事情，会不会乱说？大器，你别紧张，其实你和师姐的事情我知道了。许燕脸色复杂地说道。今晚王大器借口过来的时候，他其实就心生一动，于是
他准备了一些糕点，想着偷偷过来，以送糕点的名义，想看看王大器在做什么。就这样，他看到了两个人共处一室。不过他并没有揭穿两个人的意思，他毕竟才认识王大器不久，还以为沈如烟早就认识王大器了呢。他现在反而认为是自己抢了王大器。他说了一下刚刚过来看到的一幕。燕儿，所以你一直守在门外？当然了，万一有弟子经过这里怎么办？许燕叹了一口气。你不生气？生气什么？你不是和沈师姐先认识的吗？王大器顿时明白，许燕这是误会了。难道不是？许燕心中一动，王大器自然不会瞒着他，于是把沈师姐威胁他的事情说了一下。啊，他怎么这样？许燕有些气恼，他竟然威胁你，亏我以前还认为他人很不错。这时候他注意到桌边有一个玉瓶，咦，这是运灵丹，上面有沈师姐的气味，这是送你的，价值可不菲呢。王大器哭笑不得，自己拿了那么大好处不说，人家女子还给他好处，这天底下竟然有这等好事。燕儿，这看来确实是师姐给我的，你说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师姐咱们也得罪不起，就这样吧，只是要辛苦大器你了。这么短时间，许燕想得很通透，师姐只要没有恶意，那让王大器辛苦一下便是。好在师姐也不是让他男人白干活，这不是给好处吗？而且以后搞不好还能抱上师姐的大腿。他迅速把利弊分析了一下，王大器点了点头，也就顺其自然了。大器，今天咱们都休息，晚点出去呗。你看我这身衣服如何？许燕一袭薄纱露肩的抹胸长裙，半个浑圆在眼前晃动，增添了几分魅惑。这原本就是两个人增加情趣用的，虽然中间出了师姐这个岔子，但现在许燕反而有一种争一争高低的冲动。王大器咽了一口口水，这次更加主动，毕竟许师姐可是答应过以后要嫁给他的。随即一把抱住了许燕，两个人足足忙活到晚上，如胶似漆，还没有起床。大器，咱们一直看着这菜园子也不是办法，这活赚得太少了。穿好衣裙，恢复端庄模样的许燕一边给王大器更衣，一边说道：照这个速度，咱们难道一辈子住在这地方啊？王大器忍不住道：我也想找好点的活，但好活都被有背景的人拿走了，要不我去问一下沈师姐吧。你现在可是帮她修行呢，她肯定有法子。许燕说道：外门弟子每个月都是需要做任务的，也就是干活，而这些任务有好有差，好的任务是少赚的多，差的任务时间长赚的少。王大器在这里5年，因为没背景，好的任务几乎和他无缘，所以他平日里干的活就2个，闲时看管菜园子，捉捉灵虫，防止虫害，忙时和几个好友一起给宗门一些弟子建房、砍树，干一些力气活。这5年他兢兢业业，手上其实也是存了一笔零食的，大概有50块左右。这也行？王大器不由问道。那当然了，要不然你修为提升不上去，他肯定也会替你着急的吧。许燕微微一笑，他可是知道王大器的能干，接下来师姐肯定食髓知味。说着，两个人离开了木屋，回到自己看守菜园的地方。王大器，王大器，你他妈在做什么呢？刚刚进屋准备晚饭呢。门外传来一道霸道嚣张的声音。王大器眉头一皱，这个声音来者不善。下一刻，房门口的阵法被破开，屋门被砰的一声暴力踹开，带头的是个满脸横肉的壮汉，穿着外门管事的劲装，腰间挂着一串沉甸甸的钥匙，正是平日里负责监管这片灵田的管事张豹。在他身后还跟着2个尖嘴猴腮的跟班。王大器，你长本事了呀，今天居然没来菜园，你去哪里了？你可知道你负责的菜园遭遇了虫害？张豹一进屋，眼神中透出一股阴鸷，随即目光一扫，看到了许燕，他暗骂一声，不知道王大器走了什么狗屎运，竟然被这等女修看中。虽说许燕因修为跌落被贬为外门，但依旧不是他这等低阶修士能高攀的，因此王大器没少被外门弟子嘀咕，说他癞蛤蟆真的吃上了天鹅肉。虫害？王大器心中一凛，不可能，前2天我们除了1天虫子，可以保证菜园里没有虫害。不错，依我看，你是受了陈良那家伙吩咐，故意陷害我们吧？许燕娇声道。他在内门有个旧敌，就是叫陈良，2个人曾经在外为了一株宝药大打出手，因为他技高一筹，将陈良打败之后，这陈良和他的关系就没有好过。而随着他因为冲击炼气7层瓶颈失败，从内门跌落到外门后，这陈良就经常让人找他麻烦。张豹那双浑浊的眼珠子在许燕玲珑有致的身材上贪婪地刮了几圈，随后重重地冷哼一声，从怀里掏出1块记录功勋的玉简，当着2人的面晃了晃。陷害？许燕，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张豹一脸横肉乱颤，狞笑道：今天巡查队亲自过来看的，那3亩月光菜，不少菜根部全被黑线虫蛀空了，那可是供应内门善堂的灵植。王大器，你1个月的俸禄才几个子，就算把你这身牌骨拆了卖，你赔得起吗？蛀空了？许燕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曾经也做过灵植夫，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了。一旦灵田里的菜出问题，宗门是要问责的，至少需要原价赔偿，可他们怎么可能赔得起？他如今修为跌落，王大器又只是个干苦力的，这笔债足以压得他们一辈子翻不了身，甚至可能被发配到矿山去当一辈子苦役，这不可能。许燕心中急转，
他和王大器这几天才清查过，绝无可能爆发如此规模的虫害，除非是有人故意投虫。想到内门那个阴险的陈良，许燕咬牙切齿地说道：“张豹，我怀疑是有人恶意毁坏灵田。”张豹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身后的2个跟班也哄笑起来。许燕，你当你还是内门弟子呢？现在你只是个贬谪的外门破落户，谁会听你废话？证据就在田里，王大器失职是板上钉钉的事。张豹向前跨了一步，那股令人作呕的汗臭味直扑面门。他看着许燕那张即便在惊怒中也依旧娇媚动人的脸，眼中闪过一丝淫邪。紧接着，一道细若蚊内的传音钻进了许燕的耳朵里：“许小姐，你也不想你王师弟受罚吧？陈良师兄说了，只要你今晚愿意去他洞府，陪他喝上3杯赔个罪，这灵田的事，他不仅能帮你摆平，还能让你小赚一笔零食呢。”许燕听完，先是一愣，随即一股无名火直冲脑门。陪他喝3杯，进了他的门，还能清清白白的出来，这哪是喝酒，这是要他许燕的清白，更是要生生羞辱王大器。放你娘的屁！许燕平日里精明算计，此时却像只护崽的母鸡，劈头盖脸就骂了回去。张豹，回去告诉陈良那个缩头乌龟，想让老娘去陪酒，等他下辈子投胎当了畜生，老娘倒是可以考虑喂他几口泔水。滚！给老娘滚出去！许燕泼辣的叫骂声让张豹的脸色瞬间变得阴沉如水，仿佛能滴出沫来。他在外门当管事这么多年，还没被一个失势的女弟子指着鼻子骂过。好你个许燕，给脸不要脸！张豹阴恻恻地瞪了王大器一眼，又看向许燕，那咱们就公事公办，3天，我就给你们3天时间。要是这灵田里的月光菜全烂了，到时候宗门执法队上门，你们2个就等着去万蛇窟里待着吧。走！张豹一挥手，带着2个跟班骂骂咧咧的离开了茅草屋，还顺手一脚踢飞了门口的一只水桶。屋子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许燕的身子有些微微发抖，刚才的强硬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迅速瓦解。大器，怎么办？陈良这是存心要逼死我们。许燕眼眶微红，声音颤抖。须知铁线虫可不是一般的虫害啊，那种虫子只喜欢躲在地底，只有头发丝一般大小，它们喜欢钻入菜的根茎之中，一旦钻入，那就完了。一定是陈良，搞不好是他往地里扔了铁线虫。不行，我这就上山，我去求沈如烟师姐，只要她肯出面保我们。他一边说一边就要往外冲，心中盘算着，即便沈如烟再清冷，看在昨晚王大器那般卖力的份上，总归会有一丝怜悯。师姐，等一下！王大器的大手稳稳地拉住了许燕的胳膊。许燕回头，只见王大器正一脸平静地看着他，那种眼神十分自信，完全不像平时那个憨厚老实的木讷汉子。大器，你可是有什么好办法？王大器笑了笑，那是沈如烟从未见过的自信笑容。就在刚才张豹说话的时候，他已经悄悄开启了碧水晶瞳，穿过厚厚的土层，他清楚地看到灵田之中一些灵植的情况，也就是说，他也可以清晰看到月光菜的情况。如此一来，这就简单了。师姐，沈师姐的人情很贵，咱们得留着以后就命用，这种小事不值得去麻烦她。王大器轻轻抚了抚许燕的肩膀，相信我，我有办法。那黑线虫未必能活过今晚。许燕愣住了，她突然发现自己这个相处了许久的老实人师弟，似乎在昨晚沈如烟离开后变得有些不一样了。你真的有办法？许燕将信将疑。王大器点点头，心中暗道，正好借这个机会试试这碧水晶瞳和玄水剑配合紫气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片刻后，2个人来到后山灵田，这里笼罩在一层薄薄的雾气中，这里的每一株月光菜都通体翠绿，叶片上隐隐有荧光流转，但在这些光鲜的外表下却隐藏着致命的危机。大器，你老实跟我说，你到底哪来的底气？许燕跟在王大器身后，一双美眸不断在他宽厚的背影上扫视，他心中那算盘珠子拨得飞快。大器一直勤勤恳恳，从未听闻他有什么祖传秘法，难道是昨晚沈如烟师姐得到了好处，他也得到了好处？想到这里，许燕不仅没吃醋，反而心中一阵窃喜。若是王大器真的开了窍，那他以后岂不是有享不尽的福气？反正四下无人，许燕干脆就问了起来。他有些无语，许燕怕是有什么奇奇怪怪的心理癖好吧？想了想，王大器寻了个借口，解释道：“师姐，你还真的猜对了。我和沈师姐结束之后，好像她也传递给我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让我修为有了进步呢。难道师姐也是特殊体质？”许燕惊讶道。王大器点了点头，可能是吧。那太好了，大器，这可是你的机缘啊！许燕是真心为王大器高兴，同时心中猜测沈师姐是什么特殊体质。师姐，此事一定要保密，我先检查一下这地里的问题。昨晚我有了进步后，感觉感知力也强了许多呢。王大器憨厚地笑了笑，蹲下身子，像是平时检查庄稼一样，随意地将手按在一株已经微微枯黄的月光菜旁。然而在许燕看不到的角度，王大器的瞳孔深处猛然划过一抹电芒，碧水晶瞳开。刹那间，原本平凡泥土不再是漆黑一片，而是由无数杂乱的凌厉线条组成。在那原本生机盎然的绿色根茎处，几道暗灰色充满戾气的腥臭气息正疯狂地钻动，那正是铁线虫。这种虫子极难根除，它们不仅啃食根系，还会分泌毒液，
让林植在3天内彻底枯死。找到了，王大器心中冷笑，张豹这手段不可谓不毒，若非他恰好得了沈如烟的体质，今日便是神仙难救啊！大器，怎么样？你倒是说话呀！急死我了！许燕在一旁就着手怕，内心焦虑不已。要是这片的毁了，他重回内门的梦就彻底碎了。不仅如此，恐怕还会欠宗门一大笔灵石，那此生恐怕没有翻身希望。别急，师姐，我已经发现了虫害，我试试看能不能把他们引出来。王大器一边说着，一边将那长满老茧的手掌轻轻附在土层上，体内的紫气微微一动，引动了那股刚刚修成的玄水剑神通力量。他小心翼翼地控制着力道，将那足以洞穿顽石的水剑力量压缩，再压缩，最后化作一丝丝比毛发还要细微的这寒水气，顺着指尖渗入泥土。这是极为精细的活计，稍有不慎就会连同月光菜一起冻成冰渣。但在碧水晶瞳的精准捕捉下，那一丝丝至寒水气精准地包裹住了正在蠕动的铁线虫。滋滋，泥土深处传来一声微不可察的轻响，在碧水晶瞳的视野里，那几条耀武扬威的铁线虫瞬间被冻成了透明的冰棍，生机断绝。而月光菜娇嫩的根系只是感受到了一股透心凉的清爽，随后像是被激发了潜能，灵力流动得更加欢快了。如法炮制，王大器看似慢悠悠地在田里走了一圈，时不时这里摸摸那里拍拍，仅仅半个时辰，他便站了起来，朝许燕自信走来。这就行了。许燕看着王大器拍拍手上的土站起来，一脸愕然。他本以为会看到什么惊天动地的法术，或者王大器掏出什么大宝贝，结果他就跟个老农巡田一样走了一圈。成了。王大器憨笑着擦了擦汗，这些虫子怕冷，我刚才用秘法把它们都镇住了，明天一早这些菜就能恢复原样。许燕半信半疑地凑过去看，惊讶地发现那几株原本垂头丧气的月光菜竟然真的挺直了腰杆，叶片上的光泽都明亮了几分。大器，你真是太能干了！许燕大喜过望，直接一把抱住了王大器的胳膊，娇软的身躯死死贴着他，那双算计了一辈子的眼睛里第一次露出了真切的崇拜。王大器感受着胳膊上的温软，心中却异常冷静。师姐，虫害虽然解决了，但张豹这种人怕是还会有下次。这次用铁线虫，下次用更极端的法子，那怎么办？如果不解决张豹，咱们在宗门永远没有安宁日子。许燕心里咯噔一下，低声道：大器，你的意思是？王大器低下头，凑到许燕耳边低语了几句。许燕听得双眼放光，忍不住捂嘴轻笑：好你个王大器，以前我怎么没看出来，你还挺有办法的吗？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王大器笑着摸了摸后脑勺，这个办法得找沈师姐才行。那我现在就去找沈师姐，她肯定会为了你帮忙的，回头你可要更卖力一些，知道吗？许燕好心的叮嘱道。王大器还能说什么呢？只能点了点头，知道了师姐，我肯定让沈师姐满载而归。翌日清晨，朝露未晞，张豹剔着牙，带着2个跟班，迈着8字步，大摇大摆地走向后山林田。他昨晚做了一个好梦，梦见王大器跪在地上求饶，许燕哭得梨花带雨地求他去陈良师兄那说情。然后他带着如花似玉的许燕去了陈良师兄那里。他不但得到了陈良师兄的5块灵石的赏赐，而且还在窗外观摩了现场表演。就见那许燕被大字捆绑在床上，动弹不得。啧，那个许燕真是个尤物啊！想到这里，张豹又是来气。那个王大器何德何能，竟然找到这么貌美的女修，气煞我也。走，哥几个去看看那对苦命鸳鸯，估计这会儿那3亩月光菜已经黄得跟张草纸似的了。张豹嘿嘿冷笑，心里盘算着等会儿怎么狮子大开口。然而当他踏上田埂的那一刻，整个人如遭雷击，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只见眼前的月光菜不仅没有枯萎，反而一株株挺拔如松，翠绿欲滴。在那晨光的照射下，叶片上的灵光流转甚至比之前还要浓郁几分，甚至隐隐有一股清香沁人心脾。这不可能！张豹眼珠子差点瞪出来，他猛地跨进田里，不顾泥泞，随手蹲下来处碰一株月光菜，根系强健，毫无虫蛀痕迹。活见鬼了，那可是陈师兄专门弄来的极品铁线虫，除非是修为高深的灵植师，普通灵植夫根本难除干净啊！张豹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百思不得其解。哟，这不是张管事吗？这一大早的，这是跑来要帮我们拔菜了。一声娇笑传来，许燕依靠在不远处的茅屋门框上，手里拿着一把小扇子，笑得花枝乱颤。王大器则依旧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站在许燕身后，手里提着个水桶，憨厚的咧嘴笑着。你们用了什么办法？张豹指着那片生机盎然的林田，声音有些不可置信。昨天我亲眼所见，这片林田遭遇了虫害。乔管事说的什么妖法啊？许燕掩嘴轻笑，眼中闪过一丝狡黠，故意压低声音道：这还得多亏了沈如烟师姐，她昨日听说我们地里遭了灾，心疼得紧，特意赐下一瓶碧波除虫液，那可是内门的高级货，咱们这些外门弟子见都没见过呢。王大器在一旁适时的补充道：是啊，沈师姐说谁要是敢在这地里使坏，就是跟他过不去。沈如烟，张豹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沈如烟这块招牌太硬，他虽然背靠陈良，但陈良也不敢直接硬刚那位如日中天的天之娇女。哼，算你们运气好。张豹咬牙切齿，
狠狠啐了一口。他心中愤恨地寻思着，不过许燕，别以为抱上大腿就万事大吉了，这林田长得长不了还不一定呢。说罢，他阴沉着脸，带着人灰溜溜地离开了。回到住处，张豹越想越气，陈良师兄交代的事办砸了，他不仅拿不到好处，以后陈良师兄怎么还信得过他？除虫叶是吧？沈如烟是吧？张豹眼中闪过一抹狠毒，一拳砸在桌子上。行，既然虫子咬不死这些菜，那我就直接毒死他们。我倒要看看你那老式子除虫叶能不能解掉百虫枯的毒。这百虫枯是用上100种毒虫的汁液熬制而成，毒性极烈，一旦入土，灵值当天晚上必定会出现问题。深夜，月黑风高，一个黑影猫着腰，偷偷摸摸地溜进了月光菜田。他怀里抱着一个黑色的坛子，里面散发出阵阵令人作呕的腥臭味，就好像茅坑里的味道，又酸又臭。张豹蹲在田边，看着那些在月光下闪烁灵光的菜，眼中露出一丝残忍的快感。王大器、许燕，这可是你们逼我的。他揭开坛盖，正准备将那一锅毒水泼洒下去。张管事，这么晚了还没睡，是在这儿练功呢，还是打算给庄稼加餐啊？一道悠悠的声音毫无征兆地在张豹耳边响起。哇呀！张豹吓得浑身一哆嗦，手里那坛子毒水差点没直接扣在自己脚面上。他猛地回头，只见王大器不知何时竟站在了他身后3步远的地方。月光照在王大器那张常年风吹日晒、憨厚老实的脸上，却不知为何让张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迫感。王大器，你大半夜不睡觉，想吓死人啊！张豹色厉内荏地吼道，下意识地想把坛子往身后藏。我睡觉沉，但这地里的庄稼睡不着啊！王大器往前迈了一步，笑容依旧老实，声音却冷得像冰。你深更半夜鬼鬼祟祟过来做什么呢？我能做什么？我就是路过巡逻。王大器吸了吸鼻子，发出一声意味深长的轻笑。张豹，你这巡逻的可真够细致的，还随身带着这百虫枯，这味儿又酸又臭，隔着3丈地都能熏得人脑仁疼。您是打算巡逻到地里，顺便给我的菜下毒呢？张豹的心猛地提到了嗓子眼，握着坛口的手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他心里狂喊，这小子怎么闻出来的？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张豹色厉内荏地往后退了一步，脑子飞速旋转，毁坏宗门灵田，这罪名要是坐实了，轻则废去修为赶下山，重则直接丢进矿区挖矿，成为宗门矿奴。想到这里，张豹眼中闪过一抹极其阴狠的凶光。既然你这鼻子这么灵，那就别要了。张豹猛地一咬牙，浑身灵力暴涨。在他看来，王大器不过是个炼气3层的废物，杀了也就杀了，到时候把毒水一泼，就说是王大器看守的菜枯萎，他畏罪潜逃，到时候谁能查得出来？死吧！张豹狰狞的大吼一声，左手抱着坛子，右手并指如刀，凝聚起一道灰蒙蒙的劲气，直戳王大器的咽喉。王大器站在原地，看着那呼啸而来的劲气，瞳孔深处金光隐现。在他眼里，张豹还没动手的时候，身上的灵力波动已经被他的碧水晶瞳看破了，因此他全身到处都是破绽。就在王大器打算反击的时候，一声交合如萍的惊雷震得张豹耳膜生疼。孽障，尔敢！紧接着，一道湛蓝色的灵力掌风从侧方的暗影中呼啸而出，后发先至，重重地轰在张豹的胸口。砰！啊！张豹像纸断了线的风筝，惨叫着倒飞出去10几米，狠狠砸在地里。那坛百虫枯也脱手而出，摔了个粉碎。腥臭的毒液溅了他满头满脸。张豹，我就知道你还不安好心，所以我们在这里等着你呢。许燕扭着纤细的腰肢从一棵大树后面走了出来，手里还摇着那把小扇子，满脸都是戏谑的笑意。而在他身侧，一袭白衣胜雪的沈如烟缓不出，月光洒在她清冷的脸上，宛若9天之上的神女。只是此时那双美眸中尽是厌恶与冰冷的杀意。沈师姐！张豹顾不得浑身的剧痛，吓得魂飞魄散，连滚带爬地跪在地上。误会，这是误会啊！误会！沈如烟缓步上前，看着那满地被毒水腐蚀的滋滋作响的泥土，声音冷得掉渣。我亲眼见你潜入灵田，亲耳听你欲杀人灭口，这也是误会。此时的张豹内心已经彻底崩溃，他万万没想到沈如烟这种身份的人竟然会为了许燕半夜3更的蹲在这一片小小的月光菜田里，就为了抓他一个现行。其实他哪里知道，这一切都是王大器白天就算计好的。他心中猜测，以张豹那种阴损的性子，铁线虫失败后必然会走极端，于是他让许燕去请沈如烟，让他们守在附近。沈如烟得到他的好处过，王大器猜测沈如烟肯定会帮忙。就这样，他给张豹挖了个深不见底的大坑。大器，你没事吧？许燕凑到王大器身边，悄悄捏了捏他的胳膊。他现在看自家男人，那是越看越顺眼。以前只觉得他老实木讷，没想到这脑瓜子转起来，竟能把张豹玩弄于股掌之间。这种运筹帷幄的男人魅力，可比那只会使蛮力的张豹强出100倍。没事，多亏师姐及时出手。王大器依旧是一副憨厚的样子，随意的笑了笑。说话间，沈如烟已经废了张虎双手，阻止他施展法力。啊！双臂被废，张虎疼得直打哆嗦。是陈良，是陈师兄让我干的。师姐，
还请放过啊！这边的动静很快引来了附近巡查的执法弟子。沈如烟也没废话，直接亮出身份，指着地上的残局冷声道：“外门管事张豹，心怀叵测，欲毁灵田，更企图残害同门，带回去按宗规处置。”张豹听到宗规2个字，浑身瘫软如泥。最终在沈如烟的威慑下，执法弟子当场宣判，张豹被发配至宗门北疆的玄铁矿区，当3年的苦力挖矿，而后逐出师门。那地方可是修士的噩梦，九死一生。看着张豹像死狗一样被拖走，王大器看着那片月光彩，长舒了一口气，这下总算能睡个安稳觉了。多谢师姐帮忙。这时王大器走到许燕面前，拱手道，他装出一副才认识沈如烟的样子，毕竟之前2个人在一起，他是蒙着眼睛的。在沈如烟看来，王大器不知道他们有肌肤之亲呢。沈如烟一副高傲清冷的样子，轻轻点头，我也是看在眼面上前来帮忙的。许燕道，多谢师姐，不过师姐，刚刚张豹指名道姓是陈良那家伙指使，这可怎么办？沈如烟沉吟半晌道，这事确实很难办，毕竟只凭一个外门弟子的口供，我们还不能拿陈良怎么办？许燕一叹，陈良毕竟是内门弟子，确实没有办法。不过我有一个主意，你们在这里没有根基，恐怕还会被针对，要不去我凌云峰做事吧，我在近处，你们要是遇到什么事，我也好有个照应。许燕听完沈如烟的提议，先是一愣，待回过味来，脸上瞬间绽放出狂喜之色，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有了沈如烟这个内门弟子的关照，那以后他们在宗门的小日子就轻松多了。多谢师姐。临走之际，沈如烟欲手轻抵朱唇，似是不经意的咳了一声，这一声轻咳虽无言语，却意蕴深长。许燕也是个玲珑剔透的人，眼神在沈如烟那微微闪烁的目光上一转，顿时秒懂。他转过身对王大器道，阿器，你先回房去，我和师姐聊几句，等我忙完了便来助你修行。在此之前，许燕去请沈如烟出手的时候，他已经把话挑明，表示他已经知道王大器和他朋友的事情，对此他和王大器都不会说什么。沈如烟顿感许燕很懂事，这才爽快的过来帮忙。而刚刚那声咳嗽，正是他提醒许燕。王大器心中门清，面上装的老老实实，重重点了点头，扭头离开。那个，我让我朋友过去了。沈如烟看着王大器那宽大厚实的背影，脑海中浮现出昨晚荒唐的一幕。师姐，你让你朋友过去吧。本来想让我朋友明日的。沈如烟故作矜持，师姐，择日不如撞日，那依你的吧，我这就叫我朋友。此时的王大器早已经从怀里掏出黑布，蒙住双眼，乖乖回了里屋，盘腿坐好。脑海中不停浮现出沈如烟的样貌，虽然昨晚就看到了，但在刚刚用肉眼看的时候，那感觉完全不一样。总结下来就是美，这种美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尤其是那气质，浑身上下都透露着一股不可亵渎的感觉。屋内静谧，只余王大器平稳的呼吸声。片刻后，房门发出一声极轻极轻的吱呀声，仿佛来人连推门的力气都不敢使大了。沈如烟迈着细碎的步伐走了进来，这位平日里清冷孤傲，宛如云端仙子的缥缈宗弟子，此刻却像是个做了贼的小姑娘。她站在床榻几步开外，看着盘坐在那里，双眼蒙着黑布的王大器，一颗心几乎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一种害羞感再次如潮水般涌来。这种感觉让她浑身酥软，连指尖都在微微颤抖。沈如烟啊，沈如烟，你这是在做什么？她在心中疯狂地质问自己，脸颊瞬间红得如同熟透的火烧云，甚至连那晶莹剔透的耳根都染上了一层诱人的粉衣。她紧张地攥紧了衣角，呼吸变得急促而凌乱，几次想要转身逃离，却又被心底那股莫名的渴望绊住了脚跟。王大器虽然目不能视，但他心里跟明镜似的，随即顺势伸出手，语气温柔的如同往日哄许燕一般，带着几分调笑，这位师姐怎么才来？让师弟好等，快坐下，咱们抓紧时间。这一声叫得沈如烟娇躯猛地一僵，羞愤的几乎要落下泪来。她紧紧咬住下唇，伸出玉手，缓缓搭在了王大器宽厚滚烫的掌心上。得罪了，她在心底默默念道，随后闭上眼，娇躯一软，被王大器拉了过去。修行正式开始。这一次，由于沈如烟有了经验，所以熟悉了许多。这一接触，沈如烟心中的羞涩迅速被激动取代，那种进步的感觉再次来了。片刻后，王大器体内的能量远比他预想的要狂暴且纯粹，仿佛是一口无尽的深井。当两股灵力交织在一起时，沈如烟只觉得一股温热的气流顺着经脉直冲丹田，那种灵魂颤栗的感觉让他险些守不住心神。随着功法运转到极致，两人周身灵气如漩涡般激荡。沈如烟发现自己碧水晶瞳在这股庞大能量的冲刷下，竟然再次清晰许多。我的碧水晶瞳竟然又精进了。他记得家族古籍上记载过，碧水晶瞳血脉分5重境界，第1重察觉灵气，第2重内视灵气，第3重百里视距，第4重千里眼瞳术，第5重灵域幻境。之前他碧水晶瞳的等阶连第1重都不是，就已经能察觉到视野里的一些灵气，而现在这种感觉更加清晰了。他相信等碧水晶瞳正式进入第1重，回到家族之后，父母一定会大喜过望的。沈如烟酥胸起伏着，压低声音道，那你休息一会儿。王大器没说什么，
只是轻轻点头。他知道沈如烟这是要巩固一下刚刚得到的好处呢。说起来，看在沈如烟帮他的份上，刚刚他引导体内的紫气多给了沈如烟一丝，就这么一丝，让沈如烟受益无穷。也难怪沈如烟会如此开心。片刻后，沈如烟嘴角微微勾起，此时她的眼睛可以轻松看到空气中的灵气，这就是碧水晶瞳第一重，察觉灵气成功了。她神色大喜，不止如此，她体内的灵力也仿佛沸腾的开水，猛地躁动起来。正当她打算好好巩固一下的时候，然而碧水晶瞳提升的灵力实在太强了，犹如决堤的江水，一股恐怖的灵力余波失控般向外炸开。轰！劲风呼啸，王大器那条本就是普通材质的蒙眼黑布，哪里承受得住这等灵压，瞬间被震成了漫天飞舞的黑色碎屑。一切发生的太快，王大器下意识地朝沈如烟那边看去，视线不再受阻，入眼便是一张近在咫尺的绝美容颜，以及滑溜溜的一片。沈如烟，此时的沈如烟因为刚刚突破，那张脸上还挂着未退的红霞，额头渗着细密的香汗，眼神中满是迷离与羞涩。两人的目光在这个极近的距离下毫无遮拦地撞在了一起，空气仿佛瞬间凝固了，死一般的寂静中，只有两人狂乱的心跳声在交相呼应。沈如烟瞪大了那双刚刚进阶的碧水晶瞳，原本威严的眸子在看清王大器那双老实巴交的眼睛后瞬间散去，他整个人僵在那里，大脑一片空白，只剩下一种足以让他原地爆炸的尴尬。你，沈如烟嗓音沙哑，羞得恨不得当场找个地缝钻进去。王大器看着他那手足无措的样子，也是心脏一抽，完蛋，千算万算没算到沈如烟修炼的动静会这么大，导致蒙着眼睛的黑布直接碎了。这质量也太差了吧，无良伤加害死人啊！这下好了，现在躲不过去了，干脆就装不知道吧，反正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沈师姐。沈师姐，怎么是你？大气！沈如烟连忙捞起边上的被子，脸红的几乎可以滴出血来。没有办法，沈如烟只能老老实实把情况大概说了一下。对不起大气，其实没有所谓的朋友。气氛一下子沉默了下来。师姐，我能理解，修行艰难，你也是想要进步。王大器一脸感叹，甚至还体贴地往后挪了挪，给裹着被子的沈如烟留出更多空间。沈如烟看着他这副大度的样子，心里更是乱成了一团麻。碧水晶瞳在识海中疯狂跳动，那种如饥似渴的渴望感像是有千万只蚂蚁在爬。他知道刚才那临门一脚的突破，若是因为尴尬而断了，这辈子可能都没机会再窥探第二重的奥秘。他咬了咬银牙，大气。沈如烟声音细若蚊蝇，低着头，露出的后颈白皙中透着诱人的粉红。他像是做了什么重大的心理建设，猛地抬头，眼底那抹尚未散去的金芒流转不定。既然都这样了，我也就不瞒你了，我家族之中有一门体质，名为碧水晶瞳，这是一门和眼睛有关的瞳术。如今我的碧水晶瞳到了破阶的关键时刻，若没有你的帮忙，我的碧水晶瞳可能会受损。他豁出去一般，猛地拽住王大器的衣角，语速极快，你就当什么都没发生，咱们把这疗程这修行继续下去，行吗？沈如烟越说声音越小，但那双碧波盈盈的眸子却死死盯着王大器，生怕他拒绝。王大器还能说什么呢？自然是用力点头。师姐，你今日帮了这么大忙，你放心，我会好好干的。沈如烟心中一松，却又莫名觉得哪里不对。可感受到王大器手心传来的温热，沈如烟脸上的红晕一路蔓延到了耳根。他也不去管那么多了，道：休息吧，明早我再走。反正已经被王大器发现，他也不再顾忌什么了。而在外面正在附近盯梢的许燕猛地收到了沈如烟的传讯，他拿起传讯符，好奇嘀咕：今晚这么快？不过等听到了沈如烟的传讯，他如遭雷击。这因为意外黑布破损，王大器不再戴黑布蒙眼，然后明早再走，让他早点休息。因为已经被识破，沈如烟也不打算瞒着许燕了，干脆摊牌。反正她是师姐，料定许燕也不敢乱说。如今摊牌了，一时间许燕心中酸溜溜的，感觉属于自己的东西被人拿走了一般，有种莫名的堵塞感。师姐也真是的，居然留宿到明早。许燕心中有些不满起来，不过再不满，她也不好直接冲进去质问，毕竟以后还要靠沈如烟照顾呢。思来想去，她觉得今晚就算了。不过回头见了沈如烟，一定要提醒几句，她可以让王大器陪她，但是不能如此频繁，更不能熬夜啊。而且明日就该找个借口，先和大器澄清了再说，要不然她怕轮不到自己。凌晨时分，天色还没有完全亮，沈如烟缓缓睁开双眼，那一刹那，空气中的灵气不再是虚无缥缈的存在，而是一缕缕如丝如缕的流光，在她眼中变得清晰可见。终于第一重察觉灵气，沈如烟心中狂喜，感受着体内充盈的灵力，那是多年未有的通透感。她转头看向身边的王大器，见他正一副老实孩子模样守在一旁，心中那股异样的情绪再次翻涌。昨晚的荒唐与意外虽然让他羞愤欲绝，但结果却是实打实的好。他的碧水晶瞳一举突破了瓶颈，从这一日起，他就是家族的骄傲。大器，昨晚多谢你了。沈如烟语气中少了几分高冷，多了几分掩不住的温软。王大器憨厚一笑：师姐客气了，你能突破我也高兴。
只是这碧水晶瞳，不知修行到后面会是什么光景。他现在也拥有碧水晶瞳，所以需要好好了解一番。沈如烟此时心情大好，加上王大器已是知情者，便也没打算隐瞒。他站起身，一边整理略显凌乱的长裙，一边带着几分自豪解释道：“我沈家的碧水晶瞳，放眼整个修仙界也是顶尖的辅助体质，它共分5重境界。”沈如烟简单说了一下，王大器听得暗暗心惊，原来有5重境界吗？了解了这些，他大概知道接下来自己往什么方向修行了。好了，我该走了，这边的灵田你提前移交吧，回头和许燕去外事堂办理移居到凌云峰的手续。到了那里，你且安心修行。沈如烟深深地看了王大器一眼，转身离去。等他一走，许燕便急匆匆地进屋。师姐，看到王大器一脸红润，不是那种被榨干的模样，许燕才松了一口气。昨晚没事吧？王大器拍了拍胸脯，我能有什么事？瞧把你能的，我看你是喜欢上沈师姐了吧？许燕语气酸溜溜的，她自认自己身份地位不如沈如烟，容貌身材也不如。如今王大器有了沈如烟，会不会不喜欢她啊？王大器虽然憨厚老实，但不代表傻。他看出了许燕眼中的忧愁，连忙将许燕拥入怀中。许师姐，我喜欢的是你，真的吗？许燕抬起头，看着一脸憨厚的王大器，心中美滋滋的，跟吃了蜜一般甜。当然是真的。王大器亲了许燕一下，笑眯眯道：“咱们收拾一下细软吧，下午就搬去凌云峰，以后那个陈良再也欺负不了咱们。”我这就收拾。对了，我想我们这就成亲吧。啊，这里怎么成亲？1拜天地，2拜灵地，这也行。最终王大器被许燕拉着行了一个简单的跪拜之礼，只等晚上洞房了。今日两人就是正式夫妻了。当天下午，王大器便前往执事处，拿出任务令牌，将自己照料的极好的灵田正式上交。照看月光菜的任务，收获500灵沙，1000灵沙等于1块正品灵石。而他照看月光菜这个任务，足足干了1个月。由此可见，这个任务的油水多么少。随后，王大器和许燕马不停蹄地赶往宗门外事堂，办理迁往凌云峰的事宜出乎意料的顺利。当他拿到刻有凌云峰字样的身份令牌时，王大器心中感慨万千。从此往后，他不再是那个任人欺凌的玲珑。九州大陆，缥缈宗属于化神级别大势力，旗下拥有6大峰，这6大峰彼此竞争，排名越靠前，获得的修炼资源越多。而凌云峰属于第2大峰，许燕以前就是在凌云峰修行，飞过去的路上，许燕七嘴八舌聊着凌云峰上的见闻，总结下来就是那里的灵气更加浓郁，条件更好。踏入凌云峰的那一刻，王大器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比起灵田那种满是泥土芬芳的荒凉，这里云雾缭绕，仙鹤立鸣，脚下是整齐的青石板路，两旁不时有身着锦袍的外门弟子脚步匆匆掠过。不愧是排名第2的凌云峰，王大器心中暗暗想到，握着许燕的手紧了紧。然而这份向往很快被现实的残酷泼了一盆冷水。当他们来到凌云峰的居所路登记处时，墙上挂着的租金牌子让王大器倒吸了一口凉气。单人间月租1块正品灵石，双间带灶房月租3块正品灵石，独立小院月租10块灵石起步。王大器数着手指头，脸色有些发白。1块正品灵石就是1000灵沙，他们在灵田辛苦1个月才赚500，在这里竟然连最差的一间屋子都住不起半个月。大器，这也太贵了。许燕小声嘀咕着，眼神里满是局促。那些外门弟子大多住大通铺，要不咱们也去问问有没有男女分开的大通铺，咱们能省一点是一点。你以后修炼还要买丹药呢，等咱们有了本事多攒了一些再搬出来。王大器看着妻子那副为了省钱宁愿受委屈的样子，心中一阵怜惜。不必，我手上还有一些灵石，咱们就住月租1块正品灵石的单人间吧。王大器寻思着，自己修为涨上来了，还有着碧水晶瞳这等底牌，以后赚灵石的速度也会更快一些。再者，手上还存着50灵石呢，暂时是够用的。租单人间吗？那也行，回头我也去任务堂，咱们一起赚灵石。许燕紧紧抓着王大器的胳膊，小脸用力点头。和许燕商量完毕，王大器有了底气，他心中也美滋滋的，感慨能娶到许燕真是运气好。毕竟这年头哪个媳妇有这么好，这么替夫君着想省钱呢？这位可是王大器王师弟。就在这时，一名穿着管事服饰的中年男子走了过来，脸上带着几分和气的笑意，甚至还隐隐透着一丝恭敬。王大器一愣，拱手道：“正是，不知管事有何指教？”那管事哈哈一笑，摆手道：“指教不敢当。沈如烟沈师姐早有交代，说今日会有故友上山，他已经给2位安排好了一处独立住处，叫清风院，就在他自己的洞府半山腰。至于租金，沈师姐已经提前支付了1年的。”什么？1年的租金？许燕惊呼出声。清风院那种地方，他自然了解，那地段极好，是个3间的连排小屋，后面还有一个煮饭的地方，租金起码得5块灵石1个月，1年就是60块正品灵石。这沈如烟出手未免也太大方了些。许燕立刻意识到，之所以如此，恐怕也是为了王大器啊。毕竟那地方离师姐住处近，以后他们往来不需要跨越山峰，几步路就到了呢。王大器内心也很清醒，他知道这是沈如烟为了那碧水晶瞳的后续进阶。别说1间房，
就算租一座洞府给王大器，沈如烟恐怕都不会眨一下眼。这沈师姐真是古道热肠。王大器故作受宠若惊的模样，转头对许燕安慰道：“娘子，既然是师姐的一番心意，咱们若是不收，倒显得生分了。等以后我有出息了，再好好报答师姐便是。”许燕用力点头，想着不用自己付租金，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那好，我带你们过去吧。管事微笑点头，他心中猜测，沈师姐之所以如此照顾这对道侣，一定是因为许燕的缘故吧。许燕在被逐出内门之前，和沈师姐走得较近，可是他依旧有些好奇，和沈师姐走得近的师弟师妹有不少，为何唯独对许燕这么好呢？凌云峰顶，寒玉殿内，这里的空气并不像名字那般寒冷，反而充斥着一种令人窒息的燥热。沈如烟刚踏入大殿，一股滚烫的热浪便扑面而来，四周的白玉柱子在高温下竟隐隐有些扭曲，他不得不立刻运转刚刚突破的碧水晶瞳，眼前的世界瞬间蒙上一层淡淡的蓝金之色，这才看清了在大殿中央盘膝而坐的那道身影，那是他的师尊凌云峰的一代强者，元婴大修士南宫灵。此时的南宫灵原本冷艳的面庞透着一抹诡异的潮红，周身赤色灵力疯狂乱窜，仿佛一头失控的火龙在体内横冲直撞。师尊！沈如烟心中一紧，下意识想上前。别过来！南宫灵声音沙哑，右手颤抖着从怀中取出一枚晶莹剔透、散发着彻骨寒气的冰雪凝魂丹吞下。片刻后，那股狂暴的火系灵力才渐渐平息，大殿内的温度也随之缓慢降了下来。南宫灵长舒一口气，原本锐利的眼神此时透着深深的疲惫。还是压不住吗？沈如烟看着师尊，心中一阵酸楚。他知道这是师尊早年强行冲击化神器留下的祸根，火系灵根受损，导致灵力时常反噬，就像在身体里埋了一座随时会喷发的火山。这些年，师尊全靠各种冰系灵丹续命，可终究治标不治本。此时，沈如烟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王大器的身影。在那本关于血脉体质的残卷中提到过，若能得至尊阳体的本源温养，有一定几率可以治疗灵根暗伤，哪怕是枯竭的生机亦能重燃，对女修尤其有效。如果让师尊知道大气的体质，然后让师尊和大气一起修行，不行，绝对不行。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被沈如烟硬生生的掐灭了。不，绝不可能。师尊一生孤傲，眼高于顶，他绝不会允许自己去借用一个外门弟子的人来疗伤。更何况这种事情若传出去，师尊的名声就全毁了。在他的心目中，师尊是心高气傲、高不可攀的存在，恐怕他就算是死，修为被废，魂飞魄散，都不会干出这种事的吧。自己若是不懂事随便说了，师尊肯定会生气。如烟，你今日过来，可是修行上有了疑惑？南宫灵调匀了气息，睁开眼看向自己在炼气层次中最得意的弟子。沈如烟连忙收敛心神，躬身行礼，掩饰住内心的波澜。师尊，徒儿今日前来是有一个好消息，昨夜闭关，徒儿终于觉醒了我沈家祖传的碧水晶瞳，且已达到第1重境界。哦，碧水晶瞳体质？南宫灵眼中金芒一闪，原本疲态尽显的脸上露出了一抹发自内心的笑意。好，碧水晶瞳乃是10大异瞳之一，你竟能在此刻觉醒，真是我凌云峰之幸。南宫灵起身走到沈如烟面前，仔细端详着那双含着金芒的眸子，欣慰道：“快与为师说说，你是如何在这节骨眼上突破的？”沈如烟心跳落了一拍，眼神略微闪烁，有些不好意思指示师尊，他总不能说是昨晚在那个偏僻的破屋里，因为黑布破损，在某种极其羞人的状态下被王大器给冲刷觉醒的吧？徒儿昨夜感悟山间灵气流动，忽然浮至心灵，想起了师尊平日的教诲，一时间念头通达，便意外觉醒了。沈如烟低着头，声音细若文瑞，脸颊也泛起一丝红晕。南宫灵见他这副模样，眉头微皱，他已经活了300岁了，本能的感觉沈如烟似乎有什么事瞒着他。不过他并未多想，只当他是突破后过于激动，随即感叹道：“机缘2字，果然妙不可言。如烟，你既然觉醒了此瞳，那接下来的内门大比，进入前10甲便有了十足的把握。”说着，南宫灵虚空一抓，一枚散发着古朴气息的玉简出现在手中。这是为师当年在一处古修士洞府所得的瞳术残卷，名为洞虚真眼，虽不全，但与你的碧水晶瞳相辅相成，有着洞察虚妄、预判敌手出招的神效。你拿去好生研习。沈如烟双手接过玉简，心中无比感激，有了此法，碧水晶瞳必定能更上一层楼了。沈如烟收起玉简，心中却还记挂着师尊的伤势。他深吸一口气，故作好奇地试探道：“师尊，徒儿曾在一本古籍中看到，世间有一种名为至尊阳体的特殊体质，其本源气息具有化腐朽为神奇、修复根基之效，不知此体质对师尊的伤势有无帮助？”至尊阳体？南宫灵微微一愣，随即哑然失笑，摇头道：“那种体质只存在于上古传说中，其阳气之纯，品阶之高，足以令天地变色。若真有此体质辅助，莫说为师这点暗伤，便是元婴碎裂也能重塑。”说到这，南宫灵眼神一冷，带着一抹自傲。不过这种体质根本不可能存在。退1万步说，就算真有，为师乃是一峰之主，岂能自降身份
去借一个男子的一口阳气来苟延残喘。我辈修士当以手中剑斩断荆棘，而非寄希望于这种虚无缥缈的体质。此事莫要再提。沈如烟心头一震，只得低下头，掩藏住眼中的苦涩。徒儿明白，是徒儿多言了。另一边，凌云峰半山腰清风院，比起灵田那边的土屋，这里简直是人间仙境。清风院虽不大，却胜在雅致、干净整洁。一间主卧，一间侧室，外加一个宽敞的院落。院落后方还开辟出了一亩上好的灵田。此时地里正长着一簇簇晶莹剔透的玉心白菜，外表上和凡俗的大白菜差不多，但是每一颗要大2倍之多，且都散发着淡淡的灵气波纹。管事介绍道，这清风院上一任弟子搬去了洞府，这里就空出来了，玉心白菜还剩下13颗。那位师兄说了，他既然搬走，也懒得打理菜园，就送给你们了。王大器连忙道，多谢。管事点头，你们还有什么不了解的，可以问我。许燕摇了摇头，师兄，我之前毕竟在这里住过，所以了解。那好，有什么不了解的再找我吧，我就在任务堂。管事拱了拱手，离开了这里。大器，这地方真好。许燕兴奋地在屋里屋外跑了一圈，小脸通红。你瞧这白菜，一颗5灵沙呢。王大器憨笑着点头，手脚麻利地搬着行李。是，沈师姐安排的地方自然是极好的，以后咱们就在这儿安稳过日子。正说着，院外传来了几声说笑。哟，这不是许燕师妹吗？几名穿着外门青衫的男女路过，看到许燕都露出了惊讶的神色。领头的男子叫周远，据说是托了关系才进了凌云峰。周师兄，赵师姐。许燕赶紧拉着王大器迎了上去。众人一阵寒暄，言语间虽在恭喜2人搬迁新居，但眼神掠过王大器那一身廉价的粗布麻衣时，都不约而同地闪过一丝调侃。谁都知道，许燕这个原本是内门弟子的女修，居然下嫁一个外门底层弟子。许师妹真是好福气，沈师姐竟如此看重你，连清风院这种地方都给你们匀了出来。赵师姐皮笑肉不笑地说道，目光轻飘飘地扫向王大器。这位就是你那位夫婿吧？能住进这儿，可真是沾了你的光了呢。是啊，王兄弟这运气，咱们真是羡慕不来。周远嘿嘿一笑，语气却阴阳怪气的。不过凌云峰不养闲人，今日正逢外事堂发放新1月的任务，咱们正要去抢几个有水后的，王兄弟要不要一起去长长见识？王大器也不傻，自然听出了他们语气的调侃。不过他从小就是底层出身，对于这种调侃早已经见怪不怪了。好啊，我也正想找点活干，不能光坐吃山空。那一起吧。王大器转头让许燕在屋里收拾，他则是跟着前往任务堂解决下列。众人走在前面，却无一人搭理王大器。在他们眼里，王大器不过是个走了狗屎运的玲珑。若非沈师姐看在许燕的面子上照拂，这种人连凌云峰的山脚都踏不进来。片刻后，一行人来到了凌云峰任务堂，这里人头攒动，巨大的影壁上闪烁着各种任务信息。周远等人仗着修为略高，仗着熟脸，很快就抢到了几个清扫炼丹房、巡视山门的体面活计。王大器站在任务榜前转悠了半天，发现那些奖励丰厚的任务几乎都被抢光了。他最后在角落里看到一个牌子，清风院后山灵泉引流与浇灌，工期10天，奖励300灵沙。虽然少得可怜，但胜在清静，而且离家近，方便他回家。正当他准备伸手摘牌子时，肩膀忽然被人重重地拍了一下。嘿，这位师弟，这种给白菜浇水的活儿赚的也太少了。王大器回头一看，是一个身材魁梧、长相有些粗犷的汉子。对方满脸堆笑，自我介绍道，我叫李大虎，早就听说王兄弟是个踏实人，我这儿有个更有油水的活儿，不知道你敢不敢接？王大器好强地问，原来是李师兄，是啥好活啊？李大虎压低声音，故作神秘道，去枯木林伐木，宗门需要的一批铁心木，1天工钱就有300灵沙，怎么样？有兴趣跟我走一趟不？王大器并没有被冲昏头脑，他看着眼前这位热情的李大虎，问道，李师兄，这活儿工钱这么好，你怎么偏偏找上我这个新面孔呢？李大虎嘿嘿一笑，倒也直爽，压低声音道，王兄弟果然是个实在人，那我也开门见山了，这活儿确实是美差，但我李大虎也不白忙活，你1天挣300灵沙，得给我抽50个当引路费，如何？见王大器在犹豫，李大虎又打量了一下他那宽阔的肩膀和结实的胳膊，啧啧道，实不相瞒，那铁心木坚硬如铁，非得身板硬力气大的才砍得动，而且咱们外门弟子没几个买得起储物袋的，砍完了得靠肩膀一根根扛回来，我看兄弟你这身子骨是个砍树的好手。王大器心中暗笑，不得不说这李大虎眼力确实很厉害，论力气他不是盖得。在体内黑珠子气的滋养下，他肉身无时无刻不在获得滋养强壮，纵容还不如筑基修士的力量，但是炼气层次他可以说是数1数2。念及此，王大器已经有些异动了，毕竟1天扣掉抽成，他还有250灵沙赚的，确实比较白菜强得多。当然虽然累点，但全当锻炼了。如今他已经娶了老婆，可得更加努力一些，不能再让周远赵师姐他们看不起。那李师兄，这活儿管饭不？王大器憋了半天问了一下。李大虎愣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拍着王大器的肩膀道，管。中午1顿灵米饭，管饱。兄弟你这追求够实在，行，那这活儿我接了。王大器一拍大腿，
答应了下来。得了，那咱们就算定下了。李大虎收起笑脸，顺口问道：对了，还没问兄弟，你落脚在哪儿？明早我也好去喊你。我就住在半山腰的清风院。啥？清风院？李大虎原本正准备转身，听到这话脚下一个踉跄，眼珠子瞪得滚圆。你就是那个和许燕师姐结为道侣的王大器？王大器憨厚的笑了笑，是啊，怎么了？李大虎脸上的肌肉抽动了2下，眼神里瞬间写满了羡慕。好家伙，清风院那可是带灵田的小独栋，多少老牌外门弟子都住不进去，竟然让这小子给拱了，而且居然娶到了许燕那个美娇妻，羡慕，属实是羡慕啊。没什么，王兄弟真是好福气啊。李大虎酸溜溜的拱了拱手，那明早任务堂门口见，可别迟了。回到清风院时，夕阳已经挂在了山头，许燕正扎着围裙在灶房忙活，见到王大器回来，连忙擦了擦手迎出来。大器，任务领到了吗？领到了，明儿去枯木林砍树，一天能挣不少呢。王大器简单说了一下，有250灵沙一天，不过没提抽成的事，省得娘子心疼。这么多，那太好了。许燕先是一喜，不过很快她反应过来，枯木林砍树不会是铁心木吧？那树可不好砍啊。她知道王大器修为只是炼气3层而已，这种活可不好干，伤了身子可不好。放心吧，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别的本事没有，就力气大。随即他从怀里掏出那枚沈如烟赐下的运灵丹。娘子，你先忙，我想趁着这会儿清静，把这丹药服了。快去，这可是沈师姐给的好东西，别耽误了药效。许燕乖巧地点头。进屋后，王大器盘坐在侧室的草席上，吞下丹药。丹药入腹，瞬间化作一股清凉却庞大的灵力流向4肢百骸。若是换作普通修士，此刻定要小心翼翼地引导，生怕冲撞了经脉。可王大器体内的那股紫气却像是见到了点心的恶虎，猛地扑了上去，直接将丹粒撕碎、吞噬、同化，速度快得不可思议啊！不过片刻功夫，王大器只觉得浑身毛孔舒张，体内的灵力如江河入海。很快，炼气5层的修为得到彻底固化，而且气息稳固，毫无虚浮之感。就在这时，许燕端着2碗热气腾腾的灵米粥推门进来，她刚走近，脚步便猛地顿住，手里的碗差点滑落。大器，你……许燕美目圆睁，不可置信地感知着王大器周身散发的灵压，你突破了，竟然已经是炼气5层了。他记得清楚，1个月前大器还只是炼气3层啊，怎么这一转眼，修为竟然快要追上他这个入宗数年的老弟子了？王大器微微一笑，可能是这丹药太好了，沈师姐诚不欺我。王大器站起身，只觉得浑身精力充沛的吓人。他没有说黑珠紫气的事情，这也是之前故意不提自己晋升的原因。须知，一些秘密知道的人越多，越不安全，这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妻子。不，也许这也是你这尊阳体的作用呢。许燕猜测道。也许吧。王大器不以为然。其实他自己知道自己那有什么这尊阳体，要是有的话，他入宗的时候就被检测出来了，哪用吃那么多年苦？说到底，全靠体内的黑珠紫气。这时候，王大器感知到体内那运灵丹的药效竟然还没完全消耗完，大部分余威还潜伏在经脉中。若是就这么不修炼，似乎有些浪费。王大器看着眼前娇艳欲滴、满脸崇拜的许燕，心中的火热又窜了起来。娘子，这药效太猛，我一个人炼化不完。许燕哪能不明白他的意思，脸颊瞬间红到了脖子根，羞赧的低下头，声若文瑞：这刚搬家，粥还没喝呢，而且天还没黑，一会儿再喝也一样。王大器暗笑，什么时候娘子这么害羞了？随即手上一用力，直接将自家娘子带进了怀里，顺手关上了房门。翌日清晨，天蒙蒙亮，夫妻俩经过一夜的深度修炼，王大器不仅没有半点疲惫，反而神采奕奕，体内的灵力又凝练了几分。他轻手轻脚的起身，给还在熟睡的许燕掖好被角，便推门一边啃着干饼，一边走向了任务堂。任务堂门口，李大虎已经等在那里了，他身后还跟着2个面容略显沧桑的汉子。王师弟，早啊！李大虎招了招手，指着身后2人介绍道：这2位是我多年的好兄弟，马文和张忠安，在宗门待了10来年了，都是干活的一把好手。老陈和老张对着王大器点了点头，眼神里透着一股被岁月磨平了棱角的木然。他们修为都在炼气2层左右，但显然潜力已尽，这辈子若无大造化，也就只能在这外门干些杂活攒灵石，给自己换几张续命的灵符，或是给后辈留点资粮。4人结伴往后山的枯木林走去，一路上李大虎的话匣子就没关过，他先是讲了些凌云峰上的趣闻，随后便状若无意地凑近王大器，嘿嘿笑道：王兄弟，昨儿个回去，哥几个可都传开了，说你那道吕许师姐跟凌云峰那位高冷的出名的沈如烟师姐关系匪浅呐。马文也忍不住回头好奇道：是啊，王兄弟，那清风院的租金可不少呢，多少外门精英都不舍得，居然让你们2口子住了进去，你跟哥哥们透个底，许师姐是不是沈师姐的远房亲戚？面对众人的旁敲侧击，王大器憨厚地笑了笑，他心中门清，这些人是打听他背景的。他抓了抓头皮，随便找了个理由道：我哪知道这些啊，我就听我娘子说，她以前帮过沈师姐一个小忙，沈师姐念旧情，见我们没个像样的落脚点，这才顺手安排了。我就一庄稼汉，
有地种，有房住就知足了。至于沈师姐的恩情，日后一定要好好报答才是。他说的情真意切，让三人感慨，真是傻人有傻福啊。不多时，众人踏入了一片灰褐色的密林，这里的树木看起来死气沉沉，叶片极少，树皮如同生铁般泛着金属冷光，正是铁心木。李大虎停下脚步，面色严肃了几分。王兄弟，规矩我再说一遍，咱们每人每天的任务是砍3棵树，一共干4天。这铁心木外皮坚硬如铁，寻常斧头砍上去就是一个白印子，得运气灵力才行。最难的是木心部分，那玩意儿比铁还硬，没把子力气根本剁不动。他指了指远处，砍完之后要把3颗手臂粗细的铁心木捆成一捆，自己拉回宗门。这可是体力活，若是太吃力，千万别逞强。王大器点点头，走到一颗铁心木前，装模作样的吐了2口唾沫在手心，抡起了宗门统一派发的斧子砍了起来。他并未立刻动用全力，而是装作很难的样子，砍了2下，只是留下2道凹痕。他对自己的地位有很清晰认识，若是表现得太过优秀，难免会被人关注到。毕竟他入宗的时候乃是劣品灵根，毫不起眼，在宗门修炼5年，一直是炼气3层而已。若是突然在宗门崛起，势必会被人关注到，必定会有人怀疑他突然获得了什么机缘。他可不想被那些活了几百年的老怪物抓走，把他解剖了研究，所以现在低调一些，绝对不会错。见到他吃力的样子，李大虎等人都没多想，毕竟大家都一个样。随后每个人选择了一颗铁心木，开始干活了起来。嗨哟嗨哟！众人忙着手上的事情。王大器目光一闪，一缕金芒在眼底一闪而逝，发动碧水晶瞳。在这一瞬间，原本漆黑如铁的树干在王大器眼中变得通透起来。他清晰地看到，这树干内部并不是均匀的，灵气的流动汇聚成了几个节点，而所谓的木心其实是灵气压缩最密集的几处纹路。原来如此，只要避开这些硬点，或者顺着纹路砍，能省不少力气。王大器心中了然，不过他不着急砍，而是偷偷摸鱼。砍树进度方面和其他人差不多。哈！随着一声闷响，李大虎率先放倒了一颗铁心木，他抹了一把额头上的大汗，顾不上歇息，转头去看王大器这个新人。只见王大器也正恰到好处地劈下最后一道深痕，那株5米多高的铁心木歪歪斜斜地倒了下去，激起一片烟尘。好家伙，王兄弟，你这身子骨当真是铁打的！李大虎眼睛一亮，由衷地赞叹道。他本以为王大器是个生手，起码要磨蹭半天，没想到竟然紧紧咬住了他的进度。李大虎心里乐开了花，暗自思忖，看来这一趟是捡到宝了。这小子力气惊人，干活利索，又不似那些自命不凡的天赋弟子那样难伺候，以后有这种苦力活，定要拉上他，能省不少心。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有这份好运气。不远处，马文负责的那颗铁心木长得极歪，像个佝偻的老者，重心完全偏移。马文因为修为受限，砍了半天，灵力有些接济不上，斧头的准透也偏了几分。咔嚓一声令人牙酸的断裂声突然响起，那颗原本应该向外侧倾倒的歪脖子铁心木，因为根部受力不均，竟然在断裂的瞬间发生了一个诡异的扭转，随即带着万钧之势，狠狠地朝着正背对着他低头整理绳索的李大虎砸了过去。铁心木坚硬如铁，这一砸要是实了，莫说李大虎只是个炼气6层，便是炼气9层，也得被砸得头破血流。李哥，小心！马文被吓了一跳，连忙大喊。这一瞬间，李大虎只觉得背后劲风扑面，汗毛瞬间炸起。可此时他正猫着腰，想要躲闪已是来不及，大脑中瞬间一片空白。完了，这个念头刚在李大虎脑中浮现，他便感到一股排山倒海般的巨力从侧面撞来。李师兄，小心！王大器动了，他在铁心木异动的一瞬间，瞳孔中的金芒便捕捉到了木材倒塌的轨迹。他没有丝毫犹豫，脚下猛地发力，在那一瞬间，他稍微动用了一丝体内紫气的加持，整个人如同一头下山的猛虎，瞬间跨越了数丈的距离，重重地撞在李大虎身上。两人顺势在地上翻滚了几圈，堪堪避开了砸下的巨木。砰！一声巨响，地面都跟着颤了颤。那颗铁心木重重地砸在李大虎方才站立的位置，半截树干直接嵌入了泥土之中，死一般的寂静。马文和张忠安吓得脸色惨白，斧头都掉在了地上，呆若木鸡地看着那废墟。王兄弟！李大虎灰头土脸地从地上爬起来，看着身后的巨木，心脏扑通扑通狂跳，几乎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他裤腿处已经被划开了一道大口子，若是再慢上一丝，那条腿绝对保不住了。他转过头，看着同样一脸后怕的王大器，眼中闪过一抹极深的感激。他知道，刚刚若不是王大器舍身救命，他就无了。王兄弟，你救了我的命啊！李大虎声音嘶哑，一把抓住王大器的胳膊，手心全是冷汗。没说的，以后在这凌云峰外门，你王大器就是我亲兄弟。王大器憨厚地拍了拍身上的土，其实救下李大虎，他纯粹是寻思着他要是出事，灵砂谁给。另一方面，他的碧水晶瞳也能分析出那铁心木砸下来的轨迹，确保自己万无一失，他才出手救人。李师兄，你没事就好，我刚才也是急了，一股脑就冲过来了，现在腿还有点转筋呢。马文这时也连滚带爬地跑了过来，一脸羞愧，连连作揖。
对不住，我真不是故意的，那树重心太歪了，多亏了王兄弟，否则我这辈子都良心不安啊！你个马文，差点被你给害死。”哪怕马文连连道歉，李大虎还是骂骂咧咧。不过毕竟是老朋友了，李大虎也没有为难他，只是把他赶远点，让他去别处干活，免得再害人。经过这番生死惊魂，四人之间的气氛微妙地发生了变化。原本对王大器还有些轻视的马文和张仲安二人，此时看他的眼神中多了一份敬重。毕竟无论哪里，大家都是喜欢能干的人的。中午时分，到了开饭点，李大虎从怀里掏出几个油纸包，里盛着一碗碗晶莹剔透的米饭。虽然他嘴里说是灵米，但王大器一眼就看出这只是含有微量灵力的半灵米。可即便如此，对于他们这些外门底层的弟子来说，也是难得的美味了。来，王兄弟，这碗给你，多加了2块腊肉。李大虎不由分说的将最肥美的一份推给王大器，别嫌弃，等回了宗门，哥哥请你喝这儿8斤的灵果酒。王大器也不客气，大口吃了起来。半灵米的灵气虽然稀薄，但在他体内的紫气运转下，几乎是瞬间就被吸收转化，不仅缓解了上午干活的疲惫，还让他觉得浑身暖洋洋的。吃完饭，四人不敢耽搁，趁着日头还高，继续埋头苦干，直到傍晚时分，每人3颗铁心木的任务总算勉强完成。由于没有储物袋，他们必须用特制的藤索将3颗沉重无比的长木捆扎在一起，像拉纤一样，靠肉身将3颗铁心木拖回宗门。山路陡峭，夕阳将4人的影子拉得极长。王大器弯下腰，将藤索勒在肩膀上，那足以压垮普通人的重量，在他看来却并不过分，甚至他需要分出一部分精力去控制不平，好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轻松。嘿呦！李大虎在前面领头，一边喊着号子，一边艰难前行。他回头看了一眼王大器，发现这小子虽然满头大汗，但脚步稳扎稳打，竟然没有半点落后的意思。这力气可真大，若是不修仙，去人间当个镇国大将军都够格了。李大虎心中感叹，因为他看出王大器根本没怎么动用灵力。终于在夜幕完全笼罩大地之前，4人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了外门交接处，交了任务，拿到了今天的工钱后，李大虎不顾疲惫，一把拦住王大器的肩膀，对着马文和张崇安2人说道：“老马、老张，今晚去我家，我做东，我让我道侣做一桌好菜，谁也不许推辞，尤其是王兄弟，不喝个痛快不准走。”王大器没想到李大虎也有道侣，不过本想拒绝，毕竟家里还有娇妻等着，但转念一想，自己如今势单力薄，对宗门的消息来源太少，这李大虎显然是个地头蛇，多结交几个这种消息通，对自己大有裨益。行，既然李师兄美意，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我先给家里娘子传个信，省得她挂念。王大器憨笑道。随后，王大器拿起传讯符，给许燕传信，表示他在李大虎家中吃好饭再回。李大虎的居所位于外门南侧的一片低矮石屋群中，相比王大器那幽静宽敞的清风院，这里显得拥挤而嘈杂。边上还有不少其他人的住处，鳞次栉比，显得拥挤。还有很多摆地摊的妇人，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烟火气。彩娥，快开门，家里来贵客了！李大虎还没进院子，就扯着嗓门喊了起来。木门嘎吱一声开了，王大器抬头看去，呼吸不禁微微一滞。走出来的妇人约莫30岁上下，身着一件紧身的淡紫色长裙，将那丰腴得恰到好处的身材勾勒得凹凸有致。她生得一张圆润的鹅蛋脸，眉眼间透着一股子浑然天成的妩媚，尤其是走动间那如水蛇般的腰肢轻晃，成熟稳重中带着几分勾人的性感。这便李大虎的道侣周彩娥。嚷嚷什么呢？大老远就听见你的声音。周彩娥美眸一横，先是瞪了李大虎一眼，随即目光落在王大器身上，原本的嗔怪瞬间化作了温婉的笑意。这位就是救了你命的王师弟吧？快请进，屋里坐。原来回来之前，李大虎就已经传讯给周彩娥，说明了情况，然后便要他做一桌好酒好菜招待王大器。王大器进屋，略微一扫，小小的2居室倒也收拾得干净温馨。桌子上已经摆好了6个菜：炒香腊月光菜、牛蹄净骨汤、鲑鱼肉片、半灵青菜叶包肉馅、爆炒灵豆，以及一份瘦血灵参汤。这些食材虽然不是很珍贵，但看起来色香味俱全，让人食指大动。嫂子，你做的菜又好看又美味。酒过3巡，菜过5味，王大器忍不住感叹说道：“大器，你嫂子的厨艺那绝对不是盖的，以后带弟妹也常来啊。”李大虎乐呵呵地说道：“娘子做的一手好菜，说实话，他脸上也有光。”周彩娥这时候亲自给王大器斟酒，又给自己倒了一杯。王兄弟，我听我家大虎说了，今儿个要是没你那一推，我们家可就塌了半边天。周彩娥端起酒杯，胸前的丰盈随着动作轻轻起伏，眼神里满是真挚的感激。这杯酒，嫂子敬你。王大器连忙起身，憨厚地笑了笑：“嫂子客气了，我也只是随手一挡，主要还是李师兄命大福大。”烈酒入喉，气氛渐渐热烈。李大虎借着酒劲，伸手搂住周彩娥的肩膀，对着王大器吹嘘道：“王兄弟，不瞒你说，哥能在外门混得开，你可知道这是为何？”王大器耳朵一动，猜测道：“难不成上面有人？”猜对了，我上面就是有人。我那亲表叔乃是外门执事房的管事，
专门负责这凌云峰各处的修缮杂物。他压低声音，故作神秘道：“咱们现在砍这铁心木，充其量只是个前菜。等这活儿干完，有个真正的大肥差，不知道兄弟你敢不敢接？”哦，李师兄，请讲。王大器心中一动，却装作一副被酒气冲红了脸的模样。去韩玉店修补房梁和瓦片。听到韩玉店3个字，王大器心头猛地一跳，那不正是沈如烟的师尊南宫绫的寝殿吗？去那里干活？李大虎叹了口气，唏嘘道：“我也是听说啊，咱们那位南宫峰主早年间受过极重的道伤，体内积压了恐怖的至阳火力，时不时就会爆发，那炙热灵力一卷，寻常的房梁殿宇哪受得了？所以韩玉殿的房梁和瓦片都得用特制的韩性材料，几乎每隔几年就要整体更换一次。这不，马上又是修缮的日子了，这份活不仅要干1个多月，而且工钱……”李大虎伸出2根手指，目光灼灼，每天2块零食，2块零食，那可是相当于2000零沙，对于外门弟子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这么好的差事，李师兄难道还发愁？王大器明知故问。李大虎苦笑一声，放下了酒杯。本来是稳的，可现在出了个竞争对手，有个叫赵东的，这家伙活干得稀松，没啥大本事，但他大哥是内门弟子，正四处找关系，想把这活儿揽过去。说到这，李大虎和周彩娥对视了一眼，周彩娥纤手轻轻附在李大虎手背上，带着几分期许看向王大器：“王兄弟，哥跟你说实话，这活儿我懂怎么干，料子我也能弄到，唯独缺个能说话的硬关系。我听说你那道吕许愿师妹跟沈如烟沈师姐关系极好，沈师姐可是峰主很看重的内门弟子，若是她能在修缮的名册上顺口提一句，这活儿准能落到咱们手里。”王大器心领神会，搞了半天，这顿酒除了感谢他之外，还是为了这层关系。李大虎是看中了他那神秘的背景，想让他当个中间人，以此好揽活啊。不过说实话，他也心动了。1个月啊，每天收入2块零食，那就是60块零食的进账啊。想他前面干了5年，整整5年啊，也只不过存了50颗零食罢了，这1个月就能赚60颗，谁能不心动呢？既然李师兄这么看得起我，回头我跟娘子商量商量。王大器憨厚地拍了拍胸脯，沈师姐虽然高冷，但对我家娘子确实不错，若是只是提个修缮的人选，想来应该不难。好，痛快！李大虎大喜过望，再次买上酒。王兄弟，成了之后，工钱方面你占大头，绝不亏待你。这一点李大虎还是很拎得清的，他做人做事就是如此，为人处事非常上道，否则也不会在凌云峰混得风生水起。酒席散去，王大器婉拒了李大虎来都来了，多喝几杯的邀请，他踏着月色往清风院走去。凉风一吹，他眼中的醉意瞬间消散得干干净净。韩玉殿南宫绫身上至阳火力爆发，王大器摩挲着下巴，若是能接到这个活，确实不错。月色如霜，洒在清风院的玉心白菜上，泛着莹莹的绿光。王大器踏走到清风院门口时，屋里还亮着昏黄的灯火。推开门，一股淡淡的清香扑面而来，那是许燕身上特有的体香，混杂着些许灵草的味道。许燕正坐在灯下缝补着一件外袍，见王大器一身酒气的回来，连忙放下手中的针线，起身迎了上来。怎么喝这么多？许燕虽然嘴上埋怨，手里的动作却温柔的紧，一边替他脱下满是木屑的外衣，一边倒了一杯温热的水递到他嘴边。王大器顺势揽住娘子纤细的腰肢，嘿嘿一笑，将白天的遭遇以及李大虎提到的韩玉殿修缮一事原本地说了一遍。修缮韩玉殿，许燕听完，那双如水的眸子微微一亮，手里的动作也停了下来。一天2块零食，这工钱确实高得吓人，若是能干上1个月，咱们手上就宽裕了，搞不好可以在家里设计一套聚灵阵法，或者给你买些增进修为的丹药。王大器看着娘子认真的模样，忍不住凑过去，在那娇艳的脸颊上亲了一口，打趣道：“李师兄说了，这会儿现在盯着的人多，他想让我吹吹枕边风，让你去跟沈如烟沈师姐求个情。沈师姐是峰主的内门弟子，只要他点个头，这活儿铁定是咱们的。”许燕听了，摇了摇头，峰主手下的内门弟子可不少呢，有如此利润的活，肯定不止咱们盯着。顿了顿，他正色道：“不过不管如何，终归要试试，但不是我去和沈师姐说，而是你去说。”我去说。王大器指了指自己的鼻子，许燕看他这憨厚的样子，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眼神狡黠地看着自家男人，伸出欠指点了一下他的额头。大器，你真当沈师姐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才对咱们多加照顾，给咱们住这个地方的？王大器一愣，道：“应该是因为我。”许燕点头，吐气如兰道：“和他好的师弟师妹多了去了，怎么不见他对别人也这么好？很明显，沈师姐心里想的人是你，所以啊，这求情的事儿得你自己去说，你去比我有用100倍。”他也是过来人，深知王大器的重要性。成，既然娘子发话了，那等过2天活儿干完了，我亲自找沈师姐探探口风。王大器一把将许燕横抱起来，朝着里屋走去。不过现在咱们还是先研究一下修炼的事儿吧。许燕叮咛一声，嗔道：“门都没关呢。”啊，对，先关门。接下来的3天，王大器过得极其规律且充实。每天天不亮，他就拿着那柄斧头出门。在枯木林里，他始终控制在了一个惊人却不至于妖孽的范围内。他利用碧水晶瞳观察铁心木，
每一斧头都砍在最脆弱的节点上。在马文和张忠安看来，王大器就像个不知疲倦的怪物，那铁心木在他手里简直比劈柴火还容易。李大虎在一旁看得又是羡慕又是心惊，他原本还担心王大器体力跟不上，结果倒好，这小子不仅自个儿的任务提前完成了，还能顺手帮马文搭把手。第5天傍晚，所有的铁心木全部砍伐完毕，并且一捆捆整齐地堆放在了宗门物资处的门口。李大虎拿到了任务完成的报酬，意气风发地走了过来。他从怀里摸出一个精致的布袋，递给王大器，语气诚恳：“王兄弟，这次多亏了你，不仅救了哥哥的命，还让咱们完美交工。按照规矩，我本该抽你一部分，但这次抽成免了。”王大器接过布袋一掂，沉甸甸的，打开一看，里面躺着一块半只拳头大小的正品灵石，还有整整200灵沙，算下来一共1200灵沙。李师兄，那我可不客气了。王大器咧嘴一笑，倒是也不客气，哈哈，咱们谁跟谁，你就拿着。行，对了，王兄弟，李大虎抹了把汗，神色变得凝重起来。韩玉店那活儿，你问的怎么样了？据我表叔那边的消息，顶多再过20天，名单就要定下来了。那个赵东这几天跳得很欢，听说他大哥赵涵那边已经打通了一些关系了，这活恐怕是10拿9稳了。王大器想了想，答道：“这几天我都在林子里干活，还没碰上沈师姐。不过你放心，李师兄，这事儿我记着呢，最迟后天我一定给你个准信。”好嘞，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告别了李大虎，王大器揣着灵沙，心里盘算着给许燕买只漂亮的簪子，再买2斤灵猪肉。家里的米也没有了，这次买些灵米，不再买掺了凡米的半灵米。可当他兴冲冲地推开清风院的大门时，却愣住了。许燕竟然正蹲在院子角落，认认真真的往一个旧麻袋里塞东西，旁边放着一身粗布短衫，还有2把锈迹斑斑的小铁铲。娘子，你这是干啥呢？王大器纳闷地走过去，许燕直起腰，抹了抹额头上的灰，露出一抹温柔的笑。大器，我想着你这几天砍树太辛苦，我也不能总在家里闲着。咱们清风院虽然好，但总归是要花销的。我今天去任务堂看过了，我运气不错，正好有个新出的活儿。什么活儿？王大器眉头一皱，这凌云峰的杂活大多辛苦得很，去灵兽阁铲马粪。许燕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声若文瑞。这活儿虽然名声不好听，但给的报酬还可以，一天有50个灵沙呢。铲马粪，王大器差点没跳起来。那是你干的活吗？那地方腥臭扑鼻。那个活他知道，因为他以前也干过。这个钱不是那么好赚的。许燕拉住他的袖子，细声解释道：“不是普通的马粪，是追风赤兔马的粪便。大器，你不知道，这些马粪是极好的肥料，里面蕴含着不少没消化的灵草精华。我打听过了，山下的集市上有人收购马粪，1公斤10灵沙呢。”他算计着小账，眼睛里闪烁着光芒。这样算下来，我若是收集10公斤，那就是100灵沙，加上工钱，一天能挣150个呢。这比种白菜强多了。王大器看着娘子那双原本用来绣花，现在却准备去铲粪的白嫩小手，心里一阵泛酸，又是一阵感动。胡闹！王大器故意板着脸，一把夺过他手里的铁铲。你男人现在一天能挣几百灵沙，还没到让你去铲马粪的地步。这活儿我不准你去。大器，许燕咬着唇，有些委屈，我只是想帮你分担一点。王大器看着他那副样子，心软得一塌糊涂。他知道许燕是个好强的性子，若是不让他干点什么，他心里肯定不安稳。行了，既然你非要去，那我也去。王大器叹了口气，咱们夫妻俩一起干得快些，我也能护着你。正好明天砍树的活儿歇了，咱们去灵兽阁看看。真的？许燕转忧为喜，拉着王大器的手直晃荡。大器你真好。翌日一早，王大器和许燕换上了最破旧的短衫，一人背着一个麻袋，来到了任务堂这边。昨天刘管事就和许燕说了，让他今早来这里领任务牌，然后就可以前往灵兽阁了。许燕径直走向登记台。刘管事，我们是来接铲马粪任务的，昨天你和我说过。那管事抬头看了看王大器和许燕，有些无奈地摊了摊手。许师妹，不好意思，这灵兽阁今天的活儿刚才已经被人全包了。什么？你昨天答应好我的，说任务今天一早出来，你怎么这样？刘管事看着许燕那张写满不解的俏脸，长叹了一口气，压低声音道：“许师妹，实不相瞒，我也想把这活儿给你。可就在刚刚，赵东拿了他亲哥哥赵峰的腰牌过来。赵峰乃是内门弟子，在内门也颇受器重。他特意打过招呼，说这灵兽阁往后1个月的清扫活计，全由他弟弟赵东说了算。”他摇了摇头，无奈地看了一眼旁边的王大器，在这外门背景就是天，我一个小小的差遣管事，哪敢得罪内门的人呢？可是明明昨天都说好了的。许燕重复了一句，咬着唇，眼眶微微发红。他并不在乎那50灵沙，可他心疼自家大器。大器为了养家，连着5天去砍那比铁还硬的木头，他只想找个活儿帮男人分担一些，谁曾想竟也被人横插一杠。赵东。王大器听到这个名字，眉头皱起。之前李大虎就说过，赵东也想要竞争韩玉殿修缮的活，只是没想到连这种小活他都抢。从任务堂走出来后，许燕依旧是闷闷不乐的。那个赵东和他大哥赵峰，说起来还只是我师弟呢，现在好了，赵峰那家伙成内门了，做事也太霸道了。王大器安慰道：“就是一个铲马粪的活而已，我本来就不想让你去干，
这样正好。王大器虽然这么说，但赵东这个名字被他暗暗记下，让他娘子生气，这笔账一定要算清楚。话虽如此，可有了这一次，还会有下次啊！许燕气得小脸煞白，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这赵家兄弟真是欺人太甚。大器，你说那刘管事也真是，明明先答应了咱们。好了，娘子，在这外门，道理是讲给有本事的人听的。王大器倒是显得异常冷静。两人来到清风院门口，却发现门口站着2个熟悉的身影，竟然是李大虎和他的道侣周采娥。只是今日的李大虎看起来凄惨无比，他那张原本憨厚的方脸似石肿得像个紫猪头，左眼青紫一片，已经肿得眯成了一条缝，嘴角还挂着未干的血迹。一旁的周采娥正拿着浸了凉水的毛巾，一边抹眼泪，一边给李大虎敷着脸。李师兄，嫂子，你们这是怎么了？王大器大吃一惊，紧走几步上前。许燕也吓了一跳，连忙蹲下身子查看，你这伤怎么搞成这样了？周采娥见王大器夫妇回来，积压的情绪瞬间爆发，哽咽道：王兄弟，许妹子，你们可算回来了。是大虎他被人给打了。谁干的？在这外门，谁敢把李师兄打成这样？王大器眉头紧锁，李大虎疼得丝丝吸凉气，摆了摆手，声音嘶哑：王兄弟，别问了，是哥没本事，这事儿咱们认栽吧。什么认栽？大虎，你就是太老实了。周采娥哭喊道：王兄弟，是那个赵东。今天一早，大虎去执事房找他表叔商量韩玉殿修缮的细节，结果还没进门，就被赵东带了几个人堵在巷子里。赵东说大虎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不掂量自己几斤几两，竟然敢跟他个赵峰抢差事，还说你和许燕妹子，说你们老实点，别想着抢这个活，要不然他哥会生气，后果很严重。哎，韩玉殿这活看来是干不了了，这赵家兄弟是越来越霸道了。李大虎垂着头，由于眼肿得厉害，看不清表情，但那紧紧攥住裤腿的左手却在微微颤抖。赵东，又是他！王大器眉头紧锁，这赵东太过分了。许燕猛地站起身，平时温婉的小脸此时写满了决绝，绝对不行。若是咱们这次认了怂，那赵东以后只会更加变本加厉。他哥赵峰是内门弟子又怎么样？内门弟子就能随便指使外门弟子殴打同门吗？凌云峰还没到信赵的地步。他看向王大器，语气坚定：大器，咱们去找沈师姐，我不信这外门真就没了王法。别，许妹子，万万不可！李大虎吓得顾不得疼，连忙拦住。在他看来，许燕和沈如烟的关系虽然好，但沈如烟绝对不会为了他而去得罪赵峰这个内门弟子的。周采娥也是点头，无奈道：赵峰现在在内门混得风生水起，沈师姐不一定愿意为了咱们去得罪一个内门弟子。走，大器！许燕是个雷厉风行的性子，拉起王大器就往外走。他心里憋着一团火，既是为李大虎叫屈，更是为了自家男人的尊严。他心想，大器老实巴交，我要是再不替他出头，这日子还怎么过？两人一前一后，顺着石阶快步往山上赶。半个时辰后，两人来到了沈如烟居住的洞府。不过洞府门前冷冷清清，只有几只灵鹤在悠闲地梳理羽毛。请问沈师姐在吗？许燕见到洞口站着一名正在洒扫的青衣师妹，连忙上前询问。这小师妹叫小翠，以前许燕在内门时，两人还算有些交情。小翠停下手里的活，见是许燕，脸上露出一丝焦急：是许姐姐啊，你来得不巧。沈师姐急匆匆出门了，去了韩玉店主店。不光是她，听说在宗门里的几位内门弟子都被叫过去了。出什么事了？许燕心里一咯噔。小翠压低声音，神秘地凑过来，听说南宫峰主的旧疾又爆发了，这次来势汹汹，连副峰主孙师叔都带人赶过去了，现在主殿那边乱成一锅粥呢。许燕脸色微变，这下麻烦了。沈如烟眼下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显然求不了她了。此时韩玉殿大殿之内，空气热得好似火炉一般。大殿正上方的玄冰宝座上，南宫灵正盘膝而坐，浑身热气蒸腾。他今日穿了一身暗红色的长袍，虽然空气灼热，但是他那张脸苍白如纸。而在大殿下方，除了面色沉重的沈如烟等内门弟子外，一个身材魁梧、留着短须的中年男子正站得笔直。此人正是凌云峰副峰主孙啸天。孙啸天此时虽然拱着手，一脸的关切，但那双鹰隼般的眼睛里却闪烁着难以掩饰的兴奋。他等这一天太久了。南宫灵这些年仗着修为高深压他一头，可谁都知道南宫灵这火毒是绝症，只要他倒下，或者实力跌落到这凌云峰峰主的位置，名正言顺就是他孙啸天的。峰主，您这身体……孙啸天开口了，声音洪亮，却带着一股子阴阳怪气的味道。既然旧疾复发，就该好好闭关静养。这宗门上上下下的杂事，操劳过度可不利于压制火毒啊。依我看，不如将峰内的调度大权暂时交给属下，您意下如何？南宫灵听得秀眉倒竖，冷声道：孙啸天，本峰主只是偶感不适，凌云峰的大权还轮不到别人来操心吧？孙啸天皮笑肉不笑的抚了抚胡须，我这也是为了峰主好，用不着你操心。我已经服用了冰雪凝魂丹，已经无碍。哎，这冰雪凝魂丹一颗就要2000多灵石，峰主你一个月至少服用2颗，这开销可不小呢。本峰主的灵石开销就不劳你费心了。孙啸天嘿嘿一笑，
那一双贼溜溜的眼睛死死盯着南宫翎，似乎想透过那层炎热之力看穿他的虚实。封主，我也是为了凌云峰的未来着想，您这火毒若是压不住，伤了修为，那可是咱们凌云峰天大的损失啊！不如让我分担。孙啸天，你真当本座已经拿不动剑了？话音未落，南宫翎那双原本紧闭的美眸猛地睁开，瞳孔深处竟隐隐有冰蓝色的闪电划过，原本大殿内炙热的温度在这一瞬间暴降。咔嚓咔嚓，大殿两侧的悬冰柱发出了刺耳的碎裂声，一股恐怖至极的威压如同万众浪潮，排山倒海般朝着孙啸天席卷而去。孙啸天脸色巨变，他原本以为南宫翎旧疾复发，实力顶多剩个7、8成，却没想到这娘们儿动起怒来依然如此骇人。噗！孙啸天连退7步，每一步都在坚硬的寒玉地板上踩出一个深深的脚印，直到最后一脚撞在石柱上，他才勉强稳住身形，胸口一闷，喉头泛起一丝腥甜。他的眉毛、胡须上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结出了一层厚厚的冰霜，整个人被冻得瑟瑟发抖。本座还没死呢。南宫翎声音清冷，不带一丝感情，再敢僭越，本座便削了你的副峰主之位，去思过崖关上10年。大殿内一片死寂，众人屏气凝神，连大气都不敢喘。孙啸天一张老脸涨成了猪肝色，又青又红，他死死地捏着拳头，眼中闪过一抹阴狠和忌惮，最终只能咬着牙躬身行礼，是属下失言了。峰主既然身体无恙，那属下就先告退了。说完，他猛地一甩袖子，带着几名亲信骂骂咧咧地走出了大殿。哼，看他还能撑多久？那火毒已经攻入他火系灵根，修为根本无法增长，反而每日下跌，而老夫一直在进步，他现在的威风不过是回光返照。走出大殿老远，孙啸天才狠狠啐了一口，眼中满是不甘。对他来说，成为凌云峰峰主的好处实在是太大了，每年不但有数十万灵石奖励，而且还会有化神丹资源提供。化神丹啊，他和南宫翎修为其实一样，也已经元婴巅峰，这些年一直在筹集化神丹的灵药，但是只要能成为峰主，宗门会为他筹集，那自己就轻松多了。大殿内，南宫翎见孙啸天走远，原本凌厉的气息瞬间萎靡了下来。师尊！沈如烟大惊，连忙上前扶住，其余几个弟子也是大惊失色，连忙上前。南宫翎摆了摆手，示意其他弟子退下，都下去吧，本座要静养。之前嘱咐你们为为师寻找的灵药，切记不要忘记。弟子谨记。众多弟子一一离开，唯独沈如烟没有走。刚刚走的都是南宫翎亲传弟子，不是筑基修为，就是金丹修为，去寻找灵药的事情还轮不到他。大殿内原本的肃杀之气渐渐平息，但也掩盖不住南宫翎那愈发粗重的呼吸声。沈如烟站在阶下，看着师尊那张往日威严冷傲的面庞，此刻被痛苦侵蚀，心中阵痛。他很清楚，南宫翎体内的火毒早已深入骨髓，这些年不过是靠着强横的修为硬生生压制，可压得越狠，反弹就越凶猛。方才对孙啸天的那一击，恐怕已经是师尊强撑出来的最后余威。若师尊倒下，凌云峰顷刻间就会易主，而他们这些嫡系弟子以后的日子恐怕不会好过。如烟，你怎么还不走？南宫翎紧蹙双眉，声音沙哑，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威严。沈如烟深吸一口气，像是下定了极大的决心，猛地跪倒在地。师尊，徒儿发现了一个能救您的法子。南宫翎自嘲的一笑，嘴角扯动出一抹凄美的弧度。法子？金丹级别的冰属性灵药都难压制火毒，除非有传说中的纯阴之物，或者拥有至尊阳体的男子，以命渡火，中和毒素。沈如烟抢先一步说道，声音在空旷的大殿内回荡。南宫翎的眼神瞬间凝固，随后脸色一沉，语气冰冷刺骨，放肆！这种邪道法门，你也敢在为师面前提起？难道你要让为师去寻个男子，行那双修采补之事？之前不是和你说过，不许再提？师尊恕罪，徒儿绝非此意。沈如烟急忙叩头，语气诚恳到了极点。师尊，你可知道徒儿的碧水晶瞳如何被开发出来的？难不成你和拥有至尊阳体的男子？是的。事到如今，沈如烟也不隐瞒了，他摊牌了。若是再不说，师父真的出事，那此生必将在悔恨之中度过。随后，沈如烟语速极快地把事情说了一下。师尊，王大器为人忠厚老实，您找他绝对没事的，事后反正洗干净。胡说！南宫翎的脸色变得更难看了。我身为一峰之主，修为元婴，怎能和外门弟子？要是被他认出，这种事传出去，本座还有何颜面立于世间？南宫翎俏脸羞红一片，也不知道是背弃的还是真的不好意思。师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沈如烟焦急地挪进几步，孙啸天那贼子已经等不及了。他刚才的试探只是开始，一旦他确定您实力大跌，必然发难，到时候您丢掉峰主之位，每个月的冰雪凝魂丹恐怕也负担不起。南宫翎沉默了，他紧紧攥着宝座的扶手，指节因为过度用力而发白。的确，他能负担得起每个月2颗冰雪凝魂丹，靠的就是峰主之位，否则的话，哪怕是元婴大修士，去哪里赚那么多？难道去当劫修？可普通修士哪有那么多灵石？有钱的修士也都是不好惹的。哎，说实话，他不甘心啊。前修300载，
终入元阴境，可就是因为体内暗伤，导致无法进入化神。现在的他修为非但没有进步，反而每日下跌。其实他也明白，孙啸天如此胆大，是因为他有恃无恐。缥缈宗宗主早就对他实力有所怀疑，宗门不养闲人，内门弟子没实力会逐出内门，沦为外门弟子，而封主没有强悍实力，也会面临撤职。师尊好像异动了。沈如烟冰雪聪明，很会察言观色，见师尊异动，沈如烟眼神微闪，抛出了最后的计划。师尊，咱们可以瞒天过海，您去找王大器，不会被他知道。胡说，做那种事怎么会不知道？虽然南宫翎第一时间否认，但心中好奇起来，忍不住想要听听沈如烟计划。沈如烟道：那王大器不过练气修为，眼力有限，您可以戴上您的幻象面具啊，这可以改变您气息。到时候您假装是徒儿新收的一名外门小师妹，就说您是因为修炼出了岔子，需要他辅助疗伤。这样一来，既能解了您的火毒，他也绝不会发现您的真实身份，岂不是一举两得？南宫翎听得心惊肉跳，这种荒唐的主意，换作平时他早就一掌劈过去了。可感受着体内那股几乎要将神魂烧成灰烬的热浪，再想到孙啸天那张阴险的脸貌，似还真的可以呢。南宫翎忽然冒出这么一个奇奇怪怪的想法，但很快他又摇了摇头：我可是凌云峰峰主，元婴大修士，岂能这样？师尊，其实徒儿一开始也是没让他发现自己身份的。沈如烟俏脸一红，为了劝说师尊，他干脆把自己的情况说了一下。南宫翎一听，直接无语了：你是说你一不小心把给王大器蒙眼的黑布震碎了，然后被他看到了你？沈如烟点点头。那后来呢？他八卦起来，对两个人四目相对之后的情况十分好奇，心中寻思着，沈如烟这也太不小心了。换位思考，要是他的话，早就修得无地自容了。他居然面不改色，由此可见脸皮这是有多厚。师尊，后来徒儿心想，这又不是什么大事，那小子也绝对不会乱说，要不然他知道利害关系，对吧？师尊，现在徒儿反而觉得和他在一起轻松了许多，不紧张了呢。还沈如烟很想说还怪舒服的，但这种话她一个冰清玉洁的女子可不好意思说。南宫翎脸色古怪，怎么都没想到他这个守身如玉的好弟子竟然有如此浪荡的一面啊，真是人不可貌相呢。师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也不想修为天天退步吧？若是真的无法挽回，徒儿怕师尊会追悔莫及啊。他当真看不出来？南宫翎的声音颤抖着，带着一丝动摇。他一个炼气修士，怎么可能看透师尊的化身？沈如烟坚定地说道。大殿内陷入了长久的死寂。良久，南宫翎闭上眼，发出了一道沉重的叹息：罢了，如烟，这件事我不希望有第三个人知道。徒儿立誓，若泄露半句，天打雷劈。沈如烟心中大喜，他知道师尊这条命算是暂时保住了。而南宫翎心绪十分复杂，想起之前还信誓旦旦和徒儿说什么，自己就算是死，修为被废，魂飞魄散，也不会去找至尊阳体的人修炼的，现在却要找了，这不是打自己脸吗？不过就算打脸，他也必须要走下去。修道艰难，不能因为一点困难就退缩。想到这，他眼神逐渐犀利起来。师尊，那我马上联系王大器，就约在今晚，如何？好。接下来师徒二人开始商量细节。阿替，刚刚从沈如烟洞府回去的王大器一连打了好几个喷嚏，谁在背后说我？王大器挠着头不明所以。大器，师姐暂时找不到了，寒玉殿修缮这活看来和咱们无缘了。回去的路上，许燕有些许失落。王大器摸了摸鼻子，憨厚一笑，宽慰道：娘子别这么想，金子总会发光的，咱们去任务堂看看，说不定能接到比这更稳妥的差事。许燕虽然心里还是觉得遗憾，但听自家男人这么一说，心情也平复了不少。两人挽着手朝着外门任务堂走去，还没走到门口，就听见前方传来一阵嘈杂的哄笑声和谩骂声。任务堂门口围了一大圈人，指指点点：求求你，赵师兄，这要是救命的，花了我们好不容易攒下的灵石。一个带着哭腔的声音传来，王大器眉头猛地一皱，那是张忠安的声音。他和许燕对视一眼，急忙拨开人群挤了进去。只见任务堂前的空地上，张忠安和马文正狼狈地跪在地上，在他们面前，几个白瓷药瓶摔得粉碎，淡绿色的药液溅了一地，混合着泥土，已经彻底废了。一个脸皮黑不溜秋、眯着眼的灰袍青年，正不可一世地踩着一块药膏，还使劲捻了捻。此人正是赵东，在他身后站着几个满脸横肉的外门弟子，皆是一脸戏谑。救命的，那是你们这种废物该用的药。赵东啐了一口，恶狠狠地骂道：老子在这儿走得好好的，你们两个瞎了狗眼的撞上来，弄脏了我的新道袍，你们赔得起吗？赵东，你胡说，分明是你故意。马文气得满脸通红，正要争辩，却被赵东一脚踹在肩膀上，直接翻倒在地。马德，以为抱上许燕那妞的大腿，敢对我大呼小叫，信不信撕烂你的嘴？赵东指着马文大骂。住手！王大器一个箭步冲上前，挡在了张忠安和马文身前。他的脸色阴沉的可怕，尤其是看到地上那碎了一地的药。这些药
原本是给重伤的李大虎买的。李大虎就是被赵东这伙人打得起不来床，现在他们的药竟然也被赵东这么糟蹋。哟，这不是新来的弟子吗？赵东见到来人，非但没收手，反而发出一声阴阳怪气的冷笑，把药赔了，马上道歉。许燕也站了出来，娇声骂道。赵东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夸张的大笑起来，哈哈哈哈！你们听到了吗？一个外门弟子让我道歉。他往前凑了一步，眼神中满是毒辣，压低声音道：许燕，你已经被逐出内门，别以为你攀上了沈如烟沈师姐，我会怕了你。在这凌云峰外门，我大哥赵峰才是规矩，沈师姐岂会为了你得罪我大哥？说完，他那双贼溜溜的眼珠子肆无忌惮地在许燕娇美的脸蛋和起伏的身材上扫视了一圈。啧，不过说起来，一段时间没见，长得是越来越水灵了。赵东舔了舔嘴唇，眼中露出一抹贪婪。当年我也追求过你吧，可惜你当初眼瞎，放着我这个未来的内门家属不选，非要选这么个除了干活啥也不会的玲珑。现在你可后悔了？后悔？许燕听了这话，不仅没被吓住，反而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他柳眉一挑，牙尖嘴利的回对道：赵东，你也撒尿照照镜子看看自己那副德性，别说跟你，就是跟你大哥赵峰比，我家大气也比你们强上100倍。你要是没你那个内门弟子的哥哥撑腰，在这凌云峰，你连我家男人的一根汗毛都比不上，你有什么可豪横的？你！赵东气的脸色发黑，指着许燕的手都在哆嗦。他怒极反笑，阴狠地看向王大器。好一个一根汗毛都比不上！许燕，我早就听说过了，这王大器以前在万花峰做事，整天跟花肥粪土打交道，他就一个普通玲珑，就这种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我一根手指头就能碾死他。周围围观的弟子发出一阵唏嘘，看向王大器的眼神也多了几分轻蔑。哼，比你强就行了，你说破天了也没有道理本事大。许燕回对道：哦，是吗？赵东往前跨了一步，不可一世的扬起下巴，对着王大器嗤笑道：小子，也不知道你有什么本事，不过我看在沈师姐的面子上，老子给你个机会，现在跪下喊一声师兄我错了，今天这事儿就算翻篇了，以后在外门想要找活干，老子心情好还能给你网开一面，如何？王大器原本平静的眼神逐渐变得鄙夷，他拍了拍衣服上的灰尘，淡淡说道：那行啊，你先给我这2个兄弟跪下磕头道歉，再把刚才踩坏的药按10倍价钱赔偿了，这事儿我也可以考虑不跟你计较。他指了指后方如丧考妣的马文和张忠安，你他妈耍我呢？赵东勃然大怒，觉得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他猛地跨步上前，右手化作鹰爪状，带着一股劲风，企图直接去推搡王大器的肩膀，想让他当众出丑。哪知道就在他的手即将触碰到王大器的一瞬间，王大器像是早有预料一般，手腕一翻，竟如同铁钳一般死死扣住了赵东的手掌。都看到了呀，是他先动手的。王大器突然扯开嗓子大喊了一声，他平时确实老实，但那是因为人不犯我，但别人要是先动手，那他也不会任谁欺负的。还没等赵东反应过来，他身形一晃，借着对方前冲的力量，猛地抬起一脚，重重地踹在了赵东的腹部。砰的一声闷响，赵东整个人像是一指断了线的风筝，直接倒飞出去4、5米远，狠狠地砸在任务堂的石柱上，疼得他眼珠子差点凸出来。你找死！赵东捂着胸口爬起来，满脸通红，他觉得自己是大意了，完全没料到这个废物玲珑的力气竟然这么大，给老子死来！赵东怒喝一声，浑身灵力疯狂运转，掌心隐隐有灰色的光芒闪烁，这显然是动用了某种外门功法，不顾一切地朝着王大器扑来。王大器站在原地动也不动，眼底深处一抹幽蓝的芒流转，碧水晶瞳。在他眼中，赵东那看似迅猛的动作被他看得一清二楚，连体内灵力流动的每一个节点，每一处破绽都清晰可见，甚至他连灵力都懒得动用，只是在赵东冲到面前的一刹那，身子微微一侧，再次精准的一脚踹出，这一脚正好踹在赵东灵力运转最薄弱的肋下。嗷！赵东再次惨叫着飞了出去，这次摔得更重，连门牙都磕掉了一颗。周围的人都看傻了，一个底层的外门玲珑竟然像踢球一样2次把炼气4层的赵东踹飞，这还是废物吗？废物！你们几个还愣着干什么？给我一起上，打残他！出了事我大哥顶着！赵东趴在地上，疯狂地指挥着身后的几个小弟。那几个横肉弟子对视一眼，刚要合围上来，住手！谁给你们的胆子，敢在任务堂门口聚众斗殴？一道清冷且威严的女声如惊雷般炸响，紧接着一道曼妙的紫色倩影从远处疾驰而来，正是沈如烟。沈如烟如同一朵冷傲的紫云翩然落地，那美貌的容姿让在场的所有外门弟子都是呼吸一紧。他目光扫过狼狈不堪的赵东，又落在神色淡然的王大器身上，眉头微微一蹙，心中却是念头飞转。好不容易与师尊商定好计划，正急着找王大器呢，没想到他竟在这里招惹了赵东。他对赵东这个人的为人早有所耳闻，碍于对方背后有个内门的大哥，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这次他竟然欺负王大器，在他看来，王大器素来木讷老实，若不是被逼急了，断不会在这任务堂门口动手。想到这，他心中十分愤怒，万一王大器要是受点伤，误了师尊的大事，这赵东死100次也难辞其咎。沈师姐，
您来的正好。赵东见沈如烟驾到，顾不得胸口剧痛，连滚带爬的凑过去，指着王大器控诉道：“这王大器仗着有点蛮力，光天化日之下殴打同门。您看我这牙，看我这胸口，他这是完全没把宗门法纪放在眼里啊！”沈师姐，不是这样的。许燕急忙冲到沈如烟身边，俏脸气得通红。是赵东先打碎了给外门弟子李大虎救命的灵药，还先对大器动的手。大器，那是正当防卫。王大器对着沈如烟拱了拱手：“沈师姐，我本一介玲珑，只想安稳度日，奈何赵东欺人太甚，不仅毁坏李师兄的药在先，还欲出手伤我。在场这么多双眼睛都看着呢，确实是他先动的手，我不过是情急之下挡了一脚。”赵东瞪大了眼，心里憋屈的要命：“你那是一脚吗？你那是两脚，还踢得老子门牙都飞了！”说完，他立刻朝那几个呆若木鸡的小弟使眼色：“你们说，是不是他先挑衅的？”几个横肉弟子刚要开口，沈如烟那冷若冰霜的目光便扫了过去：“谁要是敢在我面前说半句假话，我便把他丢进万蛇库。”沈如烟声音平淡，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杀意。这话一出，那几个小弟吓得腿都软了，原本到嘴边的谎话硬生生给吞了回去，一个个低着头噤若寒蝉。谁不知道沈师姐现在是凌云峰外门弟子之中说话最管用的人之一？她修为虽然只是炼气，但年纪轻轻已经是内门弟子，也是南宫凌峰主未来的关门弟子。为了赵东得罪他，不值得。赵东，看到了没？没人证明。沈如烟冷哼一声：“你还有什么话可说？”赵东见没人帮腔，气得浑身发抖，索性破罐子破摔，面目狰狞地喊道：“沈如烟，你别太偏心了，就算是我先动手，他一个废物玲珑，凭什么把我打成这样？而且，就算不看在我面子上，也要看在我大哥面上吧！”啪！一声清脆的耳光响彻全场，赵东整个人像个陀螺一样在空中转了2圈，再次飞了出去。这一次，剩下的几颗槽牙也浑着血水喷了出来。“我是你师姐，你敢直呼我名，而且你敢拿赵峰来压我！”沈如烟收回手，眼神冷得可怕。在这凌云峰，还轮不到你姓赵的定规矩。你毁人救命丹药，挑衅在先，被打也是活该。而且你打了人，连赔偿都不打算给吗？赵东捂着肿成猪头的脸，看着沈如烟眼中毫不掩饰的厌恶，终于感到了彻骨的恐惧。他意识到沈如烟今天不是来拉偏架的，他是真的想打他。在沈如烟杀人般的目光下，赵东知道再这样下去，自己讨不到任何好处。等着，我不会这么算的。赵东心中低骂着：“你到底赔不赔？”沈如烟踏前一步：“赔，我赔。”赵东面色微变，随即他颤颤巍巍地从怀里摸出2块灵石，扔给了张忠安和马文，然后连狠话都不敢再说，带着小弟连滚带爬地逃离了现场。多谢沈师姐主持公道。张忠安和马文捧着灵石，激动得眼眶发红。这2块灵石足够买更好的疗伤药了。许燕更是感激涕零，上前拉住沈如烟的手：“师姐，您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原本我们还想去求您关于那寒玉殿修缮的差事。”沈如烟听到这里，眼神微微一闪，顺势说道：“此处人多眼杂，随我回住处再说。那差事我正好也有意交给王大器去办。”“真的吗？”许燕眼前一亮，一行人随即离开任务堂，朝着王大器的住处走去。“师姐，你之前说关于那寒玉殿修缮的事情，真的要交给我家大器？”回到清风院门口，许燕就激动地问道。沈如烟目光在王大器身上打量了许久，才缓缓开口：“不错，不过大器，寒玉殿修缮之事非同小可，那地方乃是封主闭关静养之所，阵法密布且寒气逼人。我再问你一次，你当真要接这苦差事？”王大器连忙躬身，一脸坚定的表态：“回师姐，我虽然修为不高，但认识几个好兄弟，他们有很充足的建造经验，那就便好。具体的，带我回去禀明师尊，再做定夺。”沈如烟点了点头，随即话锋一转，原本清冷的脸庞上竟罕见地浮现出一抹羞赧的红晕。他不自然地轻咳一声，看向王大器道：“大器，你且先去院外候着，我有些女儿家的私密话，要单独与许燕师妹商量。”王大器愣了一下，女儿家的私密话，他寻思着，你和我之间早已经坦诚相见，干嘛还这么神神秘秘的？他面上不显，拱手退了出去：“是师姐。”那大器先去给后面的玉心白菜浇水。走出房门后，王大器反手将门带上。然而在他转身的一刹那，丹田内那颗神秘的黑珠悄然一颤，一缕微不可察的气息顺着门缝渗透了进去，如同一只无形的耳朵，将屋内的动静悉数传回。屋内，沈如烟深吸一口气，拉住许燕的手，压低声音道：“许师妹，实不相瞒，我今日来此，除了修缮的事情，还有一桩天大的难事求你。”许燕一惊：“师姐何出此言？您是内门天骄，有什么事是如烟帮得上忙的？”沈如烟眉宇间满是愁苦，叹息道：“我有一个族中女弟子，此前在极寒之地修炼出了岔子，寒毒入骨，最近修行，寒毒再次反噬，眼看就要没命了。”许燕捂着嘴惊呼道：“竟有此事？那该如何是好？”难道是……他心中隐隐有了猜测，该不会又是来找大器帮忙的吧？沈如烟咬了咬牙，像是羞于启齿般说道：“我想让我那师妹找你家大器调和一下。”果然是来找大器的。许燕一听无语了：“师姐，之前不是说过关于大器的事情不能让旁人知道吗？
你怎么如此？许燕的语气有些责怪。沈如烟见状，连忙劝慰道：“许师妹，你先别急，这件事关系重大，我原本也是万万不敢开口的。但我那师妹性格乖巧，早年父母双亡，就托我父母养她长大，和我情同姐妹，我实在不忍心看她香消玉殒。而且，若大气真能救活她，以后在这凌云峰有我护着你们，谁还敢欺负你们？哪怕是那赵峰，我也能让他跪在你们面前认错。”许燕陷入了极大的犹豫中，她不忍再让大气吃苦，可她也知道修仙界的残酷，若是没有强大的靠山，他们这种底层修士随时会被人像踩蚂蚁一样踩死。所以，若是现在拒绝了沈师姐，沈师姐纵然不会说什么，但心底里难免会有芥蒂。这位师妹当真信得过？许燕迟疑着问。绝对信得过。她虽不是我沈家的人，但从小长在我家，现在算是我沈家的子弟。若她敢乱说，我第一个不饶她。沈如烟拍着胸脯保证，心中却是一阵发虚。那是她师尊南宫灵啊，师尊为了保住名声，杀人灭口都有可能，哪会乱说？在沈如烟的一番苦口婆心之下，许燕终于是松了口。师姐既然这么说了，我若再拒绝，便是见死不救了。不过这种事总得大气自己答应才行，而且您也知道，此事是体力活，事后最好得给大气补补才行。身为一个合格的道侣，他得为王大气多多争取一些利益才行，这是自然。沈如烟大喜过望，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片刻后，许燕推开门走了出来，朝刚刚浇水回来的王大气招招手，道：“大气，你进来吧，沈师姐有话亲口对你说。”王大气在外面听得真切，心中暗道：沈师姐真是够离谱的，他们才一起修行没3天呢，居然就给他介绍族内师妹，这也不怕他身上的秘密泄露出去啊？王大气乃是底层出身，做人做事都十分小心，他觉得自身的秘密太过重要，多一个人知道，多一份危险。他装作一头雾水的样子走入屋内，屋内淡淡的香味萦绕。沈如烟见王大气进来，下意识地站起身，有些艰难地开口道：“大气，方才我与许师妹说了，此事是这样的。”他迅速说了一下。王大气故意瞪大了眼睛，脸上写满了震惊：“沈师姐，当初咱们说好的，关于我体质的事情不能外传，怎么现在又冒出一个族妹来？我就是一个小小的灵农，这要是传出去了，我哪还有命活啊？”大气，之前我也确实答应过你，绝不外传。可我那师妹自幼失了双亲，是在我家长大的，跟我亲姐妹没什么两样。若有一丝办法，我也绝不会来为难你，你就当是救人一命，好吗？王大气低着头，沉默了良久，那模样像是在进行极其激烈的心理斗争。片刻后，他才缓缓抬起头：“沈师姐，大气虽然出身卑微，但也知道知恩图报4个字。师姐多次照拂我们夫妇，这个忙我帮。”但是他语气一顿，直视着沈如烟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道：“仅此一次，下不为例。沈师姐，您得明白，我这体质对那些高阶修士来说，就是个活生生的药引子，多一个人知道，我的脑袋就多悬了一把剑。”沈如烟连忙点头保证，语气诚恳到了极点：“大气，你放心，我沈如烟对天发誓，此事之后，若再有第4个人知道你的秘密，便让我天雷绕身，道心崩碎。我那师妹也是个苦命人，她绝不会泄露半个字的。”见沈如烟发了毒誓，王大气这才重新露出那副憨厚老实的笑容。既然师姐都这么说了，那我就信师姐。不知道何时，就今晚吧，我让她来我洞府，到时候我传讯给你。又交代了几句细节后，沈如烟才怀着欣喜的心情匆匆离开。看着沈如烟那纤细背影，王大气抓住许燕的小手：“哎，娘子，你说这叫什么事？”许燕倒是无所谓，道：“沈师姐帮我们揽活，还庇佑我们，不管如何就帮一下吧。”也只能如此。不过你不会生气吧？她以前在凡俗界，可是看到很多妇女在知道自家男人在外面沾花惹草的时候，闹得家里鸡犬不宁。我总归是有些吃醋，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我能理解。入夜，今夜的月亮被厚重的云层遮住，风中带着一丝深秋的寒意。王大气在收到沈如烟传讯后，便摸黑朝他的洞府走去。洞府入口处，王大气心念一动，他察觉到里面有2道气息，其中一道是沈如烟的，而另一道气息很弱，这应该就是他的族妹了。王大气整了整衣裳，在洞府入口道：“师姐，我来了，进来吧。”王大气一进去，就见沈如烟走了过来，而在他身后跟着一个穿着灰扑扑的外门弟子服饰的女子。那女子低着头，长发垂落遮住了大半张脸，身形略显消瘦。虽然看不清她的脸，但是一扫此女的身材，王大气的心脏不由得抽动了一下。这身材实在是太好了吧，该小的地方不大，该大的地方一个手都抓不住。入宗5载，他在宗门也见过无数仙子美女，但是这样完美的女子，说实话确实很少见。大气，这就是我跟你提过的那位族妹，她叫沈幽南，你可以唤她小南。沈如烟介绍道。王大气目光在那位小南身上打量，这时候这个叫沈幽南的女子也悄然看了过来。此刻看到脸了，说实话长得还算过得去吧，不过并不是那种惊艳的感觉。这也难怪王大气做梦都不会想到，这个女子的真实身份乃是凌云峰峰主南宫灵。由于她脸上戴了遮掩气息的人皮面具，所以看上去脸并不是很惊艳。当2人的目光在空中交汇时，南宫灵心脏一抽，
连忙低下了头。他暗恨自己可是元婴大修士，此刻竟然会害羞。见过小南姑娘。王大器拱了拱手，见过王大器师兄。南宫翎刻意改变了自己的声音，大器，里面我准备了洗澡的浴桶，你去洗洗吧。沈如烟说道。好。王大器点头，朝里面走去。等他一走，沈如烟连忙挽住南宫翎的胳膊，传音道：师尊，别紧张。我知道，我只是。南宫翎所戴的人皮面具具有极强的仿真效果，若是脸颊发烫，人皮面具会出现绯红之色，十分神奇。此时南宫翎的俏脸就红得一塌糊涂。沈如烟一个女子，此时都看呆了。师尊，哪怕你戴着面具，但依旧美若天仙呢。沈如烟传音道。都什么时候了，还笑话你师父呢？我哪里笑话了？弟子所言句句属实。沈如烟嘻嘻一笑。好了，师尊，现在进去吧，记住我说的。师尊，你要是实在不好意思，弟子在边上协助你。沈如烟是真的担心师父弄不来，万一出了岔子，那麻烦就大了，所以他才提出在边上协助。不用，这种事不用协助。对于沈如烟的建议，南宫翎自然是果断拒绝。开玩笑，那种事怎么能让弟子在边上协助？岂不是全都看光了？这叫什么事？那好吧。南宫翎深吸一口气，像是下定了某种巨大的决心，缓缓掀开内室的竹帘。屋内水汽氤氲，带着淡淡的灵草香。浴桶中，王大器正赤裸着上身。5年的玲珑生涯不仅没有让他变得猥琐，反而打磨出一身如同古铜铸就的流线型肌肉，再加上这段时间黑珠紫气的滋养，他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原始蓬勃的阳刚之气。南宫翎活了数百年，平日里见到的男修多是仙风道骨，广袖流云之辈，何曾如此近距离的直视过这般赤裸裸的力量美感？即便隔着人皮面具，他的脸颊也烫得几乎要烧起来。他在心中不断告诫自己冷静。南宫翎，你现在不是凌云峰主，你只是沈幽南，一个命在旦夕需要救治的20岁小女修。没错，这就是沈如烟给他定制的身份，一个平平无奇、阅历很低、身世悲惨的小女修而已。那个幽南姑娘。王大器转过头，装作有些憨厚局促的摸了摸鼻子，这桶挺大的，水也热，要不你一起洗洗，正好去身上的寒气。南宫翎心头猛地一跳，那声音细若蚊蝇，我已经洗过了。沈姐姐说让我先帮你擦擦背，暖暖身子，免得待会儿受不住我体内的寒毒。说着，他强忍着逃跑的冲动，拿起一旁的丝瓜络，颤抖着手走到浴桶边，柔嫩的手指不经意间触碰到王大器滚烫的脊背。南宫翎只觉一股灼热的电流瞬间传遍全身，这一刻冻结了许久的经脉竟隐约有了一丝松动的迹象。他咬着下唇，笨拙地擦拭着，心中暗惊这只尊阳体当真如此霸道，仅仅是皮肤接触便有这般威力，这要是深入接触，岂不是更加奇妙啊？一时间，他心中竟然不由得期待了起来。片刻后，两人从浴池转至内塔。屋内忽然一阵微风掠过，唯一的一盏残烛像是被什么惊扰，噗的一声熄灭了。正是南宫翎借着动作悄然挥袖灭了火。在这一片漆黑中，他似乎能稍微放下那沉重的压死人的风主架子。王大器是个爽快人，更不想浪费时间。他感觉得到沈幽南浑身冰凉，正瑟瑟发抖，便低声说了句得罪了，大手一揽，直接将那温润如玉却又寒冷如冰的身躯抱入了怀中。南宫翎惊呼一声，整个人陷入了那如火炉般的怀抱里。随着修行的深入，王大器体内的至尊阳气如同奔腾的岩浆，疯狂地涌入南宫翎那支离破碎、被寒火之毒侵蚀的千疮百孔的身体。南宫翎彻底震惊了，他原以为沈如烟只是夸大其词，却没想到这股阳气纯净的不含一丝杂质，所过之处，那些纠缠了他数月，连5品灵丹都无法根除的顽固毒素，竟然像残雪遇到了烈阳一般，无声无息地消融了。仅仅这一会儿功夫，体内的伤势竟然好转了起码1成，这岂不是说再来9次就好了？天啊，这也太奇妙了吧！要知道，这可不是普通的外伤，而是元婴大修都束手无策的道基之损。这只尊阳体竟然比传说中还要强横数倍。南宫翎在迷离中睁开眼，目光灼灼地看着眼前的男人。沈如烟说的没错，若能长此以往，别说恢复修为，便是突破瓶颈也有可能。化神似乎指日可待啊！而王大器此时也有些诧异，他体内的那颗黑珠对于能量的感知极其敏锐，在和他一起修行的过程中，他清晰地感觉到沈幽南体内那股破坏力的恐怖，那是足以让任何炼气期甚至筑基期修士都能崩溃的恐怖寒毒力量。可眼前的沈幽南虽然表现得痛苦挣扎，却硬生生地承受住了。这身体的韧性真的是个20岁的小女修？王大器心中狐疑，但转念一想，沈家好歹也是大家族，又是沈师姐的至亲，这身价私底下恐怕是给他用了不少压箱底的保命灵药，强行护住了他的心脉吧。想到这里，他收起杂念，全心全意地运用体内的神秘气息。既然对方承载得住，那他也就没必要怜香惜玉。一炷香后，南宫翎低声求饶了起来。没办法，他不好动用元婴之力，只能发挥普通炼气修士的力量抵挡。可这如何抵挡得住王大器？王大器听到告饶声音，好奇道：幽南姑娘，我看你体内寒毒很强啊，
你能抵挡得住寒毒，怎么连这点都抵挡不了？那能一样吗？南宫绫气喘吁吁道：那好吧，不过你怎么样了？说起这个，南宫绫目光灼灼起来。好了许多了，不疼了，伤势好了一层，那就好。王大器咧嘴一笑，对了，你是哪里人呢？南宫绫躺在边上，看着眼前这个相貌憨厚的男人，心中对王大器身份十分好奇。反正闲来无事，王大器说起了自己身世。他出身凡俗界，从小父母就是农民，地地道道的农民。不过在12岁那年，那里遭遇瘟疫，死了很多人，他父母也在那一年去世。父母死后，他家的房子、地皮都被亲戚瓜分。他表面是被大伯一家照料，但实际上他只能住在猪圈，每天只能吃一顿饭，还要干务必繁重的农活。听到这，南宫绫的心不由得揪了起来，因为他也想到了200多年前自己小的时候。那后来呢？南宫绫问道。王大器眯起眼睛，冷笑道：后来我趁着大伯一家出门串亲戚，我偷偷把他们一家的银子都偷走了，而后就离开了那里。此后我就过起了流浪的生活，直到有次进山，我迷了路，意外遇到一支仙苗小队，他们是来缥缈宗求仙的。带路的发现我有灵根，就让我跟着了。王大器咧嘴笑了笑，大概走了2年多吧，我们一行人进入了缥缈宗，我就在这里留下了。原来如此，你虽然出身平凡，但是仙缘倒是不错，在绝境中居然能遇到仙苗小队。是啊，我也一直认为我运气不错，在宗内虽然日子清苦，但遇到了我娘子许燕。看来你很喜欢你的娘子。是啊，她人真的很好。王大器说着，看向南宫绫，对了，幽南姑娘，你呢？我呀，我出身在修仙界，不过我父母在我小的时候遭遇了魔修，都死了。可能是因为都是幼年时候父母双亡的缘故，王大器对这个师妹产生了同病相怜的感觉。他宽大的手掌搂住了南宫绫，幽南姑娘，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把你体内的伤势治好的。南宫绫娇躯一颤，认真地看着王大器，这是从小到大唯一一个将他拥入怀里的男人。这一刻，他内心之中竟然产生一种心安的感觉。谢谢你，王大哥。别叫大哥，我应该大你几岁吧，叫我王师兄即可。王师兄。对了，你平时靠什么赚零食呢？还是说沈家会给你提供的？王大器问道。听到王大器问起零食的镜像，南宫绫原本生出的一丝温情瞬间滞了一下，他在心中暗自叹息，终究还是回到了这些俗事上。也是，王大器不过是一个底层灵农，冒着风险耗费体力来救治自己，图的不就是那点修行资源吗？想到这，他并没有反感，反而觉得这样才真实。儿女私情对修士来说终究不是正常的，利益才是。沈家每个月会给我发一些补贴，沈姐姐私下里也会接济我一些。南宫绫一边说着，一边忍着身体的酸软，从枕边摸出一个黑色的小布袋。他将布袋递到王大器面前，轻声道：王师兄，今日辛苦你了，这里面有5块下品灵石，是我攒了许久的，你且收下，以后还得麻烦你。5块下品灵石对于一个普通的外门弟子来说，这绝对是一笔巨款。很多灵农辛苦耕作1年，除去上缴宗门的份额，落到手里可能也就2、3块。就比如王大器辛勤劳作5年，不过就存了50块灵石。南宫绫看着王大器，等待着他露出那种底层修士见到横财时贪婪的神色。然而王大器只是扫了一眼那布袋，随即便皱起了眉头。他不仅没接，反而推了回去，语气变得有些严肃：幽南姑娘，你这是做什么？快收起来！南宫绫愣住了。王师兄嫌少，我以后若是有了，会再不及你的。倒不是说他不想拿更多，而是沈如烟说过，他现在的身份只是一个过得很不如意的小女修，若是一下子拿出很多灵石，这样可不符合一个普通小女修的身份啊。我是那个意思吗？王大器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那眼神里透着一股长辈般的责备。你刚才也说了，你父母双亡，自幼长在沈家，说好听点是沈家子弟，说难听点那就是寄人篱下。王大器叹了口气，目光柔和了一些。寄人篱下的日子有多难过，我比谁都清楚。那些大家族里多的是看人下菜碟的仆役和尖酸刻薄的亲戚，你这点零食怕是平日里省吃俭用，受了不少委屈才攒下的吧？南宫绫彻底呆住了，他活了300年，还是第一次有人用受委屈和省吃俭用这种词来形容他。我如今在这清风院有沈师姐照拂，我娘子又能干，日子虽然清苦，却也过得去。王大器把那黑袋子塞回南宫绫手里，语重心长道：你这零食自己留着，在那大家族里兜里没点钱，腰杆子都挺不直。你想买点防身的符箓，或者买点好吃的，不都得花钱？大哥，我是看你同命相连，才拉你这一把。若是为了这点零食，我王大器成什么人了？南宫绫握着那个失而复得的零食袋，布袋上还残留着王大器掌心的余温。他看着眼前这个相貌平庸，甚至有些憨傻的男人，心中仿佛有一块坚冰在无声无息的融化。多少年了，自从他做上峰主之位，身边的人要么敬他如神明，要么畏他如虎狼，每个人都在算计着能从他这里得到什么恩典，或者在想方设法讨好他。从未有人对他说零食你留着，你过得不容易，更没人把他当成一个需要照顾、需要攒钱挺直腰杆的小姑娘。王师兄，你真的不要？南宫绫鼻头微微发酸，那是他作为沈幽南这个身份第一次生出的真心感动。不要不要，
赶紧收好。王大器摆摆手，大咧咧地搂住他的肩膀，安慰道：放心吧，既然我答应了沈师姐，就一定会把你治好。以后在那沈家受了委屈，要是没处说，就来这找我。南宫翎靠在王大器的胸膛，听着他强而有力的心跳声，那是属于活生生的人类的律动。这一刻，他忽然觉得这富甲的人皮面具下那颗原本追求无情大道的道心，竟然乱了一瞬。他轻声应着，竟然好似一个真正的小姑娘似的，双手情不自禁地环住了王大器的腰，两个人紧紧贴着，已经褪去了之前的生涩和不熟悉，反而像一对热恋的情侣一般。王大器感受着怀中温香软玉的顺从，心中却在暗暗盘算，这小师妹虽然身世惨了点，但体质似乎特殊，能承受住黑珠子气的霸道冲击，以后得多多治疗才是。只有把她的伤治好了，她在沈如烟那里也好交代。另外，他对这个小师妹也确实十分同情，哪怕没沈如烟这层关系，他也愿意帮忙。只是他浑然不知，怀里这位寄人篱下的小师妹，只要挥挥手，就能让整个宗门天翻地覆。在南宫翎回位的时候，王大器通过神秘雾气也查看起了南宫翎的信息，因为他感觉和南宫翎在一起之后，自己似乎得到了不少好处，这让他有些奇怪。按理来说，只有境界比他高很多的人才能反哺给他，那现在算是怎么回事？难道说沈幽南体质特殊？思来想去，似乎只有这个可能了。这一看，王大器愣了一下，因为神秘雾气上面似乎遇到了阻碍，察觉到法宝阻碍，无法探查全部信息。沈幽南年龄不详，修为不详，体质冰系火系幽灵根，天赋有2下子，每次在绝境之中都有2下子抵挡，神通冰火2重天，颜值96。有法宝阻碍。王大器也没想到南宫翎的脸上有着幻象面具，此面具乃是南宫翎在秘境之中所得，是等级极高的可以千变万化遮掩气息的顶级秘宝。不过虽然看不到全部信息，但也足够了。王大器眼神火热起来，冰系火系幽灵根，而且修炼了神通啊！唯独奇怪的是，颜值明明只能说过得去，为何神秘雾气给出的颜值评价竟然是96，比沈如烟还要高？罢了，每个人审美可能不一样吧。对于此，王大器倒是没多想，他现在只想着，若是能多次的话，岂不是能复制过来？因为就在刚刚，他就感觉自己得到了很多好处，是灵根发生了变化。他以前是木火水3系列灵根，而现在火灵根变强了，似乎达到了普通灵根层次，还多出了冰系灵根。灵根天赋分为达品、劣品、普通、良好、优秀、极品、变异灵根这几种，而现在他火灵根达到了普通层次，多出的冰系灵根也是普通层次，这就是复制过来的好处。这要是多来几次，宝藏，这也是宝藏女孩啊！接下来两个人就这么天南地北的聊着，两人都意外发现他们格外聊得来，越聊越投机。之后南宫翎起初的羞涩竟然也没有了，反正又有些跃跃欲试的感觉。他毕竟是元婴修士，身体恢复的速度还是很快的。至于王大器，那更不用说，体内的黑色圆珠就好像一块时刻能提供力量的强大灵石，无时无刻不在供给能量，所以前一刻力量耗完，下一刻又能起来。这把南宫翎倒是惊讶到了，又行了。这他虽然没有道侣，但是没见过猪还没见过猪跑。年轻的时候他也是喜欢看一些言情画本的，甚至很多露骨内容他都看过。画本上明明说过，男人一晚上顶多1次，可是现在下一刻南宫翎陡然兴奋起来，这貌似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啊！这岂不是还能继续？王师兄，那王大器看了看身边软糯的娇躯，还以为沈幽南想要离开了呢。他起身道：你要走了吧？我也要回去了，早点休息。他灵根得到了巨大提升，所以想要回去研究一番呢。不，你误会了，我是说我还想……后面的话南宫翎实在是不好意思说出来了。不过王大器看着他通红的脸庞，不用说他也知道什么意思。那行吧。王大器再次将他拥入怀中，罢了，再奖励他一下吧。而此时外面的沈如烟计算着时辰，他等的花儿都谢了。清风院外的老槐树下，沈如烟百无聊赖地数着天上的星斗，本以为顶多1个时辰就能结束，谁曾想这一等竟然直接到了后半夜。王大器也就算了，他是知道王大器的厉害的，可怎么是尊爷如此强大？这让他有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就在他困得眼皮直打架，甚至怀疑自家师尊是不是因为寒毒发作把王大器给冻在里面的时候，内室的竹帘终于掀开了。王大器步伐稳健地走了出来，整个人看起来神清气爽，甚至连修为似乎都稳固了几分。沈师姐，久等了。王大器有些不好意思地拱了拱手，幽南姑娘体内的寒毒确实棘手，耽搁了些时辰，她现在已经歇下了，我也得先回去了，娘子还在等我。沈如烟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下意识地咽了口唾沫，这都多久了？师尊可是元婴期的底子，王大器居然还能如此龙精虎猛啊！好，大器你辛苦了，快回去歇着吧。沈如烟强装镇定地摆摆手，送走王大器后，沈如烟忙不迭地开启了洞府禁制，一个闪身钻进了内屋。师尊，您没事吧？他心中担心，一推开门，沈如烟就愣在了原地。屋内依旧萦绕着那股令人脸红心跳的热烈气息，地板上
凌乱的散落着几件五颜六色的女修衣物、亵衣、肚兜、薄纱，甚至还有一只绣花鞋。而榻上的南宫绫已经穿好了一件宽大的道袍，正盘膝而坐。原本她虚弱的样子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温润如玉、生机勃勃的红润，甚至在她的眉宇间还残留着一丝尚未完全褪去的独属于女人的妩媚。南宫绫睁开双眼，那深邃的眸子里闪过一抹雷霆般的金芒，她迅速恢复了往日那高冷出尘的风主气质，淡淡道：“效果远超预期，我体内的寒火之毒消融了一成有余，这至尊阳体名不虚传。”沈如烟松了口气，随即想起什么，嘿嘿一笑：“那大气这人还行吧？”提起王大器，南宫绫那冰冷的目光柔和了一瞬，他是个好人。南宫绫伸出手，掌心里静静躺着那个黑色的灵石袋。如烟，你给我的身份是不是太惨了些？我方才按你说的，给了他5块灵石作为酬劳，可他不但没要，反而还训斥了我一顿。头一次他见到给灵石，人家还不要的，而不要的原因是可怜他，这让他哭笑不得。沈如烟惊讶地张大了嘴巴，他居然不要灵石，那可是他差不多1年的进项啊。他说我寄人篱下不易，让我自己留着灵石。南宫绫说着，嘴角竟不由自主地微微上扬，他似乎把我当成了那种身世凄惨需要保护的小姑娘，甚至还觉得我在沈家受了委屈。沈如烟听得一愣一愣的，随即忍不住笑出了声，这王大器还真是个实在人，他怕是做梦也想不到，他口中受委屈的小姑娘弹指间就能灭他千百次呢。这样也好。南宫绫摩挲着灵石袋，这种不求回报的纯粹在修仙界太罕见了，他想靠自己的双手赚取资源，那本座便成全他的这份自尊。沈如烟眼珠子一转，趁机说道：“师尊，说到赚资源，大器最近正为了寒玉殿修缮的项目发愁呢，他想承包下这个工程。”寒玉殿？南宫绫微微蹙眉，本座记得前2日神冰峰的杨真长老专门找过我，想替他的大弟子赵峰求下这个活儿。那杨真是宗门的炼器师，与我凌云峰也有些往来。赵峰？沈如烟冷笑一声，就是那个仗着有个长老师傅就在外门横行霸道的家伙，他弟弟赵东之前还想欺负王大器呢。沈如烟把事情大概说了一下，南宫绫眼神一冷，既然王大器想要，那还有别人什么事？杨真虽是神冰峰长老，但寒玉殿是我凌云峰的产业，本座说给谁，谁便拿得走。南宫绫冷哼，语气威严，既然王大器想要自力更生，那这寒玉殿的差事就交给他了。如烟，你明日便去执事堂传本座口谕。是，弟子遵命。沈如烟大喜过望，他几乎可以想象到，当赵峰和杨真长老得知这个消息时，那张脸会黑成什么样。夜色渐深，王大器踏着露水往回走，夜风吹在他有些燥热的身上，倒是让他清醒了不少。此时的他不仅没有疲惫感，反而觉得丹田内有一股极其雄浑的力量在横冲直撞，那是在和沈幽南修行的过程中从沈幽南身上得到的精纯反馈。推开门，屋内还亮着一盏豆大的油灯，许燕披着一件外衣，正坐在床边上打坐。听到动静，他连忙起身迎了上去：“大器，你回来了。”王大器看着娘子那张写满担忧的脸，心中不由得一软，上前搂住她的肩膀，低声道：“回来了，让你久等了。”娘子进屋坐定，王大器也没有隐瞒，将刚才在沈如烟洞府内发生的事情巨细无遗地跟许燕说了一遍，包括那个身世悲惨的族妹沈幽南，以及她体内寒毒。这沈师姐当初是怎么答应咱们的？说好了关于你体质的事情是天大的秘密，绝对不能让第3个人知道。可这才过了多久，他就带了什么族妹过来？说是族妹，可终究是外人啊！万一那小姑娘心思不正，或者是无意间说漏了嘴，咱们夫妻俩还有活路吗？他越说越觉得后怕。在这修仙界底层挣扎了这么多年，他太清楚一个没有背景的修士身怀特殊体质是多么可怕。那不是机缘，那是催命符。大器，我现在真的好后悔，当初就不该为了那点庇佑，让沈师姐知道你的情况。许燕内就说道。王大器见状，连忙起身拉住他的手，将他按在怀里，轻声安抚道：“娘子，别急，先听我说。这件事确实是沈师姐欠考虑了，但咱们换个角度想，这修仙路上哪有万无一失的买卖？咱们现在依托在沈师姐名下，若真的一点忙都不帮，那这靠山恐怕也坐不稳。”他顿了顿，想起沈幽南那副柔弱无助的模样，不由得感叹道：“而且那个幽南师妹，说实话，她确实是个苦命人。虽然沈师姐说她性格温婉，但我看她刚才那样子，连拿几块灵石都小心翼翼的，生怕得罪了谁。这种性格不会乱说，况且她是沈师姐家人一手带大的，这种关系应该不至于做那种背信弃义的事情。”许燕听着王大器的话，心中虽然稍微安定了一些，但女人的直觉却让她敏锐地察觉到了什么。这就温婉上了，我看你这一晚上在那边不仅仅是治病，心也被那小姑娘给勾去了吧？沈幽南名字听着就挺清雅的，长得也好看吧？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醋意。哪有？王大器见势不妙，连忙改口：“娘子，你这可就冤枉死我了。那幽南师妹长相也只是平平，哪能跟娘子你比？再说她那一身的寒毒，冷冰冰的跟块冰坨子似的，
我也就是看在同病相怜的份上，多叮嘱了几句。我这心里满满当当装的都是你，不信你摸摸。说着，王大器抓起许燕的手往胸口带。许燕俏脸微红，轻啐了一口：“少在这贫嘴，我就是怕你这老实人被人骗了。你这体质，对女人来说那是大补的灵药，我就怕他们沈家把你当成了药鼎，用完就扔。不会的，沈师姐的人品我还是信得过的。况且这次在那幽南师妹身上，我也得了莫大的好处。”王大器眼神微凝，透出一抹金芒。好处？对，之前我和你说过，修为高深的人，我能从他身上反哺一些好处。虽然沈幽南修为一般，但是他天赋很好，尤其是还拥有冰系变异灵根。刚才通过修行，我感觉体内的境界已经到了临界点。王大器看着许燕，眼神逐渐变得火热。娘子，事不宜迟，趁着这股劲头还没散，咱们再巩固一下。许燕娇神色一喜，没想到自家男人又得到巨大好处，那太好了。离天亮还早，我们也休息吧。许燕娇嗔一声，没有拒绝。红烛燃尽，满是春深。半个时辰后，王大器盘膝于榻，宝香庄严。意识深处，那颗神秘黑珠正如陀螺般疯狂旋转，溢出的丝丝紫气蛮横地冲刷着他的灵根，经脉在紫气洗涤下不断拓宽，甚至泛起了晶莹质感。引流诀破！心中一声低喝，仿佛某种枷锁应声碎裂，四周灵气如倦鸟归林，化作漩涡顺着毛孔疯狂涌入。咔嚓，炼气6层，气息一路飙升，直至境界彻底稳固，王大器才猛地睁眼。原本烂大街的引流诀竟已修至大圆满，灵力运转圆润如意，感觉那是天差地别。回头的寻摸本高深术法了，他暗自盘算。一旁许燕惊得捂住红唇，满脸不可思议。他虽境界跌落，眼力却在。自家男人这突破速度简直骇人听闻。大器，你竟然真突破了！惊喜冲散了羞涩，他扑上去狠狠亲了2口。在底层修士眼中，炼气6层可是真正的分水岭，法力不可同日而语，距离炼气后期仅一步之遥。更惊喜的是，一番合修之后，他体内多年的旧伤暗极尽，消散无踪，经脉顺畅，干涸的丹田重焕生机，重回巅峰，指日可待。多亏了沈师姐带回的那位族妹，虽说过程惊险，但这反馈太强了。王大器搂着娇妻，心中激荡。大器，我也感觉全好了。是吗？为夫再给你仔细检查检查。别闹，那里不行。翌日清晨，清风院，王大器推门伸了个懒腰，神清气爽。娘子，今儿去趟任务堂，我现在6层了，能接点高报酬的活儿，攒钱给你买回春丹补根基。许燕在厨房甜甜应道，都听当家的。正说着，院外传来急促脚步和那标志性的大嗓门：“大器，大器兄弟，天大的喜事！”李大虎领着一帮兄弟冲了进来，脸上红光满面，伤疤都显得喜庆。虎哥，伤好了？王大器笑着迎上去。好多了。哎呀，别管伤了。李大虎一把抓住他，激动的唾沫横飞。你这次真是飞上枝头了。刚得到消息，韩玉殿修缮的项目定下来了。哦，怎么说？沈如烟师姐今早亲自去执事堂放话，凌云峰的活儿，钦点你王大器牵头承包。真的？许燕举着锅铲跑出来，一脸震惊。千真万确，外门都炸锅了。李大虎嘿嘿直乐，都传大器你是沈师姐的嫡系红人呢，这可是超级肥差，光韩玉韩铁的边角料就够咱们吃1年。兄弟们可全指望你了。王大器面上惊喜，心中却是一片清明。沈师姐果然信守承诺，且雷厉风行。放心，有我一口肉，绝少不了兄弟们的汤。王大器拍胸脯保证，心里却暗暗警惕那内门赵峰盯着这块肥肉许久，岂会善罢甘休？正说着，怀中传讯符微热，脑海中响起沈如烟清冷的声音：“大器，速来韩玉殿交接。大虎，带上几个利落兄弟，走！”王大器大手一挥，众人风风火火赶往韩玉殿。沿途景致从泥泞药田变为云雾仙阁，李大虎等人缩着脖子，既兴奋又敬畏。唯独王大器步履沉稳，炼气6层的修为配合体内黑珠，让他能清晰感知周遭灵气流向，甚至看破了几处隐蔽阵法。片刻后，一座清白寒石砌成的大殿映入眼帘，寒气沁骨。殿前，沈如烟一袭水蓝长裙负手而立，身旁站着一男一女。男的身着紫袍阵法师道服，八字胡，眼神阴鸷；女的容貌俏丽，饱满风韵，背着机关匣，显得干练许多。大器来了。沈如烟微微颔首，王大器快步上前行礼，见过沈师姐，见过2位长老。他认出2人是负责阵法的长老。行了，别整虚的。紫袍男子不耐烦地打断，斜眼打量王大器，冷哼一声：“沈如烟，不是我说你，韩玉殿修缮涉及巨灵、防御、警戒3大阵基，你放着赵峰不用，从哪找来这么个杂役？”他刻意加重了杂役2字，满眼不爽。赵峰乃杨真长老高徒，经验丰富，让这种泥腿子负责，万一坏了韩玉殿灵运，你担待得起吗？此人正是阵法峰长老周永利，显然他是来找茬的。王大器没想到一过来，这个阵法长老对他如此不满，这让他皱起眉头。看来他还是低估了赵峰这个内门弟子的能量。可以看得出，这个周永利明显是赵峰那一系的说客。面对周永利的智难，沈如烟面不改色，
淡淡说道：“周长老，王大器虽然出身外门，但为人老实本分，做事极有分寸。更何况此事我已经上报过师尊，师尊也亲口答应了。难道周长老觉得师尊的眼光不如你？”搬出南宫陵的名号，周永利果然吃瘪。毕竟他金丹修为，是宗内一个普通的阵法师长老而已。他脸色一僵，但还是极其不满地说道：“封主大人日理万机，哪有功夫管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怕不是你这当弟子的在中间说了什么好话？反正我话撂这儿，这种专业活儿，外行人插手只会添乱。”另一边的女阵法师程曼倒是摆了摆手，出来打圆场：“周长老，话也不能这么说。王大器这边呢，负责的只是材料和基础搬运打磨，只要咱们监督到位，战法核心不让他碰，肯定出不了什么大乱子。以前咱们合作布置阵法，也都是请的普通弟子，不也没出现什么问题。”他看向王大器，语气公事公办：“王大器是吧？我是程曼，这寒玉殿的修缮，我们需要大量的寒玉和寒铁，这些东西呢，在神冰峰就有，我们可以负责买来。不过买来之后需要打磨，这两样东西寒气极重，寻常弟子怕是很难接受，所以需要你有一定的修为和抗寒能力。你这边没问题吧？”看对方这个态度，身后的李大虎皱了皱眉，见王大器朝他看来，李大虎给了他一个放心的眼神。那边好。王大器寻思着，什么事都有第一次，自己不能怂了。再说了，李大虎这个人他十分了解，他做事精明能干，也从不吹牛，所以他说没问题，肯定没问题。否则的话，这个工程出问题，他也是要担责的。心中有了决断，王大器信心十足，直视周永利的眼睛，不卑不亢地笑了笑：“周长老放心，弟子既然领了这活儿，自然会按时按质完成。长老若是有什么布阵方面的特殊要求，尽管提出来。我王大器要是皱一下眉头，这工程我分文不取，卷铺盖走人。”“好，这可是你说的。”王大器还未说话，周永利又插嘴道：“可别小看了这两样东西的寒气，起码需要炼气中期的修士才行，而且需要修炼火系术法抵抗。反正我丑话说在前头，若是进度慢了，耽误了我的布阵时辰，我直接去执事堂投诉换人。”周永利冷哼一声，随即一甩袖子：“程长老，咱们先进去附和一下阵位。”看着周永利傲慢的背影，沈如烟凑近王大器，低声传音道：“大器，这周永利是出了名的狗眼看人低，他应该是收了赵峰的好处，自然要为赵峰说话。你只管把活干好，其他的由我顶着。沈师姐放心，这点小事还伤不到我。”王大器感激地回道：“这是寒玉和寒铁所需的数量，我带你们去神冰峰事务堂领取吧。”沈如烟说道。由于王大器目前还没有属于自己的储物袋，即便他是炼气6层，搬运那沉重无比的寒铁和硕大的寒玉块，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好在沈如烟考虑周全，他身上有着储物袋，所以他决定亲自带着王大器等人前往神冰峰事务堂。凭借着凌云峰核心弟子的令牌和南宫陵的授意，手续办得出奇顺利。沈如烟祭出腰间的一只绣着流云纹路的蓝色储物袋，只见他玉手轻挥，那些堆积如山的寒铁便被悉数收纳。不过他的储物袋并不算大，装好寒铁之后，剩下的寒玉只能再跑2趟了。饶是如此，王大器也无比羡慕了。储物袋啊，他要是能有一个就好了。就比如之前搬运铁心木，有储物袋，压根不需要费那个力气搬运，直接放入储物袋就行了。整整1天时间，沈如烟陪着王大器往返了数次，终于将修缮所需的全部材料分批运送到了寒玉殿北侧的露天工厂。看着原本空旷的平地被堆得满满当当，李大虎抹了把额头的汗，凑到王大器耳边低声唏嘘道：“大器，咱们这回真是沾了沈师姐的大光了。要是光靠咱们兄弟几个肩膀扛，板车拉，就这几万斤的寒玉和寒铁，起码得干上5、6天，肩膀都得磨掉几层皮。”王大器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在这宗门底层，时间就是灵石，效率就是生命。他看着沈如烟因为来回奔波而略显疲惫的侧脸，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他很清楚，以沈如烟的身份，本不必亲自做这种搬运工的粗活。沈师姐，今日辛苦你了，等这活儿干完，我一定请师姐喝酒。王大器走到沈如烟面前，郑重其事地行了一礼，语气诚恳。沈如烟听闻，美眸流转，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压低声音道：“喝酒就不必了，想要谢我的话，今晚记着再来我洞府一趟。幽南那小妮子可是想你想得紧呢。”他特意在想得紧3个字上加了重音，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王大器认真地应了下来，心中暗暗发狠，让人家帮了忙，自己一定要好好努力干好。片刻后，负责阵法的程曼走了过来，他神色严谨，从怀中摸出2张泛黄的图纸，铺在石桌上，对王大器招了招手：“王大器，材料到齐了，接下来就是你们的事了。工程量不小，我先给你演示一遍标准，你仔细看好了。”程曼指着那一堆散发着幽幽蓝光的寒玉石块说道：“这些寒玉是用来铺设地砖的，每一块必须精准切割成80×80的方砖，误差不能超过1毫。最关键的是打磨，由于寒玉天生带有紊乱的冰属性灵力，必须以自身灵力灌注其中，由内而外将其表面打磨得如镜面般平滑，否则后续我无法在上面刻录巨灵纹路。”说完，程曼并指如刀，一道红色的灵力划过，这力量竟然是金丹气息。呲啦，一块顽石应声断裂。随后
他掌心贴在石面上，缓慢移动，只见石面上激起阵阵冰屑，那股刺骨的寒气顺着他的指缝往外冒。过了约莫1炷香功夫，一块合格的寒玉砖才算完成。好冷！李大虎尝试着摸了一下，立刻像触电般缩回了手。大气，这玩意儿比冰窖里的冰块还要冷上10倍，灵力消耗太大了。按照我的速度，早上干到天黑，顶多能打磨出3块。他算了一笔账，这里需要1000块地砖，如果是10个人干，光是这寒玉地砖就得磨上1个月。这种简单的算法，他自然门清。到时候麻烦李师兄你多喊几个好手吧。王大器提议道。李大虎拍着胸脯保证，大器，这个你放心。程曼这时候又指向另一堆黑黢黢透着寒芒的铁块，寒玉地砖只是基础，这寒铁瓦片才是难点。寒铁制的极其坚硬，你们需要先将其切割成薄片，然后趁着切割时那一丝瞬间产生的热度，将其掰弯成圆弧形的瓦片状。记住，不能动用高温炉火强行烧红，那样会伤了寒铁本身的玄冥特性，导致阵法无法契合。这全凭你们的肉身力量和对灵力细微的操控。程曼拿出一块手掌厚度的寒铁，深吸一口气，双臂发力，金丹气息再次涌出。王大器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生怕漏过一个细节。咔吱，刺耳的金属扭曲声响起，只见那块寒铁在灵力的操控下，一点点弯曲，一点点弯曲。这3000片寒铁瓦片，工程量大概需要30人左右同时开工，才能在预定时间内完成。程曼擦了擦额头的细汗，看向王大器：“你确定你那边的人手够用？”程长老，还请放心，我算过了，不算我和大器，人手都够了呢。李大虎笑呵呵地保证道：“那就行。”程曼点了点头，他倒是不像周永利那般刁难王大器。原因嘛，也不是说对王大器有好感，纯粹是因为南宫林峰主找他做这个活的时候，暗示过他照顾一下王大器。他现在心中十分好奇，这个王大器到底有什么长处，竟然能让南宫林峰主亲口照顾他，这份待遇恐怕就连一些内门弟子都没有吧。此时王大器陷入了沉思，他走到一块寒铁前，伸出右手，当他的掌心触碰到那冰冷刺骨的玄铁时，手掌一颤，冷，刺骨的寒冷。紧接着他立刻运转起体内灵力，抵御这股入侵的寒意。引流诀，王大器心中默念，随即王大器运转气力，只是轻轻一掰，那寒铁就像听话的泥塑一般，完美的弯曲成了一个标准的弧度。由于他发动碧水晶瞳，所以动作无比入微，所以一通操作下来，这寒铁表面的寒气灵性没有任何受损。程曼的眼珠子差点瞪了出来，这就弄好了。他快步上前，抓起那块瓦片反复查看，甚至用神识探查了一番，结果让他大受震撼，结构完美，灵性十足。王大器，你是怎么做到的？要知道，他乃是金丹修士，才会如此轻松快速的做完。而王大器呢，一个炼器修士而已。据他所知，哪怕炼器后期修士想要完美做到这一步，起码1炷香时间，结束之后需要休息。而王大器看起来十分轻松，至于时间，半炷香都没有。李大虎也是惊讶无比，不过很快他反应过来，解释道：“程长老，大器兄弟力气本来就大。”王大器憨厚的笑了笑，挠了挠头：“是啊，而且弟子平日里干惯了农活，对这巧劲稍微有点研究，再加上前几日弟子练功时琢磨出了一点以热抵寒的门路，倒是让程长老见笑了。他当然不会说这是体内黑珠紫气和大圆满引流诀的功劳。”说完，王大器心中一动，不远处似乎有人盯着他看，目光看去，果然远处的周永利原本正冷眼旁观。他本想等着看王大器的笑话，可看到这一幕，脸色顿时阴沉的快要滴出水来。哼，雕虫小技，不过是运气好罢了。等真的开始大批量制作，看你还有没有这体力。周永利心中冷哼一声，在他看来，这个工程真正难的地方是数量。一个炼器修士连续1个月这么干活，可是很累的，只要有一些差错，他必定会大做文章。王大器没理会周永利的反应，他看着这满地的寒玉和寒铁，心中不仅没有压力，反而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李师兄，你让人过来吧，第一批地砖咱们今晚先弄一批出来。王大器气势如虹，李大虎用力点头，好。他立刻安排马文和张忠安去叫人，不一会儿，甚至李大虎的道侣周彩娥都跑来帮忙了。傍晚，夕阳的余晖洒在寒玉殿北侧的工厂上，拉出了一道道长长的影子。这一天，王大器像是不知道疲倦的机器，手里的寒铁瓦片一片接一片的成型。李大虎带着马文、张忠安等一众兄弟也没闲着，大家被王大器那股子劲头感染，手上的动作都快了几分。嘿呦，起！李大虎抹了把汗，看着脚下码放整齐的10几块寒玉地砖，心里别提多舒畅了。虽然手掌被震得发麻，灵力也消耗了大半，但看着这些在阳光下闪烁着温润光泽的成品，他觉得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这就是希望的味道。周彩娥提前收了工，拉着许燕在灶房里忙活开了。不多时，一大锅热气腾腾的猪肉炖大白菜被端上了清风院院子里的石桌，厚实的五花肉被炖得软烂入味，大白菜吸饱了浓郁的肉汁，再配上白花花的大米饭，香气瞬间溢满了整个院落。哥几个，大家吃好喝好。王大器拍了拍身上的铁线，笑着招呼道。他作为这次最大的包工头，按照规矩
开工的第一天，他是要请客吃饭的。这一顿饭，大家吃得狼吞虎咽，笑声不断。虽然这些只是凡俗的食物，蕴含的灵气微乎其微，但大家都吃得很开心。原因在于今天一天的工钱，足足就有2块零食。许燕坐在王大器身边，看着夫君那张虽然沾了些灰尘，却神采奕奕的脸，心里又是自豪又是心疼。他悄悄在桌下握住王大器的手，轻语道：“多吃点。”然而在丹顶峰的一处华丽洞府中，气氛却截然不同。砰！一只珍贵的青玉盏被狠狠摔在地上，碎成了粉末。一个杂役竟然敢承包韩玉殿的工程，还打伤了我的亲弟弟。内门赵峰脸色阴沉如水，双目中闪烁着毒蛇般的寒光。他刚刚结束一轮闭关，本以为能听到韩玉殿工程到手的好消息，没曾想等来的却是弟弟赵东的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赵东站在一旁，捂着至今还有些隐隐作痛的胸口，咬牙切齿道：“哥，那小子邪门得很，以前就是个任人捏的软柿子，不知道怎么的，突然就变得力大无穷，而且还深受沈师姐的看重。哥，你一定要替我出这口恶气啊！”这时，阵法长老周永利缓缓走了进来，他也没客气，径直坐下，脸色同样不好看。赵峰，你可别小看了这王大器。周永利冷哼一声，今天我亲眼所见，他处理寒铁瓦片的速度和精准度，连程曼那个老娘们都吓了一跳。赵峰眉头紧锁，我不明白，沈如烟她凭什么帮一个普通的外门弟子？周永利摇了摇头，压低声音道：“我也觉得奇怪，不过今天沈如烟亲口说这是峰主南宫翎的意思，但我看那王大器浑身一股泥土味，峰主那样的人物怎么可能认识他？我看那多半是沈如烟在中间搞鬼，甚至这王大器可能是他的白手套罢了，借着名头捞好处罢了。”赵峰冷笑连连，肯定是这样。平日里他这个内门弟子也是靠这一手赚零食的，他可以，沈如烟为什么不可以？赵峰，你决定怎么做？周永利问道。这个活既然是沈如烟盯上，我可以不要，不过这王大器欺负我弟弟确实不行，我要让他好看。想了想，他忽然笑了，心中已经有了怎么整王大器的办法。夜幕低垂，王大器告别了许燕，偷偷来到了沈如烟的洞府。走进内室，王大器发现只有沈幽南一个人坐在软榻上，他依旧是一身素雅的长裙，面色红润了不少，那股高冷的气息中似乎多了一抹不易察觉的柔和。沈幽南师妹，沈师姐呢？王大器有些拘谨地问道，下意识地四处看了看。南宫翎抬起头，此时的他再次戴上了幻象面具，整个人的气质就好像一个清纯的小女生而已。师姐她接了个捕猎队外出的任务，需要去山外捕猎，这几日都不在。哦，这样啊。王大器挠了挠头，不知为何听闻沈如烟不在，他反而暗暗松了口气。单独和沈幽南在一起，让他更加轻松一些，毕竟做这种事有第三人在场，总是有些不太习惯的。这时候，南宫翎白皙的手指在桌上一抹，一张散发着淡淡紫光的传讯符滑到了王大器面前。这是我的私人传讯符。南宫翎的声音依旧平稳，以后若是有急事，咱们不必通过如烟，直接联系就好。王大器赶忙接过来，这可是好东西。说实话，能和沈幽南多来几次，他还是很期待的，毕竟他也从沈幽南身上获得不少好处呢。行，那以后我就直接找你。王大器憨憨一笑。对了，幽南师妹，一直忘了问，你平日里居住在哪里？南宫翎的神色僵了一瞬，他住哪？他就住在凌云峰最高处，那个俯瞰众生的寒玉殿内。我暂住在后山的一处偏僻别院，回头我带你过去。南宫翎随口编了个理由。王大器因为刚刚来这凌云峰，对这里不是很熟悉，随后聊了几句。王大器问道：“那咱们现在开始？”南宫翎垂下眼帘，轻轻点了点头。这一晚没有沈如烟，屋内的气息反而更加浓郁。若是有一天他知道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还会这般赤诚地对待自己吗？南宫翎有些忐忑地想着。不过不管了，先养好伤势再说。片刻后，王大器欣喜地感受到自己的火系和冰系灵根竟然又有极大的提升。虽然没有一举再次进步到良品灵根，但也提升了不少。这不，吸收灵力的速度明显快了很多。南宫翎一脸惬意地靠在软榻上，娇俏的脸颊上涌起丝丝红晕，心中暗暗感慨，怪不得沈如烟这个好徒儿说不但能给他治疗，而且能带来匪夷所思的感受。如今看来，好徒儿没有瞎说，这种匪夷所思的感受让他这个元婴大修士都要欲罢不能，恨不得整天挂在王大器这小子身上呢。对了，你那寒玉殿修缮的活计已经开工了，可还顺利？南宫翎随口问道。王大器如实道：“活计倒是按部就班在做，只是那负责阵法的周永利长老不知为何似乎看我很不顺眼，处处出言讥讽，还总是推荐赵峰那人和我抢活。”说到这，王大器眼中闪过一丝忧虑，我怀疑这周长老被赵峰收买了，我怕回头等工程到了关键时刻，他怕是还会找借口刁难，这样吗？不过幽南师妹放心，我王大器皮糙肉厚，这些小挫折还受得住。南宫翎眼神深处掠过一抹冷冽。周永利，一个仗着几分阵法造诣的边缘长老，也敢动他的人。既然如此，你可以和沈师姐说。南宫翎语气平静，指尖却无意识地绕着一缕发丝。别！王大器赶紧摆手，神色诚恳地看着南宫翎。幽南师妹，千万别跟沈师姐提这事儿。为何？
南宫灵微微挑眉，有些不解。在修仙界，有了靠山不用，岂不是傻子？王大器认真的说道：“沈师姐这些日子为了我，又是征工程又是搬材料，已经帮了我太多了，我不能总让她为了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操心。再说了，对方毕竟是阵法长老，沈师姐只是弟子。”南宫灵定定地看着王大器，没想到你倒是个要强的。南宫灵嘴角微扬，这次的笑容里多了几分真切的欣慰。好，既然你不想麻烦他，那便随你。3日之后，韩玉殿北侧，工人们正热火朝天地干着活。这一天，王大器刚到场，就听见李大虎风风火火地跑过来，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大器，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王大器疑惑道：“怎么了？这一大早的，捡着零食了？比捡着零食还夸张。”李大虎压低声音，神色神秘。刚刚事务堂传下谕令，周永利长老在设计韩玉殿防御阵法时，封主大人不满意，直接撤了他的职。现在的阵法工程由程曼长老全权负责。什么？王大器惊得手里的函帖瓦片险些掉在地上。周永利被撤了？就在他昨晚刚跟沈幽南抱怨完之后，这未免也太巧了吧？他第一反应是沈幽南跟沈如烟说了，然后沈如烟和封主说了。可沈如烟不是出外务去了吗？即便传讯回来，动作也不可能这么快。难道沈幽南和封主说的？沈幽南的能量比他想象的还要大。大器兄弟，想啥呢？周长老走了，咱们的日子可好过了？李大虎嘿嘿乐着。王大器回过神来，也咧嘴笑道：“不错，既然没人刁难了，咱们速度得再提一提，不能辜负了沈师姐的一片心意。”只是他在低头打磨韩玉时，心中暗暗感叹，那个看似娇弱、身世凄惨的沈幽南师妹，似乎远比他看到的要神秘得多。程曼此时也走了过来，他看向王大器的眼神比昨天复杂了许多。他在想，周永利被撤职，难道真的是单纯的封主不满意，还是说因为其他原因呢？须知这个活弟子们能赚不少，他们这些长老也是能捞到不少好处的，起码能赚上1000灵石呢。而现在周永利职位被撤，这损失不可谓不大。这次他被撤职，接到消息之后，程曼也被吓了一跳，因为周永利战法上的造诣其实并不比他差。基于此，他怀疑是因为其他原因，比如说得罪了人，毕竟之前封主特意暗示照顾一下王大器，而周永利居然处处刁难王大器。思来想去，不管如何，他决定对王大器还是要好一点，搞好关系，提前投资。他走上前微笑道：“王大器，这材料处理起来可还顺手？若是有什么短缺或是拿不准的地方，尽管向我开口，莫要客气。”王大器停下手里的活，抹了把汗，受宠若惊的行了一礼，多谢程长老挂心，目前一切都好，李师兄带的人也都是老手，进度没落下。那便好。程曼点了点头。程长老，听说周长老被撤职了，接下来你来得及吗？王大器小心翼翼问道。放心吧，我有好几个弟子，回头就让他们过来做事。那便好。王大器彻底放下心来。这时候程曼目光似是不经意地扫过远处的韩玉殿主殿，状若闲聊般压低声音道：“其实我也纳闷，周长老在宗内多年，阵法造诣是有的，却因为这么个小工程被封主亲自撤职。大器，你老实告诉姐姐，你莫非私下里认识南宫灵封主？”王大器心里咯噔一下，连称呼都变姐姐了。他连连摆手，一脸憨厚地道：“程长老说笑了，我这身份平日里连内门都进不去，南宫封主那是云端上的人物，我只是听说过他的威名，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哪能认识他老人家？”程曼身为阵法师，最是会观察人，一个人是否撒谎，他能猜出8、9分来。他见王大器神色不似作伪，这让他很奇怪，难道真是周永利自己倒霉，撞在了封主心情不好的枪口上？随后闲聊了几句，王大器的表情确实不像是撒谎。程曼沉默片刻，忽然叹了口气，语重心长地说道：“大器啊，看你为人踏实，我也多句嘴。这修仙界光靠卖力气干杂活，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赚点零食养家糊口虽然稳妥，但修为想要更进一步，资源消耗那是海量的。修仙百艺，唯有学会一门真正傍身的技艺，才能在宗门里站稳脚跟。”王大器肃然起敬，点头称是长老教诲的事，弟子也常为此事忧虑，只是苦于无门而入。程曼微微一笑，从怀中摸出一枚泛着莹莹青光的玉简，递到了王大器面前。这叫符道真解，是我早年在外游历时偶然所得。符道一途，入门虽然不难，但对炼气期修士的斗法和辅助极大。若是能画出几张上品符箓，那灵石来的可比你在这掰铁快多了。王大器愣住了，这给我？怎么不想要？不，我只是一个普通弟子，无功不受禄。王大器惶恐说道：“你就收着吧，我也是看你给我干活勤快，所以送你的。”程曼微微一笑道。王大器这才双手有些颤抖地接过玉简。他曾在事务堂见过类似地功法，最基础的符道入门都要50块灵石，所以这枚玉简的价值恐怕远超他的想象。多谢程长老。王大器感激道。程曼大方地摆摆手，接着说道：“不过我有言在先，这玉简内的灵力只能支撑2次查看，你看完之后，玉简便会碎裂。”王大器心中一动，想到了家中同样在苦修的许燕，小心翼翼地问道：“程长老，这玉简我可以让我的道侣也一起钻研吗？”
程曼微微一愣，随即掩嘴轻笑道：“已到是疼老婆，送你了便是你的，随你处置。只要你们2人在预检灵力号竟前记下内容即可，至于能领悟多少，全看你们的造化了。”说完，程曼又交代了几句布阵的细节，便转身飘然离去。他看人很准，王大器虽然性格憨厚、老实巴交，但先是娶了许燕这个小女修，又得到沈如烟以及南宫林封主的关照，如今看他不爽的周永利都被赶出了这个大活，让他亏了不少。这种种事件联系起来，恐怕并不是巧合，要么这个王大器是大气运之人，要么这背后有秘密。总之，提前交好于他，绝不会有错。程曼心中如此想着，王大器握着温润的玉简，站在原地若有所思。无缘无故，一个金丹长老为何对他这么好？如果说昨晚周永利倒台是运气，那今天程曼送宝绝不是一句看你顺眼就能解释通的。难道是沈师姐？王大器心中感叹。可最近沈师姐不在，不过不管如何，这份情我王大器记下了。王大器小心地收起玉简，他已经决定了，等今晚收工回家，就和许燕一起研究这符道真解。只要掌握了画符的本事，他王大器就再也不是那个只会种地干活的泥腿子了。大器，发什么呆呢？程长老跟你嘀咕啥好事了？李大虎凑过来，挤眉弄眼地问道。没啥，程长老看咱们辛苦，给咱们指点了几句。王大器打了个哈哈，掩盖了过去，随即高声喊道：“兄弟们，加把劲！今天咱们争取把主殿前的那块空地给铺平了。晚上我让那人再给大家煮2斤腊肉。”好嘞，王老大威武！欢呼声在寒玉殿北侧回荡。与此同时，赵峰那座灵气缭绕、装饰奢华的洞府内，气氛却压抑得令人胆寒。砰！一张上好的紫檀木桌被周永利拍得粉碎，木屑四溅。疯了！南宫灵绝对是疯了！周永利此时双眼通红，全然没有了往日阵法长老的那份仙风道骨，反而像个输红了眼的赌徒，扯着嗓子怒吼道：“我都不知道我哪个地方做错了。为了设计这寒玉殿的防御阵法，我熬了多少个日夜。他说撤就撤，连个解释都没有，那可是整整1200块下品灵石的酬劳啊！”周永利心疼的简直在滴血。为了稳稳接下这个肥差，他前期可没少打点，甚至还私下里给南宫灵身边几个受宠的亲传弟子送了不少好处，就指望着他们在封主面前吹吹风。现在好了，差事没了，前期投入全打了水漂，他这老脸更是丢到了姥姥家。赵峰嘴角一抽，看着自己的紫檀木桌，这可是他花了2块灵石购买的，你丫的说砸了就砸了。不过对方毕竟是阵法长老，以后还有用得到他的地方。赵峰暂时忍下来了。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赵东在一旁也跟着骂骂咧咧。周长老这么大的功劳，说换就换，难道真是那个王大器在搞鬼？赵峰坐在一张虎皮大椅上，脸色阴沉如水，指尖有节奏地敲击着扶手。他毕竟是内门弟子中的佼佼者，心思远比那2人深沉。首先可以排除王大器这个因素。赵峰断然开口，声音冰冷：“这小子我调查过，入宗5年，一直是底层弟子而已。他若是真的有通天的背景，早就不是这般光景了。所以南宫封主撤换周长老，绝不可能是为了替他出气。”这个分析让周永利和赵东都微微点头，心中的不安稍微平复了一些。在他们看来，王大器确实没那个能量。赵峰继续眯着眼分析道：“至于沈如烟，也不可能，他最近根本不在封内，而是跟随宗门的捕猎队去外面历练了。据说他是为了内门弟子考核做准备，现在正没日末夜的杀妖兽积攒实战经验呢，哪有闲心管这里的事情？那是怎么回事？难不成活该我倒霉，撞上封主那天心情不好？”周永利咬牙切齿地问。赵峰沉默了片刻，眼神中闪过一丝疑虑：“周长老，会不会你那阵法草图真的出了什么你没察觉到的纰漏，被封主看穿了？”“不可能！”周永利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猛地跳了起来：“我的阵法水平你还不知道？那是万无一失的，除非有人在封主面前进谗言，故意抹黑我。”赵峰叹了口气，事已至此，纠结原因已经没有意义了。周长老别丧气，活儿没了，找其他活便是。不过眼下我倒是有一个2全其美的办法，既能让周长老你有机会复职，也能让那个王大器死无葬身之地。赵峰说着，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压低了声音：“寒玉殿修缮最关键的一环就是材料与阵法的契合。王大器那帮泥腿子现在不是干得热火朝天吗？呵呵，如果我们能在这批寒玉地砖和寒铁瓦片上做点手脚。”周永利眼睛一亮，身为阵法师，他瞬间明白了赵峰的意思，已是说在那里面掺杂石灵粉。不错，赵峰冷笑道：“石灵粉无色无味，平时看不出端倪，但只要程曼那个婆娘开始在瓦片上刻入阵法符文，灵力一经运转，材料内部就会产生极其微小的裂纹。到时候阵法启动，由于根基不稳，整个阵法会瞬间崩溃，甚至引发寒气反噬。到时候不仅寒玉殿的工程会毁于一旦，王大器这个负责加工材料的人就是第一责任人。到时候封主震怒，他有100条命也不够赔的。”赵峰顿了顿，眼神中透出一股运筹帷幄的自信。而到了那个乱局之下，程曼收拾不了残局，除了请周长老你回来拨乱反正，还有谁能担此重任？周永利听得心脏狂跳，立刻兴奋起来。可很快他似乎想到了什么，皱眉道：“不对，
这种事要是被发现，这是要杀头的。南宫封主一直住在寒玉殿之中，很容易被发现的。不行，绝对不行。他虽然想弄到大火，但这个大火涉及到南宫陵，那位可是元婴修士，一旦事情败露，别说赵峰，就是他这个长老都要掉脑袋。周长老，你放心，此事交由我来做。赵峰自信满满说道。别说元婴修士，就是化神也断然不会发现。周永利盯着他，肃然道：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此事和我无关，我先走了。他觉得赵峰真的疯了，居然敢在元婴大修士眼皮子底下搞事情。等他离开，赵东也觉得有些冒险了。哥，我虽然被他打了，但我也没啥事，咱们没必要这么冒险吧？赵东忐忑道。他觉得教训一顿王大器就行了，没必要冒这个险啊。哼，你懂什么？这王大器这些日子忽然崛起，我怀疑他身上有秘密。什么？哥，你是说机缘？不错。赵峰冷笑。当年你我都是外门弟子，还记得我是如何崛起的？知道，当年和大哥你一起入宗的一个穷小子，大家都穷得好好的，他突然会制服了，短短半年竟然成了一阶中品质符师。你说他身上肯定有秘密，然后咱们骗他外出，在林子里杀了他。是啊，然后我从他身上得到了一位元婴大修士的符道传承。而这个王大器入宗5年，一直是个废物，你说他怎么忽然变了呢？赵东越想越觉得是这么一回事。大哥，我懂了，这小子身上有机缘。嘘，你知我知，别透露出去。等寒玉殿的阵法出世，我这个执法弟子就能名正言顺抓他进入地牢，到时候他就任由我拿捏了。赵东一拍大腿，大哥，你可真是厉害。夜幕降临，灵气氤氲，王大器家中油灯跳动，映照着2张紧紧凑在一起的脸。随着王大器将神识缓缓探入那枚青色玉简，符道真解的内容化做点点灵光，在2人的脑海中跳跃。那是一道道玄奥的符文轨迹，从最基础的引灵式到各种低阶符箓的成符逻辑，一共10多种符箓，详尽的令人发指。良久，玉简上的光芒暗淡了一些，随即咔嚓一声碎裂了。这是2次查看机会都已经耗尽。许燕长长舒了一口气，眼中满是震撼与感慨。阿气，这程漫长老当真是大手笔。这种等级的符道传承，别说50块灵石，就算再贵一些，恐怕也会有很多人愿意购买。他竟然真的就这么送给你了。说到这，许燕狐疑的看了丈夫一眼，开玩笑的掐了掐他的胳膊，老实交代，那程长老看你的时候是不是眼神不对劲？该不会是看上你这块木头了吧？王大器哭笑不得，连连告饶，娘子快莫要打趣我了，我一个外门做粗活的，人家可是高高在上的金丹长老，还是个阵法名师。我觉得他多半是看在沈师姐的面子上，又或者是见我干活确实卖力，想结个善缘罢了。不管怎么说，咱们有了这一技之长，日子总算是有盼头了。许燕紧紧握住王大器的手，眼中满是对未来的憧憬。等咱们练熟了这画符的本事，哪怕每日只出1张避尘符或火弹符，也足够咱们每月的开销，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为了几个碎灵石去地里没日没夜的操劳了。是啊，日子会越来越好的。王大器看着灯火下娇妻俏丽的身影，心中温情脉脉。2人交流了一番心得，气氛逐渐变得暧昧起来。许燕俏脸微红，顺势坐到了王大器的腿上。王大器哪还不懂，当下深吸一口气，引导着体内那枚黑珠。顷刻间，紫气在2人交融的气息中流转。片刻后，许燕身体不由自主地轻颤起来，良久才瘫软在王大器怀中。帮许燕盖好被子，王大器轻手轻脚地穿好衣服，叮嘱道：那你先休息吧，我去寒玉殿了。他推开门，身形没入夜色之中。自从接了寒玉殿修缮的活计，他每晚都会独自前往宫邸。一方面，寒玉殿附近弥漫着天然的寒意，对于他刚刚提升的冰系灵根修行大有裨益，配合体内的黑珠，修行速度比平时快了3成不止。另一方面，他性格严谨，他深知这项工程关乎南宫灵峰主这位元婴大修士的居所，若出了半点纰漏，掉脑袋都是轻的。所以他决定这1个月就守在材料堆旁，一边修行一边看守。凌云峰顶，寒风凛冽，王大器在一处刚挖开不久，还没来得及铺设寒玉的地基坑洞中坐了下来。这里能够避风，且四周视线极好，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他立刻就能发觉。他盘膝闭目，引流诀默默运转，四周的寒意灵力如蚕丝般向他汇聚。而在寒玉殿深处的寒玉榻上，一双清冷如星辰的眸子悄然睁开。南宫灵并未散发神识，但身为元婴大修士，他对这片领地的感知几乎是一种本能。那个男人的气息又来了，竟然睡在地坑里守着。南宫灵格着重重殿宇，仿佛能看到那个在寒风中独自修行的憨厚青年。他心中微微泛起一丝波澜，他好几晚都感知到王大器过来了，没想到此子如此尽忠职守。想了想，南宫灵身形微动，幻象面具再次严丝合缝地贴在脸上。原本清冷孤傲的元婴大修士，瞬间变成了柔弱的外门弟子沈幽南。他步伐轻盈地走入夜色，没过多久便来到了寒玉殿北侧的施工地。咦，有人来了！正盘膝坐在地坑里的王大器猛地睁开双眼，沈幽南师妹，怎么是你？王大器看清来人，急忙跳出地坑，拍了拍身上的泥土。我就住在附近呀。南宫灵俏皮地眨了眨眼，随口扯了个谎，刚刚附近溜达呢，
察觉到这工地有人影晃动，还以为是哪来的小偷想来偷咱们凌云峰的宝贝，便大着胆子过来看看。没想到竟是王师兄你。他走到坑边，美眸流转，好奇地询问：这都筷子时了，王师兄怎么还在这种荒凉地方修炼？这里寒气重，对身体可不好。王大器憨厚一笑，拍了拍旁边整齐叠放的寒铁瓦，这活儿是我承包下来的，你也知道，这可是涉及到南宫凌峰主的大事，万一出了点纰漏，哪怕是少了一块砖，我都担待不起。索性这1个月我就住这儿了，一边修行一边看守，求个心安。你倒是很认真负责。南宫凌微微垂手，发丝遮住了他眼中的赞赏。这修仙界多的是钻营取巧之辈，如此踏实守信的男人确实少见。沈师妹，你体内那股奇怪的伤势如何了？王大器关切地问道。南宫凌顺势坐在坑边的草地上，半真半假地叹了口气。上次的师兄相助已经稳固了许多，可每到深夜还是觉得心火难平，冰寒刺骨。或许是这里的寒气太盛了吧。说罢，他朝王大器身边挪了挪。王大器也没多想，直接坐回他身边。然而南宫凌刚一靠近，只觉得一股莫名的温暖雾气从王大器毛孔中隐隐透出。他闭上眼，发现靠近王大器修行效率竟然比他在寒玉榻上闭关还要高。沈师妹，很晚了，山顶风大，你还不回去休息？王大器闻着近在咫尺的体香，心神有些荡漾。人家想再陪陪你。南宫凌抬起头，月光洒在他伪装后的稚嫩面容上，眼波流转。王大器心中一动，他原本就想找机会再次从沈幽南身上复制那顶级的冰系和火系灵根，见对方如此主动，哪里还忍得住？他压低声音道：沈师妹，要不等天亮之后我去你那？南宫凌心中暗暗苦笑，他哪有什么偏僻别院，总不能把这杂役带进峰主的寝殿吧？这漫漫长夜，南宫凌忽然抿了抿唇，语出惊人的说道：王师兄，咱们就在这里吧？啊，在这里？王大器整个人僵住了，说话都有些结巴。这里可是寒玉殿的外围啊，背后就是南宫凌峰主的居所，居然在野外，怎么？王师兄怕了？南宫凌那双仿佛能看透神魂的眸子盯着他，语气中带了几分他自己都没察觉到的挑逗。这里隐蔽得很，又有地基挡着，除了天上的月亮，谁也看不见。他其实也存了一份心思，自己身为峰主，这凌云峰的一草一木都在掌控中，谁敢靠近此处？这里反而是最安全、最不会被打扰的地方，而且有种莫名的刺激呢。王大器被他这么一击，男人的自尊心顿时上来了。既然师妹都不怕，我王大器有什么好怕的？既然师妹都不怕，我王大器有什么好怕的？地基坑洞成了天然的屏障，寒风在头顶呼啸，而坑内却由于王大器体内黑珠的运转，升起了一层淡淡的紫色薄雾。然而就在两人渐入佳境时，王大器心中一动，地下有东西。他黑珠散发的气息一直感知四周，这种感知就连南宫凌这个元婴修士都不如。而现在他感知到地下有东西钻过来，他清晰地感知到地底下有一道极其微弱的生命波动，正像蚯蚓一样穿行，直奔放置寒玉的那块核心区域而去。王师兄，你怎么了？南宫凌发现王大器忽然僵住了动作，一双含情脉脉的眸子里不由得透出几分幽怨。柳师妹，不对劲，地底下有东西。王大器语气凝重，原本的旖旎心思瞬间烟消云散。南宫凌被这一盆凉水浇得清醒了大半，他眉头一皱，下意识地用那一身精纯的灵力向下感知，却一无所获。怎么可能？我并没有发现任何波动啊！他心中暗惊，随即立刻动用了元婴神识，直接穿透土层。这一看，他的脸色瞬间变了。只见一条不过指甲盖大小，浑身晶莹剔透如水晶般的细小虫子正从土里钻出，在那堆珍贵的寒玉地砖上爬行。它每爬过一处，就会喷吐出一种肉眼几乎不可见的灰白色粉末。随着这些粉末散开，原本寒意凛然、灵光流转的寒玉，竟然像被硫酸腐蚀了一般，表面的寒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消散，灵力迅速干涸。这是噬灵虫！南宫凌惊呼一声，猛地从王大器身上抽身而出。他顾不得羞涩，解释道：这噬灵虫以灵石为食，体型极小，且能隔绝一切灵力波动。他没说的是，哪怕是元婴修士，若不仔细用神识扫描每一寸泥土，都很难发现它们。他在喷吐石灵粉，寒玉接触石灵粉就会失效，到时候阵法全都失去作用，那你这么多活就白干了。南宫凌解释道：谁干的？王大器倒吸一口凉气，到时候我这个负责材料的恐怕就是第一死罪。南宫凌眼中寒芒炸，我去把噬灵虫除了。等等，柳师妹！王大器一把拦住了他，不着急，这摆明了是有人要置我于死地。现在除掉这几条虫子容易，但若是惊动了他们的主人，想抓幕后黑手可就难了。那你的意思？南宫凌微微一愣，将计就计，让他先搞破坏，等虫子回到他主人身边，我们可以顺藤摸瓜。王大器沉声道：好。两人迅速穿好衣物，收拾好现场的痕迹。南宫凌深深看了王大器一眼，低声道：我去通知南宫峰主，让他老人家亲自压阵，这样提前说一下较好。好，那麻烦师妹了。王大器点头，你我之间这么客气做什么？南宫凌微微一笑，随即身形一闪，没入黑暗。接下来的半个多时辰，王大器就蹲在地坑边缘，凭借着黑珠的感知，
静静地看着那条小虫子在地砖堆里忙活。终于是灵虫喷完了体内的毒粉，心满意足地钻入地下，顺着来时的路飞速撤退。就在这时，一道充满威严的传音传来：“王大器，沈幽南已经将事情告知本封主了，这里由本座接管，你且先行离开，不可惊动任何人。”那是南宫灵封主的声音。王大器浑身一凛，连忙对着虚空行了一礼：“是，谨遵封主之命。”翌日清晨，朝霞尚未完全散开，寒玉殿北侧的修缮工地便传出了一阵惊呼声：“怎么会这样？这批寒玉地砖的灵韵怎么全没了？”程曼的一名弟子正拿着罗盘例行检查，他看着手中原本温润晶莹的寒玉，此刻竟变得灰扑扑的，如同路边随处可见的顽石，灵力探入其中，更是如泥牛入海，毫无反馈。消息传得极快，不到片刻，程曼长老便沉着脸赶到了现场。他伸出茜长素指，夹起一片寒玉残渣，指尖灵光微吐，脸色瞬间变得难看无比。失效了，这一整批足足200块寒玉地砖，竟然全都灵力溃散，成了废料。程曼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压抑的怒火。这种现象在阵法界并不罕见，通常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材料在打磨和粗加工的过程中，由于用力不均或方法不当，伤到了玉石内部脆弱的灵脉，导致阵法还没刻入上去，材料本身就先行报废了。这批材料价值不菲，光是成本就要数百块灵石。更重要的是，封主交代的工期紧迫，材料废了，去哪儿灵石调集这么多寒玉？程曼冷哼一声，目光扫向后方瑟瑟发抖的杂役弟子们。负责加工这批材料的人是谁？给我滚出来！李大虎吓得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冷汗直流。程长老，这批活儿一直是我们几个兄弟盯着的，我们都是按照吩咐小心翼翼打磨的，绝不可能出现这种大规模失效的情况啊！是啊，程长老，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干这个活，不可能。程曼眼神犀利，难道这些玉石是自己变废的？王大器呢？叫他过来见我。程曼心中也满是狐疑，他原本很看好王大器，觉得他做事稳重，且背后隐隐有高人关照，可眼前的烂摊子实在太大了，若是没个合理的交代，即便他想护着王大器也护不住。然而众人找了一圈才发现，今天一整天王大器竟然都没出现在工地上。此时的王大器正气定神闲地坐在自家的院子里，一边喝着许燕泡的清茶，一边慢条斯理地研读那已经记在脑子里的符道真解。他当然淡定，昨晚那是灵虫搞破坏的时候，南宫灵封主可是亲自下了令，说由他接管。既然封主让他先行离开，那他自然要演戏演全套，在家当个翘班的甩手掌柜。就在许燕有些担忧地询问工期进度时，紧闭的院门忽然被人砰的一声一脚踹开，4、5个穿着黑色劲装，胸口绣着血红之字的执法堂弟子鱼贯而入，个面带肃杀之气，瞬间将小院围了个水泄不通。为首的一个方脸青年，眼神阴鸷，手中拿着一副禁灵枷锁，冷冷地盯着院中稳坐的王大器。你就是王大器？王大器放下茶杯，眼皮都没抬一下，淡淡应道：是我。几位执法堂的师兄，大清早拆我房门，不知有何贵干？哼，还有心思喝茶？方脸青年冷笑一声，声如洪钟：你负责承办寒玉殿修缮工程出问题了，导致寒玉殿工期延误，损害南宫封主利益，现接到举报，罪证确凿，跟我们走一趟执法堂吧。许燕吓得脸色惨白，急忙拦在王大器面前：几位师兄，这其中一定有误会，我家大器昨晚还在工地守了一夜，怎么会毁坏材料呢？有没有误会，到了执法堂自然见分晓。方脸青年不耐烦的一挥手，几个执法弟子便要冲上来拿人。王大器感受着对方身上的杀气，心中冷笑：执法堂？他听说过，那个赵峰似乎就是执法堂弟子。昨夜他思来想去，觉得要害他的人多半是赵峰和赵东这两兄弟，当然也有可能是以前许燕得罪过的陈良，但最近陈良闭关，不太可能出手。至于周永利长老，他被革除一事，不管他是吧，所以多半是赵峰。行，走就走。王大器自然不会反抗，反正他相信南宫灵封主那边肯定会有所动作。王大器被几名执法弟子押解着穿过凌云峰蜿蜒的山径，一路上不少路过的弟子指指点点，小声议论着这位最近风头正劲的外门公头究竟犯了什么事。不一会儿，众人便踏入了威严森冷的执法堂。大堂之上，2排执法弟子肃然而立，手中水火棍闪烁着幽幽寒光。正前方的太师椅上坐着一位面容古板、太阳穴高高鼓起的黑袍老者，此人正是执法堂的许怀言长老，金丹修为，素以严苛著称。王大器目光微扫，嘴角不禁露出一抹冷笑。在大堂一侧，他看到了老熟人赵东。此时赵东正一脸怨毒地盯着他，那眼神恨不得将他生吞活剥。而在赵东身边坐着一名目光如笋的青年男子，此人样貌与赵东有6分相似，但气质更显阴冷，显然就是赵东的大哥，执法堂的精锐弟子赵峰。令王大器意外的是，周永利竟然也老神在地坐在不远处，端着茶盏，眼神中透着一股大仇得报的快意。大胆王大器！赵峰不等长老开口，便直接起身，厉声喝道：寒玉殿乃封主修身之地，你承办修缮工程，却为了赶进度，贪图省事，在处理寒玉材料时偷工减料，
导致200块极品韩玉尽数损毁。你可知这延误了封主的工期，便是死罪。王大器不急不慢地整理了一下衣袖，反问道：“赵师兄，好大的口气！这一口一个偷工减料，不知有何凭据？难道就凭你红口白牙一说，这罪名就定了？哼，还在狡辩！”赵峰冷笑一声，侧过头看向周永利：“周长老此前负责监工，最是清楚你的底细。周长老，请讲。”周永利放下茶杯，阴恻恻地开口道：“许长老，我可以证明，这王大器此前干活时便投机取巧，他根本不懂处理韩愈的秘法，纯粹是个门外汉。我曾在工地观察过他，此人干活十分马虎，那批材料损毁，定是他操作不当所致。”有了前任长老的证言，堂内气氛瞬间凝重起来。赵峰转过身，对着徐长老抱拳道：“许长老，此子不仅损毁公物，还拒不认罪，若不严惩，恐怕难以向封主交代。弟子建议先将其带去万蛇窟严加审问，不怕他不吐出真话。”听到万蛇窟3个字，周围的执法弟子都不由得打了个寒战。那是专门用来惩治叛徒和重犯的地方。万蛇是深，痛入骨髓，意志再强的人进去，几天后也会崩溃。赵峰眼中闪过一抹贪婪，他早就怀疑王大器一个废灵根弟子能突然崛起，身上定有逆天机缘。只要把人关进万蛇窟，在自己的地盘上，还怕搜不出这小子的秘密？王大器，你现在从实招来，本长老或可网开一面，否则万蛇窟下生死由天。许长老重重一拍金堂木，金丹修士的威压排山倒海般向王大器压去。王大器顶着压力突然笑了起来，笑声中充满了讥讽：“我没错，何罪之有？”王大器直视许长老，就凭周永利几句话。赵峰打断他的话：“许长老，此子不见棺材不落泪，我这就带他下去，这么急着杀人灭口吗？”就在这时，一道清冷的声音在执法堂上空炸响。众人回头，只见大门口南宫灵身披淡金云纹长袍，墨发如瀑，绝美的俏脸上覆盖着一层寒霜，正缓步走入。封主许怀言面色微变，怎么向来不离开韩愈殿半步的南宫灵封主亲自来到这里了？他连忙走上前参见封主。随着南宫灵步入大堂，以许怀言为首，所有执法弟子齐刷刷的躬身行礼，额头上不由自主地渗出了冷汗。王大器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心中暗自腹诽：这女人总算是来了，再不来自己怕是真的要去那万蛇窟领略一番异域风情了。看着南宫灵那威严而孤傲的背影，王大器不禁有些失神。他再次惊艳于这位封主那出尘绝世的气质，但不知为何，他总觉得这背影、这身形简直与昨夜在怀中婉转承欢的沈幽南师妹如出一辙。虽然两人的容貌天差地别，南宫灵更显高冷圣洁，沈幽南则娇俏灵动，可那如模子刻出来的线条让他心中升起一丝荒诞的错觉。不过大概这种绝色美人的身段都差不多吧。王大器晃了晃脑袋，压下这惊人的念头。南宫封主，您怎么亲自过来了？许怀言有些傻眼，他本以为这件事南宫灵顶多是事后听个汇报，谁曾想他竟然出面维护王大器。我不亲自过来，恐怕你要冤枉好人了。南宫灵斜睨了他一眼，许怀言急忙躬身，还请封主明示。南宫灵冷哼一声，关于韩愈被毁一事，本封主昨晚就已接到弟子的密报了，之所以按兵不动，就是要看看这毁坏韩愈、喷土石灵粉的小玩意，在得手之后，最后会钻回谁的怀里。说罢，他的目光如锐利的剑芒，死死定在了一侧的赵峰身上。赵峰被这恐怖的元婴气威压一扫，只觉得双腿发软，几乎要瘫倒在地。他心中惊骇欲绝，下意识地伸手捂住了腰间的玉绶带。那是灵虫，是今日天蒙蒙亮才穿过山壁回到他手中的。他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怎么会被发现？赵峰，将你的玉绶带拿出来吧。南宫灵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喙的威严。封主，不关我事啊，这袋子里只是普通的灵虫。赵峰脸色惨白，汗如雨下。既然不关你事，那你为何不敢拿出来？王大器此时得意洋洋地站了出来，双手抱胸，戏谑地看着赵峰。其实昨晚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有一条噬灵虫正卖力地搞破坏呢。我也好奇，这虫子谁养的，这么没教养。此言一出，全场哗然，众弟子交头接耳，看向赵峰的眼神瞬间变了。赵东和周永利更是如遭雷击，尤其是周永利，他原本只是想借刀杀人，却没想到赵峰这蠢货竟然留下了这么大的破绽，还被封主亲手抓了个现行。周永利到底是老江湖，眼珠子一转，求生欲瞬间爆发，他猛地跳了起来，指着身边的赵峰大骂道：“好啊，赵峰，原来竟是你这畜生下的毒手！亏老夫还一直以为你是为了宗门利益，才被你那番谎话蒙蔽了双眼，你竟然敢在封主的修缮大计中搞鬼，简直丧心病狂！许长老，快让他交出玉绶带，还王大器一个清白！”这一番大义灭亲的反水，只把赵峰气得一口老血险些喷出来。周永利，你……赵峰瞪大了眼睛，我什么我？人证物证俱全，你还想抵赖？周永利为了自保，此时比谁都凶狠。封主当面，你还不认罪？大堂之上，赵峰感受着四周投来的冷意，看着前方负手而立，宛如神奇的南宫灵，他知道自己彻底完了。不过他心中还有一丝念想，那就是他的噬灵虫无声无息，按理来说绝对不会被人发现啊。见势不妙，
周永利表现出了超高敏捷，只见他一个箭步冲上前，趁着赵峰失神之际，右手化作残影，一把将赵峰腰间的玉绶带生生拽了下来。赵峰，你这宗门败类，老夫今日便替执法堂清理门户。周永利一边怒喝，一边换上一副谄媚至极的笑容，小跑到南宫翎面前，双手托举着玉绶带，腰弯成了90度，活像个献宝的狗腿子。封主大人，证据在此，这畜生贼喊捉贼，险些误了您的大事啊！王大器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心中暗骂：这周老狗变脸的速度比翻书还快，真是个人才。南宫翎淡淡的扫了一眼那玉绶带，却没有伸手去接，反而反手就是一个巴掌，啪！清脆的耳光声在寂静的大堂内回荡。周永利像个断了线的风筝般，直接被抽飞了出去，在地上滚了好几圈才停下。他捂着迅速肿起的半边脸，惶恐万分的爬起来跪好：封主大人，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我也是受害者啊，不知道。南宫翎那双凤眸微微眯起，透出阵阵杀意。不知道的话，刚才你为何口口声声为赵峰作证，甚至还想让王大器入那万蛇窟？这周永利冷汗如雨，心中疯狂权衡，再有半句假话，本座便视你为同谋，直接丢进寒潭禁地，受百年寒阴之苦。周永利被这百年寒阴下的三魂七魄都飞了一半，哪里还敢隐瞒？他一咕噜拳倒了出来。这赵峰，他给了一些好处，让我这么做，封主饶命啊！我这把年纪也是一时糊涂。此时此刻，周永利卖起队友来那叫一个干脆利落。南宫翎冷哼一声，玉手虚空一抓，玉绶带落入掌中，他指尖微动，封印解开，一条通体晶莹的水晶虫子瞬间飞出，在大堂上空惊慌失措的盘旋。就是他昨晚搞的破坏。南宫翎看着那虫子，声音冷若冰霜：赵峰，这噬灵虫体内还残留着本座寒玉殿材料的灵韵，你还有什么话可说？赵峰瘫坐在地，面如死灰。他原本以为自己策划的万无一失，这噬灵虫无色无味，连神识都难察觉，却没料到从头到尾他就像个跳梁小丑一样在南宫翎眼皮子底下蹦跶。王大器见状，不失时机的落井下石，走到赵峰面前，嘿嘿一笑：老峰，这下没话说了吧？啧，不仅是你那位好弟弟赵东，看来也是一伙的呀。依我看，一起打入万蛇窟算了。我不知道啊，都是我大哥干的。赵东此时哪里还顾得上兄弟情深？他被万蛇窟的名头吓得浑身哆嗦，连忙指着赵峰喊道：是他。他说王大器身上有机缘。封主大人，我是被逼的。混账！赵东你赵峰气的肺都要炸了。他万万没想到，最后背刺自己最深的人竟然是亲弟弟。看，都承认了吧？王大器转头看向许怀言，笑眯眯的建议道：许长老，这两位师兄这么喜欢万蛇窟，不如就让他们进去好好审问一番。赵东一听这话，差点直接晕死过去。真是风水轮流转，原本他们想用来整王大器的招数，现在全落到了自己头上。我认罪，是我干的。赵峰见大势已去，为了少受折磨，只能咬牙承认。那些寒玉我会想办法赔偿，能不能放我们一条生路？我师尊毕竟是杨真长老，这又如何？南宫翎仿佛听到了什么笑话：你毁我寒玉殿阵法根基，延误宗门大计，你以为杨真长老保得了你？他转头看向许怀言，眼神凌厉：许长老，将赵峰、赵东两兄弟立刻关押，彻查他们背后是否还有其他勾当。审问清楚后，废除修为，抹除宗门印记，扔去蛮荒之地开荒，永世不得踏入缥缈宗半步。至于周永利，南宫翎顿了顿，周永利心脏猛地提到了嗓子眼，贪污受贿，诬陷弟子，念在曾有薄功，废去其职位。随着命令下达，周永利松了一口气，还好，只是废了职位。至于赵氏兄弟，则是面色惨白如纸，绝望地瘫倒在地。废除修为，扔去蛮荒，那简直比杀了他们还要难受。带下去！许怀言抹了额头上的汗，大手一挥，一众执法弟子如虎似狼地扑向了昔日的师兄。王大器站在原地，看着这出闹剧收场，心中那叫一个爽歪歪。不过他偷偷瞥向南宫翎的背影，那股似曾相识的感觉再次涌上心头。见南宫翎转过头来，王大器心虚得意机灵，连忙转过头去，装作在认真研究地板上的石缝。应该没发现我在偷看他吧？王大器心中如同猫抓一般。南宫翎没察觉异样，只是淡淡开口：王大器，沈如烟之前就在我面前夸过你，说你虽然资质平庸，却有一颗玲珑心，办事极稳。接下来的修缮事宜，你就放手去干，本座会给你权限，明白吗？是，封主大人。弟子定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王大器连忙大声表态，心中嘀咕，也不知道沈师姐在南宫翎面前是怎么夸我的。不过这次沈幽南师妹怎么没出现？南宫翎微微点头，没有再多说什么，带着那一身令人不敢直视的清冷威严，翩然离开了执法堂。直到那一抹淡金色的身影彻底消失在视线中，王大器才直起腰，长舒一口气。而另一边，赵峰和赵东两兄弟就没这么好运了，他们被数名执法弟子像是拖死狗一样往外带。一路上，赵东的嘴就没停过，哭嚎声响彻云霄：大哥，我就说不要弄，不要弄，在那工地上搞什么是灵虫啊？你就是不听，非说神不知鬼不觉。现在好了吧，我们要被废除修为了，我的灵石，我的长生大道，全完了，全完了啊！赵东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甚至想去抱押解弟子的腿求情，却被无情地踢开。让人意外的是，走在前面的赵峰竟然十分淡定，甚至眼神中还透着一股子狠厉的冷静。废除修为，真以为我赵峰就没有最后一条路了吗？他在心中冷笑。南宫绫确实强，但他赵峰能爬到执法堂精锐弟子的位置，也不是只靠天赋的，他还有其他底牌。赵峰。就在这时，路经一片幽静的山林之时，一道清丽的声音传来。只见前方树影下，一名白衣飘飘、容貌秀美的女子缓步走来。她眉宇间带着一丝化不开的愁云，手中竟然还抱着一只通体乌黑、双目炯炯有神的黑色小犬。此人正是赵峰的未婚妻，内门弟子江雪柔。哟，赵峰，你可真是好福气啊！押解赵峰的一名弟子停下脚步，眼神在那江雪柔纤细的腰肢上打了个转，舔了舔嘴唇，调侃道：“都这副田地了，你这小女友竟然还眼巴巴的守在这里，真是情深意重。”赵峰深吸一口气，露出一副颓然且深情的模样，对着押解弟子抱拳道：“师兄，此去蛮荒，恐怕此生再难相见，能不能让我和雪柔单独聊几句，最后交代几句遗言？”两名弟子对视一眼，看在江雪柔这位内门弟子的面子上，加上赵峰现在带着禁灵枷锁，也掀不起什么风浪，便点点头退到了一边。赵峰和江雪柔走到一棵老槐树后，江雪柔看着赵峰那凄惨的模样，眼眶瞬间红了。她压低声音，语气颤抖：“你传讯给我的第一时间，我就带着黑犬过来了。峰哥，你真的要用那一招吗？那是禁术，一旦失败，顾不了那么多了。”赵峰眼神变得疯狂，死死盯着他怀里的黑犬。雪柔，现在只有你能帮我，若是修为被废，我在这残酷的修真界连只蝼蚁都不如。只要保住这一线生机，我迟早能杀回来，把那王大器和南宫绫欠我的百倍讨回来。江雪柔脸上满是犹豫，她要做的事情一旦被发现，她也难辞其咎。但看着道侣那绝望狰狞的眼神，她心中那一抹柔情最终战胜了理智。好，我帮你。江雪柔咬了咬牙，手掌轻轻抚摸着黑犬的脊背，哪怕我死，我也要救你。雪柔，你放心，如此一来，我们还能在一起。赵峰握住她的手，心中却在冷笑：王大器、南宫绫，你们给我等着，等我从这死局中脱胎换骨，就是你们的噩梦开始之时。数日之后，凌云峰的风波渐渐平息，有了南宫绫峰主的亲自施压，那一批被损毁的寒玉材料不到2天便由后勤堂悉数补齐。工地上叮当作响的凿石声再次成了主旋律，一切都在王大器的指挥下井然有序地进行着。这日午后，王大器正打算去工地视察，这时候怀中的传讯玉符忽然微微发烫，他拿出来一瞧，神色一动，是沈如烟沈师姐。自打前阵子他跟着宗门的捕猎队外出执行任务，两人已有小半个月没见了。大器，速来我洞府，有要事相商。玉符里传来的声音略显急促，王大器不敢耽搁，交代了许燕几句，便急匆匆地往内门沈如烟的住处赶。要事？难道是出什么大事了？还是峰主那边又有新交代？王大器一边走，脑子里一边转。可当他进入沈如烟洞府之后，整个人直接愣在了原地。洞府内轻纱摇曳，一股沁人心脾的灵花香气伴随着淡淡的皂角清香扑面而来。沈如烟正半倚在椅子上，一头墨发湿漉漉的披在肩头，显然是刚洗完澡。她身上只穿着一件薄如蝉翼的绯色亵衣，大片雪白的肌肤在临时灯火的映衬下泛着诱人的莹润光泽，那双含情脉脉的凤眼正勾魂摄魄地盯着王大器。王大器一阵无语，心中腹诽：师姐，您管这叫要事？这确实是干大事啊！大器，师姐离开宗门多日，在那荒山也领受了不少苦，你可曾想过我？沈如烟红唇微起，声音酥软的能滴出水来。王大器虽然平日里忠厚老实，但不代表情商不高。他快步上前，换上一副心疼的神色：师姐，你瞧你都瘦了，这些日子我可是食不下咽，梦里全是师姐的影子，想你想得紧呢。嘻嘻嘻，算你嘴甜。沈如烟果然被哄得心花怒放，她先手一招，从榻边取出一个沉甸甸的黑皮口袋，丢给王大器。喏，这可是好东西，这是我在外面跟着捕猎队围杀麋鹿兽时特意为你留下的精肉。这麋鹿兽可是稀罕货，血肉里全是纯净的草木精华，对男人那方面可是大补。王大器接过口袋，心里飞快地盘算开来。这麋鹿兽肉他是听说过的，外门集市上1斤就要卖50灵砂，这一袋子掂着起码有30公斤，这哪是肉啊，这简直是一堆零食啊！多谢师姐挂念，弟子一定好好消化，绝不辜负师姐一番苦心。王大器乐呵呵地将袋子收好，眼神也变得火热起来。既然拿了人家的大补药，那自然得拿出点真本事来报答。师姐，半月不见，你确实变漂亮了许多，尤其是这皮肤越发紧致了。王大器顺势一揽，将沈如烟那温软如玉的身子抱了起来，大步流星地朝内屋走去。哎呀，你这冤家，轻点儿！红幔落下，满屋春色，直到夕阳西斜，王大器才神清气爽地从沈如烟的洞府出来。虽然腰膝确实有些酸软，但想到怀里那一袋子值钱的鹿肉，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回到春林院自己的小院，王大器刚进门就把鹿肉递给了迎上来的妻子许燕。娘子，今晚把这肉炖了，这可是沈师姐送的高级货。王大器简单说了一下，
这麋鹿肉的好处。许燕有些惊喜地接过口袋，这么多，这得花多少零食啊？沈师姐对你可真好。王大器干咳一声，正想编个理由糊弄过去，门外忽然传来一阵急促沉重的敲门声，咚咚咚。王大器眉头一皱，外面都天黑了呢，这个时候谁会来？他安抚了一下许燕，走过去打开门，只见门外站着一名神色冷峻的执法堂弟子，腰间的黑色令牌在暮色中显得格外刺眼。可是外门弟子王大器，正是弟子。王大器稳住心神，对着这名执法弟子拱了拱手，他心中飞快地盘算着，这执法堂弟子深夜找上门来，难道是那赵氏兄弟在临死前反咬一口，还是说有其他事情？那执法弟子脸色微微一松，低声道：“王师弟莫慌，是好事也是麻烦事。之前被抓的赵东和赵峰两兄弟，现在就被关在无极峰底的万蛇窟中，两人的修为已经被长老亲自动手废除了。”听到修为被废，王大器心中暗爽，放下心来。那师兄此番前来是？王大器故作疑惑地问。那个赵东，他死到临头，忽然闹着要见你。执法弟子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道：“他说是关于他大哥赵峰的一个惊天秘密，他还说只要你肯见他，这秘密绝对能保你日后的一条性命，就问你愿你不愿意过去。”王大器眉头一挑，心中狐疑，赵东这怂包居然会有事求我，而且还是卖他亲大哥。他心思急转，赵峰那个人阴险狠辣，之前在执法堂被带走的时候，确实表现得太淡定了，完全不像是一个即将被废的人。难道真的有后手？既然如此，那便走一趟吧。王大器点点头，王师弟爽快。那执法弟子显然收了赵东不少好处，态度也变得亲近了些，一路上和他科普起宗门的规矩来。师弟，按宗门律令，他们两兄弟陷害的是你，虽然修为废了，但接下来还得被扔去蛮荒开荒，那地方九死一生。不过嘛，只要你这个受害人肯出具一份谅解协议，赵东或许能免去蛮荒之苦，留在宗门后山当个凡人杂役。他求你多半就是为了这个。王大器点头，赵东现在只是一个凡人，他还真的不担心什么了。如果赵东手里的情报真的够分量，那留他一条残命倒也不是不行。不一刻，两人便来到了缥缈宗第一峰无极峰。这万蛇窟便凿建在无极峰最阴寒的崖壁之下，尚未靠近，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腥臭味便顺着山峰钻入鼻腔。这里常年毒雾缭绕，石壁上湿漉漉的，长满了诡异的紫色苔藓。洞口处隐约能听到无数细小的生物在石缝间摩擦滑动的声音，令人头皮发麻。跟紧了，这里的禁制若是误触，金丹期也得脱层皮。执法弟子拿出一块避毒令，领着王大器深入窟内。深入内部后，光线变得极其暗淡，只有墙壁上零星的荧光时散发着幽幽的绿光。王大器屏住呼吸，他体内的那一丝神秘气息此时竟有些躁动。通过气息，他能清晰地感知到，在那一间间厚重的生铁石室后面关押着的恐怖存在。有的石室传出如雷鸣般的粗重呼吸声，那定是成精的大妖；有的则散发出令人胆寒的戾气，多半是手染无数鲜血的魔道巨孽。终于在一间狭窄石室门口，他看到了赵东。此刻的赵东哪里还有半点往日的威风？他蜷缩在阴冷的角落里，原本合体的道袍变得破破烂烂，脸色惨白如纸，双眼空洞，浑身瘫软得像一滩烂泥。听到脚步声，赵东像是溺水的人抓住了最后的稻草，猛地扑到铁栅栏前，双手死死抠着生铁，声音沙哑的不成样子：“王大器，你总算来了，你总算来了！”看着对方落得如此下场，王大器心中并无太多怜悯，毕竟这家伙在宗内可是害了不少女修。王大器平静地看着赵东：“赵东，说吧，你费尽心思把我喊来，到底想卖你大哥什么秘密？”赵东咽了口唾沫，畏惧地看了看一旁的执法弟子。那弟子很识趣地退到了拐角处守着。王大器，我知道你恨我，但我大哥他没有被废修为，他躲起来了，他会报复你，疯狂地报复你。你疯了吧？王大器嗤笑一声，斜眼看向隔壁石室，在那幽暗潮湿的石床上正蜷缩着另一个身影，那熟悉的气息，那阴鸷的身形，分明就是赵峰无疑。以王大器如今被黑珠淬炼过的感知力，他敢断定那具身体散发出的气息确实是赵峰的，不可能有假。王大器，我没疯，我是不想死。赵东急得满头大汗，那张惨白的脸几乎挤进了铁栅栏的缝隙里。你先答应我，只要我说的东西有用，你就出具谅解书，放我离开这鬼地方。我宁愿去当个凡人，也不想在这儿等死。王大器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赵东眼神闪烁，那是极致恐惧下求生本能的爆发，不像是单纯的臆想。行吧。王大器耸耸肩，双手抱胸，若是你真的能提供有用的东西，能救我一条命，我自然没必要非得把你往死里逼。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赵东咽了口唾沫，声音压得极低，仿佛怕惊动了隔壁的人。当年我哥之所以能从一个资质平庸的弟子忽然崛起，甚至掌握了符道技艺，根本不是因为他天赋异禀，而是因为他杀了一个同门弟子，那是我们的同乡，叫江流儿，老实巴交的一个人，却意外得到了一位元婴大修的作画传承。我哥和我骗他外出之后杀人夺宝，他在那传承里不仅得到了符道精药，更得到了一张压箱底的保命符咒——灵魂转移符。灵魂转移，
王大器眉头紧锁，这名字一听就邪门的很。不错，此符可以瞬间替换2个生物的灵魂，代价极大，因为只能替换比自己弱100倍的人身上才能保命。赵东越说越快，眼中透着一丝疯狂。刚才被关进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隔壁那具身体虽然是我哥的，但那眼神，那根本就不是人的眼神。我想到了我哥的未婚妻，她就叫江雪柔。江雪柔之前来看我们时，怀里抱着的一条黑犬。现在我怀疑，我哥的灵魂就在那条狗的身体里，而那条狗的灵魂被换进了我哥这具废掉的肉身之中。王大器瞳孔骤然收缩，这手段简直闻所未闻。如果赵峰真的变成了一条狗，潜伏在江雪柔身边，那他可能再次找机会修行。毕竟这修仙界妖修还是很多的，许多大妖修行到筑基就可以化形成人。元婴修士的特殊符箓竟然这么厉害，王大器心中翻江倒海，但他面上依旧沉稳。赵东空口无凭，我怎么信你？王大哥，这种事试一下就知道了。赵东指着隔壁，眼中闪过一抹狠色。狗的本能是藏不住的，你去拿一块生肉，看看他的反应。王大器沉吟片刻，转身对着拐角处的执法弟子招了招手：师兄，能不能麻烦弄块肉来？我想看看这2位老友胃口如何。王大器随手塞过去5颗灵沙，那弟子接过灵沙，嘿嘿一笑：这有何难？万蛇窟里别的不多，喂蛇的畜生肉管够。他只以为王大器是要戏弄那2兄弟，倒是没多想。不一会儿，一块散发着血腥味的肥肉被丢进了赵峰的食室。王大器屏住呼吸，死死盯着石床上那个人。只见那赵峰在闻到肉味的一瞬间，身体猛地僵了一下，随即竟然直接从石床上翻滚下来。他没有像人一样伸手去捡，而是趴在地上，鼻翼剧烈扇动，喉咙里发出一阵阵低沉的呜呜声。下一秒，那个曾经在凌云峰意气风发的精锐弟子，竟然猛地扑向那块生肉，张开嘴疯狂撕咬起来。王大器看得头皮发麻，这特喵的真的是狗性子了。这还没完，那赵峰吃完肉后，似乎是吃饱喝足了，竟然摇晃着身体走到石室的角落。在王大器目瞪口呆的注视下，他缓缓抬起了一只后腿，对着墙角尿了起来。很快墙角被打湿了一片，这动作，这神态，完全就是一条野狗。王大器再次回到赵东牢房门前，脸色阴沉无比。怎么样，我没骗你吧？赵东瑟瑟发抖，他不是我哥，他是那条黑狗，我哥的灵魂一定在江雪柔那里。王大器，你快救救我，我不想再待在这里了，你放我离开，若是有机会，我弄到我哥的符箓传承给你。王大器没听赵东的话，他站在幽暗的走廊里，只觉得一股凉意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赵峰这一招金蝉脱壳，实在是太阴毒了，他一阵后怕。若是没有赵东举报，他放任赵峰还在外面，后果不堪设想。我明白了。王大器深深地看了赵东一眼，强压下心头的狂震。你说你哥的符箓传承还有存货？王大器试探着问道。赵东为了活命，自然是知无不言。是的，我哥那人疑心极重，哪怕是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把最核心的传承放在了哪里。但是只要我能出去，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能想办法帮大器哥你找出来。不行，你现在出去只会打草惊蛇。王大器摇了摇头，语气不容置疑。你哥现在虽然变成了狗，但他那个人阴险毒辣，一旦发现你无罪释放，必然会猜到你已经卖了他。到时候他只要一躲进深山老林苦修，去哪里寻他？赵东脸色一垮，满脸绝望。你先留在这里。王大器放缓了语气，诱之以利，我可以保证让看守的师兄对你关照点，起码不用受那万蛇噬咬之苦。等你哥的事情解决了，我自然会放过你。好，大器哥，以后你就是我亲大哥。赵东连连点头，像狗腿子一样巴结着。我怀疑那符箓传承真正的藏身地极有可能就在江雪柔手里，我哥最信任他，很多见不得光的东西都是他代为保管的。对了，我哥当年杀人夺宝的人就是江雪柔的弟弟江流儿。江雪柔至今不知道，他还以为我哥还是他弟弟的救命恩人呢，所以对我哥死心塌地的。知道了。王大器皱着眉头，心中反复权衡着利弊，扭头快步离开了这阴森的牢房。临走前，他忍痛从怀里摸出一块亮晶晶的灵石，塞到了那名执法弟子的手中。师兄，赵东这小子我还有用，这些日子麻烦多照看线。夜色渐深，神兵峰后山一处偏僻的内门洞府内，江雪柔神色匆匆地关上洞府大门，反手布下了几道隔音禁制。汪！一条通体乌黑、双目透着一股诡异红光的黑犬猛地从阴影中窜了出来。它并没有像普通家犬那样摇尾乞怜，反而眼神阴冷地盯着江雪柔，嗓子里发出一种类似人类的粗重喘息声。赵峰，别着急，我都办妥了。江雪柔看着眼前的黑犬，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他的道侣，他弟弟曾经最好的兄弟，现在居然变成了一条丧家犬，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王大器。叹了一口气之后，他从储物袋中摸出一本泛黄的古旧册子。刚才我去宗门藏书阁，用积攒多年的贡献点给你兑换了这本《暗影妖修炼气法》。你虽然失去了人身，但这张灵魂转移符最神妙的地方就在于，它能让你完美契合妖兽的身体。只要你苦修此法，配合我为你准备的灵药，要不了多久就能重回炼气期，待你筑基就能再次化形成人。黑犬也就是赵峰
他那双充满怨毒的眼睛死死盯着那本册子，他伸出布满倒钩的舌头舔了舔爪子，随后在地面上歪歪扭扭地抓出了几个字：王大器死。每一个字都入13分，带着透骨的杀意。放心吧，王大器现在得意着呢，浑然不知道你还活着，而且活得好好的。黑犬发出一阵低沉的冷笑声。经过一夜的修行，赵峰不愧是曾经的内门弟子，加之这黑犬本就是他以前挑选的灵犬，体内蕴含着一丝微弱的特殊灵兽血脉，契合度高的惊人。仅仅一夜，黑犬那原本浑浊的双眼中红光大盛，腹部丹田处竟然真的凝聚出了一缕至阴至冷的妖气。由于妖气冲刷喉骨，他此刻虽然还是犬身，却已能勉强鼓动灵气，口吐人言。雪柔，雪柔。正在一旁闭目打坐，满心忧虑的江雪柔猛地睁开眼，不可置信地看着脚边的黑犬。那声音虽然沙哑的像砂纸磨过地面，但那语调确确实实就是他的道侣赵峰。赵峰，你这么快就能说话了？江雪柔喜极而泣，伸手去抱黑犬，就被江雪柔抱着。他贪婪地在江雪柔身上蹭了蹭。雪柔，如今我已经有了一些妖力，我突然想到一个计策，能够对付王大器。赵峰冷冷地开口，每说一个字，喉咙都像在滴血。在他看来，纵使这灵犬天赋异禀，可想要修行到能正面搏杀王大器的境界，起码也要3-5年。3-5年，那时候王大器怕是早就靠着沈如烟的关系，在内门站稳脚跟了。他等不及，他恨不得现在就让王大器求生不得。江雪柔愣住了，迟疑道：“你想怎么做？”他现在是凌云峰的红人，他的一切不过是靠那个叫许燕的女人吃软饭得来的。黑犬跳到地上，在地上焦躁地走动着，爪子在石板上画出刺耳的声音。若非许燕跟沈如烟情同姐妹，王大器算个什么东西？我在想，若是他们夫妻关系出了问题，甚至彻底反目呢？在赵峰看来，王大器能混得好，肯定是靠许燕的关系。江雪柔眉头微蹙，你的意思是离间计？可许燕对他死心塌地，怎么做？勾引他？黑犬猛地停住脚步，死死盯着江雪柔那张清丽脱俗的脸。雪柔，论姿色，论身段，论修为，你哪一点不比那个许燕强上100倍？若是你主动放下身段去报复他，甚至委身于他，再在关键时刻让许燕捉奸在床，赵峰，你疯了！江雪柔如遭雷击，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我是你的道侣，你竟然让我去勾引那个害你落到如此地步的仇人！他心中泛起一阵强烈的恶心和屈辱。他为了救赵峰，冒着宗门大忌救下赵峰，可赵峰竟然要把他推到别的男人怀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黑犬咆哮一声，声音带着妖气的震颤。你以为我愿意吗？我看着你被那杂种碰，我的心比刀割还疼。可这是唯一的办法，只有弄残了他的名声，断了他的后台，我才能把他踩在脚下，慢慢折磨。当然了，我只是让你和他假装而已。假装知道吗？关键时刻你给他吃药，然后我再引来许燕，不就好了？可是这怎么可以？见江雪柔依旧摇头，赵峰眼中闪过一抹阴狠，突然放低了声音，语气中带上了一种卑劣的煽动。雪柔，难道你忘了你死去的弟弟江流儿了吗？还记得他临死前在外面怀里抓着我的手说的什么吗？听到江流儿3个字，江雪柔娇躯猛地一颤，眼中露出了极度的痛苦。江流儿是他的亲弟弟，当年他弟弟和赵风琴同亲兄弟，可是有次他们一起外出历练，他弟弟死在了野外。他说他这辈子最庆幸的事就是有我这个好兄弟照顾你，他求我一定要护你周全，不让任何人欺负你。赵峰继续编织着谎言，语气变得悲愤交加。现在我变成了这富贵样子，没法护你了。王大器要是得势，他第一个要清算的肯定就是你，毕竟谁都知道你是我的道侣。雪柔，为了流儿，为了咱们的未来，你难道不能忍辱负重这一次吗？江雪柔闭上眼，2行清泪滑落。她想起了弟弟惨死时的模样，想起了曾经点点滴滴的往事。好，我做。江雪柔的声音颤抖着，仿佛失去了所有的灵魂。她并不知道，此时伏在她脚边满口仁义牺牲的黑犬，正是当年亲手震断他弟弟心脉，夺走他弟弟传承的真正凶手。黑犬发出一阵低沉的阴谋得逞的笑声。接下来几天，王大器表面上忙着收尾凌云峰的工程，暗地里却偷偷打听神冰峰那边江雪柔的动向。因为自己不方便，他便让李大虎去打听。李大虎虽然修为一般，但胜在人脉广，爱打听。很快，消息传了回来，江雪柔最近确实一直带着一条黑犬。不仅如此，他对那条狗的照顾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别人家养狗给口剩饭就算不错，江雪柔却是亲自去林寿园购买上好的精肉，甚至还用珍贵的灵泉水给那黑犬洗澡。得知这些，王大器心中冷笑，没错了，那条黑犬100%就是赵峰。除了那个自命不凡的赵峰，谁还能让江雪柔这个炼气7层的仙子如此屈尊降贵？赵峰啊赵峰，你倒是真豁得出去，宁可当狗也要活命。王大器盘算着，却也感到有些棘手，直接杀进洞府宰了那条狗不现实。江雪柔炼气7层的修为摆在那，正面冲突自己讨不了好，而且他真正垂涎的是那份元婴大修的符道传承，杀了狗传承可能就断了。他决定先按兵不动，等工程彻底完工，拿到宗门奖励，提升一波实力后再伺机而动。这一日，
工程终于圆满结束。为了犒劳这些日子流血流汗的兄弟们，王大器在大院内摆了几桌，让许燕和周彩娥带着另外3个手巧的女弟子一起忙活，做一些可口的饭菜。清风院里炊烟袅袅，肉香四溢。许燕准备的菜式虽然并不华贵，却透着股诱人的农家烟火气。一大盆炖得软烂入味的灵猪蹄，一盘山间野生的清炒时蔬，一锅鲜美无比的百草菇炖鸡，还有李大虎特意从山下带回来的烈火烧。大家吃得满脸红光，纷纷向王大器敬酒，感谢他这段时间的照顾。酒过3巡，天色渐晚，王大器拍了拍李大虎的肩膀，怀揣着工程结算令牌，趁着酒兴往任务堂走去，打算尽早交工领赏。没想到在路过一处小坡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竟然是江雪柔。他暗地里去神冰峰的时候见过此女，所以一眼认出。月色下，她换了一身淡紫色的轻纱长裙，腰间扎着云带，更显得身姿曼妙。只是那张原本冷傲的绝美容颜上，此刻布满了愁云。王大器脚步一顿，眼中闪过一丝警惕。这女人大晚上在这里堵他。王师弟，江雪柔主动走上前，对着王大器盈盈一礼，声音轻柔如水，还带着一丝压抑的愧疚。你是？王大器故作不认识。我叫江雪柔，是赵峰的道侣。是你啊？王大器心说你丫的怎么自己找过来了？我还想找你来着呢。有事？王大器语气不善道。前些日子赵峰对你做的那些恶事我都听说了，虽然他现在修为被废，关在万蛇窟，那是他咎由自取，但我作为他的道侣，心中始终难安。他美眸低垂，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王大器表面不动声色，心中却乐了，这就演上了。赵峰那条狗怕是就在附近趴着看戏呢。他略一感知，果然在山坡不远处另一处山坡上，他看到一条黑狗正死死地盯着这边。僵尸解严重了，冤有头债有主，我王大器分得清。王大器呵呵一笑，故作不在意地说道。江雪柔抬头看着他，咬了咬唇，像是做了什么重大决定。为了给你赔罪，我特意在任务堂接了一个照顾药园的任务，那是宗门的一处2阶药园，任务非常轻松，只需每日除除虫，防飞鸟，只要看守1个月，就能稳拿2块灵石。此任务乃是我托人才得到的。他伸出纤纤玉指，递过一枚青色的玉符，诚恳道：我想请王师弟和我一起去完成这个任务，这2块灵石以及任务期间药园产出的一些边角灵药全都归你。那地方偏僻安静，也方便你静心修行，你看如何？2块灵石，这对寻常外门弟子来说绝对是一笔巨款，而且2阶药园往往灵气浓郁，是个闭关的好去处。这是当赔罪？王大器挑眉。是的，赵峰毕竟是我的道侣，说实话，对于他所作所为，我也觉得十分抱歉。大家毕竟是同门，我希望我们能摒弃前嫌。这里面不会有诈吧？王大器盯着那枚玉符，心中暗自冷笑。好一个偏僻安静，好一个除虫防鸟，那地方怕是你们夫妻俩给我选好的葬身之地吧？怎么会有诈？王师弟，那2阶药园在神冰峰之上，那里戒备森严，我也不敢在宗内对你怎么样。再者，药园之内都有阵法，一旦出现问题，附近长老就会赶到。江雪柔一副诚恳的模样，他心中也有些担心，万一王大器拒绝，那怎么勾引他？他从小到大还从未做过如此龌龊之事。看着王大器的样子，江雪柔思绪繁杂。传闻这王大器是地地道道的老实人，他应该很容易上当吧？在江雪柔观察他的时候，王大器其实心中直乐呵。说实话，他正愁没机会接触江雪柔和那条狗呢，这简直是送上门的机会。但他不能表现得很惊喜的样子，适当的疑虑才能让他们信服。思虑片刻，王大器才接过玉符，故作犹豫后露出贪婪的笑容。既然江师姐如此客气，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那便好。江雪柔似乎松了一口气，眼中闪过一抹复杂的目光。那药园就在神冰峰后山断崖边，明日一早我在那里。好的。看着江雪柔离去的背影，王大器摩挲着手中的令牌，嘴角勾起一抹弧度。赵峰，我也不知道你目的是什么，不过等接近江雪柔，我会弄清楚的。王大器心中清楚，江雪柔肯定没安好心，但他不怕。首先，他已经炼气6层修为，对方是炼气7层，自己有着碧水晶瞳等手段，不怕和他斗法。其次，这是在宗内，宗内最大的好处就是安全，这一点可以保证。毕竟缥缈宗立宗数千年，只发生过100起左右命案，而无一例外，每一起命案都被破了。原因就在于宗门之中监管森严，所以他不怎么担心。如果江雪柔是约他外出，那说实话，他是断然不会跟着出去的。在宗内，江雪柔若是对他动手，那他正好可以将他拿下。第2天清晨，阳光微醺，王大器简单收拾了一下行囊，便打算前往神冰峰进行江雪柔口中所谓的任务。韩玉殿那边的工程虽说大体完工了，但还有些琐碎的收尾活计，你在这边多盯着点，有什么事来神冰峰寻我。王大器温声说道。许燕一边帮他整理衣领，一边好奇道：大器，那药园的活针有那么好，非得你亲自去守着？那可是2阶药园，灵气比咱们这儿浓郁数倍，1个月2块灵石的报酬倒是其次，关键是清静。我想趁着这段时间好好钻研一下承曼长老给的那本符道真解。王大器没有和他说关于江雪柔的事情，免得他担心，所以随便找了理由
一听能赚零食，还能精进福道，许燕乐的眼睛都眯成了月牙，连连点头。家里有我呢，你安心修行，我也抽空学习服役了。等咱们成了符师，咱们就再也不用干这些开山凿石的苦力活了。王大器连连点头，随后两人依依不舍地道了别。王大器便化作一道遁光，朝着神兵峰后山疾驰而去。神兵峰后山断崖处，这里云雾缭绕，远处可见飞瀑如练，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草木清香。王大器刚刚落下身形，便瞧见前方那一抹曼妙的身影。今日的江雪柔显然是经过精心打扮的，她换上了一件月影蝉翼纱做的紧身长裙，那布料极薄且贴身，竟是将她那如象牙般细腻的肌肤衬得若隐若现。最让王大器心头一跳的是，那长裙在胸口处的设计极其大胆，由于布料紧致，那一双傲人的峰峦几乎要破茧而出。随着他的呼吸微微颤动，形成了一道惊心动魄的弧度，在那深深的沟壑边缘，一抹雪白在阳光下晃得人眼晕。王大器无语了，寻思着你男人变成了一条狗，你也有心思穿成这样？等一下，为什么穿成这样？这显然不正常。难不成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在他脑海中？难不成他这是故意勾引我呢？王大器虽然性格实在，但也不代表是傻子，有些东西是很容易分析出来的。而在江雪柔身后的阴影里，一条体型壮硕的黑犬正静静地蹲坐在那里。黑犬那一双带着诡异红光的眼睛正死死地盯着王大器，喉咙里偶尔发出一声微不可察的低吼，像是在极力压抑着某种撕碎一切的冲动。王师弟，你终于来了。江雪柔见王大器走近，脸上挤出一抹略显生硬的笑容，她微微欠身，那一抹波澜壮阔的风景随着她的动作更是毫无保留地呈现在王大器的视线下方。让江师姐久等了。王大器面上露出一副惊艳的模样，眼神在那抹雪白上飞快地掠过，随后有些尴尬地移开视线。今天师姐真漂亮。听到这话，江雪柔眼底闪过一丝羞恼，但想到赵峰的计划，她只能强忍着不适，声音变得愈发轻柔。师弟说笑了，咱们快进去吧，这药园的阵法令牌在我这，晚了怕是会有巡山的执事过来查验。说罢，他连步轻移，走在前方引路。黑犬紧紧跟在江雪柔脚边，他体内现在是赵峰的灵魂。刚刚王大器好色的一幕，自然是被他看得很真切。他心中冷哼，土包子就是土包子，这就被勾引住了。也好，用不了多久就能骗他喝下那极乐锁心咒符箓。这极乐锁心咒也是内元阴符师的传承之一，将符咒点燃，溶于茶水之中，让人服下。喝下者用不了多久，欲火焚身，对下咒之人产生深深的迷恋，爱意日后欲罢不能。到时候王大器会疯狂的爱上江雪柔，江雪柔到时候自然不肯，两个人纠缠不清。事后被王大器的道侣许燕知道此事，他必定暴怒，那么这对小夫妻必定会走向分手。没了许燕的庇护，赵峰乐了，他笑得十分开心，狗嘴都咧得很开。在他看来，王大器只要失去了许燕庇护，那他就会立刻被打回原形，继续做他那个不成器的废物玲珑了。当然了，他身上机缘等问题，等王大器疯狂爱上江雪柔之后，江雪柔只需勾勾手指头，想必王大器就会乖乖交出身上机缘吧。这毕竟是元婴级别的符咒，且早已经失传，他不信王大器会顶得住。好狗不挡道。就在赵峰浮想联翩的时候，王大器眉头一皱，一脚便将赵峰踢飞了出去。嗷嗷嗷嗷！赵峰顿时疼得在地上直打滚。王师弟，你干什么呢？见到赵峰被踢飞出去，江雪柔娇躯一颤，急忙跑过去将那黑犬抱入怀中。他抬起头，美眸中满是怒火，死死地瞪着王大器。这可是他的道侣啊，竟然被王大器当成野狗一般对待，简直岂有此理！亏别人还说他老实人呢，依他看一点都不老实。赵峰此时疼得几乎要晕过去，那一脚力道极大，若非他现在这具狗身也算是有几分妖兽血脉，怕是肋骨都要断几根。他缩在江雪柔怀里，那双猩红的眼睛死死盯着王大器，露出锋利的犬齿。汪汪汪！王大器漫不经心地拍了拍鞋尖上的灰尘，皱眉道：师姐，这狗怕是养不熟，从刚才见到我的时候起，他就一直冲我龇牙，刚刚甚至还想往我腿上扑，眼神凶狠得很。我这是替师姐教训教训他，免得他哪天乱咬人，给师姐你惹来麻烦，那就不好了。你怎么能这么说？江雪柔气得的胸口剧烈起伏，那一抹雪白在阳光下晃得人心惊胆战。不得不说，这是王大器见过最大的。他咬牙道：那也是我的狗，这是带有灵性的灵犬，很珍贵的，你知不知道？踢坏了怎么办？但是养不熟的狗再好也没用。王大器冷哼一声，语气强硬：畜生就是畜生，得让他知道谁才是惹不起的。总之这不需要你管。江雪柔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中的怒意。若非为了赵峰的大计，他此刻真恨不得一掌劈死眼前这个粗鄙的男人。见江雪柔动了真火，王大器摸了摸鼻子，故作讪讪道：行吧，既然师姐不乐意，那我不打他就是了。刚才是我鲁莽，给师姐赔罪了。江雪柔冷哼一声，抱着黑犬站起身，语气生硬道：前面就是那2阶药园，这灵犬平日里帮我们看守药园，防范那些灵虫，还是很有用的。希望你接下来1个月能和他和平相处，不要再动手打他。好，好，全听师姐的。王大器连连点头，一副老实认错的模样。
赵峰趴在江雪柔怀里，闻着那熟悉的体香，心中却是一片阴毒。王大器，你这杂碎，尽管嚣张吧。等进了药园，等我那记勒索星咒发挥作用，你就知道厉害了。你会疯狂的爱上江雪柔。两人一狗很快便来到了断崖深处的药园，这里被一层淡绿色的迷雾笼罩。随着江雪柔取出令牌，轻轻一划，迷雾散开，露出了里面的庐山真面目。只见漫山遍野都是翠绿欲滴的灵植，不少二阶灵草散发着淡淡的荧光。在药园的角落里，坐落着一座简洁而雅致的小宅院。宅院不大，只有2间紧挨着的厢房，中间隔着一个简易的凉亭。江雪柔指着其中一间房说道：“这里一共2间屋子，你我一人一间。”他一边领着王大器往里走，一边正色介绍起规矩。王师弟，这2阶药园规矩甚多。每日清晨，你需要负责北边那几亩地的除虫工作，那些是金蝉极其狡猾，必须用火系小法术精准烧除，不可伤了药材根茎。你毕竟已经炼气中期，应该没问题吧？没问题。王大器打量着环境，随口应答。除了每日除虫之外，最重要的一点。江雪柔停下脚步，指了指头顶那片看似平静的天空，是小型天空中的迅羽灵雀。迅羽灵雀？王大器故作疑惑。没错，这种灵鸟天生对灵气敏感，且极其贪吃药材。它们体型娇小，速度极快，甚至能找到阵法的薄弱节点钻进来。宗门的防御阵法对他们这种几乎没有妖气的生灵效果一般，所以一经发现，我们需要手动将它们驱离。江雪柔看着王大器，眼神中闪过一丝意味深长。这种鸟通常成群结队，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任务需要2个人看守的原因。王大器点点头，原来如此，师姐放心，除虫赶鸟这活我在行，那样最好。江雪柔微微欠身，长裙紧贴着身子，勾勒出惊心动魄的弧度。她转过身，掩饰住眼底的厌恶，轻声道：“折腾了一上午，师弟想必也渴了，我去屋里取些清泉茶水，咱们先休息片刻，我再详细教你那驱离灵雀的法门。”黑犬赵峰此时跳下地，蹲在不远处的树荫下，那双阴冷的狗眼一动不动地盯着王大器，仿佛在看一个死人。王大器瞥了他一眼，心中暗道：现在还不知道这一人一狗是什么情况呢，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必须要时时刻刻监视着一人一狗。他不怕这一人一狗下手，就是自信自己有着黑珠子气，可以随时随地观察四周，所以可以确保任何风吹草动，他都可以尽收眼底。随即他默默释放气息在四周，自己则是装作去灵田查看的模样。王师弟，茶沏好了，过来润润嗓子吧。片刻后，凉亭内江雪柔的声音清脆如百灵，透着一股子平日里少见的亲密。王大器走过去，只见石桌上摆着2盏青瓷茶杯，其中一杯正冒着袅袅热气。江雪柔伸出纤纤玉指，将茶杯推向王大器，同时不经意地撩了撩耳边的发丝，露出一截如天鹅般白皙修长的景象。这药园里的规矩，方才也说的差不多了。江雪柔美目流转，轻声道：“除虫、赶鸟、巡视，虽说不累，但也得细心，尤其是那些是金蝉，最爱钻入药草根部，若不及时处理，整株灵药就废了。”王大器端起茶杯，在鼻尖轻嗅。刚刚他一直观察江雪柔一举一动，可以确定对方没有下药，但他还是不打算喝，毕竟这年头修仙下毒的手段众多，谁知道江雪柔会不会有其他手段。心中冷笑一声之后，面上却露出一副憨厚感激的样子，微微吹了一口茶，赞道：“好茶，多谢师姐提醒了。走吧，师姐带你去地里看看，顺便瞧瞧你的手艺。”对于王大器有没有喝茶，江雪柔倒是不在乎，毕竟这个茶确实没有问题。随即起身，领着王大器朝北边的药田走去。来到一株2阶灵犀草前，江雪柔指着枯萎的叶片尖端，蹙眉道：“这便是有噬金蝉藏匿的迹象，它们极小，且对灵力波动极敏感，你且试。”他话还没说完，王大器已经出手了。作为一个干了5年的灵农，他和虫害不共戴天。只见他右手食指与中指并拢，指尖微颤，一簇绿豆大小，呈现出暗红色的精准火苗瞬间迸发而出。去！王大器低喝一声，火苗如同一枚精确制导的暗器，在那灵犀草的叶缝间一闪而逝。啪啪，2声极其细微的爆裂声响起。王大器伸手虚空一抓，2枚被烧成焦炭，只有米粒大小的金色虫尸便落在了掌心。江雪柔愣住了，她那双美眸瞪得滚圆，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王大器：“你这控火之术竟然如此老辣！这2条虫子藏得极深，即便是我，恐怕也要探测半天才能锁定位置。”他原本以为王大器只是个普通的灵农，靠着运气和许燕的照拂才混得风生水起，可现在看来，这一手精准到毫巅的控火术，别说炼气中期，就算是他这个炼气后期，也未必能做得更好。这土包子竟真的隐藏了实力，嘿嘿，师姐谬赞了。其实我就是平日里种地久了，对这些虫子比较敏感。王大器挠了挠头，一副诚实可靠的模样，倒是我小瞧你了。江雪柔深深看了他一眼，心中莫名升起一丝危机感，感觉怪怪的。随即又想到，等过几天彻底熟悉了，就可以对他种下锁星咒了。下级勒索星咒有个前提，那就是必须熟悉，且对方对你有一些好感，锁星咒才能效果突出，否则你对一个对你没什么感觉，甚至有恶意的人下级勒索星咒，效果等于0。这也是为什么
这一路上，江雪柔对王大器不停撩拨，展现自己性感身材的原因，她要让王大器对她产生浓厚的兴趣，对她产生好感。届时，锁心咒对她种下，一切简单了。既然除虫没问题，那我就教你最难的一项——驱赶絮女灵雀。江雪柔从怀中取出一枚符文，口中念念有词：“此乃驱风术，讲究的是一个巧字，以柔克刚，方能惊走那些孽畜。”她开始现场演示，为了尽可能的吸引王大器，江雪柔在施法时故意放慢了动作，身体随之轻盈的舞动。江雪柔俏脸通红着，心中寻思着，这样必定能够勾引住王大器这家伙了吧？等他对我有了好感，一切水到渠成。而在不远处树荫底下，赵峰冷冷地看着江雪柔勾引王大器，哼，王大器，让你能够看到雪柔如此美妙的一幕，你也算死也无憾了。其实他现在心中酸溜溜的一塌糊涂，毕竟江雪柔这一幕动作，连他自己都没有欣赏过呢。原因就在于他弟弟去世还没超过3年呢。江雪柔说过，弟弟尸骨未寒，起码要守身如玉5年来着的。王师弟，看清楚了吗？灵力要这般流转。他吐气如兰，故意凑到王大器身边。王大器只觉得一股浓郁的胭脂味扑鼻而来，心中毫无波澜，甚至想笑。他好奇地问道：“师姐，这驱风术太麻烦了，为何不用灵力指直接将其击落？那种法术速度更快吧？”江雪柔直起身子，嗔怪地看了他一眼，那眼神中带着3分嫌弃和7分教导：“你懂什么？我刚刚说过了，絮语灵雀天生灵敏，对危险的感知极强。你的灵力指虽然快，但灵力波动太强，还没打到，他们就飞走了。除非……”他语气一顿，不屑地笑道：“除非你的灵力值已经达到了圆满境界，能够缩减波动，速度提升1倍，否则在这药园里根本碰不到他们一根羽毛，是吗？”王大器不以为然地耸了耸肩，他没说的是，他的神通玄水剑就可以做到这一步。玄水剑和灵力指攻击手法一样，但玄水剑乃是他觉醒碧水晶瞳后的神通，所以根本不是灵力指能够相比的。远处的树梢上，几只巴掌大小、通体雪白的絮女灵雀正探头探脑。黑犬赵峰趴在地上，看着江雪柔耐极尽勾引的模样，心中既感到羞辱，又有一种即将报复的快感。交代完琐事后，两人便按照约定分头行动，各自负责药园的一侧巡视灭虫。江雪柔带着黑犬赵峰走向了南边的药田，确认四周无人，黑犬赵峰竟然口吐人言：“雪柔，刚刚你做得很不错，我看那个王大器的眼睛都要粘到你胸口上了，那副禅样，呵，果然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江雪柔闻言，娇躯微微一僵，俏脸浮现出一抹羞恼的红晕，低声道：“哪里有，我是按照你说的，故意做的夸张了些。哼，我是男人，我很了解这种货色。”赵峰在心中冷笑，面上却透着一股病态的掌控欲。他这种底层玲珑，平日里见到的都是普通女子，哪里见过你这种人间绝色？只要你稍微露点甜头，他魂儿都能飞了。江雪柔想起王大器方才奈若有若无的目光，心中有些拿不定主意，犹豫着问道：“那你说，他现在对我已经有一些好感了吗？要不今天晚上我就寻个机会，把那记勒索星咒给他下在茶里？”“不行！”赵峰断然拒绝，他那双狗眼闪烁着毒蛇般的光芒，太快了。你们才认识1天，他现在对你顶多只有色心。极勒索星咒乃是原阴妻服尸的秘传，它最阴毒的地方在于因势利导。如果对方心中毫无半分情愫好感，强行下咒，咱们就前功尽弃了。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一刻也不想在这多待。江雪柔皱眉，这种出卖色相勾引他人的日子，对他而言每一秒都是煎熬。呵呵，很简单，想要男人产生好感，除了美还要喂。赵峰笃定地说道。喂。江雪柔愣了愣，似懂非懂。不错，接下来的几天，你不仅要穿的汪汪，更要每天亲自下厨煮些好吃的给他，在吃饭的时候对他极尽温柔，体贴入微。像他这种出身卑微的人，最缺的就是高位者的垂青和这种温柔乡的关怀。赵峰的声音带着一丝残忍的快意：“10天不5天，顶多5天，只要他还是个正常男人，必定会从色欲转为一种心理上的好感。到时候极乐所星咒入腹，便如火上浇油，他这辈子都会对你一心一意，别想摆脱你，只能乖乖当你的傀儡。”江雪柔听着赵峰详细的计划，心中虽感抵触，却也只能点头：“我知道了，我这就去准备食材。”而此时，在药园北侧的王大器正蹲在一株灵草旁，手中掐着一条石金蝉。他的感知借着黑珠紫气的加持，早已悄无声息地覆盖了整座药园。赵峰和江雪柔的对话，自然是一字不落地传进了他的耳朵里。怪不得，原来是故意勾引我，想要引起我的好感，而且还要给我做饭。王大器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心中直乐。这赵峰也是个人才，为了坑他，竟然把自己道理往外推，甚至还专门制定了抓新鲜抓味的战略。不得不说，江雪柔那长相和身材，要是真温柔起来，寻常练气息修饰还真扛不住。他也不傻，从他们的话可以看出，他们所依仗的是那所谓的极乐所星咒，元婴修士的传承符咒。他不知道那是什么玩意，但是他大致分析出2点：第一，这符咒的使用有一个前提条件，必须要对施咒者生出好感；第二，一旦符咒成功使用，自己会疯狂地迷恋他，对他一心一意，
甚至甘心做他的傀儡。王大器心中一沉，他没想到这世上竟然有如此恐怖的玩意。好在我偷听到了，那就好办了。想要好感是吧？行啊，那我就演给你们看。不过这级勒索心咒，到时候还不知道是锁谁的心呢。王大器指尖微微用力，咔嚓一声捏碎了那条害虫，低头看着害虫尸体。那难道你知道的太多了？现在他已经决定了，接下来的鸡天天，他不仅要当一个老实的干活人，还要当一个渐渐被江雪柔迷得神魂颠倒的痴情汉。既然对方戏台子都搭好了，他不把这出戏演到高潮，岂不是辜负了赵峰这当狗的一片苦心？入夜，神兵峰后山的晚风带着丝丝凉意，王大器掐灭了最后一处要田里的虫害，拍拍手往住处走。刚踏入院子，一股浓郁且诱人的香气便扑面而来，勾得人食指大动。只见凉亭下的石桌上已经摆好了3菜1汤，一盘色泽翠绿的清炒玉笋，一盘凉拌零土豆，一碗热气腾腾的野山菌炖鸡，还有一碟淋了秘制酱汁的清蒸鲮鱼。最扎眼的是桌心还放着一壶散发着清甜香气的菱果酒。江雪柔此时正系着一条简单的围裙，纤纤玉手正捏着一块抹布擦拭桌角。见王大器回来，他抬起头，那抹被晚霞映照的俏脸显得格外温柔。王师弟，你回来了，忙了一天，快来洗手吃饭。王大器故作惊讶地张大了嘴巴，连连摆手道：江师姐，你这都是给我做的？是啊。江雪柔轻声细语，眼帘低垂，带着几分愧疚道：之前赵峰对你做的那些恶事，我每每想起都心中难安。这段日子你随我在这守园子，辛苦得很，饭菜便由我来操劳吧，也算是我的一点补偿。这怎么好意思？王大器搓着手，一脸局促。师姐原本就将任务的2块零食都给了我这白拿钱还要白吃饭，实在是不像话。没事的啦。江雪柔抿嘴一笑，展现出一副极其贤惠持家的模样。我到底是内门弟子，俸禄还是有些的。再说了，这些菜蔬大多是药园边上的野菜，不值钱的，但却胜在新鲜。也因为这些菜蔬都长在药园这边，所以吃了之后对咱们修行也是有益的。他这副样子精准地抓住了底层玲珑对贤良美貌女修的所有幻想。果然，王大器脸上露出了受宠若惊的憨笑。那我就不客气了，师姐的手艺光闻着就知道是一绝。快坐，我给你倒酒。江雪柔殷勤地拉开石凳，指尖偶尔划过王大器的手背，像事不经意，却带起一阵香风。黑犬赵峰趴在阴影里，看着王大器那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心中鄙夷到了极点。吃吧，吃吧，现在吃得越欢，过几天你哭的就越惨。酒过3巡，菜过5味，王大器故作拿着一块肉骨头朝赵峰扔去。来，狗子，吃吧。汪汪汪！王大器的动作无疑让赵峰感受到了侮辱，这家伙竟然真把他当成狗了呀！江雪柔也有些无语，道：王师弟，不是和你说了，我这狗不吃人家吃剩下的。王大器一副不解的模样，师姐，不是我说，你这狗要好好训，我在乡下的时候又不是没养过狗，别说肉，就是屎也吃。汪汪汪！赵峰都要被气炸了，朝王大器疯狂叫嚣。那，这狗太不懂事了。未等江雪柔反应，王大器直接打出一道灵力，嗷嗷嗷！这灵力打在黑犬腹部，疼得赵峰跳起来。王师弟，你再这样我生气了。江雪柔连忙跑过去，抱起赵峰，不好意思，师姐，我这是想帮你。王师弟，以后别碰我的狗。要不是顾及到要让王大器生出好感，江雪柔真的想骂人了。瞧把他道驴给打的，狗的身体不停颤抖。再一看身上衣服仪，自己衣服怎么湿了？哎呀，师姐，你的狗尿了！江雪柔汪汪汪！赵峰快要被气疯了，不是他憋不住啊，实在是刚刚王大器打得他太疼了，刚刚一激动尿了，顿时尿骚味扑鼻。虽然王大器打了赵峰，不过江雪柔一副没生气的样子。接下来的2天，江雪柔几乎变着花样给王大器改善伙食。早餐是灵米熬制的浓粥，午餐是精心烹饪的妖兽肉，晚餐则是各种精致的小菜配灵酒。在江雪柔极尽温柔的攻势下，王大器也表现得越来越沦陷，看江雪柔的眼神甚至带上了一丝丝痴迷和心疼。第3天晌午，江雪柔听从了赵峰的建议，准备实施苦肉计。王师弟，阵法边角似乎有些松动，我去后山悬崖边检查一下，你先休息片刻。江雪柔说罢便匆匆离去。按照计划，他会装作被突袭的血女灵雀抓伤，然后带着一身血迹和柔弱归来，彻底激发王大器的保护欲。可惜这2个人的计划早就被王大器一字不漏地听了去。此时赵峰则继续留在宅院附近，趴在树荫下监视王大器。一人一狗需要知道王大器私底下做什么，只是没想到江雪柔刚走没多久，原本在屋里休息的王大器忽然走了出来。他伸了个懒腰，自言自语道：天天吃人家做的饭，总得回请一次，今天就做个拿手的红烧肉吧。说罢，他开始熟练的架锅烧火。至于食材，他来的时候就带了一些吃食。随着王大器将猪肉下锅，倒入酱汁，再加上几种奇特的野菜灵草后，一股香味开始在小院里弥漫。吸溜，赵峰猛地睁开眼，鼻翼不由自主的疯狂扇动。他虽然有着赵峰的灵魂，但这具身体却是实打实的黑犬。狗的嗅觉比人灵敏千百倍，对肉类的渴望更是刻在骨子里的本能。狗子，要不要吃？王大器看着赵峰，嘿嘿一笑。
汪汪！赵峰恶狠狠地叫唤了2声，但闻着肉香味，他感觉到嘴里的唾液正如泉涌般疯狂分泌，肚子不争气地发出了咕咕的巨响。所以朝王大气叫完之后，他就后悔了，他会不会不给我吃啊？不行，我是赵峰，我是天才修仙者，我怎么能被这种凡俗的肉味吸引？我不是狗啊！好香啊！这肉炖的火候差不多了。王大气故意掀开锅盖，一团浓郁的蒸气直接飘向了赵峰。他用筷子戳了一块颤巍巍、红亮亮的肥瘦相间的红烧肉，在空中晃了晃。哎呀，这块肉长得真不错，可惜僵尸姐不在，这狗要不喂它一块？赵峰看着那块在阳光下泛着油光的红烧肉，2只前爪竟然不受控制地刨了刨地，尾巴更是不争气地在身后轻轻摇晃了2下，那是他这辈子从未闻过的味道，一种让他灵魂都在颤抖的终极诱惑。哎，来吧，看你怪可怜的。王大气默然一笑，朝黑狗赵峰招了招手，他将红烧肉放在碗里，往地上一放，来吧来吧，其实吃一点又没事。赵峰哈喇子都流了一地，随即猛地一跃，朝碗扑了过去。刚刚跳过去，王大气的大手如铁钳般猛地探出，精准地揪住了赵峰的后颈皮，将他整只狗硬生生地提到了半空中。你小子之前不是朝我叫得很凶吗？王大气那张原本看起来憨厚老实的脸，此时写满了戏谑。他盯着赵峰那双惊恐的狗眼，压低声音道：今天师姐不在，我可得替他好好教导你，什么叫尊卑。赵峰浑身的狗毛瞬间炸开，满脸震惊，这家伙竟然是故意的，他用这锅肉引诱自己，就是为了等江雪柔离开后动手。汪汪汪汪！杂碎，你敢动我，等我恢复真身必将你碎尸万段。赵峰疯狂地挣扎着，4条短腿在空中乱蹬，心中怒吼着，还敢朝我叫！王大气冷笑一声，另一只手顺势捡起灶台边一根正燃着火星的柴火棒，劈头盖脸就朝赵峰的狗屁股抽去。啪啪啪啪，清脆的抽打声伴随着烧焦的味道在小院里回荡。王大气那是真打，每一下都带了暗劲，疼得赵峰灵魂都在颤栗。嗷嗷嗷！呜！赵峰疼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他现在的身体虽然有些妖兽血脉，但根本扛不住这种针对性的打击。更憋屈的是，他为了维持普通灵狗的身份，不能施展任何妖术，否则立刻就会暴露。以后见到老子，给我摇尾巴，知道吗？王大气一边抽一边骂：畜生就得有畜生的觉悟，别整天用那种阴恻恻的眼神盯着人看，老子瞧着不爽。汪汪汪！还敢犟嘴！王大气乐了，正好缺个由头教训这阴险的小人，手上的力道又重了几分。啪啪啪！不知打了多久，赵峰的屁股都肿了一圈，火辣辣的疼让他彻底意识到了一个现实，那就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在这具狗身体里，他根本不是这个王大气的对手。呜呜呜！赵峰终于怂了，嘴里发出低沉的哀鸣。那条原本僵硬的狗尾巴，在王大气冰冷的注视下，极其不情愿地僵硬地晃动了2下。这才对吗？王大气像扔垃圾一样将赵峰扔在地上，顺手把那块红烧肉也丢了过去，拍拍手道：地住这股疼，以后见到我，不管有没有人在，都给我摇尾巴，要不然我有的是法子让你生不如死。赵峰憋屈地缩在地上，一边叼起那块带着屈辱味道的红烧肉，一边冲着王大气讨好般的摇着尾巴，心中却在疯狂嘶吼：王大气，此仇不报，我赵峰誓不为人。下午时分，江雪柔略显狼狈地回来了，她为了演得逼真，故意在手臂上弄出了几道抓痕，甚至还撕破了裙角，露出一抹惊心动魄的雪白。她本想一进入药园就顺势倒在王大气怀里，凄楚地喊一声师弟帮我，可当她推开药园院门的那一刻，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只见凉亭下，王大气正悠闲地剔着牙，而他那位心高气傲、不可一世的道侣赵峰，此时竟然乖巧地趴在王大气脚边，嘴里叼着一个空碗，正一脸讨好地冲着王大气拼命摇尾巴。那尾巴摇的频率之快，几乎都要产生残影了。王师弟，你对我狗做了什么？江雪柔失声惊叫，甚至连装柔弱都忘了。她太了解赵峰了，那是宁折不弯的性子，怎么可能对一个卑微的玲珑做出这种近乎谄媚的动作？王大气闻言站起身道：师姐，咦，你受伤了？快让我看看这是怎么搞的。他一边急切地凑过去，一边指着地上的赵峰说道：师姐别误会，我也没做什么，就是刚才炖了锅肉，顺手分了这狗子一块。没想到他竟然如此通人性，吃完之后就一直缠着我摇尾巴，赶都赶不走。师姐，你这灵犬看来是真把我当自己人了呀。只是这时候黑狗赵峰第一时间朝江雪柔扑去，走到江雪柔脚边之后，才朝王大气拼命吼了起来：汪汪汪汪汪汪！这叫声凄厉婉转，简直是闻者伤心听者流泪，充满了无尽的委屈与控诉。赵峰一边叫一边拼命地往江雪柔裙子底下钻，仿佛身后坐着的不是一个憨厚玲珑，而是一个盖世魔头。江雪柔脸色一沉，她蹲下身子一摸，顿时惊呼出声：王师弟，你到底对我狗做了什么？他这屁股怎么肿得跟红烧肉似的，全是伤！汪汪汪！他打我，他拿火烧棍抽我呀！雪柔！赵峰在心里嘶吼。王大气站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灰，一脸正色道：师姐，我也没办法呀，之前你走了，我想着咱们这一共就2人1狗，得搞好团结，
我特意炖了锅肉想给他吃，增加一下感情。谁能想到他不领情，吃完肉还冲我龇牙咧嘴，一副要咬人的样子。我寻思着，咱们修仙之人的灵犬哪能这么没教养？我就按照乡下训土狗的法子，小小的教训了一下，让他知道谁是主，谁是客。师姐，我这可是为了他好，省得以后他出去冲撞了哪位长老，那命可就没了。你这是小小教训。江雪柔看着赵峰那颤抖的后腿，心疼的滴血。这可是他的道侣啊，平日里连重话都舍不得说一句，如今竟被一个泥腿子当成土狗给抽了。师姐，一只狗而已，畜生嘛，打打就老实了。王大器故意装作没看见江雪柔的怒火，话锋一转，目光落在她破损的裙摆和带伤的手臂上，语气变得急促起来。别说狗了，师姐，你怎么受伤了？这可严重的很啊！江雪柔正欲发作，却感觉到脚边的赵峰用狗头轻轻顶了顶她的脚踝，然后隐晦地摇了摇头。赵峰虽然恨不得生吞了王大器，但他更清楚，现在绝不是翻脸的时候。若是为了这点小伤闹翻，那极乐所星咒的计划就全泡汤了。为了大局，他能忍，必须隐忍。江雪柔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怒火，身子忽然一歪，娇呼一声便倒了下去。师姐！王大器眼疾手快，一个箭步冲上前，顺势揽住了那温软的娇躯。毕竟再不扶住对方，江雪柔自己就站稳了。你怎么了？王大器着急道。江雪柔俏脸苍白，气息微弱地靠在王大器怀里，娇弱道：大器，刚刚在后山，我遇到一条碧鳞毒蛇，虽然将其击毙，但腿上还是被咬了一口。我虽服了随身的解药，可这余毒让我浑身酸软，竟是一点路也走不动了，中毒了。王大器眉头紧锁，露出一副惊慌失措的模样。那怎么办？我这只有止血散，要不我去请宗门医官？无妨，我已经服用了解药。江雪柔抬起迷离的眼眸，那眼神中仿佛含着一汪秋水。大器，能不能麻烦你背我进屋歇歇？好，师姐你扶稳了。王大器二话不说，直接一个公主抱将江雪柔横抱起来，大步往屋里走去。江雪柔顺势勾住了王大器的脖子，含情脉脉。进屋后，他将江雪柔小心翼翼地放在床榻上。江雪柔顺势拉住他的衣角，声音如蚊那般细小，却带着一种勾魂摄魄的颤音。大器，那蛇毒好像在腿上散开了，又麻又痒，能不能帮我揉揉腿？屋内的气氛瞬间暧昧到了极点。王大器搓着手，一脸局促，眼神闪烁的落在江雪柔那若隐若现的白皙大腿上，吞了吞口水，故作憨厚道：师姐，这怕是不太合适吧？我虽然是个粗人，但也知道男女授受不亲，况且实不相瞒，我是有道侣的。江雪柔闻言，心中冷笑，果然是个老实巴交的土包子。他伸出纤纤玉指，在王大器的掌心轻轻划过，吐气如兰道：有道侣又如何？他又不在你身边。说实话，师姐对你，其实，哎呀，你还不明白师姐心意吗？师姐，这不行的，万一被我道侣知道。王大器故作为难，这荒山要圆，天知的知，你知我知，对不对？大器，师姐就喜欢你这样的，若是咱们私底下亲近些，别人又怎么会知道呢？说着，他拉着王大器的手，直接按在了自己那丰润的腿部。他在门缝外的黑狗赵峰看着这一幕，虽然心里酸得能拧出醋来，但眼神中却透着一抹阴毒。摸吧，趁现在多摸几把，等你中了锁星咒，老子要让你跪在地上给老子舔狗爪子。既然对方这么大方，王大器虽不是好色之徒，但深知演戏演全套的道理。他的手指在那温润的肌肤上似有若无的摩挲着，力道忽轻忽重，嘴里还念叨着：师姐，这力道行吗？我这人手劲大，怕弄疼了你。江雪柔感受着那粗糙的指尖，那种从未有过的异性阳刚之气透过皮肤直往心里钻，竟让她这练气后期的女修也有些心神摇曳。而且她竟然产生一种让王大器多待一会儿，让他舒服的感觉。片刻后，王大器适时的慌忙收手告辞：师姐，毒气散了就好，我先去给药田浇水了，顺便检查一下飞鸟。看着王大器几乎是落荒而逃的背影，江雪柔靠在床头，脸颊绯红，竟是半晌没说话。等他一走，黑狗赵峰第一时间从门缝里钻了进来。江雪柔起身，脸红得一塌糊涂，甚至连看赵峰的眼神都有些躲闪。毕竟刚刚他对于王大器的一些动作可是主动的很呐。雪柔，刚刚委屈你了。赵峰的声音响起，带着一丝心疼。没事。江雪柔下意识地抚摸着刚刚被王大器揉过的腿。他没说的是，其实刚刚被揉着，那种一天劳累的酸麻感消失得极快，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舒坦。王大器身上仿佛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吸力，让他这颗守身如玉的心竟产生了一丝极其细微的波澜。这种感觉真是舒坦，让他情不自禁地对王大器产生一丝好感。其实说起来，他对王大器也没什么恨意，反而有些同情，毕竟他也知道王大器和赵峰之间的恩怨，说到底是赵峰的错罢了。他现在帮助赵峰做的事情其实是恶弹，是他没办法，为了死去的胞弟，他需要帮助赵峰。赵峰敏锐地察觉到气氛有些古怪，狐疑道：雪柔，你怎么了？是不是还很生气？那土包子是不是冒犯你了？江雪柔连忙摇头，掩饰道：没事，只是觉得计划有点紧凑。话说，那下一步怎么做？什么时候下咒？哼，
看他刚才那副丢了魂的样子，必定被你迷得七荤八素了。赵疯狗嘴里发出一声冷笑，我决定了，就明天。在奈极勒索星咒面前，越是动了情的男人，就越是逃不掉。好，现在我教你下咒步骤，将极勒索星咒烧成飞灰，撒入食物内，而后输入你本人灵力，默念咒法。第二天清晨，王大器刚睁开眼，房门就被轻轻叩响。大器，醒了吗？我煮了些粥，快来趁热喝。江雪柔温柔的声音在门外响起。王大器整理了一下表情，推开门，换上一副受宠若惊的笑脸。来了，师姐，你怎么又这么辛苦？药园的石桌上已经摆好了2碗灵米做的粥，热气腾腾，散发着淡淡的米香。桌心放着一碟爽脆的咸菜和一碗油亮的酸豆角。赵峰这只黑狗此时正乖巧地坐在一旁的阴影里，那一双狗眼死死地盯着王大器面前的那碗粥。王大器看着自己面前这碗粥，心中冷笑连连。他可是一直观察着2个人呢。在他面前的这碗灵米粥内已经被下了极乐锁星咒。大器，这可是我特意加了点清晨漏水熬的，最是滋养神魂，你快尝尝。江雪柔亲自端起碗递到王大器手中，眼神中透着一股让人无法拒绝的期盼。王大器接过碗，手指微颤，一副激动的不行的样子。师姐，你对我真是太好了，这粥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香的，香就多喝点。江雪柔坐在他对面，也端起了另一碗，轻轻吹了口气，浅浅的抿了一口。王大器看着江雪柔，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猛地一拍大腿，师姐，我想你在粥里加点糖。加糖？是啊，麻烦你去厨房拿一下。好。江雪柔不疑有他，起身朝厨房走去。而王大器感知不远处的黑狗就在他身后的位置，这个角度看不到桌上的情况。他运转紫气，将2个碗迅速兑换了一下。由于没有动用灵力的关系，别说黑狗，就是江雪柔也不知道。兑换好之后，王大器迅速输入灵力，低念咒法。这一切昨晚他都听到了，所以知道如何施咒。说实话，他也不知道自己对江雪柔下咒有没有用，全当试一试了。若是没用，也没什么损失，他立刻就可以翻脸。很快，江雪柔拿着一罐黑糖走了出来。王师弟，你要加几勺白糖？就3勺吧。好。王大器憨憨一笑，多谢师姐。他端起灵粥，豪迈地喝了一大口，好喝，真甜。江雪柔见他喝了下去，眼中闪过一抹如释重负的金光，也端起自己面前那碗，动作优雅地喝了下去。黑狗赵峰看到2人都喝了粥，兴奋的尾巴都快把地上的土给扫飞了。他在心中狂吼，成了，索性咒入腹，神仙也难救。王大器很快便将那一碗加了3勺糖的灵米粥喝了个精光，甚至还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唇。对面江雪柔也优雅地放下了碗，看着空空如也的瓷碗，江雪柔那张温柔如水的脸庞忽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先前的柔情蜜意瞬间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冷漠语以及戏谑。他并不急着起身，而是像看囚笼里的猎物一般盯着王大器，语气冷冽地问道：王师弟，喝了这灵米粥可有什么感觉？王大器抹了抹嘴，佯装无知的耸耸肩，挺好的，米香浓郁，甜丝丝的。怎么了，师姐？就只是甜。江雪柔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难道就没感觉腹部热乎乎的，像是有股火在往心口钻？王大器故作惊讶，瞪大了眼珠子。哎，师姐你怎么知道？我确实感觉肚子里暖烘烘的，正想夸你这粥大补呢。哈哈。江雪柔发出一阵银铃般的笑声，但这笑声在寂静的院落里显得格外刺耳。成了，赵峰告诉过他，只要感觉腹部发热，便是极乐锁星咒已经侵入5脏6腑，扎根于神魂的标志。从这一刻起，王大器对他的任何要求，在潜意识里都会转化为一种无上的快乐去执行。不过此时江雪柔自己有些奇怪，因为她忽然感觉自己腹部怎么有一种灼热的感觉，好烫好烫，就好像有一股火往心口钻。下意识的她摸了摸腹部，不过很快她也没去多想，只以为自己刚刚是喝了滚烫灵米粥的缘故。师姐你怎么了？王大器问道。嘿嘿，既然喝了我的粥，那是不是得帮师姐分担点家务？江雪柔慵懒地靠在椅背上，指了指桌上的残羹冷炙，去把碗洗了。可以。王大器极其顺从地站起身，收拾起碗筷。江雪柔见状，笑得更开心了。中咒者会对他所爱慕的施咒者产生生理性的服从，只要不是让他立刻自杀，或者严重违背求生本能的离谱要求，几乎都会言听计从。以后这药园的饭菜也都由你来煮，可好？江雪柔继续试探，眉宇间尽是得意。可以。王大器头也不回地走向水池，语气平静。蹲在阴影里的黑狗赵峰激动得浑身发抖，若不是怕暴露，他真想冲上去对着王大器的屁股狠狠补上2口。成了，这眼中钉终于成了雪柔的奴隶。江雪柔此时信心大增，眼中闪过一抹贪婪。这王大器虽然只是个灵农，但这么多年干杂活，身上肯定攒了不少零食。大器啊，师姐最近手头有点紧，修炼缺些零食。江雪柔换上一副理所应当的语气，伸出白皙的手掌，你身上的零食是不是都该交给师姐保管？可以啊。王大器洗碗的动作顿了顿，转过身来，笑眯眯地看着他。哈哈，江雪柔彻底放下了防备，笑得花枝乱颤，胸前那一抹雪白随着笑声不停起伏，
那还不快拿过来给我！这一刻，他仿佛已经看到无数灵石在向他招手。然而，下一秒，王大器脸上的顺从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用一种看傻子般的眼神打量着江雪柔，冷不丁地吐出一句：“师姐，这还没到晚上呢，你怎么就开始做梦了？你说给就给啊！你是我爹还是我妈？你……”江雪柔的笑声戛然而止，像是被捏住脖子的鸭子，满脸的错愕，难以置信。汪！赵峰也懵了，猛地从阴影里站了起来。怎么回事？按照咒法的记载，洗碗和做饭都答应了，这说明锁心咒已经生效了呀。为什么提到灵石，这家伙突然就清醒了？难道灵石在他心里比命还重要，连锁心咒都压不住？王大器，你竟敢这么跟我说话！江雪柔气急败坏，猛地一拍桌子，试图用施咒者的身份威压。我再问你一遍，灵石给不给？不给！王大器慢条斯理地擦干手上的水，嘴角挂着一丝玩味的笑。不过师姐，我也得问问你，你现在是不是感觉心脏跳得特别快，而且看我的时候觉得我特别英俊潇洒，甚至想扑上来亲我一口？江雪柔浑身一颤，原本愤怒的眼神瞬间变得迷茫起来，一种前所未有的如同惊涛骇浪般的渴望竟毫无预兆地从他心底最深处爆发开来。原因很简单，因为王大器说的一切都被他说对了。师姐，依我看，这里的碗还是你去洗吧，你说呢？看着江雪柔那逐渐变得迷离顺从的眼神，趴在院子角落里的黑狗赵峰如遭雷击，他两只狗眼瞪得滚圆，心中疯狂呐喊：怎么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咒语明明下在王大器的碗里，为什么反倒是雪柔一副中咒的模样？还没等赵峰想明白，接下来的一幕更让他如坠冰窟。只见江雪柔竟然真的伸出双手，动作有些僵硬，却极其认真地接过了王大器手里那叠还没洗净的脏碗。洗碗这种小事还是我来吧。江雪柔语调轻柔，那种发自肺腑的体贴劲儿，连赵峰这个正牌道侣都没享受过几次。大器，王师弟，你歇着，别沾了这些油腻。王大器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他双手抱胸，大刺刺地坐回石凳上，语气转冷：多谢了师姐。既然你现在这么听话，那我问你，你是不是原本想要害我？你跟我之间必须说实话。江雪柔娇躯一震，神魂深处仿佛有两种力量在疯狂撕扯，一种是原本的理智与对赵峰的承诺，另一种则是那股如潮水般涌动，让他恨不得将心都掏给王大器的极乐情思。仅仅挣扎了片刻，后者的力量便占据了绝对上风。是的，江雪柔低下了头，声音虽然带着一丝愧疚，却毫无保留。我是想害你，我受人指使，要在你粥里下极乐锁心咒，让你从此沦为我的傀儡，予取予求。他甚至不需要王大器追问，便细无巨细地将这2天的计划，包括如何假装受伤，如何色诱，如何下咒的过程全都导了出来。汪汪汪汪汪！黑狗赵峰彻底慌了，他意识到那碗粥绝对被王大器调包了。现在江雪柔的神魂已经被锁死在王大器身上，再这么说下去，连他的底裤都要被揭穿了。他疯狂地叫唤着，甚至试图冲上去咬江雪柔的裙角，想要通过痛觉唤醒她的神智。闭嘴，你这畜生！江雪柔猛地转头看向黑狗的眼神中不再有往日的怜悯，反而充满了厌恶与怒意。是他，大器，就是他在背后指使我的。他根本不是普通的狗，他就是那个被你毁了肉身的赵峰。雪柔，你清醒一下，你被这土包子控制了呀！赵峰顾不得隐瞒，神魂波动剧烈传出，朝江雪柔疯狂咆哮。被这一吼，江雪柔的眼神再次出现了刹那的挣扎，那是多年道侣情感的最后余晖。可就在这时，一只宽大有力的手掌猛地探出，精准无比地掐住了黑狗的脖子。呜！赵峰的叫声瞬间变成了痛苦的呜咽，4条短腿在空中剧烈挣扎。赵峰，你以为我真的不知道是你？王大器提着黑狗，眼神中再无半点憨厚，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让赵峰灵魂都感到战栗的冰冷。王大器，你怎么可能发现？赵峰知道再装狗也没用了，喊出的声音充满了惊恐与不甘。放开我，你这卑贱的杂种，放开他！王大器冷笑一声，转头看向那一脸关切望着自己的江雪柔。江师姐，你为了这个男人不惜自毁名声来算计我，你觉得他真的对你好吗？江雪柔一愣，本能的说道：他是我胞弟的好兄弟，我不想让我胞弟伤心，而且他说他是我唯一的依仗。依仗？王大器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他盯着手中的黑狗，一字一顿的说道：江雪柔，那我就告诉你真相吧，当年杀死你那位号称天才胞弟的真凶根本不是什么妖兽，其实就是他，赵峰。什么？江雪柔如遭雷击，整个人僵在原地，手中还没洗净的瓷碗啪嗒一声掉在地上，碎成了无数片。不可能的，这绝对不可能！江雪柔失魂落魄的连连后退，身体撞在石桌上。虽然他此刻身中极乐锁心咒，神魂对王大器有着一种本能的依恋和服从，但胞弟江流儿是他在这世上最后的血亲，那份铭刻在骨子里的亲情让他的理智在咒术的洪流中拼命挣扎。赵峰当年为了救我弟弟，差点连命都丢了，他是我弟弟最好的兄弟，怎么会杀他？江雪柔双眼通红，死死盯着王大器，试图从他脸上找出一丝撒谎的痕迹。救他，那不过是演给你看的戏罢了。王大器嗤笑一声，眼神逐渐变冷，
江师姐，你以为人心真的如你看到的那么简单？还记得赵东吗？赵峰的弟弟，是他亲口告诉我的真相。听到赵东2个字，江雪柔的脸色瞬间惨白如纸。现在我就带你去见证真相。万蛇窟，走一趟吧。王大器低头看向手里还在疯狂扭动，一直咒骂他的黑狗赵峰。至于你，砰！王大器毫无怜悯的并指成剑，一股狂暴的紫气瞬间点在狗头的穴位上。赵峰连哀鸣都来不及发出，双眼一翻，直接晕死过去。随即，王大器找了一条铁链，熟练的将这只黑狗捆了个结实。他暂时不杀赵峰，是因为这厮手上还有元婴期传承，在榨干价值之前，赵峰连死的权利都没有。两人迅速离开了药园。这片药园地处偏僻，平日里除了他们几人，几乎无人踏足。短时间的离开，并不担心出什么岔子。片刻后，无极峰后山万蛇窟，阴森潮湿的气息扑面来，四周满是毒蛇爬过留下的腥臭味。在最深处的一处铁牢前，形容枯槁、满身伤痕的赵东正蜷缩在角落里。听到脚步声，赵东猛地抬头，呆看青狮王大器后，浑浊的眼中爆发出惊人的亮光。大人，您来了。王大器指着江雪柔对赵东说道：“赵东，把你那好哥哥当年做的好事，一字不漏的告诉江师姐，只要你老老实实说了，我承诺会让你离开这里。”赵东看向江雪柔，发出凄惨笑声：“呵呵，江师姐，你竟然还被我哥蒙在鼓里！你弟弟江流儿根本不是死于妖兽之手，而是死于赵峰的手上。你胡说！”江雪柔娇躯乱颤：“我胡说？当年我也在场。”赵东眼中充满了恨意：“你弟弟当年得到了一份元婴传承，但是他和你一样单纯，竟然和我哥说了，我哥骗他出去，将他杀死。事后，他为了掩盖真相，故意引来一群噬灵蜂，毁掉江辰的尸体，还假装拼命救人，流了一身伤。”随着赵东的讲述，一幕幕血淋淋的真相仿佛撕开了赵峰在江雪柔心目中的真面目。他想起江辰死后，赵峰确实顺理成章地拿出了拼死保住的资源。此后，他修为突飞猛进。他想起每次提到江流儿，赵峰那闪烁不定的眼神。赵峰，江雪柔凄厉的惨叫一声，原本柔弱的气息瞬间变得暴力无比。在锁心咒的影响下，他对王大器的依恋化作了对赵峰1000万倍的恨意。他恨不得现在就将这个欺骗了他数年、害死他至亲的恶魔碎尸万段。走出阴森恐怖的万蛇窟，外面的阳光刺得江雪柔有些睁不开眼，但他心中的寒意却比洞窟内更甚。他脚步飞快，那双平日里总是带着温婉笑意的眸子，此时满是疯狂的杀机。我要杀了他，我要亲手杀了赵峰，我要一寸寸捏碎他的骨头。他几乎是下意识的就要冲向捆绑黑狗的地方，就这么杀了他，太便宜他了，就不能把魂魄换回来吗？王大器跟在后面，语气淡漠的没有一丝起伏。江师姐，死是解脱。对于一个满腹算计、一心想重回巅峰的人来说，让他眼睁睁看着自己失去一切，像畜生一样活着，才是最大的惩罚。江雪柔身形一顿，转过身看着王大器，眼泪夺眶而出。在锁心咒的作用下，他此时看王大器，只觉得他每一句话都是金玉良言，甚至觉得王大器是在为他考虑，是在替他出气。对，折磨他，我要让他生不如死。他和狗确实能换回灵魂，只需要让他和狗放在一起，而后将赵峰本体之中的符咒取出即可。那就这么办吧。王大器说道。说起来，那只黑狗也是何其无辜，所以让他们换回来更好。这时候，江雪柔忽然走到王大器面前，扑通一声跪了下来，满脸歉意与悔恨。王师弟，对不起，我真是鬼迷了心窍，我之前居然为了那个畜生，企图用符咒害你，我简直不是人。他抬手便要扇向自己的脸颊，却被王大器一把抓住了手腕。师姐何必如此，你也是被蒙蔽了双眼。王大器说道。对方已经被他控制，王大器自然也就大度的原谅他了，否则也是断然不会留着他的。不，你不懂我的罪孽。没想到江雪柔惨然一笑，眼神中透着一股决绝。等我配合你榨干赵峰最后的价值，亲手了结了他为我弟弟报仇后，我会以死谢罪，绝不让你为难。王大器眉头微挑，他倒是没想到这锁心咒加之真相的冲击，竟然让江雪柔产生了自杀的念头。这么好的工具人，要是就这么死了，未免太可惜了。死不死的先不着急，既然要报仇，总得拿回本该属于江家的东西。王大器扶起他，看似无意的提到，赵东之前说过，江流儿当年得到过一份元婴修士的传承，那东西是不是在赵峰手里？江雪柔此时对王大器毫无防备，用力点了点头，我知道那东西在哪里。赵峰为了博取我的信任，已经交给我保管了，只要你愿意，回头我就把传承给你。江雪柔看着王大器，俏脸微红，那是一种中咒后本能的依恋。你当真愿意？王大器故作惊讶。江雪柔用力点头，我愿意。这本就是江家的东西，而我是江家的罪人，我不配拥有它。只要你不要恨我，哪怕让我做牛做马，我也心甘情愿。看着江雪柔一脸诚恳的样子，王大器点了点头。好，那回头带我看看。两人说话间，已经回到了药田的小屋前。被铁链拴在树下的黑狗赵峰依旧昏迷不醒，甚至因为被勒得太紧，狗嘴里渗出了一丝白沫，看起来滑稽又凄惨。江雪柔看都没看那黑狗一眼，直接领着王大器进了自己的卧房。
他在床榻下的青砖上虚点了几下，原本平整的地砖竟然翻转过来，露出了一个灰扑扑的储物袋。这储物袋被我下了隐秘法阵，外人即便神识扫过也发现不了，只有特殊的开启手法。江雪柔一边解释，一边熟练地抹去法阵，从里面取出了一枚通体漆黑、散发着悠悠古意的玉简，以及一本封皮泛黄的厚重书册。王师弟，给你。江雪柔双手捧着这2样东西递到王大器面前。这枚玉简便是那位元婴散修的毕生心得，而这本是《玄清制符录》，上面记录了30多种极其罕见的上古符箓制作方法，其中不乏能威胁到结丹期修士的杀招。王大器接过黑玉简和符箓，心头一阵狂跳，这就给他了？你就这么给我了？王大器握着那枚冰凉的黑玉简，指尖摩挲着那古朴的纹路，心中依旧有些波澜。这可是无数修士梦寐以求的元婴符道传承，足以在修仙界掀起一场血雨腥风。江雪柔凄婉地摇了摇头，苦涩一笑，传承再好，也不过是害我江家家破人亡的祸根。我企图用毒咒害你，这本就是死罪，这些东西全当是我给王师弟的赔罪。等我杀了赵峰那个畜生，我自会了断残生，绝不让王师弟你为难。谁说让你死了？王大器忽然开口，语气低沉。什么？江雪柔一怔，那双雾气朦胧的眸子不解地看向他。可我害过你，我这种女人还有什么资格活在世上？害我的是赵峰，你不过是被他蒙蔽了双眼，受他摆布的一枚棋子罢了。王大器上前一步，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眼神深邃。你若真想赎罪，那就活下去，替你弟弟看一看这个世界。死是最懦夫的选择，我要你活着。这番话听在普通人耳中或许严苛，但对于此时深陷极乐所星咒影响的江雪柔来说，却如同天籁。他那本就因为咒术而对他产生的畸形爱慕，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他觉得王大器不仅救了他的命，还救了他的灵魂。王师弟，江雪柔只觉得浑身发软。屋外，原本昏迷的黑狗赵峰被这阵阵激烈的声音惊醒，他听出来了，那是江雪柔的声音。如今他竟然在那个土包子玲珑的身下婉转承欢。汪汪呜！赵峰想要咆哮，想要诅咒，可出口的却只有凄厉的狗吠。他疯狂地撕咬着铁链，甚至磨破了牙龈，鲜血染红了狗嘴。贱人，贱人！他在内心疯狂呐喊，那是比肉身毁灭更痛苦1000万倍的羞辱。他原本是想让王大器做狗，控制住他，结果不仅送出了传承，还让自己的女人彻底成了仇人的女人。听着屋内的余韵，黑狗眼中的凶光渐渐散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致的绝望。那夜的春风，直到天边泛起鱼肚白财，渐渐停歇。王大器神清气爽地坐起身。王师弟，我为你更衣。江雪柔纤手细致地抚平王大器长袍上的褶皱，眼神中满是无法掩饰的崇拜与柔情。除了极乐所星咒的影响，更让他惊喜的是，在昨夜的恩爱中，他发现自己停滞许久的瓶颈竟然隐隐有了松动的迹象，体内灵力运行速度比往常快了3成不止。王大器也没瞒他，悄悄透露了自己体质特殊，能反哺双修道侣。这一发现让江雪柔觉得眼前的男人简直是上天赐予她的珍宝。比起那个只会利用她杀害她弟弟的畜生赵峰，王大器简直是云泥之别。王师弟，以后雪柔便是你的人了，死生不弃。他靠在王大器肩头，温顺的像只猫儿。走吧，外面那位老朋友想必等急了。王大器推开房门，阳光洒在院子里，他一眼就看到了树下那条死狗般的黑狗。赵峰昨晚听了一夜的跸脚，那起伏不定的声音像是一把把钝刀，将他的尊严和灵魂割得支离破碎。王大器，江雪柔，你们这对狗男女，有种就现在杀了我！黑狗一见两人出门，顿时疯狂挣扎起来，话语中充满了歇斯底里的绝望。你们迟早会被碎尸万段，杀你那太便宜你了。王大器走过去，像拎破布袋一样拎起黑狗，语气冷漠如冰。我要把灵魂给你换回来。原本的小黑是无辜的，他不该替你受罪。不，我不要回去，那是万蛇窟。王大器，你放开我，杀了我，杀了我！赵峰恐惧了，他现在的身体虽然是狗，但好歹在外面，若是回到那具满目疮痍、被废了修为还关在蛇窟里的肉身，那才是真正的求死不能。然而王大器根本不理会他的哀求。半个时辰后，万蛇窟深处，在那具属于赵峰枯瘦如柴的肉身前，王大器按照秘法配合江雪柔取出了赵峰本体内的符咒。随着一道乌光的剧烈碰撞，黑狗发出一声沉闷的呜咽。片刻后，黑狗的眼神重新变得清澈，他看到江雪柔呜咽起来，显然这阵子受了不小惊吓。王大器点头，这才是原本要源的那条土狗。而铁笼里原本如活死人般的赵峰肉身猛地睁开了双眼，啊！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响彻洞窟。赵峰感受着四肢传来的剧痛，感受着身上的冰冷，那种从云端跌落粪池的绝望让他彻底崩溃。江雪柔，你这个贱人，救我出去！我是为你弟弟报过仇的呀！江雪柔站在铁笼外，目光冷如刀锋。赵峰，你每喊一声我弟弟的名字，都是对他最大的侮辱。你就留在这里，慢慢品尝你亲手种下的恶果吧。那些毒蛇会替我一点点吃掉你的罪孽。至于赵东，王大器倒也没有食言，他直接召来了一名相熟的执事弟子，以他已经付出了代价为由，将赵东带离了万蛇窟。修为被废，已经是一个普通凡人的赵东，
下半辈子只能在杂役区干最累的活。对他而言，这已经是王大器最大的仁慈。此间事了，王大器带着江雪柔回到药田，至于黑狗，立刻蹦跑到田野之中玩耍起来。接下来的10几天，没了赵峰的算计，药园成了2人的世外桃源。白天，王大器除草松土，江雪柔便在一旁红袖添香，2人偶尔捉捉灵虫，打打山鸟，好不自在。到了晚上，自然就做一些爱做的事情。要突破了。这天，江雪柔神色一喜地起身，她卡在炼气7层多年，而如今终于有了突破之感。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王大器，多亏了他。王大器心中一动，道：“我为你护法，你安心突破。但是外面药田还有很多事要做。”江雪柔说道：“这不是有我吗？那辛苦你了。等我突破，我好好补偿你。”江雪柔意味深长，低头深情地吻了一下王大器，随后她开始沉浸在修行之中，而王大器也没有打扰她，走了出去。目光一扫，他查看起江雪柔信息。江雪柔年龄33，修为炼气8层，体质无，天赋水系清河，修炼水系法术，得心应手，神通无，颜值96，水系清河。王大器眼前一亮，怪不得刚刚他发现自己水系灵根有所增长，原来江雪柔有着这种天赋。王大器笑了，不过貌似我修行的玄水剑很契合这个天赋。他和江雪柔交流之后，自然也复制到了水系清河，所以使用玄水剑的时候，他更加得心应手。之前的玄水剑以他炼气6层修为，可能只能对付炼气7、8层修士，对付炼气9层的时候需要出其不意才行。但现在这门神通明显不一样了，威力更上一层楼。回头我可以尝试将这门神通交给他。如今江雪柔受到极乐锁心咒的影响，对他可谓是百依百顺，哪怕是为了他死，恐怕江雪柔都不会眨一下眼。去！王大器决定再熟悉一下玄水剑，他并指如剑，虚空一划，只见指尖蓝光微颤，一根如冰晶般剔透的短剑瞬间凝结，划破长空，速度比之从前快了不止1倍。噗噗，2声轻响传来，远处2只正欲偷石灵药的肥美飞鸟，甚至连惊叫都未发出，便被精准地穿透了咽喉，应声落地。好一个水系清河！不过江雪柔师姐似乎不知道自己水系清河吧？王大器感受着空气中跳动的水灵气，心中大畅。有了这份亲和力，原本生涩的玄水剑变得如臂使指，威力直逼炼气后期。他走过去拎起2只飞鸟，走到屋门口，黑狗激动地跑了过来要吃的。这黑狗和赵峰灵魂换回之后，王大器自然没有欺负他了，熟练的剥皮去飞鸟内脏之后，把内脏全都给黑狗吃了。接着他就在药田边的空地上架起了一堆篝火，等江师姐突破出来，正好喝完鸟肉汤补补气血。他嘴里嘀咕着，手底却没闲着，一边翻转着架子上的烤鸟，一边翻阅那本《玄清制符录》。这书册记录的符道玄奥莫测，尤其是其中几种名为玄冰符和水牢符的制作法门，刚好可以配合他现在的水系天赋。他觉得自己炼制起来应该较为容易。由此可见，这本《玄清制符录》比起之前程曼长老给的那份符道真解，这简直是云泥之别。不知不觉，时间1分1秒过去，此时已经天黑，火光跳动，肉香四溢，混合着药田里的草木清香，让这原本清冷的药园多了几分人间烟火气。王大器看得意犹未尽，心中暗自盘算，待回了宗门，定要采购一批符纸朱砂，尝试将这玄清符法转化为实战之力。就在这时，他的耳朵微微一动，药园外一阵轻微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伴随着一股若有若无的清冷幽香。这气息，王大器眼中闪过一抹诧异，他太熟悉这股气息了，那是许久未见的沈幽南，他怎么会在这大半夜的跑到这偏僻荒凉的后山药园来？王师弟，这大半夜的，你倒是好兴致，竟在这山野间做起了老饕。一道清冷如泉的声音响起，沈幽南穿着一身简单的素白长裙，在那漫天星斗的映衬下，竟显出一种不属于人间的出尘。王大器站起身，欣喜地拍了拍手上的灰尘，沈师妹，你怎么来了？南宫绫在那篝火旁坐下，火光映照着她绝美的侧颜，更添几分朦胧之美。她微微一笑，轻声道：毕竟去凌云峰寻你，发现你不在，后来问了沈师姐，才知道你接了后山药园的任务，便寻思着过来瞧瞧，劳烦沈师妹挂念了。王大器递过去一串烤得金黄油油的鸟肉，笑道：确实接了个守园的任务，图个清静，顺便挣点零食，这不还剩10多天就能回去了。南宫绫接过烤肉，却并未入口，而是美目流转，看了一眼那紧闭的房门，又看向王大器，语气悠长地说道：那倒是差不多，算算日子，你回去之后正好能赶上这一届的内门弟子大比。这次沈如烟师姐可是想要拿个好名次呢。内门弟子大比，王大器挠了挠头，一副浑不在意的模样。那是天才们争锋的地方，和我这小小的玲珑能有什么关系？你倒不必妄自菲薄。南宫绫摇了摇头，目光深邃。内门大比之后，便是针对你们这些优秀外门弟子的内门选拔。以你如今炼气6层的修为，进入内门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到时候，你完全可以脱离杂役身份，正式登堂入室，加入内门吗？王大器沉吟片刻，这确实是个巨大的诱惑。内门的资源、功法、地位都远非外门可比。不错，南宫绫继续说道，包括你的那位道侣许燕，
他的天赋也还算可以，若是努力一把，你们夫妻二人一同进入内门，岂不美哉？听到许燕的名字，王大器心头微微一颤。确实，如果能让许燕也获得更好的资源，他自然是愿意的。但他看着火堆中跳动的火星，沉默了半晌，最后却缓缓摇了摇头。许燕若能参加，我自然全力支持。至于我，还是算了吧，暂时我还不想进入内门。南宫绫轻咦一声，放下手中的烤肉，有些意外地看着他。修仙者逆天而行，哪个不是争先恐后往高处走？内门弟子大比是鱼跃龙门的机会，你为何要放弃？原本他以为告诉王大器这个好消息，这傻小子肯定很高兴的，为此他赶来就是想找机会指点王大器几句。哪知道王大器居然拒绝。王大器眯起眼，语气中透着一股无奈。沈师妹，你不觉得我最近表现得太过扎眼了吗？南宫绫神色微动，没有说话。王大器继续道，原本我只是一个籍籍无名的低阶玲珑，可这段时间我修为突飞猛进，还莫名其妙地卷入各种纷争。之前我一直好奇赵峰、赵东两兄弟为什么无缘无故地针对我，甚至不惜布下死局也要害我。他停顿了一下，想起江雪柔之前告诉他的那些话，冷笑道，直到后来我才从旁人口中得知，原来赵峰早就怀疑我身上藏有大机缘，甚至怀疑我得到了什么传承。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根基浅薄，若是此时贸然闯入内门，那些大人物的视线只会引来更多的招风。在没有绝对自保的能力之前，我想先藏一藏。这些话都是江雪柔告诉他的。赵峰既然都能对他有所怀疑，那其他人呢？他不敢赌。另一方面，他知道自己确实身怀大机缘，哪怕不需要一些资源，他也能快速变强。如此一来，他还不如先苟一阵再说。南宫绫听完这番话，心中不由得对王大器又高看了一眼。小小年纪，不仅天赋异禀，竟然还有这般慎独隐忍的心性。寻常弟子若是有了他这番机遇，恐怕早就巴不得宣扬的全宗皆知，以此换取重视。而他却能在这种时候想到藏风。其实王大器倒不是说故意隐忍，只是这次真的被赵峰搞怕了。你能想到这一层，倒是不错。南宫绫轻笑一声，沈师妹，你说话怎么有时候老气横秋的？王大器古怪地看了他一眼，啊，有吗？嘿嘿，可能你早熟吧。王大器倒是没多想，累了，你体内伤势如何了？多亏了你，好了不少。对了，这次过来我带了一瓶丹药给你。他拿出一个玉瓶，这里面是运灵丹，一共5颗。其实他手上还有不少，不过一下子拿出来，怕是王大器怀疑，毕竟他现在的身份只是一个家族之中普通的小女修而已。不行，这么多太珍贵了。王大器一如既往的不要。王师兄，你就收了吧，这次我获得进步，家族特意赏赐给我的，你自己过得也不容易，我怎么还能要你的东西？王大器说什么都不要。南宫绫都要无语了，头一次见东西都送不出去的。他一把抓住王大器的胳膊，跟小女生撒娇似的，你要是不收，我会寝食难安的。你收下，我就奖励你。王大器都要无语了，到底是我奖励你，还是你奖励我啊？看着面前这个清冷如仙，此时却像个邻家女孩般撒娇的沈师妹，王大器终究是点了点头。他叹了口气，接过那温润的玉瓶，行，我收下了，不过下不为例。沈师妹，你在家族中也要走动打点，以后别总往我这儿送好东西，你自己留着防身。听王师兄的。南宫绫见他收下，眼中闪过一抹狡黠的笑意，紧接着他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身子微微前倾，在那跳动的火光映照下，凑到王大器脸颊旁，吧唧亲了一口，温润的触感一触即分，却带着一股沁人心脾的幽香。若是这一幕被沈如烟或是那些高高在上的长老们看到，恐怕眼珠子都要掉在地上。平日里威严如霜、杀伐果断的南宫峰主，竟然会有如此小女儿家的一面。王大器愣住了，下意识摸了摸脸颊，嘿嘿笑了起来。此时花前月下，周围只有不知疲倦的虫鸣和偶尔掠过的清风。南宫绫美目流转，看了一眼那依然紧闭的卧房门，压低声音问道，列位和你一起做任务的江雪柔师姐睡着了，她正在冲击瓶颈，还没结束呢。王大器如实回答，这么说今晚她是不会出来了？应该是。那我们……南宫绫眼神中忽然多了一丝炽热，他现在的伤势虽然稳定，但若想彻底断绝那股顽固的伤势，还是需要王大器那特殊体质的辅助。不等王大器反应，他便伸出一双柔弱无骨的玉手，顺势将他推倒在柔软的草地上。我说了要奖励你，就绝对不会食言。王大器看着上方那张绝世容颜，心中腹诽，这到底是你奖励我，还是我奖励你啊？不过家人在怀，他自然不会当什么柳下惠。这一夜，药田边的灵气似乎格外活跃。不知过了多久，南宫绫感受着体内的灵根伤势，在温润的灵力引导下渐渐消融，那张绝美的脸上也浮现出一抹满意的红晕。而王大器则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了好处，随着南宫绫气息的牵引，他的冰系和火系灵根再次稳定提升。虽然没有像直接复制天赋那样夸张，但这种潜移默化的改变让他的灵根纯度更上了一层楼。他默默计算，自己冰火两灵根差不多已经达到了良品，从劣品到良品，这个跨越不可谓不大。天边泛起鱼肚白时，南宫绫整理好略显凌乱的素裙，
在那朝露之中显得愈发不可方物。他依依不舍地看了王大器一眼：“王师兄，我得走了，内门大比的事情，你再考虑考虑。”话毕，他化作一道残影，消失在山林深处。王大器活动了一下略显酸痛的腰，自嘲一笑：“这沈师妹修为进步后，体力也是越来越好了。昨晚大部分都是南宫绫主动。”他推门进屋，还没坐稳，一道香风便直接扑了过来。“大器，大器，我成功了！”江雪柔满面红光，紧紧搂住王大器的脖子。由于用力过猛，胸前那惊人的弧度几乎要贴近王大器的胸膛。他兴奋得像个孩子：“我真的突破了，炼气8层，我这辈子都没想过能这么快晋升。”王大器拍了拍他的后背，笑道：“这是师姐你厚积薄发，我不过是推了一把。”江雪柔抬起头，眼神中闪烁着前所未有的野心。“大器，过10几日就是内门大比。原本我因为家破人亡，又卡在炼气7层，对此早已不抱希望。但现在不一样了，我想去搏一搏。”他握紧拳头，认真的说道：“只要能进入前50名，就能得到10颗灵石的安慰奖，还能换取1瓶运灵丹。到时候我们一起分这些奖励。”看着江雪柔那单纯又炽热的目光，王大器心中微微一动，10颗灵石，1瓶运灵丹，他却想着和他一起分享。好，既然师姐想参加大比，那就去吧。不过在此之前，我得教你一门术法。什么术法？名为玄水剑。他没有说这是一门神通，毕竟涉及到神通的术法，别说普通修士，就连金丹修士、元婴大能，恐怕都要觊觎。片刻后，药田边的空地上，王大器负手而立，神情肃穆：“师姐，看好了，这门术法名为玄水剑，讲究的是以水灵力极度压缩，化柔为刚。”只见王大器指尖一点，虚空凝聚出一根幽蓝色的冰剑，寒气逼人。他随手一挥，冰剑瞬间洞穿了远处的一块巨石。江雪柔看得美目一彩连连，在王大器的悉心指导下，他开始尝试凝练。令王大器惊讶的是，江雪柔那水系亲和的天赋确实恐怖，寻常修士极难掌握的水分压缩，在他手中竟然如玩水般顺滑。不过短短半日，他就能凝聚出像模像样的水剑，虽然威力上不及他，但已有其形。大器，这术法恐怕不只是普通的术法吧？江雪柔擦了擦额头的细汗，敏锐地察觉到了玄水剑的恐怖穿透力，这乃是我以前机缘巧合得到的传承。王大器叮嘱道：“切记，此术修成之后威力极大，若是别人问起，就说是家中祖传的残篇，你自己悟出来的，最好还是别和人说。”江雪柔重重地点了点头，看向王大器的眼神中充满了崇拜：“我知道轻重，绝不给你添麻烦。”王大器笑了笑，又凑近了一些，语气变得有些玩味：“另外，师姐，你有没有发现，你修炼水系术法是不是更舒服？那种如鱼得水的感觉是不是很强烈？”“确实如此，我以前没修炼过水系术法，现在也觉得奇怪，这次修炼这术法，仿佛这周遭的水灵气都上赶着往我经脉里钻。”江雪柔疑惑道：“依我看，师姐你这是有着水系亲和的天赋。”王大器故作深沉，随后坏笑道：“怪不得我发现师姐你再说你。”江雪柔立刻朝王大器打去。接下来的几日，江雪柔听从王大器的建议，去宗门用最后的贡献点兑换了一门玄阶的碧波炼气术。王大器考虑到自己的引流诀已经到了瓶颈，干脆也跟着一起研习这门水系法门。这一来二去，两人在切磋之余，功法互补，灵气交融。江雪柔在炼气8层的境界上飞速稳固，而王大器更是不虚此行。通过每日与江雪柔的深入交流，他体内水系亲和的天赋不断上涨。就在药园任务到期的前一天，王大器只觉浑身毛孔一张，仿佛能听见水流的欢歌。他的水系亲和天赋终于彻底复制圆满。任务结束，王大器与江雪柔结伴离开了这里。江雪柔先行去了执事堂，王大器则径直回到了居住的清风院。推开院门，他意外地发现沈如烟师姐竟然也在院落中。沈如烟依旧是一身清冷的淡蓝长裙，而许燕则在一旁整理着一些刚带回来的灵药，两人看起来都有些风尘仆仆。“大器，你回来了。”许燕见到王大器，脸上立刻绽放出如沐春风的笑容，快步走上前：“沈师姐，许燕，你们这是？”王大器好奇地看了看那些灵药。沈如烟微微颔首，清冷的眸子在王大器身上停留了一瞬，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讶：“王师弟，半月不见，你的修为似乎又精进了不少，略有感悟。”王大器谦虚道：“你们去拿采药了？前几日沈师姐带我去了一趟迷雾谷，接了一个采药的任务，顺便也帮我磨练一下实战。”许燕在一旁解释道，神色间对沈如烟充满了感激。沈如烟微笑开口：“内门大比在即，多些实战经验总归是好的。王师弟，你既然回来了，也准备一下吧，争取进入内门。”见沈如烟提起内门考核，王大器不紧不慢地摇了摇头，语气诚恳：“师姐，这段日子我也看明白了，这修仙界向来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一个小小玲珑，最近修为进这么快，已经惹了不少眼红。赵峰的事情，我可不想再经历第二次。”他把对南宫绫说的话又说了一下。沈如烟与许燕对视一眼，皆是陷入了沉默。确实，王大器根基单薄，背后没有家族支持，低调蛰伏确实是眼下最稳妥的策略。毕竟他的体质太过逆天了，对自己修行似乎没什么益处，但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逆天良药。燕燕，
你这次可要加把劲，争取稳稳进入内门。王大器拉起许燕的小手，笑眯眯地看向沈如烟。至于沈师姐，以修为精深，我就提前祝你旗开得胜，在这届大比中夺得前10甲，扬我凌云峰威名。听着王大器的祝福，沈如烟的嘴角却泛起一抹略显无奈的苦涩。前10甲，大器，你把6峰大比想得太容易了。沈如烟轻抚了一下被风吹乱的青丝，叹道：宗门6峰底蕴深厚，远的不说，就说那无极峰有几个专修杀伐之道的疯子，还有丹顶峰那些内门弟子，不仅法力浑厚，手中高阶法宝和恢复丹药更是层出不穷。而且咱们凌云峰内部排在我前面的炼气9层弟子就有好几位，而我如今也不过是炼气8层巅峰罢了。修为到了后期，每一层的差距都如鸿沟，尤其是这种顶级天才云集的比试。许燕见状眨了眨眼，忽然开口道：师姐，你莫要忧心，你不是还有碧水晶瞳吗？这次咱俩外出，我可是亲眼见过那瞳术的厉害，有此瞳术，你的优势还是很大的。提到碧水晶瞳，沈如烟的眸子微微亮了一瞬，但随即又暗淡了下去。我这晶瞳目前只修炼到了第1重，若是能突破到第2重，自然能在大比中占据一席之地。可惜这门瞳术想要提升，很难很难。说话间，沈如烟那双秋水简瞳不由自主地看向王大器，目光灼灼，带着一种欲言又止的希冀。其实这段日子他对许燕百般照顾，甚至不惜亲自带许燕去采药磨练，心中确实藏着一点私心。他的目的无非就是希望能让许燕把王大器再借给他，同是女人，他自然知道许燕有时候会有些不太情愿。许燕心思何等玲珑，他见沈如烟如此神态，再想到这些日子沈师姐对自己确实倾囊相助，心中便有了决断。他拉了拉王大器的衣角，小声撒娇道：大器，离考核不是还有10几日吗？沈师姐平日里待我如亲姐妹一般，这次大比对她至关重要，你就帮师姐，帮她开发一下那碧水晶瞳吧。见自家夫人都已经主动开了口，甚至大方的把自己往外推，王大器哪里还有拒绝的道理？而且沈如烟师姐为人确实不错，之前他从她身上可是也复制到了碧水晶瞳呢，那就帮一下吧。师姐的事情自然就是我的事情，这几日我定当全力以赴。沈如烟听到全力以赴4个字，耳根微微一红，随即正色道：那便多谢王师弟了。说完，他竟然主动朝屋内走去。见沈如烟如此迫不及待地朝屋里走去，王大器不禁有些无语，这简直是轻车熟路的像回自己家一样。那你快进去吧。许燕在一旁轻轻推了王大器一把，神色复杂。大白天的，师姐那边的洞府人多眼杂，若是传出什么流言蜚语，对她名声不好，以后就在咱家这儿吧，左右我也能帮你们守着。那行，辛苦娘子了。王大器捏了捏许燕的手心，这才转身跟了进去。房门吱呀一声合上，将外面的阳光隔绝。许燕独自站在院子里，听着屋内，她咬了咬嘴唇，心里终究是泛起了一股酸溜溜的味道。可想到沈师姐给她的帮忙，想到大器日后的前程，她又轻轻叹了口气，转身走向灶房。这2个人也不知道体谅体谅我，得去熬点鹿茸参鸡汤了，给大器补补。接下来的几日，清风院成了沈如烟每日必到打卡的地方。沈如烟本就是那种冰清玉洁的仙子形象，可在王大器这种特殊体质的滋润下，不仅那双碧水晶瞳越来越明亮，连带着整个人都焕发出一种惊心动魄的妩媚感，那是一种只有被雨露充分滋润后才会有的神采。许燕虽然心里酸，但在照顾2人方面却是无微不至。每当2人修炼结束推门而出时，桌上总会有冒着热气的美味佳肴，这种微妙而平衡的关系让3人的感情迅速升温。沈如烟在王大器面前也彻底卸下了那层清冷的面具。这一晚夜色如墨，繁星点点。许燕刚把炖了几个时辰的灵兽汤端上桌，便看到房门推开，沈如烟一脸喜色地拉着王大器的手走了出来。此时的沈如烟眸子深处仿佛有一汪深不见底的幽泉，偶尔闪过的一抹金芒竟然凝聚成了实质，让人不敢直视。许师妹，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沈如烟快步上前，直接拉住了许燕的手，语气中掩饰不住的兴奋。我的碧水晶瞳就在刚才正式达到第2层了，真的太好了。许燕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同时他也欣喜夫君终于不需要每日操劳了，这下我有十足的信心拿到前10甲。沈如烟拉着许燕坐下，目光灼灼，语气忽然变得有些神秘。另外，燕燕，你也要加把劲。这几日我和大器在探讨时，悟出了一个奇妙的招式，似乎对我们女性修饰调理经脉、加速吸收灵力有极大的好处。许燕愣了一下，有些好奇地问道：什么招式？连师姐你都赞不绝口？沈如烟凑到许燕耳边，压低声音，面红耳赤地嘀咕了几句。许燕的俏脸瞬间红到了脖子根，下意识地看了看坐在一旁摸鼻子的王大器，这也能叫招式？怎么不叫？只要能提升修为，那就是好招式。沈如烟此时哪里还有半点仙子模样，她眼中闪烁着一种前所未有的野心。师妹，还有10几日便要考核了，为了稳进内门，今晚我们一起吧。王大器刚喝进嘴里的一口热汤差点喷了出来，他看着面前这一冷一柔2位佳人，心中暗自感叹，这满级的水系亲和
效果似乎有点太拔群了。实际上，沈如烟哪里知道，他口中所谓的新招式，实际上是他调动了水系灵力的缘故。这碧水晶瞳原本也是一种水系的特殊体质，所以修炼过程中十分需要水系灵力。在王大器输入水系灵力的情况下，沈如烟自然得到了巨大好处。时光荏苒，转眼便到了缥缈宗内门考核的正日子。这一日，主峰无极峰上，云雾缭绕，巨大的演武场早早的便被划分成了3个区域，气氛肃穆而热烈。考核共分3组，第一组是外门弟子的进阶考核，对外门弟子来说，竞争很激烈，因为这是无数灵农杂役于跃龙门的唯一机会。许燕就是参加这次的进阶考核。第二组是内门炼气组的排位赛，沈如烟与江雪柔便在此组争夺那前10甲的荣耀。第3组则是最为高端的筑基组，那是宗门未来中流砥柱的较量。王大器今日特意换了一身干净的青衫，紧紧牵着许燕的手，来到了第一组的考场。相比于另外2组那灵光漫天、威压厚重的场面，第一组这边显得有些寒酸，几乎没什么成名的内门弟子驻足围观，大多是些满脸紧张的外门弟子。别怕，按你平时发挥得来，稳赢。王大器轻声在许燕耳边叮嘱。许燕点了点头，眉宇间少了几分往日的柔弱，多了一股坚韧的气宇。被王大器滋润了这么久，他体内的灵力不仅恢复到了巅峰，甚至隐隐比寻常炼气6层还要精纯几分。第一组的规则简单残酷，挑战内门末尾的100名弟子，胜者取而代之。很快，许燕的名字被点到了，他的对手是一名身形消瘦、眼神阴鸷的男子，名叫周乔。周乔跃上擂台，看着对面的许燕，先是一愣，随即发出一声嗤笑：“哟，这不是前不久刚被踢出内门的废材许燕吗？怎么在外门待了几天，还真以为能翻身？”他的目光越过许燕，看向台下的王大器，脸上的嘲讽更甚，不仅人废了，眼光也瞎了，居然找了这么个平庸的外门灵农做道侣。许燕，你真是越混越回去了，简直丢尽了咱们修士的脸。台下响起一阵哄笑声，王大器却只是面色平静地站在那里，像是在看一个死人。许燕柳眉倒竖，娇斥道：“周乔，本来顾念同门情谊，我想给你留些面子，但现在看来，你这嘴巴确实欠教训。”哈哈，笑话！以前你在内门时就不是我的对手，现在更不。周乔话音未落，身形已然动了。他自恃修为同样是炼气6层，且在内门磨砺，一出手便是灵力的碎石掌，掌风呼啸，直取许燕面门。然而，许燕的身法却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他身形微微一晃，步伐竟如水波般灵动诡谲，不仅轻松躲过了掌力，更是顺势欺身而上。好快！周乔心中一惊，连忙变招，但许燕哪里会给他机会？在王大器的日夜熏陶下，他对水系术法的领悟也早已今非昔比。同时，王大器也教给他玄水剑这一招。只见他并指成剑，一道湛蓝的水剑呼啸而出，直接击碎了周乔的护身护罩。紧接着，许燕回身一记横踢，正中周乔小腹。噗！周乔只觉一股巨力袭来，身体完全不受控制的倒飞而出，在空中划过一道狼狈的弧线，最后狠狠地摔在擂台外的泥土里，结结实实地摔了个狗吃屎。全场寂静了一瞬，随即爆发出巨大的哄笑声。周乔，看来这内门的米饭你也没白吃啊，摔得挺响。台下有外门弟子起哄，这下周乔被踢出内门了呀！周乔满脸涨红，气急攻心下竟是直接昏了过去。许燕立于台上，英姿飒爽，目光下意识地投向王大器，眼底深处尽是甜蜜。而在不远处的一个阴暗角落里，一个身穿灰衣的男修正目光阴寒地注视着这一幕，握住剑柄的手微微发白。这个许燕之前丹田明明受过伤，为何修为不仅完全恢复，甚至比以前更强了？此人正是许燕往日的宿敌陈良。他眯起眼睛，视线死死锁定了正在迎接许燕下台的王大器，阴冷低语：“许燕又成了内门弟子，真是麻烦。”此时，许燕稳步走下擂台，从负责考核的执事长老手中接过了那一块刻有内门2字的青色令牌。令牌入手微凉，却让他感到无比踏实。从这一刻起，他终于夺回了曾经失去的身份。恭喜许师姐重回内门！周围不少外门弟子纷纷上前贺喜，眼神中满是羡慕。在他们看来，许燕简直是完成了一次奇迹般的逆袭。许燕客气的一一回应，随后快步走到王大器身边：“燕燕，刚才那边那道目光可不太友好啊。”王大器不动声色地朝着陈良消失的方向扬了扬下巴。许燕顺着方向看了一眼，秀眉微蹙：“那就是陈良，以前在内门时我们闹过矛盾，这人心胸狭隘，见我回来肯定不高兴。原来就是他。”王大器皱眉，之前的张报就是他安排的，差点让他和许燕陷入绝境，这笔账总归要算的。咱们先不管他，去内门炼气组那边看看吧。沈师姐和雪柔应该快上场了。许燕拉着王大器的衣袖，两人并肩朝着演武场中心区域走去。一路上，许燕的神色凝重了几分，压低声音道：“大器，内门这潭水深得很，哪怕是炼气组，也有几个能越级挑战的怪物。”“哦，都有哪些狠角色？”王大器挑眉问道。许燕如数家珍无极峰的赵翔，炼气9层巅峰，一身金刚无极功，硬得离谱，据说曾硬抗筑基修士一击而不到。丹顶峰的徐英虽然也是炼气9层，
但他炼化了一丝清心冷火，爆发力极强，且背后资源雄厚。好在大比竟用法器符箓，否则谁也不是他对手。他顿了顿，语气更严肃了些。最后就是咱们凌云峰的孙成龙，这人平时闷不吭声，上个月突然突破，还领悟了一门极凶的剑意。沈师姐说他是前时最有力的争夺者。孙成龙，副峰主孙啸龙的亲戚，亲侄子。王大器微微颔首，看来沈师姐想拿第一确实不容易。不过师姐的碧水晶瞳已至2层，这就是最大的底牌，只要不被瞬间秒杀，他就能看穿对手的破绽。说话间，两人已至内门演武场，10余座巨大的白玉擂台悬浮半空，灵光激荡，爆鸣声震耳欲聋，激战正酣。而在远处高高耸立的观礼台上，几位峰主正襟危坐。凌云峰峰主南宫翎今日一身紫金宫装，雍容华贵，在他身旁缥缈宗宗主青微仙子一袭月白轻纱，仙姿出尘，那双洞若观火的眸子扫过南宫翎，忽然轻咦一声：“咦，南宫峰主，你的修为？”青微仙子红唇微起，露出一抹惊异。他瞬间感知到南宫翎原本枯竭暴躁的火灵根，此刻竟如烈火烹油，生机勃勃，比受伤前更加凝练。南宫翎从容一笑，今日他特意未加遮掩，就是要震慑宵小宗主好眼力。前阵子外出偶得一株奇药，侥幸治愈到伤，修为也略有精进，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青微仙子含笑点头，下手处副峰主孙啸龙捏着茶杯的手猛地一颤，面色铁青。自从南宫翎受伤，他便上蹿下跳联络长老意图夺位，如今南宫翎强势回归，他那篡位的算盘彻底崩了。南宫翎淡扫了他一眼，目光转向3号擂台，且看比试吧。此时沈如烟已经登台，他的对手马奎炼气9层，虽然不算顶尖，但根基扎实，人如铁塔，一身破军拳练得炉火纯青。沈师妹得罪了！马奎暴喝一声，拳风如雷，直轰面门。沈如烟不闪不避，一袭碧裙迎风舞动，直到拳风逼近3尺，他双眸猛然睁开，瞳孔深处碧海翻涌，金芒如针。那一瞬，马奎那看似完美的拳势在他眼中分崩离析，全是漏洞。侧身抬指，一点碧光精准点在马奎就力已尽，心力未生之处。砰！马奎只觉半边身子瞬间酥麻，灵力逆乱。紧接着，沈如烟看似绵软的一掌印在他胸口，暗劲勃发，直接破开护体灵罩。噗！马奎甚至没看清发生了什么，壮硕的身躯便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10几丈，重重摔在台下。3招炼气8层，逆法9层，全场死寂片刻，随即爆发惊天喧哗。卧槽！3招秒了马师兄，那是沈师姐，怎么感觉气息完全变了？高台上，青微仙子身子前倾，赞道：“好霸道的瞳术，预判先机，攻敌必救。”南宫峰主，你这徒弟不得了，怕是觉醒了沈家失传的碧水晶瞳吧？南宫翎嘴角微扬，心中却暗自心惊，大气，那小子到底和如烟怎么干的？这进步也太夸张了。但面上他只是淡然点头，如烟确实没让我失望，以后定是宗门的中流砥柱。随着沈如烟这一场干净利落的胜利，无数道充满忌惮、审视甚至是战意的目光纷纷汇聚在那抹碧色倩影之上。无极峰赵翔睁开眼，眉头跳动，炼气8层便有如此战力，是个劲敌。丹顶峰徐英抚摸红丝，眼底划过凝重，失传千年的碧水晶瞳竟然重现了。台下，沈如烟走下擂台，第一时间走向王大器和许燕。如烟姐，你太棒了！许燕激动大喊。沈如烟微微一笑，眼神却看向王大器。他很清楚，若无王大器那几日近乎透支般的灌输，他的瞳术绝无此等威势。王大器微笑着点头致意，但眼角的余光却扫向了阴暗角落，那里站着一个怀抱长剑的冷峻青年孙成龙。他周围3尺剑气激荡，无人敢近。此时，孙啸龙阴鸷的声音正通过神识钻入孙成龙耳中：“成龙，南宫翎伤愈，必然全力扶持沈如烟。此女瞳术已成气后，若让她继续成长，真传弟子的名额就没你的份了。下一轮，你的对手极大概率就是他。”孙成龙握剑的手指微微发白，记住，大比无眼，死伤难免，找机会废了他的招子，毁了他的道基。只要他成了废人，南宫翎就断了一臂，未来的真传之位便是你的囊中之物。角落里，孙成龙缓缓抬头，目光如毒蛇般锁定了沈如烟，眼底闪过一抹狠辣的寒芒。他领悟了1个月的寂灭剑意，唯快不破。叔叔放心，他在心中默念，既然挡路，那就出其不意，刺瞎他的眼。那个孙成龙怎么老是朝师姐你看？擂台下，王大器眉头紧锁。他虽然听不到孙成龙和孙啸天的传音，但是他一直看到孙成龙朝沈如烟看过来，这目光可不是很友好的样子。他呀，沈如烟道，刚刚他也打赢了，按照规则，我下一个对手可能就是他。顿了顿，他继续说道：“孙成龙是孙啸天的侄子，据说一直压着修为，没有筑基，为的就是在这次考核之中拿一个好的名次，争取筑基之后能拿到真传弟子的名额。”真传？许燕吃了一惊。沈如烟点了点头，以前我对真传弟子这个名额不抱什么希望，不过现在……沈如烟目光闪烁，现在的他只觉得强的可怕。他要筑基，
然后夺得真传弟子之位。就在众人还在感叹沈如烟三招败敌，议论他与孙成龙即将到来的龙争虎斗时，侧方的5号擂台传来了一声清脆的娇喝：“那个是江雪柔。”许燕目光一转，看向了另一个方向。这几日，王大器也把江雪柔的事情和许燕说了，得知江雪柔已经被王大器控制，许燕也就默认了这个女子。王大器也随之望去，只见江雪柔一身淡蓝色的长裙，正轻盈地跃上擂台。她本就长得清秀脱俗，此刻站在阳光下，整个人散发出一种如水般的柔和气息，引得不少外门弟子驻足观望。雪柔的对手是谁？王大器问道。许燕面色凝重了些，那是丹顶峰的柳妹儿。这柳妹儿在内门名声不怎么好，虽然修为是炼气8层巅峰，但此人主修的是毒龙钻，手段极其刁钻狡诈，很多修为比他高的师兄都在他手里吃过暗亏。毒龙钻，这是什么功法？王大器好奇。我也不清楚，但是听说这一招专门攻击人的下盘。擂台上，柳妹儿生得一副狐媚相，眼波流转间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狠厉。他看着对面温婉可人的江雪柔，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弧度。哟，这不是神冰峰的小娇花吗？这么娇滴滴的人儿，万一待会儿被师姐伤了这张俏脸，我那帮师兄们可得心疼死。江雪柔性子淡然，只是微微欠身请柳师姐指教。哼，假正经。柳妹儿眼神一冷，纤手猛地一扬，数道粉红色的烟雾瞬间在擂台上弥漫开来。那是她的成名绝技迷花杖，不仅能遮蔽视听，更带有迷幻和麻痹神经的毒素。与此同时，她身形如蛇，穿梭在雾气之中，双手化作利爪，指尖闪烁着幽幽的紫光，直取江雪柔的咽喉。江雪柔冷哼一声，第一时间撑开了水幕防御，但在那诡异的粉色雾气腐蚀下，水幕竟发出了嗤嗤的声响，光芒迅速暗淡。太慢了，太慢了，太慢了！柳妹儿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呲啦一声，江雪柔身形急退，但依旧被柳妹儿刁钻的指劲划破了衣袖。哈哈，进了我的毒杖之中，我的毒哪怕是炼气9层也得折腾半天。江师妹，你认输吧。柳妹儿发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身形愈发鬼魅。场外的弟子们纷纷摇头，江雪柔还是太善良了，对上柳妹儿这种毒妇根本发挥不出来，可惜了，估计要被折磨一番才下台。然而身处雾气中心的江雪柔并未惊慌，她低头看了一眼手臂上被划破的衣物，深吸了一口气。那一刻，她感受到了气海之中水系灵力开始疯狂运转。这一刻，四周空气中的水灵力都仿佛成为了她的眼睛，让她可以轻松感知擂台上的一切。因此哪怕视野被影响，但对江雪柔来说，这点根本不算什么。这一刻，她不再被动防御，而是干脆闭上了眼睛，凭借着那股奇特灵力对周遭水汽的感应，她迅速捕捉到了柳妹儿的方位。在那，江雪柔玉指掐诀，原本被迷雾压制的水幕忽然向内塌缩，随即猛然爆发。擂台上破碎的水汽迅速朝她掌心汇聚，那一刻，整片场地的温度似乎都下降了几分。水剑术，她娇喝一声，掌心中凝聚出的并非寻常的水剑，而是一支通体湛蓝，宛如蓝宝石雕琢而成的晶莹长剑。剑尖处灵力由于极度压缩，竟然发出了尖锐的啸叫声。去！水剑划破空气，带起一道长长的蓝色残影。柳妹儿惊恐万分，连忙祭出一面木系法盾挡在身前，嘶吼道：“给我挡住！”然而在那湛蓝水剑面前，厚重的木盾竟然如同纸糊的一般，咔嚓一声，水剑瞬间贯穿木盾，余威不减，直接撞在柳妹儿的护体灵光上。砰！一声巨响，柳妹儿整个人倒飞而出，在空中喷出一口鲜血，重重地摔在擂台边缘，直接昏死了过去。寂静，全场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人颤抖着声音喊道：“好强的水剑术，这真的是入门级术法吗？那一剑的力量，怕是炼气9层的高手也接不住吧？”高台上，青微仙子的目光再次亮起，她转头看向神冰峰的峰主吴剑灵，声音中带着几分诧异：“吴峰主，你这边也是藏龙卧虎啊？这江雪柔她的灵力纯度很强啊，而且和水灵力十分契合，那种生生不息、坚韧无比的力量，不像是一般地功法能修出来的。这个江雪柔一直很低调，我也没想到进步这么大。”吴剑灵轻抚白色长须，一脸惊叹，心中暗暗嘀咕：回头要好好提升一下江雪柔的待遇了。只有南宫绫此时若有所思，他知道江雪柔和王大器一起住了一阵子，难道是王大器的功劳？但他怎么都没想到，仅仅是短短一段时间，江雪柔的提升竟然如此之大。江雪柔获胜！长老的声音回荡在演武场。江雪柔有些脱力地走下台，身旁的小姐妹赶紧上前扶住她：“我没事，只是刚刚这一招消耗有些大。”江雪柔微笑了一下，目光下意识朝王大器位置看去。王大器站在远处，隔着层层人浪朝他微微点头，嘴角噙着一抹鼓励的笑意。江雪柔心中一暖，只觉得刚才那种虚脱感都消散了不少。接下来的几场战斗彻底引爆了全场的热情，内门炼气修为的顶尖高手们悉数登场，展现出了碾压级的实力。无极峰的赵翔师兄上台时，由于他那炼气9层巅峰的威压实在太盛，加之那一身如钢铁浇筑般的肌肉，
对手那位同样不弱的女修竟然连灵气都没敢爆发，便苦笑着拱手投降。这一幕引得台下一阵唏嘘，也侧面烘托出了赵翔的恐怖。而随后丹顶峰徐英师姐的出手，则将比赛带入了另一个视觉盛宴。徐英的对手是黑岩峰的资深师兄周铁，同样是炼气9层，主修火系功法，黑岩岩浆镜。他灵力沉稳爆裂，如同一座行走的火山。两人上场的一瞬间，原本凉爽的演武场瞬间升温，空气都因为高温而产生了扭曲的折射感。请徐师姐赐教！周铁大吼一声，双掌猛地拍地，擂台的白玉砖缝隙中竟隐隐透出暗红色的光芒，数道如同岩浆般的火柱破土而出，封锁了徐英所有的退路。徐英面色平静，腰间一枚青色的玉瓶悄然悬浮。周师弟，小心了！徐英轻启朱唇，一股奇异的浓郁药香瞬间弥漫开来。这香味并不仅是好闻，更带着一种沁人心脾的含义。只见他素手轻点，一簇淡青色的火焰从他指尖雀跃而出，正是那传闻中的清心冷火。这种火焰极其特殊，看似柔弱如萤火，实则温度高到了极致，却又在极致中透着一股冰冷的寂灭感。轰！周铁的黑色岩浆火柱与徐英的青色冷火在半空中轰然对撞，这一场火系术法的场面极其壮观。周铁催动全身灵力，深红色的火焰化作一头狰狞的黑岩猛虎，咆哮着想要撕裂那青色的火幕。而徐英则显得游刃有余，青色火焰在他的操控下化作千丝万缕的火线，如同一张巨大的蛛网，竟在对冲中反向包裹，吞噬着对方的灵力。药香越来越浓，周围观看的弟子只觉神清气爽，但处在局中的周铁却面色惨白。他惊恐地发现，自己的火系灵力在遇到那股青色冷火时，不仅没有产生爆炸，反而像是遇到了克星，灵力流转变得滞涩无比，仿佛身体都被冻结在了火海之中。该死的，果然不行吗？徐英的异火果然强大。最终，徐英指尖一颤，青色火网猛然收缩，咔嚓一声，周铁凝聚的黑岩护甲瞬间崩碎。他连退数10步，每一步都在擂台上留下一个焦黑的脚印，最后气喘吁吁地停在边缘，无奈地叹了口气。徐师姐这清新冷火果真名不虚传，我认输就好。随着徐英淡然下台，原本热烈的气氛却突然诡异地安静了一瞬，因为在不远处的3号擂台上，两道目光已经隔空对撞，溅起了无形的火花。长老的声音适时响起，透着几分期待与凝重。下一场3号擂台，凌云峰沈如烟对战凌云峰孙成龙。哗啦，全场所有的目光，包括高台上的几位峰主，全部汇聚到了这个擂台。谁都知道，凌云峰上面孙成龙是内门炼气弟子之中的牌面，也就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大家都说他压制了修为，故意没有筑基，为的就是等这一天。毕竟能得到前10甲名次，不仅能得到1000灵石的奖励，而且还能得到一把法器。法器可不便宜，很多筑基修士手上都没有趁手的法器呢。关键是能够在宗主面前露脸，未来争夺真传弟子之位，成功率较高。原本大家都默认了孙成龙夺得凌云峰真传弟子之位，几乎是板上钉钉了。不过现在出了沈如烟这一匹黑马，那就不一定了。毕竟沈如烟区炼气8层就已经展现如此实力，他若是炼气9层呢，简直不敢想象。孙成龙背负双手，一步一个脚印，走得极慢，但他周身的剑意却在随着步履不断攀升。他主修剑法，此次斗法虽然不能动用武器，不过他以指带剑，实力还是不容小觑的。上台之后，他那双阴冷的眼睛死死盯着沈如烟，仿佛在看一个即将被他折断双翼的猎物。沈师姐，小心他的剑意。台下王大器轻声念道，眼神变得深邃起来。以他的感知力，自然感受到孙成龙剑意的可怕。沈如烟点头，他站在擂台上，碧色长裙随风而动，碧水晶瞳深处，金色的针芒已经微微亮起。他知道这一战不仅关乎胜负，更关乎他在凌云宗的未来。随着沈如烟与孙成龙在擂台中心站定，原本嘈杂的演武场竟然诡异地安静了下来。无数道目光锁定在3号擂台上，这不仅是凌云峰2名顶尖弟子的内斗，更是某种权力的风向标。一个是成名已久、老牌副锋主力挺的内门炼气第一人，一个是异军突起、得封主清传的黑马。两人的胜负极有可能直接决定未来凌云峰真传弟子的归属。沈师妹，没想到你能觉醒你家族失传已久的碧水晶瞳。不过孙成龙双手负后，周身隐隐有锋锐的气息如针刺般迸发，他语气平淡，却带着一股高高在上的审视。依我看，你的瞳术还没有彻底觉醒完成吧？现在的你能看穿多少？沈如烟长裙微摆，金色的瞳孔深处，那根金针虚影微微颤动，将孙成龙周身流动的灵力路径尽数纳入眼帘。他缓缓开口，声音清冷，你说的不错，但对付你已经足够。哼，你倒是自信。孙成龙嗤笑一声，眼底掠过一抹狠戾。我修炼寂灭剑法，领悟寂灭剑意，主修的就是一个快字。希望你的眼睛真的能跟得上我的节奏，别到时候成了瞎子，怨不得旁人。考核正式开始。台边的执事长老话音刚落，孙成龙的身形瞬间消失在原处。好快！台下惊呼声四起。沈如烟瞳孔骤然收缩，在他的视野中，世界仿佛变成了灰白色，
只有孙成龙那带着暗红色寂灭气息的灵力在疯狂穿梭。在那，沈如烟娇躯一扭，整个人如由鱼般滑出，是一道无形的指剑擦着他的残影掠过，锐利的剑气竟将地面那坚硬的白玉砖里出了一道3寸深的焦黑沟壑。寂灭剑意，触之即枯，这绝非虚名。孙成龙见一击不中，面色不变，双手连点，以指代剑，瞬间化作漫天剑影。寂灭，万物枯。空气中响起了凄厉的啸叫声，每一道指剑都蕴含着剥夺生机的寂灭之意，交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剑网，将沈如烟彻底笼罩。沈如烟深吸一口气，气海内那一团被王大气精心调教过的灵力轰然爆发，他双手如蝴蝶穿花般舞动，指尖带起湛蓝色的光点，精准地击打在那些剑影的侧影。砰砰砰，密集的碰撞声不绝于耳。沈如烟虽然在步步倒退，但每一次出手都显之又显地化解了必杀之技。然而孙成龙的攻击实在太快了，寂灭剑意那股荒芜冷寂的气息不断地冲击着沈如烟的神识，试图干扰她的瞳术判断。太慢了，太慢了，再快点，再快点！孙成龙不断出声，企图干扰沈如烟。战斗仅仅持续了半刻钟，沈如烟的额头便渗出了细密的汗珠，金色的瞳孔隐隐有些发红。在众人眼中，他已经陷入了绝对的下风，仿佛在那狂风暴雨般的剑气中苦苦支撑的小舟，随时可能倾覆。高台上，南宫封主，这孩子宗主轻微，仙子美眸微凝，眼中满是惊讶。他的灵力好生纯粹。一旁的神冰封封主吴建林也点头称赞，不错。孙成龙的剑意虽然霸道迅猛，但沈如烟的灵力却厚重的不可思议。你看，他虽然在退，但灵力运转却丝毫没有断层，每一丝灵力都凝练到了极致，甚至不亚于赵翔。南宫林接过话头，美眸中也闪烁着复杂的光芒。他最清楚沈如烟以前的资质，虽然不错，但也绝对做不到这种灵力纯度。唯一的解释就是王大气居然能把一个炼气8层的女修灵力纯度提升到堪比炼气9层巅峰的程度。为什么我没有呢？南宫林心中低语，他得出一个结论，也许自己太强的缘故吧，或者王大气对他藏私了，亦或是他们之间交流的太少。总之，接下来得好好让王大气奖励他一番才行。而在另一个方向，原本闭目养神的无极风赵翔，此时也猛地睁开了双眼，死死地盯着沈如烟。不可能！赵翔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他天生神力，又是精细丹灵根，为了提纯灵力，他每日都要在密林之中战斗3个时辰以上，历经无数次灵力枯竭与重塑，才换来了如今这一身精纯如钢的灵力。可沈如烟呢？一个温婉的普通女修，竟然在灵力质量上与她不相上下。她是怎么做到的？难道她得到了什么上古不传的特殊修炼秘法？赵翔那双如铁塔般的手紧紧按在扶手上，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好奇。擂台上，局势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孙成龙的攻势虽然依旧狂暴，但他那隐藏在暗红色剑气下的面容已经变得有些铁青。该死，为什么还拿不下他？他的灵力纯度怎么会这么强？寂灭剑意极度消耗灵力与心神，按照他的预估，沈如烟最多支撑50招就会灵力衰竭。可现在100招已过，沈如烟虽然看起来狼狈，但那股湛蓝色的灵力却如汪洋大海般源源不断，甚至越打越灵动。反倒是他自己气海隐隐出现了一丝空虚感。沈如烟那双碧水晶瞳仿佛已经看穿了他的底牌，正在一点点蚕食他的节奏。这就是大气帮我洗刷经脉、重塑灵根带来的好处吗？沈如烟感觉到每一次与对方硬碰硬，体内的灵力不仅没有枯竭，反而像是在被对方的剑意磨砺得更加顺滑。孙成龙，你记止于此了吗？沈如烟忽然开口，声音中透着一股必胜的信念。孙成龙被激怒了，他眼神一冷，瞳孔中闪过一抹狠毒的杀机，找准机会，一定要废了他的眼睛。沈师妹，既然你自寻死路，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擂台上，原本狂暴的剑气骤然一缩，孙成龙脚下一个踉跄，脸色煞白，甚至连指尖剑芒都开始忽明忽暗的闪烁起来，一副凌厉透支、强弩之末的模样。好机会！沈如烟美眸一凝，虽然她一直警惕，但眼前的孙成龙气息确实已经紊乱到了极点。她娇喝一声，右手并拢成掌，湛蓝色的灵力如同潮汐般汇聚，一掌拍向孙成龙的胸口，试图结束这场比斗。就在沈如烟欺身而上的瞬间，一直低垂着头的孙成龙嘴角忽然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等的就是你过来！他左手猛地一扬，隐藏在袖口的粉末被灵力瞬间震飞。轰！这些粉末极其细小，和粉尘几乎差不了多少，所以哪怕元婴长老们都看着，也不能说什么话。毕竟虽然场上斗法不能使用法器，但是他可以说这些粉尘是空气中的，谁都不能说什么。使诈！堂堂凌云峰炼气首席，竟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靠近的一些弟子发现了不对劲，台下王大气心头猛地一沉，拳头瞬间捏死，而许燕等人更是失声惊呼。孙成龙此刻面目狰狞，根本不顾台下的骂声，他要在所有人反应过来之前彻底废掉这个威胁。趁着粉尘遮蔽他视线的刹那，他右手食指中指并拢，所有的寂灭剑意疯狂浓缩，化作一道漆黑的流光，狠辣的刺向沈如烟那双眼睛。给我变成瞎子吧！然而
想象中利刃刺入血肉的声音并没有响起。在这必杀的一瞬，沈如烟原本被强光刺得微微眯起的双眼中，那根金色的针芒竟然开始疯狂旋转，随即猛地向外扩散，化作一圈深邃而晶莹的红色水滴，重叠在瞳孔之上。碧水晶瞳第二层，那是在那一刻，沈如烟眼中都化为了温顺的波纹，而孙成龙那原本极快的意志，在他的视野里却变得缓慢无比，甚至连他指尖灵力运行的每一个节点都清晰可见。孙成龙，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沈如烟冷若冰霜的声音在孙成龙耳畔响起。身为剑修，使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你已经失去了道心，未来你成就有限。只见他身形微微一侧，那道漆黑的指尖几乎是贴着他的眼睫毛擦过。紧接着，沈如烟左手如闪电般探出，五指如钩，精准地扣住了孙成龙握剑的右腕，右手顺势而上，呈螺旋状猛地一拧，咔嚓一声令人牙酸的骨裂声响彻全场。啊！孙成龙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原本凝聚的寂灭剑意瞬间溃散。沈如烟动作不停，膝盖猛地顶在孙成龙的腹部，随后一个优雅的回旋踢，湛蓝色的灵力在空中拉出一道完美的弧度，重重地印在孙成龙的胸膛之上。砰！孙成龙整个人如同断线的风筝一般倒飞而出，在空中喷出一大口夹杂着内脏碎片的鲜血，最后如同一滩烂泥般摔在擂台边缘。他的右臂以一种诡异的角度弯曲着，白森森的骨头碴子甚至刺破了皮肉，露在空气中显得触目惊心。全场死寂，孙成龙败了。那个被公认为凌云峰第一、压制修为只为夺魁的孙成龙，不仅动用了卑劣的手段，竟然还在正面交锋中被沈如烟彻底摧毁。高台上，孙啸天疼的一下站了起来，由于用力过猛，脚下的木板瞬间化为粉末。他双目通红，死死盯着擂台上的沈如烟，一股威压隐隐要爆发开来。孙长老，小辈切磋，你这是要做什么？南宫翎不咸不淡的开口，欲手轻轻一挥，便将那股威压化解于无形，嘴角却挂着一抹毫不掩饰的嘲讽。沈如烟疯了，竟然断成龙的手臂，他这是故意的。孙啸天吼道：“剑修，最重要的就是拿剑的手。”可现在，孙啸天的手竟然被扭断了。话落，孙啸天朝擂台就要冲去，不过南宫翎更强的威压将他阻止。砰！孙啸天身形后退。南宫翎，你纵然弟子行凶，你眼睛瞎了，知不知道什么叫做斗法无眼？南宫翎嗤笑一声，身形如山岳般岿然不动，挡在孙啸天身前，语气逐渐转冷。再说了，刚刚孙成龙使诈在先，动用外物暗算，这演武场上千双眼睛都看着呢。沈如烟那是正当防卫，若是他刚才没接住那一招，现在瞎的可就是我的爱徒了。你这是强词夺理！孙啸天面色涨红，指着沈如烟的手都在微微颤抖。强词夺理的是你！南宫翎凤目一横，一股独属于凌云峰之主的威压轰然落下。孙长老，若是不服，大可去宗主那儿告状，但现在带着你的人滚！孙啸天被这股气劲震得连退3步，胸口一阵气闷。他看了看台上已经痛得昏死过去的孙成龙，又看了看气势凌人的南宫翎，深知自己实力不如人，再闹下去也讨不到便宜。好，南宫翎，咱们走着瞧。孙啸天咬碎钢牙，只能悻悻地跳上擂台，一把抄起废掉的孙成龙，在众人指指点点的目光中狼狈离开。随着这场闹剧落幕，沈如烟在几名长老赞许的目光下走下擂台。几乎是他落地的瞬间，一大群平日里难得一见的内门弟子，甚至几名气息沉稳的筑基期师兄，都一股脑地凑了上去。如烟师妹，今日一战当真，精彩绝伦。师兄我这儿有一壶陈年的陵园百花酿，不知晚间是否有幸请师妹小酌几杯，共同探讨一番术法心得。一名白衣筑基师兄脸上挂着自认为最迷人的微笑，语气温和：“沈师妹，我对桐树也略有研究，若是不嫌弃，我那儿有一块滋养神识的养魂玉，正适合师妹现在的境界。对了，对师妹的桐树也有一定效果。沈师妹，今晚我住处开一场无遮大会。”周围的恭维声此起彼伏。现在谁都知道，沈如烟觉醒了家族桐树，未来冲击金丹甚至更高的境界都有可能。这样的女修在修行界就是最顶级的香饽饽，甚至有几个家族出身的男修心里已经开始盘算，若是能结为道侣，后代觉醒碧水晶瞳的几率将会大大提升，那可是家族兴旺的根基。沈如烟被围得水泄不通，那双平日里清冷的眸子此时透着一抹深深的无奈。多谢各位师兄美意，如烟今日消耗过大，只想早些休息。他一一婉拒，甚至连正眼都没看那些筑基期的高手，反而目光在人群中不停搜索。终于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原本冷艳如霜的沈如烟忽然展颜一笑，她快步走出包围圈，径直来到了王大器面前。沈如烟站在王大器身边，原本凌厉的气势消失不见。许燕和沈如烟低声交流起来，王大器偶尔插两下嘴，三个人聊得火热。这一幕让原本嘈杂的演武场再次陷入了诡异的寂静，无数道带着杀气和疑惑的目光瞬间锁定了王大器。那小子是谁？沈师姐和他很熟悉？不知道啊，看那打扮不像是什么世家子弟，好像只是一个外门啊。很快，关于王大器的身份便在人群中传开了。打听到了，那小子叫王大器，是灵农出身，确实是外门弟子。
什么玲珑？还是最底层的外门弟子？疯了吧！沈如烟这样的天骄，居然跟一个种地的这么亲近，看那样子，两人关系绝不一般。这时候，一个穿着贴身绸缎的女子拍了拍王大器的肩膀：“师弟，你很棒。”王大器也是第一次见这个女子，不由得深深看了她一眼，无缘无故的对她说：“你很棒，啥情况？”随后，女子轻语道：“回头找你。”说着，便朝沈如烟走去，显然和沈如烟很熟悉。接下来的战斗，对于大部分弟子来说，显得有些索然无味。由于几大天才在之前的碰撞中已经定下了基调，剩下的比斗大多成了高阶弟子的修为碾压。最终，考核圆满结束，沈如烟不负众望，夺得了内门炼器弟子第8名的好成绩。按照宗门规矩，前10甲皆有重赏。沈如烟领到了一件1阶上品的防御法器碧波玄甲，以及整整1000块灵石。这对于任何一个炼器期修士来说，都是一笔足以让人眼红的巨款。这碧波玄甲乃是贴身衣物，说是玄甲，其实是一件薄如蝉翼的薄纱，平时看不出什么，但是一旦有攻击袭来，可以自主防御，且水火不侵。入夜，清风院内喧嚣了一整天的演武场终于安静了下来。王大器和许燕今晚总算是能过上安稳的2人世界。屋内烛光摇曳，王大器盘膝坐在床榻上，体内正缓缓运转着碧波炼气术，随着灵力在经脉中如同潮汐般起伏。他惊讶地发现，每当水系灵力流经双目附近的穴位时，那沉寂的碧水晶瞳便会微微发热，金色的针芒也变得凝实了几分。看来这门功法与瞳术相辅相成，水润双目，金瞳破望。以后若能多找点高阶的水系术法修行，或许瞳术还能更进一层。他心中暗暗忖度。而在桌边，许燕正借着微弱的火光，聚精会神地读着那一本符道真解。他这几天拿着一些碎灵石去集市买了些最便宜的符纸和妖兽血沫，正尝试着在废弃的草纸上勾勒图形。大器，你看这清洁符的纹路，是不是该在这里收尾？许燕兴致勃勃地指着草纸问道。王大器刚想凑过去看，院外便传来了轻微的敲门声。推开门，月色下的沈如烟白衣胜雪，尽管白天的战斗让她略显疲态，但那一双眸子却亮得惊人。如烟师姐，快请进。许燕赶紧起身迎客。沈如烟走进屋，也没多说废话，直接将一个沉甸甸的布袋放在了桌子上。布袋口微微敞开，露出里面整齐堆放、散发着迷人荧光的灵石，整整500块。师姐，你这是？许燕看着这一大笔财富，吓得手心都出了汗。她作为底层的灵农，平日里见到的都是碎灵，这种成块的灵石，她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师妹，大气，这一战我能赢，全靠你们这些日子的帮扶。沈如烟眼神诚恳，所以这1000灵石里有你们的一半，这怎么行？许燕下意识的摆手，这是师姐你拼命赢回来的奖励，我们怎么能拿这么多？王大器也微微皱眉，师姐，你的心意我们领了，但500灵石确实太贵重了。沈如烟摇了摇头，笑着看向两人，你们2夫妻啊，就是太老实。你们看看自己，身上连个像样的储物袋都没有，整日背着个布包，且不说日后下山做任务不方便，一些财物便是放在屋里也不安全。这笔灵石你们收下，明日去集市买2个储物袋，剩下的买些丹药和材料。修行之路，外物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听到储物袋3个字，许燕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了。在修仙界，储物袋是身份的象征，哪怕是最小容量的，也得180块灵石。他一直以来就想要一个储物袋，这样出门在外就不必带很多行李了，就算再多的漂亮衣服都可以带出去了。他求助般地看向王大器。王大器见沈如烟态度坚决，又想到了自己确实需要一个储物袋，便不再矫情，大方一笑，既然师姐这么说了，那我们再推辞就显得生分了。多谢师姐，收下便好。沈如烟微微一笑，又闲聊了几句，这才离开。翌日一早，王大器便带着许燕去了山脚下的房市集市，这里龙蛇混杂，但也是换取物资的好地方。两人在一家名为万宝阁的铺子前停下了脚步。伙计，要2个1阶下品的储物袋。手上有了灵石，王大器语气也比往日硬气了许多。原本许燕不想要的，他想让王大器买1个就好了，剩下的灵石买修炼资源用。不过王大器还是决定给他也买1个，毕竟是自己的道侣，不能亏待了他。就这样，等从万宝阁走出来的时候，2个人手上各自拿着一个崭新的储物袋了。储物袋只能放5方左右的东西，但对他们来说足够。一共花了240颗灵石，价格可谓是不便宜，很多外门弟子干一辈子恐怕都买不起1个呢。得到储物袋后，许燕乐开了花，王大器又陪他买了2件漂亮衣服以及胭脂，这才回宗门。两人刚走到清风院门口，远远便瞧见一道亮丽的倩影正静静地立在竹篱笆旁，似是等候多时了。来人竟然是江雪柔。今日的她显然刻意打扮了一番，褪去了平日里略显厚重的弟子服，换上一身淡紫色的流光绸缎长裙，外罩一件轻薄如蝉翼的白色纱衣，纱衣高高隆起，规模甚大。是她。许燕脚步一顿，语气莫名有些酸溜溜的。虽然她知道江雪柔如今受制于王大器，但作为一个女人，看着另一个容貌、天赋甚至身段都远超自己的优秀女修找上门来，心里难免有些不是滋味。你情人来了呢？许燕轻哼一声，侧过头小声对王大器嘀咕了一句。
随即他也没等王大器回应，更没搭理江雪柔，直接沉着脸推开院门，快步进了屋。江雪柔站在原地，有些尴尬地绞着手指，看着王大器走近，低声问道：“尹夫人好像不太喜欢我，莫非是知道我们的事情了？”“不错，不过你也别多想，他性子直，过阵子就好了。”王大器倒是坦然，目光扫过江雪柔，发现她气息比之前稳固了不少，便问道：“你过来可是有什么事？”江雪柔从袖中取出一个小巧的荷包，双手递上，美眸中透着一丝感激。“昨天在演武场，我运气不错，拿到了练气组第45名的名次，这是宗门奖励的10颗灵石，我想着特意给你送过来，毕竟我是在你的帮助下才拿到这个好名次的，你自己留下就行了。”王大器看都没看那荷包，直接摆手拒绝。若是以前，10颗灵石对他来说是一笔巨款，但现在他怀揣几百灵石，眼界自然不同了。更重要的是，他深知江雪柔修为越高，日后能反馈给他的水系亲和天赋就越强，这种长线投资远比10颗灵石划算。基于此，他是发自内心的希望江雪柔变强。可是江雪柔还想要递出去，让你拿着就拿着，多买些丹药，稳固境界。王大器语气平静，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味道。先进屋吧。江雪柔咬了咬唇，随后有些局促地走进屋。此时许燕正冷着脸在厨房里准备烧水沏茶，动作重重的，木柴撞击声传得老远。江雪柔犹豫了一下，挪步走到厨房门口，看着忙碌的许燕，轻声开口道：“许燕师妹，听闻你最近在学习制符，正好我手上有一支符笔。”说着，他从袖中取出了一支通体乌青，笔尖由一阶灵毫兔锦毛制成的符笔。这支笔名为青乌，虽然只是一阶低级法器，但笔杆上刻有巨灵正纹，能极大的提高灵力灌注的稳定性。这是江雪柔前阵子卖掉了赵峰的一些遗物后，特意去集市花了6颗灵石买来的。本想自己用，但刚才在门口听到许燕的抱怨，他心思聪明，立刻改了主意。许燕手上的动作僵住了，他转过头盯着那支精致的符笔，愣了好半晌。他这些日子练习制符，一直用的是最普通的毛笔，灵力通过率极低，10张符纸能废掉9张。这是给我的。许燕的语气瞬间软化了下来，眼睛盯着符笔，挪不开我。我特意给你买的。江雪柔温柔地笑了笑，主动拉起许燕的手，将笔塞进她手里。若是以后你成了符师，可别忘了关照我几张灵符啊。许燕摸着那温润的笔杆，原本心里的那点酸气瞬间烟消云散。在修仙界，法器往往能代表诚意，一支价值6颗灵石的符笔，对现在的他来说，简直是送到了心坎上。哎呀，江师姐太客气了，快坐快坐，我这就给你沏最好的灵茶。这一下子，许燕的态度果然不一般了。多谢许师妹。对了，我和你说，这支符笔的名字叫青乌，这符笔是这么用的。功效是……看着厨房里2个女人瞬间变得亲热起来，坐在堂屋的王大器十分欣慰。果然，这修仙界和凡间也没什么区别，女人的友谊有时候真是一支笔就能搞定的事情。俗话说拿人手短，许燕收了那支心心念念的青乌符笔，先前的那些陈醋劲儿早就不知飞到哪儿去了。她不仅态度大转弯，还热切地拉着江雪柔的手，非要留她下来吃晚饭。江雪柔也没推辞，反而顺从地挽起袖子，和许燕一起在厨房里忙活了起来。狭窄的厨房里炊烟袅袅，2个容貌出众的女修凑在一起摘菜洗米，若是让外人看见，定要惊掉下巴。许师妹，其实我以前真的被那赵峰蒙蔽了双眼。江雪柔一边往灶里添柴，一边低垂着眼帘，语气带着一丝自嘲和悔意。那时候我一直以为去世的弟弟和赵峰是好兄弟，若非大气，我恐怕还在受人蒙骗。江雪柔一下子说了许多。许燕听着江雪柔剖析心计，心里的最后一点芥蒂也彻底消散了。她感同身受的点点头，大气确实是有担当的好男人。江师姐你能看开就好。江雪柔趁机再次拿出那10块灵石，诚恳道：“这灵石你收着，就当是师姐的一点心意，哪怕买些好的朱砂也好。”这次许燕却是坚定地推了回去：“江姐姐，这不行，符笔我收下了，但这灵石是你拼命考核得来的，你以后处处都要花销，自己留着修炼才是正理。大气哥现在手头也不紧，你莫要担心我们。”见许燕态度坚决，江雪柔心中划过一抹暖流，随后便不再坚持。2人聊天的内容也从修行秘文转到了哪里的胭脂更好用。1个时辰后，王大器收工起身，只觉体内灵力充沛，经脉宽厚了许多。他推门来到饭厅，本以为会看到2人局促对坐的场面，谁知迎接他的却是2个叽叽喳喳聊个不停的背影。红烧鲮鱼来了。许燕端着盘子，笑靥如花，路过王大器身边时，竟然连个眼神都没给，直接放在了江雪柔面前。江师姐，快尝尝我的手艺。王大器摸了摸鼻子，有些无奈地坐在主位上。得，自己这个道侣居然被冷落了。席间，2女聊得热火朝天，从护肤心得聊到宗门八卦，王大器完全插不上嘴，只能自顾自地埋头扒饭。不过，通过他们的对话，王大器还是捕捉到了一个关键信息：原来江雪柔这次过来，不仅是送礼，还带来了一个极其难得的机会。大器，其实我这次来，还有一件事想征求你的意见。江雪柔放下筷子，神色变得认真起来。昨日大比结束，我因为表现不错，加上名次靠前，
已经被神冰峰的峰主收为亲传弟子了。亲传弟子，王大器眼神一亮，那恭喜你了，这可是鱼跃龙门。也正因如此，我能接触到一些普通弟子接不到的宗门任务。江雪柔继续说道，最近神冰峰下的一处炫金矿脉产量告急，宗门急需一批炫金打造新一批的内门配件，所以峰主打算只派一批信得过的弟子前往开采矿石，而我作为亲传弟子，将负责那一区域的驻守与巡逻。王大器心念一动，挖矿工钱怎么样？这可不是一般的挖矿。江雪柔急忙解释道，那是宗门重点保护的矿区，环境虽苦点，但灵气比外门还要浓郁几分，最关键的是报酬极高，每天只要完成额定的分量，就能拿到300灵砂，1个月下来稳稳的有9块灵石入账，若是运气好挖到了矿金，额外还有奖赏，300灵砂一天。许燕在一旁听得神色一喜，这挖矿的任务简直就是给外门弟子送钱的肥差，他都听得心动了不少。江师姐，我也能去吗？许燕忍不住开口问道，眼睛里冒着光。我现在炼气6层，乃是内门弟子，可以一起挖矿的。王大器没有立刻表态，他想得更深一层。炫金矿脉这种地方通常都伴随着一定的风险，但江雪柔既然是驻守者，安全方面倒是有了一定保障。想到这，王大器拉住许燕的手道，英燕，这种粗活你干着太不合适了，还是我过去吧。许燕心中一暖，但还是说道，没事的，我现在是炼气6层，可不是普通的小姑娘。话虽如此，可那毕竟是粗活，大器怎么能让你一个人赚钱？许燕执意说道。王大器正要说话，江雪柔忍不住笑了起来，大器，许师妹，你们别争了，我师尊说了，要寻一些内门弟子同去，和我一起驻守。这驻守的活并不算难，所以啊，许师妹过去可以做驻守，500灵砂一天。许燕呆愣原地，驻守的工钱这么高？那是当然了，矿区下面不仅有蜈蚣、沙虫等毒物，还有可能会混入劫修打劫矿石。那行，我愿意干。许燕重点头。大器，至于你，由于你是外门，所以只能干一些挖矿的活了。王大器倒是无所谓，这么高的工钱可比种地赚得多得多。没事，这个活我接了。什么时候出发？2天之后。入夜，清风院内酒香醇厚，由于定下了矿区的肥差，加上3人的关系冰释前欢，江雪柔一时兴起多喝了几杯灵酒。这灵酒虽然度数不高，但后劲十足。此时她白皙的脸颊上布满了红霞，眼神迷离，原本清冷的气质被那一抹醉意冲散，平添了几分动人心魄的妩媚。江姐姐，神冰峰离这儿还远着呢，你这样子回去怕是要御空不稳，不如今晚就在我这儿歇下吧。许燕见她醉得晕乎乎的，主动提议道。江雪柔也没了平日里的矜持，傻笑着点了点头，那便叨扰师妹了。深夜，许燕特意打了一大桶热水，在屏风后把自己洗得香喷喷的。她换上了一件白天刚买的新绸裙，绸缎顺滑的贴合在玲珑有致的娇躯上，还散发着淡淡的灵草香。随后，她如同受惊的小鹿般，轻手轻脚地钻入了王大器的被窝。王大器感受着怀中温玉般的触感，心头不由一热。2人成婚虽然有些时日，但谁让许燕十分懂事呢？没过多久，屋内便响起了低沉的喘息声与细碎的低语，暧昧的气息在空气中缓缓流淌。隔壁屋，江雪柔原本睡得正沉，却被一阵口渴闹醒。她刚撑起身子准备去厕所，隔壁那轻微的声音便顺着薄薄的幕墙传了过来。江雪柔的身体瞬间僵住了，黑暗中她的脸颊以惊人的速度烧了起来，一路红到了脖子根。她也是经历过风月的，自然知道那声音代表着什么。本想捂住耳朵，可脑海中却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当初在破屋里王大器那充满野性的侵略感。那时候的他从高高在上的师姐沦为阶下囚，那种恐惧中夹杂着屈辱，却又让他灵魂颤栗的触感，在这一刻排山倒海般袭来。江雪柔缩在被子里，听着隔壁的动静，只觉浑身燥热难耐。他既羞愧于自己的偷听，心底深处却又隐隐升起一丝莫名的期待与渴望。我这是怎么了？明明我是冰清玉洁的。他紧紧咬着嘴唇，双手死死攥着被角，那一晚的粗暴与温柔交替闪现。这一夜，他注定无法入眠。直到黎明时分，隔壁彻底安静下来，他才带着满心的复杂情愫沉沉睡去。2天之后，宗门山脚下的开阔地上，飞鸟盘旋。此次前往炫金矿脉带队的，乃是一位叫方中的长老。他负手立于台阶之上，身上散发着一股令人窒息的沉稳威压，那正是超越了筑基期，已触摸到金丹门槛的假丹境界。在修行界，炼气、筑基、金丹、元婴、化神每一层境界都是鸿沟。方中的修为虽带个假字，但一手灵力也远非筑基弟子可比。见过方长老，众弟子齐声高呼。王大器和许燕站在人群中，周围大多是背着重剑的神冰峰弟子，毕竟这个活是神冰峰的任务。这些人一个个气息彪悍，女弟子极少。方中扫视一圈，微微点头，随后掌心一颤，嗡！只见一道青芒冲天而起，随即在众人惊叹的目光中，一艘足有数10丈长的青色飞舟横卧虚空。这飞舟通体由万年青竹木打造，两侧伸展出如鸟一般的羽帆，周围缠绕着浓郁的灵风。此乃清风破云舟，1日可行万里。方中冷哼一声，此行由我带队，路途之中不许喧哗打闹，
违者严惩不贷。现在都上来吧，神冰峰需要大量炫金矿，我等需全速赶往开采，不得有误。王大器拉着许燕的手踏上非洲，心中暗自感叹，到底是亲传弟子带来的福利，若非江雪柔推荐，凭他一个玲珑，这辈子怕是都没机会坐上这种级别的飞行法宝。此行规模宏大，除了方中乘坐的这艘主舟之外，后方还紧跟着5艘稍小些的非洲，这些非洲首尾相接，划破长空，宛如一条穿梭在云海中的青色长龙。一共300多名弟子，浩浩荡荡地朝着宗门领地边缘疾驰而去。王大器拉着许燕，在主舟的一处僻静角落坐下。由于神冰峰多是打铁练气的糙汉，此次随行的女弟子凤毛麟角，因此容貌秀丽且身材丰盈的许燕不可避免地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不少自诩不凡的神冰峰弟子3、5成群，对着两人指指点点，眼中闪烁着审视与不安分的色彩。那小子是谁？穿着的是外门弟子服饰，竟能带着这么漂亮的道侣接下矿脉任务？听说是托了江清传的关系，啧，真是好命。江雪柔师姐吗？难怪啊！虽然种种目光很多，但好在方中长老威压在上，谁也不敢在非洲上乱来。接下来的3日，王大器与许燕索性闭目养神，在这浓郁的云层灵气中抓紧修行。3日之后，周围的山川地貌发生了剧烈变化，原本郁郁葱葱的林海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片荒芜的石林与赤红色的土地。极目远眺，群山如犬牙交错，山脊上寸草不生，却透着一种金属般的冷冽光泽。偶尔有风刮过，竟隐约能听到金戈铁马般的铿锵声。快看，那是炫金矿脉的磁场反应！有经验的弟子惊呼出声。终于，非洲来到了一片被重重阵法迷雾笼罩的峡谷上空。随着非洲缓缓降下高度，一道青色盾光从下方盈地拔地而起，迅速掠至近前。来人是一名面容古板的中年修士，穿着一袭代表宗门中坚力量的灰袍，浑身气息凝练，赫然有着筑基后期的修为。神冰峰执事周成，见过方长老，我等恭候多时。周成稳住身形，对着方中躬身行礼。周执事辛苦了。方中微微颔首，声如洪钟。非洲下降，所有人准备入营。片刻后，王大器等人踩在了坚硬的矿石土地上。远处，一片高耸入云的院墙依山而建，墙体上镌刻着密密麻麻的防御符文。这里便是矿山的办事处，也是未来3个月他们赖以生存的据点。方中立于众人前方，目光如炬。都听好了，此次采矿任务为期3个月，炫金矿脉乃宗门战略重地，规矩只有3条。第一，每日需上缴额定分量的纯矿，每个人每日上缴200公斤，达标者领灵砂，偷藏矿石者废除修为，逐出宗门。第二，矿洞内严禁私斗，有恩怨出来解决。第三，发现矿金者赏5灵石。最后说一条，进入矿脉者储物袋不能随身携带。都明白了吗？众弟子高呼明白了。现在天色已晚，大家早点休息。分配很快结束。江雪柔和许燕因为内门弟子的身份，被分到了环境较好的东侧阁楼居住。这些内门弟子日常负责协助驻守阵眼，有些则是负责巡逻四周。经过商议，2个人被分配到同一间。师姐，我不是和大器住一起吗？许燕拉了拉江雪柔的衣角，连忙问道。江雪柔微微一笑，咱们是内门弟子，按照规矩，确实是和外门弟子分开居住的，这也是对内门弟子的待遇。这样啊？许燕看了看不远处正和一群外门弟子排队的王大器，可是外门弟子居住的地方没有聚灵阵法吧？确实如此，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那行，就这样。许燕和王大器短暂分开，王大器很快被分配到一个4人间。推开略显沉重的木门，一股夹杂着霉味和尘土的气息扑面而来。屋内的空间局促且简陋，4张硬板床分列左右。此时已经有3个人占据了位置，正慢条斯理地收拾着被褥。听到开门声，3人齐刷刷地转过头，呆看轻视王大器后，坐在靠窗位置的一个方脸汉子停下了手里的活，微笑说道：“鄙人神冰峰外门弟子姚武，这位师弟，既然大家都是住一块，一切都要按照我的来，明白吗？等一起开采炫金矿，合作赚的才更多。怎么合作法？”王大器倒是无所谓对方高傲的态度，毕竟对方修为高，但若是想欺负他，那肯定不行。我对里面熟悉，明日我带你们去找富矿，不过你们得帮我做件事，万一找到炫金金，我需要你们帮我夹带出去，毕竟进入那里面储物袋都被收走。王大器一愣，夹带？下意识的，王大器摸了摸屁股，不错，就是用你那里夹带，大家都这么干。姚武很自信，他这里老人了，而且叔叔是这里的执事，所以只要不明着来，那就无所谓。至于说他们会不会告密，还是那句话，他这里有人，只要没被抓个现行，告密没用。在姚武看来，王大器肯定愿意，毕竟只是赛一下的事情。我不干。王大器直接摇头，径直走向唯一空着的那张床位。姚武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在神冰峰外门待了多年，向来是这片的小头目，这小子一点都不给面子。这位师弟，看来你不懂这里的规矩。姚武认真看着他，另外2个炼气5层的弟子也露出了看戏的表情，嘲弄地看着王大器。你们要夹带，自己夹带吧。王大器耸耸肩，他可不想使兜兜不住。你可知道，这件事我已经和你说了，那你就必须要干。姚武冷哼一声，
若是他们成功夹带出来，王大器和他们一个宿舍，万一他泄密，那怎么办？想到这，姚武决定要教训一下这年轻人。以前也不是没遇到过不愿意夹带的，还不是被他收拾的服服帖帖。姚武冷笑一声，猛地站起身，一股强悍的气息从他体内爆发开来，震得身下的木床咯吱作响。我不知道你是靠什么关系混进来的，但在这里我就是规矩。我姚武炼气7层的修为，在这儿还没人敢跟我这么说话，劝你识相一点，别逼我动手。王大器斜睨了他一眼，语带讥讽：你已经炼气7层，却还只是个挖矿的外门弟子，看来你的修行也不咋地，你找死！姚武勃然大怒，他最忌讳别人替他迟迟无法进入内门的事。只见他右手成爪，五指带着凌厉的风声，猛地朝王大器的肩膀抓来。这一爪若是抓实了，少说也要让人青一块紫一块的。然而王大器的动作更快，在体内紫气的加持下，他的感知力甚至堪比筑基修士。他侧身一闪，反手扣住姚武的手腕，五指如钢钳般发力，咔嚓一声轻响，啊呀呀，疼疼疼！姚武发出一声杀猪般的惨叫，整条胳膊瞬间麻木。王大器眼神冷漠，脚下发力，顺势抡起胳膊朝后一甩，砰一声闷响，200来斤的姚武竟然被这一甩之力直接扔出了房门，重重地摔在院子里的泥地上。另外2个炼气5层的弟子被这电光火石的一幕吓傻了，刚要迈出的脚步生生收了回来，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他们也没想到，面前这个看起来老实巴交的王大器竟然有如此力量。出什么事了？一道清冷悦耳的声音从院门外传来。一袭素白长裙的江雪柔正缓步走入院内。她原本是担心王大器第一次来这里，生活不适应，想过来看看。若环境实在太差，她打算动用亲传弟子的特权，给他换个好点的地方。没想到刚进门就看到一个人影从屋里飞了出来。师姐，江师姐救命啊！姚武顾不得浑身的酸疼，连滚带爬的扑到江雪柔脚边，指着屋内的王大器，声泪俱下的控诉道：这家伙简直是个疯子！我们好心招呼他，他不但不领情，还仗着有几分蛮力出手打人。您瞧我的手，疼死我了！他一脸委屈，心想江雪柔同为神兵锋一脉，定会为他这个同门师弟做主，好好教训一下那个嚣张的外门小子。然而江雪柔并没有如他预想中那样勃然大怒，反而目光越过他，关切地看向屋内的王大器。王大器不慌不忙，甚至没有看跌在地上的姚武一眼，只是拍了拍袖口不存在的灰尘，朝江雪柔拱手道：江师姐，你来的正好，这个姚武让我替他夹带炫晶晶出来，我不愿意，然后他便要对我动手，我不过是正当防卫罢了。要怪只能怪他技不如人。你胡说，分明是你不对，我什么时候说让你夹带了？你就是不愿意听我管教，然后偷袭打我。姚武大怒，急切地看向身后的2个跟班，你们2个说是不是他先动手的？那2个人对视一眼，自然是想帮着姚武说话，可惜江雪柔连开口的机会都没给他们。他冷哼一声，那双清冷的眸子如利剑般扫过3人，语气中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姚武，你真当我是瞎子不成？刚刚我虽然在门外，但神识已经感知到了屋内的灵力波动，你以炼气7层的修为欺压同门在先，现在还想蒙骗我？你是把我当傻子不成？师姐，我姚武浑身一颤，冷汗瞬间流了下来。他万万没想到，这位平日里不怎么管杂事的亲传师姐，竟然会为了一个外门弟子如此较真。你既然这么喜欢欺负人，那罚你负责打扫这一排所有宿舍的卫生。今日若是没打扫干净，明日你便不必去矿脉了，直接滚回神兵峰领罚。啊！姚武彻底慌了，这矿脉1天的工钱可是极高的，要是被赶回去，不仅钱没了，名声也臭了，还不快去？还有你们2个助纣为虐，一起去！3人哪里还敢再多啰嗦半句，纷纷低着头，拿着抹布和扫把，灰溜溜的跑去干活了。多谢师姐解围。等这些人离开，王大器神色如常的说道：现在说实话，他也不知道江雪柔对他的好是受所心咒的影响，还是因为2个人一起修行过的缘故。此时江雪柔走进屋子，看了看那简陋且充满霉味的床铺，眉头不由得皱了起来。看来这里确实差，住的确实不太习惯，可惜这驻扎营地规矩森严，外门的单间确实没有空的了。师姐，无妨，我以前住的地方比这还要差上许多。王大器倒是真的不在意，只要能赚钱，环境苦点算什么？江雪柔沉吟片刻，目光在王大器那宽厚的肩膀上停留了一瞬，脑海中莫名浮现出前几日在许燕家中的那一幕。他咬了咬红唇，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主动提议道：实在不行，你晚上要不去我那里休息吧？我和许燕住在一起，那是内门的双人套间，你和许燕反正是道侣，可以住在一起。只要他本想说，只要你们2口子晚上动静轻点，别吵到我就行，可话到嘴边，那晚荒唐的回忆涌上心头，让他怎么也说不出口，俏脸反倒鲜红了半边。王大器倒是没多想，只当是江雪柔的特殊照顾，随口问道：只要什么啊？没什么，只要长老不深究就没事，况且我是亲传弟子，这点权利还是有的。江雪柔略显慌乱的掩饰道：那便多谢江师姐了，有好地方住，还有聚灵阵法可以加速修行。王大器自然不会客气。就这样，在众人惊掉下巴的目光中，王大器拎着简单的行囊，跟
跟在江雪柔身后往内门弟子的阁楼走去。这一幕被不少弟子看到，所有人顿时炸开了锅。姚武躲在角落里攥着扫把，心里又是憋屈又是后怕。他终于明白，这个姓王的家伙不仅是江师姐介绍进来的，关系恐怕还非同一般。入夜，内门弟子的阁楼内灵气氤氲，因为有了聚灵阵的缘故，空气中都带着一股沁人心脾的凉爽。许燕见到王大器搬过来，自然是欣喜若狂，拉着他进了里屋。王大器扫了一眼，暗道不愧是内门弟子的住处，不仅灵力浓郁，连床铺都是干燥清爽。大器，这是我住的地方。许燕指了指自己的床铺，晚上咱们就挤挤吧。说着看向江雪柔，嬉笑一声，江师姐，多谢你让大器过来。江雪柔展颜一笑，和我客气什么？她把刚刚发生的事情和许燕说了一下，许燕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那几个家伙真是可恶。现在没事了，你们先收拾，我去拿点吃的过来，正好有些饿了呢。那麻烦师姐了。等江雪柔离开，许燕欣喜地拉着王大器坐下。这里虽然只有2张床，且中间只隔了一道薄薄的屏风，但在这种荒凉的矿区已经是极佳的享受了。王大器坐下后，许燕往他身上一坐，搂着王大器道：本来还以为3个月都不能和你在一起了呢，没想到江师姐人还真不错。王大器道：不过住在一起始终也是不方便的，他性格淳朴，觉得有第3人的时候做那种事实属不太方便。许燕倒是无所谓，反而勾住王大器脖子，笑脸盈盈道：有什么不方便的？你和江师姐又不是没有过。那是因为情况特殊，你还怕我吃醋啊？说实话，我挺喜欢江师姐这性子的，你以后可不能欺负她。那是当然了。寂静的深夜，屏风的那一头，江雪柔躺在丝滑的锦被里，却怎么也合不上眼。她能清晰地听到隔壁那轻微的床板摩擦声，以及许燕压低的喘息。大气，那声音如猫挠一般，让江雪柔的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内心不由得低语。她的手不自觉地抓紧了被角，脑海中全是那晚王大器的模样。这个冤家真是上辈子欠了他的。她紧闭上眼，试图用修行压制体内的燥热，可那气息却像是穿透了屏风，将他整个人都包裹了进去。好在许燕和王大器没多久就结束了，毕竟明早还要干活呢。虽然对王大器来说，他有紫气可以迅速恢复他的消耗，但许燕可不行，拔道侣要是累坏了怎么办？第二天一早，王大器和许燕神清气爽的起床，2个人每次结束都觉通体舒泰，仿佛全身的窍穴都被打通了，灵力在经脉中流转的速度都快了几分。早啊，江师姐。王大器出门后看到院子里的江雪柔，笑着打了个招呼。江雪柔此刻正扶着栏杆，顶着2个淡淡的黑眼圈，神态幽怨的能滴出水来。她昨晚听了半宿的动静，好不容易快睡着了，又梦见自己在那个破屋里被王大器欺负，结果这一宿折腾下来，比打了一场大仗还累。王大器是个马虎性子，根本没在意江雪柔脸上的这些细节。那我就先走了。告别了2人，王大器独自前往矿山入口，许燕则留下来，跟随内门弟子的队伍去巡视营地周边的阵眼。矿山入口处，晨雾尚未散尽，空气中已经弥漫着一股浓重的铁锈味和土腥气。几个黑脸执事铁塔般矗立在洞口，面前堆放着小山般的玄铁镐。进洞的弟子必须挨个经过一道名为搜灵阵的青色光幕，都给我记住，储物袋一律不准带入，一经发现，不仅没收财物，还要送去刑律堂领罚。分发给你们的铁镐是特制的，能破开炫金矿外的岩层，不允许损毁，损毁1把罚1灵石。听明白了吗？现在排队进去，都记住了，每天200公斤炫金。这炫金长这样。一名黑脸执事粗声粗气地吼着，指了指不远处堆着的一堆黄铜颜色又夹杂着一些黑色砂石的矿石。王大器接过一把沉甸甸的铁镐之后，在手上掂了掂，这铁镐重达50斤，若不是练气期的修士，普通人怕是挥2下就没力气了。王大器正拎着铁镐排队入洞，身后忽然有人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扭头看去，是一个脸庞白白净净，看起来颇为精明的男子。他身后还跟着一个瘦瘦高高、面相憨厚的青年。有事？王大器警惕地打量着对方。嘿嘿，这位兄台，我看你就一个人，应该是第一次来这炫金矿脉吧？白净男子压低声音，显得很热络。这矿洞深邃复杂，一个人寻找矿脉，无异于大海捞针。要不我们3个人合作如何？王大器眉梢一挑，怎么个合作法？咱们分头朝不同方向寻找矿源，谁要是先发现了成色好的富矿，就招呼一声，大家合力开采，最后平分。白净男子搓了搓手，毕竟那每日200公斤的任务量可不轻，万一运气不好分到废洞，一个人累死也挖不够数啊。但我们3个人合作，找到富矿的概率无疑要高许多，你说呢？王大器心思微动，他第一次过来，对矿山的分布和挖矿方法确实一窍不通，有个熟悉门路的人带带，倒也不是坏事。行，我叫王大器，嘿嘿，认识你，昨晚在注射那里，你那一手过肩摔可是出了大风头，连姚武那种滚刀肉都被你收拾了。白净男子笑得更灿烂了，指了指自己和身后的伙伴，我叫陈亮，这竹竿是我同乡，叫阿古，咱们神冰峰的弟子，别的不敢说，挖矿的力气绝对够，绝对不会让你吃亏。阿古朝王大器点了点头，算是打过了招呼。3人说话间，已经走进了那巨大的矿洞入口。越往里走，光线越暗，只有每隔一段距离点燃的长明石
散发着微弱的荧光，照亮里面道路。王兄，这外围的矿石早就被挖空了，咱们得往深处走。陈亮轻车熟路地领着路，王大器一边走一边悄然运转灵力汇聚于双眼，在碧水晶瞳的加持下，周围黑漆漆的岩壁在他眼中瞬间变得通透起来，原本厚实的岩层仿佛变成了一层朦胧的薄纱。他惊讶地发现，在那些老矿工们挖掘过的废弃矿道深处，其实还隐藏着星星点点的金色光芒。那些难道就是炫金矿？王大器心中暗暗吃惊，他原本还想着自己该如何找富矿，可现在一看，好家伙，碧水晶瞳直接让他开启了透视一般，所过之处一览无遗。就在这时，走在最前面的陈亮忽然停下了脚步，看向前面分叉出来的3个深不见底的洞口，声音低沉了些：“王兄，前面就是迷窟区了，这里的矿石成色最好，但也最危险，咱们就在这儿分开寻找，半个时辰后，不管有无收获，都回这里汇合。”王大器点头，他自然没有说他能看得到富矿这事，而是在思考着该如何出其不意，装作运气好，吸引他们来挖矿。毕竟一起挖的效率要高一些，而且可恶意从他们身上快速学习挖矿的本事。就在思考之际，陈亮和阿古2个人已经分开行动了。王兄弟，看好了，这挖矿可不是光靠一把子力气猛砸。陈亮一边挥动铁镐，一边耐心地给王大器演示。这炫金矿脉坚硬无比，若是硬碰硬，你这100斤重的铁镐不出3天就得卷刃。得用巧劲，顺着矿石与岩层之间的缝隙，灵力灌注镐尖，轻轻一震，只见陈亮手中的铁镐闪过微弱的白光，精准地敲击在岩壁的某个节点上。咔嚓一声，一大块灰褐色的岩层剥落，露出了里面一抹耀眼的暗金。王大器在一旁虚心受教，暗中却催动碧水晶瞳，将陈亮发力时岩层内部的应力变化看得透彻。有了这双眼睛，他学起东西来简直快得惊人。随后，王大器也找了个没人的拐角，装模作样的挥起镐头。他没有急着去挖那些成色最好的，而是先找了几块普通矿石练手。仅仅试了几次，他便掌握了那种震字的诀窍，挖掘速度越来越快。就在这时，深处忽然传来阿古兴奋的喊声：“挖到了，挖到了！陈哥，王兄弟，快来！这地方炫金多得流油啊！”那个位置正是王大器刚才用金瞳扫视过的富矿区边缘。其实他早就知道，他收起铁镐，故作欣喜地跑了过去。只见阿古已经撬开了一处岩壁，里面密密麻麻嵌满了拳头大小的炫金原矿，在长明石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哈哈，王兄弟，咱们这运气真是逆天了！陈亮大笑着冲过来，抹了一把脸上的灰。没想到刚刚过来就遇到这样的富矿，来，咱们就在这里一起挖。行。王大器看得出这2个人是真心和他合作的，这在尔虞我诈的修仙界极为难得。王兄弟，其实咱们手里这铁镐还可以发挥出更好的作用。陈亮见王大器上手极快，兴致也上来了。你试着将呼吸与挥镐的节奏统一，把气劲汇聚于丹田，借着腰腹的力量甩出去。在陈亮的指点下，王大器的挖掘动作从生涩变得圆润，每一镐下去都能带出精准的分量。碧水晶瞳不仅让他能看到矿，更让他能看到矿脉的走势。他每一镐都避开了坚硬的废石，直捣黄龙。不过王大器并没有展现出很逆天的能力，他挖的矿总是比这2个人少那么一些。饶是如此，这2个人依旧对王大器的挖矿速度感到震惊。3人的竹筐越来越沉，原本以为要忙活一整天的任务，竟然在效率极高的配合下突飞猛进。直到日落时分，夕阳的余晖透过矿洞入口斜射进来，3个人满身大汗的这时候停下手，各自的竹筐里都装满了沉甸甸的炫金矿，目测每一份都远超了200公斤的额定任务。呼，痛快！阿古一屁股坐在矿石堆上，咧嘴大笑。走吧，咱们干完今天的活了，干再多也不会多给，不如早点出矿洞休息。陈亮拍了拍王大器的肩膀，提议道：“王兄弟，咱们3个合作的挺不错，今天运气这么好，待会儿去营地房室喝一杯，我那儿还有2壶藏了好久的花雕。”王大器觉得这2个人性格豪爽，并非那些阴险狡诈之徒，而且在这人生地不熟的矿区，多2个朋友总比多2个敌人强，便点头同意道：“行，那便依陈兄的意思。”3人背起矿石，在众弟子羡慕嫉妒的目光中，率先走出了矿洞。片刻后，交接了任务之后，3人都有300灵沙入账。虽然灵沙只是灵石的碎屑，1000灵沙才抵得上1块灵石，但对于普通外门弟子来说，一天的辛苦能换来这些，已是极好的景象。所以3个人都十分高兴。王大器先是从怀中摸出传讯符，给许燕发了一道讯息，表示今天结识了2位同门好友，要在方事小酌几杯，让他不必挂念，早些休息。片刻后，3人穿过营地厚重的石门，来到了营地房室。这处房室规模不大，依山而建，街道两旁大多是些临时搭建的木屋和摊位。除了身着缥缈宗服饰的弟子，还有不少途径此处的散修，以及周边修仙家族派驻在此的管事商人，人声鼎沸，倒也热闹。陈亮和阿古显然不是第一次来这里了，他们带着王大器轻车熟路地穿过几条巷子，来到一处名为老矿工的小酒馆。3人找了个通风的角落坐下，陈亮豪爽地换来火鸡，一口气点了4菜1汤，一盘酱香浓郁的卤灵猪头肉，
一碟红彤彤的火辣椒炒肉片，一碗酥脆可口的炸溪水小鱼，一盘清爽去腻的野山菜，外加一大盆热气腾腾的灵菇大骨汤，3杯清冽的酒下肚，气氛顿时热络了起来。陈亮放下酒杯，抹了抹嘴，压低声音道：“王兄弟，昨晚你教训了姚武，痛快是痛快了，但以后在矿上还是得留个心眼。那姚武可不只是个练气7层的混混。”哦，怎么说？王大器夹了一块猪头肉，随口问道。这姚武在咱们驻扎营地有个亲叔叔，叫姚大通，是这儿的一名执事。陈亮叹了口气，脸上露出一抹愤恨。去年我和阿古在矿洞里发现了一块品相极好的炫晶晶，结果被姚武带人截了胡。我们找他理论，结果他叔叔反咬一口，说我们私藏矿石，直接扣了我们10天的工钱，那可是整整3块零食啊！提起旧事，阿古也忍不住捏紧了拳头，心疼得直咧嘴。所以啊，王兄弟，咱们兄弟俩今天找你合作，说实话也是存了点私心的。阿古直言不讳，眼神中带着一丝希冀。大家都看出来了，你有僵尸姐罩着，那姚大通就算再狂，也不敢明面上得罪亲传弟子。跟着你，我们也能少受点那帮家伙的窝囊气。王大器心中明了，这2位是看中了他身后的背景，不过他并不反感这种交换。修行界本就是利来利往，只要对方心术正，互相扶持也没什么不好。恩怨分明，他不招惹我还好，若是真想仗势欺人，我也不是软柿子。王大器举起酒杯，语气平淡，却透着一股莫名的威慑力。哈哈，有王兄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以后在这矿区，咱们3兄弟齐心协力。陈亮大笑着与王大器碰杯。这时候，阿古从储物袋里掏出一个沉甸甸的布袋，递过来道：“王哥，这是咱们在房市淘的一篮珠果，虽然算不上什么名贵灵药，但胜在口感清甜，最适合给嫂子这种女修补气养颜，还请收下，一点心意。这就不需要了吧？大家都是兄弟。”王大器推辞道：“王哥，你就收下吧，你要是不收，就是瞧不起兄弟。”阿古一脸诚恳。王大器想了想，许燕跟着自己在矿区受苦，吃点灵果确实能解解闷，便点头收下。姐，那我就带他谢过2位了。吃饱喝足，3人走出酒馆。临走的时候，陈亮还特意打包了3个菜，让王大器带回去。王大器也不客气，毕竟这2个人有求于自己。出了酒馆，陈亮看着房市另一头挂着粉红灯笼的几排木屋，眼神变得有些玩味，凑到王大器耳边小声道：“王兄，这地方可有不少姿色不错的散修女修，为了换点修行资源，什么都肯干，价格比宗门那边便宜多了，一次只需要50灵沙，要不咱们去见识见识？这么便宜？”王大器有些诧异。陈亮和阿古嘿嘿一笑，挤眉弄眼道：“王兄放心，咱们都是过命的交情，此事绝对不会传到嫂子耳朵里，保准让你解了这一身的法器。”王大器笑着摇了摇头，果断拒绝：“这就算了，家里那位管得严，回去太晚，怕是真要在门口打地铺了。你们去吧，我先回了。”闲聊几句，王大器告辞离去。他拎着灵果，穿过寂静的营地小径，回到住处。原本以为能见到许燕，推开门却发现屋里只有江雪柔一人。江雪柔此刻正提着一壶热水，见到王大器进来，那张清冷如霜的俏脸竟不由自主的微微一红。或许是受到体内那若有若无的所心咒影响，每当与王大器独处，他内心深处总会升起一种莫名的渴望，想要近距离靠近他，甚至想感受他身上的气息，哪怕是闻一下，那也是极好的。但作为冰清玉洁的小仙女的矜持，让他始终死死压抑着这股冲动。燕燕呢？王大器没察觉到他的异样，随口问道。他负责的那片巡逻的离营地较远，又是第一天接手，估计还要半个时辰才能回来。江雪柔声音有些低，眼神闪躲着。哦，那我给他发个传讯。王大器拿出传讯符，很快得到了许燕的回应，说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王大器转头看到江雪柔正往浴桶里倒热水，热气腾腾中，她那纤细的身影显得有些朦胧。他摸了摸鼻子，识趣地问道：“江师姐，你要洗澡啊？那我先去院子里待会儿。”江雪柔闻言，忍不住转过头白了他一眼，美目中流露出一丝连他自己都没察觉的娇嗔。在神冰峰修行时，又不是没在一个屋檐下待过，现在倒知道避嫌了。王大器默然一笑，既然当事女主角都不介意，他自然没必要矫情。不过江雪柔还是伸手拉过一架绘着墨梅的屏风，将浴桶遮挡得严严实实。王大器无奈，防小人可以理解，君子也防。片刻后，听着屏风后面传来窸窸窣窣的解衣声以及轻微的水声，王大器心神一荡。屏风虽然挡住了视线，但在长明石的映照下，还是能看到一个曼妙的轮廓印在绢布上，透着一股惊心动魄的美感。王大器并非好色之徒，因此很快便稳住心神。他从怀里掏出陈亮他们送的珠果和从小酒馆打包的几样精致吃食，放在桌上，随后便盘膝坐到床榻另一侧，双目微闭，运转起碧波练气术。随着灵力在体内运转，一天的疲惫缓缓消散。半个时辰后，门外传来了轻快的脚步声。王大器缓缓收工，吐出一口浊气，恰好许燕推门而入。此时屏风后的江雪柔也早已洗去了一身尘土，她换上了一件淡紫色的长裙，头发湿漉漉的披在肩头，原本苍白的脸色因热水的浸泡透着一抹健康的红晕，整个人显得明艳不可方物。大器师弟，
你还带了这么多好吃的回来。江雪柔走到桌边，看着那几样色泽诱人的菜肴，好奇地问道：今天教了2个新哥们，一起喝了2杯，顺便带了点回来给你们尝尝。王大器将认识陈亮和阿古的过程简单说了一遍。还没吃饭吧？别去食堂了，我听人说这矿区的食堂大锅饭跟煮木渣似的，一点油水都没有。许燕累了一天，闻到菜香味眼睛都亮了，拉着江雪柔一起坐下。就是，这肉片看着就有食欲。咦，江师姐，你已经洗好了呀？真香。许燕抽了抽小鼻子，笑嘻嘻地凑向江雪柔，说着，她鬼使神差地看向王大器，心中寻思着，孤男寡女的在一起，江雪柔又洗澡了。难道这2个人由于王大器和江雪柔早就在一起过了，再加上江雪柔为人不错，所以许燕倒是没有生气，反而感觉有种怪怪的心思。江雪柔被他说的俏脸一红，下意识地看了王大器一眼，见他正大口嚼着猪果，这才松了口气。许师妹，刚刚我正在洗澡，王师弟就进来了。江雪柔解释道。大器，那你没偷看人家吧？许燕故意说道。哪里有，刚刚我一直在修行呢。王大器下意识地说道。说完之后又有些不对劲。不是啊，江雪柔和他不是早就亲密无间了吗？这一点许燕也是知道的，现在搞得好像他做错了什么事情一样。江雪柔连忙拉了拉许燕衣袖，许师妹别乱说，大器是正人君子。对，燕燕你怎么乱说呢？王大器无奈道。哈哈，看你们2个人着急的，真的是。许燕笑得前俯后仰，随即他拉着江雪柔一起吃东西，一边吃一边朝王大器道：大器，你帮我打1盆热水呗，待会我也要洗澡。好。王大器先是将热水提进屋，倒进了许燕准备好的木桶里，又贴心地试了试水温。你们慢慢吃，我去外面转转，消消食。王大器找了个借口出了屋，顺便熟悉一下这周围环境。此时夜色已深，营地的空地上却火光通明，一阵阵金铁交击声和凌厉碰撞的爆鸣声吸引了他的注意。只见空地中央，几名内门弟子正围在一起切磋斗法，一名使剑的弟子剑气纵横，如银蛇出洞，另一名弟子则双掌翻飞，带起阵阵炽热的火浪，周围聚拢了不少外门弟子。每当那剑气劈碎火球，或者火浪逼退长剑时，人群中都会爆发出一阵阵叫好声。王大器站在暗处看了一会儿，眉头微跳。在碧水晶瞳的加持下，这些所谓的内门精英在他眼中动作显得破绽百出。若是生死相搏，这2人怕是连我3招都接不住。王大器心中有了底，所谓的等级压制，在他这种拥有异瞳的人面前，似乎并不那么绝对。就在这时，怀中的传讯符微微一颤，取出一看，是许燕发来的。大器，早点休息吧，明天还得早起矿干活呢。另外，我今天正好来了月事，身子有些乏，晚上我就和雪柔姐睡在大床上了，你自便啊。王大器哑然失笑，这小妮子倒是安排得明白。他也没多想，在营地的水井便用沁凉的井水简单擦洗了一下身子，便回了屋。屋里长明石被调暗了许多，透着一股朦胧的暖意。许燕和江雪柔并排躺在大床内侧，盖着厚厚的云丝被，似乎已经睡熟了。王大器轻手轻脚地爬上床的外侧，生怕惊动了他们。矿洞一天的劳作虽然能用紫气化解疲劳，但精神上的消耗还是有的。他刚闭上眼，正准备进入深度睡眠，忽然感觉到身侧的被子被人悄悄掀开了一个角，紧接着一个娇俏柔软的身影带着一股淡淡的清香，如同滑溜的鱿鱼一般钻进了他的被窝。王大器下意识的以为是许燕过来了，刚想伸手搂住，可手心触碰到的肌肤触感却让他猛地一僵，这身子的曲线更加丰腴，弹性中带着一丝丝凉意。雪柔师姐，你怎么？王大器压低声音，惊愕地问道。黑暗中，江雪柔那张绝美的脸庞几乎贴在了他的颈侧，声音细若蚊呐，燕燕说：“她说我身上太香了，她睡不着，非要跟我换位子，让我过来，让你过来你就过来啊！”这分明是许燕那丫头在撮合，而江雪柔自己也压根没想拒绝。感受着怀中那微微颤抖的娇躯，王大器心中暗暗吐槽，但到了嘴边的感人话语却怎么也吐不出来。由于锁心咒的存在，江雪柔对他的那股依恋几乎是刻在骨子里的。此时王大器若是还能把人推出去，那真就成了柳下惠了。这种事他是万万做不出来的。片刻后，接下来的几天，矿区的生活变得规律。王大器和陈亮、阿古三人组成了稳固的铁三角。每天一进矿洞，王大器就会悄然运转碧水晶瞳，在一片漆黑的岩层中，精准地捕捉到那些深藏的金色光点。哎呀，这块岩石看着顺眼，我铲2下试试。哎呀，那个地方我去试试。王大器总是装作无意地选定位置，然后挥动铁镐。当，陈兄，阿古，快看，我这运气好像又爆发了。这里全是成色极好的炫金矿。每当这种时候，陈亮和阿古都会忙不迭地跑过来。卧槽，王兄弟，你这眼睛是开过光吧？这种死胡同里都能被你掏出富矿来。陈亮看着满筐的矿石，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这就是天选之子啊！阿古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王哥，以后我们就跟你混了，你指哪儿我们打哪儿。哈哈，我也是运气好罢了，不值一提。王大器总是谦虚地摆摆手。阿古倒是没多想，只以为真的是运气好呢。倒是陈亮，他心思比较活络，1次2次可以理解。
但王大器每次都能以意外的方式找到富矿，这就不得不让人奇怪，王大器是不是有特殊方法？想到这，陈亮心中暗暗打定主意，接下来一定要抱紧王大器这条大腿，为他马首是瞻。接下来几日，三人每次都能提前完成任务，且上缴的矿石成色之好，让负责记录的执事都感到匪夷所思。然而这天收工，王大器正和陈亮商量着再去喝一杯，却发现前方不远处，一个留着二八胡子、身材微胖的中年男子，正领着几名神色傲慢的执法弟子大步流星地走来。见到此人，原本谈笑风生的陈亮和阿古面色瞬间惨白，呼吸都紧促了几分，因为来人不是别人，正是这矿区营地的执事姚武的亲叔叔姚大通。姚大通挺着大肚子，眼神阴鸷地扫过三人，最后定格在陈亮和阿古身上。还没走到跟前，那尖锐的嗓门便在矿场空地上炸响：“陈亮、阿古，站住！你们两个好大的胆子！刚刚上缴的炫金矿，竟然敢动歪心思！姚执事，您这话是什么意思？”陈亮强压住心头的惊慌，勉强挤出一丝笑脸，迎上去问道：“什么意思？”姚大通冷哼一声，大佬气派十足的一挥手：“你们两个刚刚交接的任务竹筐里，下面全都是一文不值的废石。为了提前收工领灵砂，你们竟然敢以次充好，欺瞒宗门，不可能！”陈亮和阿古异口同声的惊叫出声：“那些矿石都是我们亲手挖出来，亲手装进筐里的，每一块都是成色十足的炫金矿，怎么可能是废石？”阿古急得脸都红了，这罪名要是坐实了，轻则扣除所有灵砂鞭笞数十，重则可能被废去修为逐出矿区。不远处，姚武正带着2个跟班缩在人群后，脸上挂着阴冷而得逞的怪笑。这就是得罪我的下场。姚武低声呢喃，眼中闪烁着贪婪与狠毒。这几日，他一直暗中观察王大器这组人，他发现这3个人简直邪了门。每次进洞，不仅回来的最早，带回来的矿石成色更是全场最佳。他和叔叔姚大通私下一合计，断定他们肯定掌握了某种寻找富矿的办法。由于王大器背后有亲传弟子撑腰，姚大通不敢明面上拿他怎么样，但陈亮和阿古只是普通的外门弟子，捏死他们就像捏死2只蚂蚁。只要把这2个人拿捏住，他可以慢慢对付他们，询问他们寻找富矿的法子。所以在陈亮2人刚刚交卸完任务，执事堂还没来得及封存矿石的空档，姚武便利用叔叔的职权，悄悄把2筐矿石底部的富矿调包成了黑岩废石，企图嫁祸这2个人。还没死心，走，带你们去当面对质。姚大通阴笑着，将3人带到了任务交接处的2个大竹筐前，周围已经围了一圈看热闹的矿工，指指点点：“你们自己看，这里下面是不是都是废石？”姚大通猛地踢翻其中一个竹筐，哗啦啦一声，只见面上薄薄的一层是炫金矿，而下面滚落出来的全是黑漆漆、沉甸甸、没有半点用处的普通顽石。见到这一幕，陈亮和阿古彻底慌了：“没有，真的没有啊！装筐的时候明明都是金灿灿的矿石，怎么会变成这样？”陈亮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冷汗直流。阿古也吓得语无伦次：“姚执事，定是有人栽赃，求您明察呀！明察，证据确凿，还说明察？这地方谁没事栽赃你们啊？”姚大通面色一沉，厉喝道：“来人，把这2个欺瞒宗门的败类给我拿下，先每人抽50灵鞭，再关进水牢审问。”几名执法弟子立刻如狼似虎地围了上来，手中那带着倒刺的灵鞭闪烁着森然的寒光。就在这时，一直冷眼旁观的王大器忽然往前跨了一步，挡在了陈亮2人身前。“慢着！”姚大通眉头一皱，阴阳怪气地说道：“王大器，这事儿跟你没关系，虽然你跟他们一起干活，但念在你是江师姐带过来的人，我可以不追究你的连带责任。怎么，你想替他们出头？”王大器并没有理会他的威胁，而是弯下腰，从那堆废石里随手捡起了一块，拿在手里掂了掂，似笑非笑地看向姚武：“姚执事，这矿区营地虽然偏僻，但也是讲规矩的地方。你说这10块是他们以次充好换进去的，可我怎么觉得这几块石头上还残留着某种熟人的味道呢？你这是什么意思？”姚大通心中咯噔一声，暗道这小子难道真瞧出了什么破绽？由于王大器刚才确实发动了碧水金瞳，在那种洞察一切的瞳术扫视下，这些所谓的废石在他眼里无所遁形。他不仅看穿了石头的材质，更清晰地捕捉到了残留在石头表面那属于姚武的气息。他直接转过头，凌厉的目光如剑一般刺向不远处正一脸幸灾乐祸看戏的姚武：“这废石是姚武亲手换进去的，你胡说八道，血口喷人！”姚武猛地跳了出来，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大喊大叫，眼神中却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该死的，这小子怎么会被他发现呢？不行，我得冷静，不能被人看出什么。总之，只要我不承认，他就不能拿我怎么办？王大器，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污蔑同门弟子，罪加一等。姚大通沉着脸，一身执事的威压缓缓散发出来，试图以此镇住王大器。“我的鼻子向来很灵。”王大器指了指自己的鼻子，一脸淡定的信口胡诌：“这几块石头上，除了矿洞里的土腥味，还有一股姚武身上的气味。你口说无凭，我看你就是对我怀恨在心，故意在这里栽赃我。”姚武梗着脖子，仗着自己叔叔是执事，只要没抓到现行，他死也不认。“王大器，这件事不管你的事，我劝你好自为之，
别为了2个外门弟子断了自己的前程。姚大通话语中满是威胁，随即不再废话，猛地一挥手，来人，把陈亮和阿古带走，如有阻拦，格杀勿论。就在几名执法弟子准备动手，气氛紧绷到极点时，一道清冷的声音从营地入口处徐徐传来：姚执事，事情还没有水落石出呢，你这么急着拿人，未免也太着急了吧？这似乎不符合宗门的规矩。众人循声望去，只见江雪柔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外围，她白衣飘飘，面若寒霜，那股独属于亲传弟子的凌厉气场，瞬间将姚大通的威压冲得七零八落。江师姐，姚大通脸色微凝，眼中闪过一丝忌惮。他虽然是营地执事，但终究只是外方的管事，而江雪柔是内门神兵锋重点培养的弟子，未来更有可能晋升真传。在地位上，江雪柔比他只高不低。江雪柔冷冷地扫了姚武和姚大通一眼，并未理会他们。他径直走到王大器身边，转头看向姚大通：姚执事，王师弟说这石头上有姚武留下的气息，既然各执一词，为了公平起见，不如让驻地法阵的塑灵盘检测一番。只要是触碰过这些石头的人，都会在盘上留下灵力烙印。不知姚执事敢是不敢？听到塑灵盘3个字，姚武的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双腿都忍不住打起哆嗦来。姚大通也没想到江雪柔会为了王大器，竟然要动用那种珍贵的检测法宝。他强撑着笑脸，语气有些生硬：江师姐，为了一点废石就要动用塑灵盘，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须知启动一次那灵盘消耗不小呢，事关同门清白与宗门规矩，再小的事也是大事。江雪柔语调虽然平淡，却透着一股不容商量的决绝。王大器站在一旁点点头道：不错，就用这一招。姚武，若是你栽赃陷害，猜会怎么样呢？恐怕不是简单的惩罚就可以的吧？陷害同门，罪加一等。江雪柔冷哼一声，姚武被吓了一跳，这一刻他真的慌了，连忙看向姚大通。姚大通脸色一沉，暗骂这个江雪柔真是麻烦。事已至此，他也是断然不敢动用塑灵盘的。虽然说这玩意不是100%能够检查得出，但是他不敢赌。江师姐，你别急，既然你都出面保他们了，那我怎么也得给这个面子。姚大通见势不妙，脸上那横肉硬生生挤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连忙抢话道：许是刚才经手的人太多，出了什么岔子？既然江师姐信得过他们，那这次的事情想必是个误会，就不必惊动长老动用那塑灵盘了。说罢，他猛地转头瞪向惊魂未定的陈亮和阿古，厉声喝道：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向江师姐道谢！若不是看在江师姐的面子上，今日定要你们好看！陈亮和阿古如蒙大赦，膝盖一软，差点又跪下去，连连作揖：多谢江师姐，多谢江师姐救命之恩，你们又没错，不必道谢。江雪柔只是冷冷地哼了一声，眼眸中寒意未减。其实她心里也微微松了口气，那塑灵盘存放在矿区驻守长老手中，开启一次不仅消耗巨量灵石，还得层层报备。更关键的是，那法宝也并非万能，若姚武是用特殊器物隔空调包，未必能留下足够的灵力残痕。双方其实都在赌，而姚大通显然赌不起。走吧。江雪柔看都没看姚氏叔侄一眼，对着王大器轻声说道。待到王大器3人走远，姚武这才发现自己的后背早已被冷汗浸湿，被夜风一吹，凉飕飕的直往骨缝里钻。输就这么算了？姚武咬牙切齿，眼中满是不甘。不算了还能怎样？真去惊动长老？姚大通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一巴掌扇在姚武脑门上：你个废物，一看你手脚没做干净，还差点连累老子。叔，我也没想到江师姐会出面啊，她帮助王大器也就算了，怎么那2个家伙也帮？姚武苦着脸说道。姚大通望着江雪柔和王大器并肩而行的背影，恨恨地说道：真是奇了怪了，那个王大器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江雪柔这种眼高于顶的天之娇女，竟然会为了他不惜得罪我这个执事？难道那小子真有什么大长处不成？刚刚瞎子都看得出，江雪柔之所以出面，乃是为了给王大器出头，绝对不是因为陈亮和阿古那2个家伙。离开矿区交接点，走到了僻静处，陈亮和阿古才算彻底放松了过来。2人脸色依旧有些苍白，对着江雪柔千恩万谢。江师姐，今天要是没你，我们哥俩这辈子就毁在那姓姚的手里了。陈亮声音都有些哽咽。无妨，以后做事多留个心眼，我能帮你们这次，不代表每次都能帮你们。江雪柔神色稍缓，淡淡的叮嘱了一句：是是。2个人再次千恩万谢。陈亮也是个聪明人，他知道江雪柔救他全是因为王大器，他赶忙拉住王大器，语气诚恳道：大器兄弟，啥也不说了，走，今天这酒算我们的，咱们去酒馆点最贵的零食，哥俩的好好敬你和江师姐几杯。对对对，得好好搓一顿压压惊。阿古也在一旁附和。王大器笑了笑，拍了拍2人的肩膀，婉言拒绝道：今天就算了吧，你们先回去歇着，我这儿早就答应请江师姐和我道侣去外面搓一顿了，咱们哥们改日再聚。陈亮一脸羡慕：那是那是，正事要紧。大器兄弟，那我们就不打扰你的雅兴了，明天矿洞见。2人识趣的离去。王大器转过头看着江雪柔那张在月光下显得愈发清冷的俏脸，问道：雪柔师姐，那塑灵盘真的能查出来？江雪柔摇了摇头：不一定查得出来，
要不然我就申请检查了。咱们赶紧回屋吧。燕燕怕是早就饿得肚子咕咕叫了。由于这几日靠着碧水晶瞳寻到了不少富矿，王大器腰包鼓了不少，便大方地带着江雪柔和许燕来到了房市中规模最大、装潢最奢华的醉仙楼。席间，菜肴如流水般端上桌，一盘闪烁着淡淡灵气的灵玉龙里，肉质晶莹剔透；一盅采自极寒之地的雪岭神之汤，香气扑鼻，光是闻上一口便觉得神清气爽；还有一盘极具嚼劲的金狮炙肉，入口即化，满是醇厚的灵力。许燕和江雪柔原本有些矜持，不想喝酒，毕竟在这鱼龙混杂的矿区房市，醉酒容易误事。今儿个高兴，雪柔师姐刚才还替咱们出了口恶气，少喝一点这桃花酿，不碍事的，还能舒筋活络。王大器笑着给二女斟满，盛情难却，二女终究是抿了几口，这酒后劲儿不小。片刻功夫，2朵红霞便飞上了两人的俏脸。江雪柔那原本清冷如雪的气质，在酒意的微醺下，竟平添了几分平日里见不到的娇憨与妩媚。回到阁楼时，夜色已深，酒精的催化让屋内的气氛变得有些微妙。许燕今日月事刚好结束，整个人显得格外灵动。她借着酒劲儿，在江雪柔略显呆滞的目光中，主动钻进了王大器的被窝，像只温顺的小猫般依偎在他怀里。你们也不注意点的，江雪柔嘀咕道。眼前这一幕让坐在旁边榻上准备打坐的江雪柔心乱如麻，哪里静得下心啊？她看着两人亲昵的样子，心里酸酸的，又有些莫名的燥热，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急得不行。雪柔，你要不要也过来？咱们3个人挤挤，也暖和。只穿着肚兜的许燕忽然从被子里探出半个脑袋，眼神迷离的发出了邀请。啊，不行的！江雪柔吓了一跳，脸烫的几乎能煮熟鸡蛋，连连摆手拒绝，声音细若蚊蝇。怕什么？你莫不是不好意思？许燕又借着酒意劝说了几句，甚至还调皮的挪了挪位置，给江雪柔让出了一块空位。江雪柔心中虽然掠过一丝连她自己都害怕的期待，但她自诩毕竟是冰清玉洁的女子，骨子里的羞涩还是让她强撑着拒绝了。最后只能红着脸扭过头去假装打坐，心里却半宿没静下心来。第二天清晨，王大器神清气爽地出门，在矿洞入口处，他与早早等候在那里的陈亮、阿古碰了头。陈亮两人此时对他更是恭敬，俨然已经把他当成了主心骨。3人没有多啰嗦，进入矿洞。王大器轻驾就熟地领着两人绕过几处废矿，来到一处偏僻却透着浓郁金属性灵气的崖壁前。就这儿了，开工！王大器抡起矿镐，叮当有力地凿了起来。陈亮和阿古紧随其后。没多久，陈亮和阿古神色一喜，果然有着王大器带领，他们这么快又发现了不少上好的炫金矿，看来今天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啊！咦，这时候王大器忽然发现岩壁之中有些不太对劲，在碧水晶瞳的加持下，他总是感觉这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蠕动。就在他想要仔细检查的时候，隔壁一条废弃已久的岔道深处，忽然传来一声凄厉至极的惨叫：啊！救命！紧接着，一道满身是血的人影踉踉跄跄的从幽暗的矿道里冲了出来。那是另一组的矿工，此时他右手紧紧攥着一个血淋淋的断臂，这不是他自己的手臂，好像是和他同组矿工的手臂。蜈蚣，好大一只蜈蚣啊！他从石头缝里钻出来，一口就把老吴给咬死了。那人话还没说完，只见他身后的阴影中猛地探出一截水桶粗细、通体漆黑如墨的甲壳，那是无数只闪烁着暗红色金属光泽的钩足，在岩壁上画出令人牙酸的咔嚓声。一只长达数丈、复眼闪烁着嗜血凶光的巨型铁甲蜈蚣，正缓缓从黑暗中爬出，口气中滴落的咸水落在地上，竟将坚硬的岩石腐蚀的嗤嗤作响。扑哧！那名尖叫的矿工话音刚落，黑暗中猛地弹出一道黑影，像巨大的钩索一般瞬间卷住了他的腰腹。他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闷哼，整个人就被那股巨力强行拽回了阴影之中。紧接着，令人毛骨悚然的骨骼碎裂声和咀嚼声在幽深的矿道里回荡开来，几滴滚烫的鲜血溅在了不远处的岩石上，触目惊心。是铁甲蜈蚣！该死的，这矿洞里怎么会有这么大一只？陈亮惊恐地大喊一声，双腿发软，几乎站立不稳。在这片灵矿区，蜈蚣、沙虫之类的地底生物并不罕见，但通常也就巴掌大小，偶尔有变异的也就手臂粗细。宗门在每次大规模开采前，都会派出专门的除虫队，携带避虫药和阵盘清理。可眼前这一只体型如桶，长达数丈，背后的甲壳在火光下闪烁着金属般的冷硬光泽，这哪里是寻常害虫，分明是踏入了炼器后期实力的妖兽。巨型蜈蚣吞噬了那名矿工后，复眼闪烁着幽幽红光，显然被鲜血激起了凶性。他那密密麻麻的钩足在岩壁上疯狂滑动，扭动着庞大的身躯，直接朝王大器3人所在的方位俯冲而来。退后！王大器沉喝一声，双指并拢，体内的灵力顺着指尖飞速流转。在这生死关头，他没有藏私，一招玄水剑瞬间打出。这一刻，四周的空气温度都下降了好几分。与此同时，这巨型蜈蚣张开巨口，那巨口里面竟然有一个女人。女人头颅，看来已经吃过人了。王大器神色一凝，扑哧，一道湛蓝色的水剑如流星般划破黑暗，
精准地轰击在铁甲蜈蚣那一节节漆黑的背脊上。原本坚硬如铁的甲鞘在水箭的冲击下轰然炸裂，墨绿色的汁液四溅。然而这铁甲蜈蚣生命力极强，受此重创不仅没死，反而发出一声尖锐的咆哮，速度更胜几分，带着一股腥臭的风扑了过来。掌风打他的腿！陈亮和阿古见状也顾不得恐惧，拼命运转体内微薄的灵力，两道凌乱的掌风呼啸而出。虽然这两记攻击杀伤力有限，但好歹阻止了蜈蚣的冲势。王大器目光沉着，碧水晶瞳在黑暗中锁定了一处微微跳动的红光，那是这孽畜的命门所在，是他的大脑。他再次抬手，指尖蓝光吞吐，去！第二道玄水剑呼啸而出，这一次他如同长了眼睛一般，直接钻进了蜈蚣狰狞口气上方的额头正中心。扑哧一声闷响，水剑贯穿而入，带出一大片红白混合的浆液。铁甲蜈蚣巨大的身躯剧烈抽搐了几下，随后沉重地砸在地上，溅起漫天烟尘，彻底没了声息。三个人这时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陈亮更是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其余矿道的矿工听到动静，纷纷举着火把赶了过来。见到地上那如小山般的蜈蚣尸体，无不惊骇莫名，倒吸凉气。怎么会出现这么大的蜈蚣？这是铁甲蜈蚣，看这个壳子，好厚实啊！要是我遇到，连他的防御都破不了吧？起码要炼气后期的师兄们才对付得了。一个个矿工弟子大呼小叫着，看向王大器的目光都不再平凡。之前他们还以为王大器能混得好，靠的是溜须拍马而已，给他们机会，换他们上也行。可现在他们没这么想了，他仅仅炼气中期的修为，却能够爆发出炼气后期的实力，这已经说明了问题了。没过多久，负责外围巡视的驻守弟子也冲了进来，众人合力才将这具沉重的铁甲蜈蚣残躯拉出了山洞。紧随其后的是老吴和另一名惨死矿工残缺不全的尸体，场面极其惨烈。一名仙风道骨但此刻面色紧绷的老者踱步走来，正是负责管理此地的周成长老。见过周长老，王大器上前一步拱手行礼。周成看了看那蜈蚣的伤口，又看了看王大器，眉头微皱：“是你杀的？你简单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王大器神色平静，避重就轻地解释道：“回长老，我等正在开采，这畜生突然从废弃矿道窜出伤人，弟子情急之下，配合陈亮和阿古两位兄弟，才勉强将这头铁甲蜈蚣击毙。”王大器简单说了一下当时情况，他也知道自己露出的这一手玄水剑过于强大了，不过他也没有办法，在那种情况下还想要藏拙，那就是找死。好在他这一手只是展现了自己有着越阶挑战的实力，并不算太过逆天。没想到这地方竟然还有铁甲蜈蚣这等漏网之鱼，而且竟成长到了这般地步。周成脸色很不好看，长老，这铁甲蜈蚣体型如此巨大，怕是地底深处出了变故。身边一名内门巡逻弟子低声提醒道，如果里面形成了一个小巢穴，那接下来开采的弟子可就危险了。听到这话，周成的脸色更加阴沉。这片矿区现在由他和方中长老共同执掌，若是出现大规模的弟子死伤，不仅是渎职，更会影响他们每年的宗门考评。周成盯着漆黑的矿道深处，眼神中闪过一丝忧虑。就在周成长老面色阴晴不定时，几道流光从矿区营地掠来，落在了近前。为首的是一名体态微胖、留着山羊胡的老者，正是另一位负责此地的方中长老。他扫了一眼那具巨大的蜈蚣尸体，又看了看地上的断肢，眉头拧成了一个川字。身后又有几个长老前来，几位长老迅速聚在一起，压低声音商议起来。周执事，这动静不小啊。方中指着那如小山般的妖兽残躯，语气沉重：“铁甲蜈蚣这种畜生向来是群居的，能长到这么大，说明这矿脉深处肯定别有洞天。稳妥起见，我建议先停止开采，调集除虫队和内门精锐，把下面彻底梳理一遍。”然而周成想都没想就摆了摆手，拒绝道：“长老，宗门最近急需炫金矿打造法宝，若是现在停止开采，任务期限肯定完不成。”方中皱起眉头，可继续让弟子们在这里开采，万一真捅了蜈蚣窝，出现大规模死伤，这后果，修仙之路本就是与天争命，哪有绝对的安全？周成小心翼翼说着。再说了，这矿洞都开采快1个月了，也就出了这么一次意外，想必那畜生只是偶然闯入的孤兽，下面应该没什么大碍。几个杂役和外门弟子的损失，宗门还是可以承受的。诸位长老认为呢？周成看向其他几位长老，这些长老心里都清楚，这次任务的奖励极为丰厚，若是半途而废，那些灵石和丹药可就都泡汤了。在利益面前，人命往往显得最不值钱。周兄所言极是，咱们多派些巡逻弟子守在各处要道便是。不错，一点小波折就停工，未免显得咱们太过无能。是也是也。见众人达成共识，周成最终看向方中这边，这里主事的人正是方中，毕竟他修为最高。方中神色严肃，微微点头，那就继续吧。不过若是再出现危险，必须立刻停工。是。几个执事连忙点头答应。随后周成转身来到王大器等人面前，换上一副威严而淡然的神情，朗声道：“诸位弟子莫慌，刚刚经我等长老联手查探，此物乃是地底深处的一头落丹妖兽，并无同伙。此刻威胁已除，
尔等可安心回去继续挖矿。立功者，宗门自有赏赐。原本惶恐不安的矿工弟子们听了长老的保证，大多都松了口气。虽有疑虑，但想到那丰厚的灵石报酬，还是三五成群的再次朝着黑漆漆的矿洞走去。唯独王大器站在原地，眼中的忧虑之色愈发浓重。他并不相信周成的鬼话。刚才在那妖兽窜出来之前，他凭借远超常人的感知，隐约察觉到那厚重的岩壁后方传来一阵阵细密且低微的沙沙声。那种声音很多，绝不是一只蜈蚣能发出来的。这意味着这岩石后面可能存在蜈蚣窝，有很多蜈蚣。现在贸然进入，风险极大。王兄弟，你怎么看？咱们还进去吗？陈亮凑过来，声音有些发颤。虽然他也很想赚灵石，但老吴那惨死的模样还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先进去看看吧，查探一番，如果不对劲，立刻就跑，命比灵石重要。王大器皱着眉头吩咐道。回到之前的开采点，王大器没有立刻动工，他四下张望，见巡逻弟子离得较远，便深吸一口气，体内的灵力瞬间涌向双眼。碧水晶瞳开！刹那间，王大器的瞳孔深处泛起一抹幽幽的蓝金之色。原本坚硬不透光的岩壁，在他的视线中逐渐被他看清楚了内部一些能量体。这一看让他瞬间如坠冰窖，头皮阵阵发麻。在他的视野中，这一侧的岩壁后面竟然是中空的，在那巨大的空腔内密密麻麻地蠕动着数不清的红点。那不是什么矿石，而是无数条铁甲蜈蚣。果然竟然有这么多，有的只有指头大小，有的却也有成人大腿粗细。而在这群蜈蚣的中央，竟然隐约盘踞着一个体型比刚才杀掉的那只还要大上一倍的巨型阴影。更糟糕的是，这些畜生似乎正被某种气息吸引，正疯狂地顺着矿脉的走势向上方开采区的岩层薄弱处钻掘。这不是个例，这是捅了他们的老巢了。王大器心中惊呼，若是这么多蜈蚣冲出来，这里的人恐怕都要死。还没等他收回气息，他的目光又往地底深处扫了一眼，这一扫却让他整个人愣在了原地。在那群蜈蚣守护的核心位置，竟然有一团浓郁到近乎实质的淡紫色灵光在缓缓跳动，散发出一种诱人至极的原始灵力波动。那是炫晶晶，一小块就能向宗门兑换5灵石。王大器呼吸一下子急促起来，不过天性谨慎的他立刻反应过来，我真是被利益蒙蔽了眼睛，在这种情况下竟然还想着赚灵石，真是找死。王大器立刻收敛心神，不动声色地在附近其他几个开采点又走了几圈，装作寻找矿脉的样子，但实则不断催动碧水晶瞳向岩壁深处扫视。这一看让他后背的冷汗瞬间湿透了衣衫。除了刚才那一处，在斜上方的几处矿脉交汇处，同样蛰伏着数头体型巨大的铁甲蜈蚣，它们似乎在等待某种信号，又或者在贪婪地吸食着地底渗出的那一丝淡紫色灵气。该死的除虫队，那帮废物到底是怎么做的清理？这里这么多毒虫，竟然就放任咱们进来挖矿了。王大器心中暗骂不已。前几日他也观察过四周，可根本没这么多铁甲蜈蚣，这次怎么了？他有种预感，接下来可能会出大乱子。离开，必须离开这里，哪怕这个活儿一天能赚几百灵沙，在他看来也是催命符。有钱赚没命花，那是修仙界最大的悲哀。王兄弟，你走来走去，可是再有什么想法？陈亮一直观察着王大器的神色，见他面色凝重，一言不发的四处观察，便敏锐地察觉到了异样，于是压低声音凑过来问道。王大器转过头看着陈亮和还一脸懵懂的阿古，沉声说道，我有种非常不好的预感，刚才那畜生恐怕只是个打头的。听我的，收拾东西，咱们现在就离开这里。什么？不干了？阿古听得目瞪口呆，声音不自觉地高了几度。王大哥，这每天可是实打实的300灵沙呀，咱们刚找到这么好的位置，现在走不是把到手的灵石往外推吗？对于他们这些底层修士来说，300灵沙一天的大活可不多。陈亮却没有像阿古那样冲动，他眉头紧锁，死死盯着王大器的眼睛。他知道王大器不是那种信口开河的人，尤其是刚才王大器展现出的实力和那种看穿一切的冷静，让他深感佩服。既然王大器此时提出要走，那这里一定是发现了连他都对付不了的大恐怖。阿古，闭嘴，把东西收了！陈亮猛地喝止了阿古，随后看向王大器，语气坚定道：王大哥既然这么说，一定有他的道理。命丢了，要灵石还有什么用？这活儿咱们不干了啊！陈哥，你也这么想啊？阿古虽然心疼，可见两人都如此严肃，也只能嘟囔着开始收拾矿道和背篓。王大器有些意外地看着陈亮，他原本以为还要费一番口舌解释，甚至做好了如果两人不走，自己独自离去的准备，没想到陈亮竟如此果决地信任自己。就这样，3个人放下矿镐，背起简单的行囊，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快步走出了矿洞。刚出洞口，迎面就撞上了正背着手巡视的周成执事。见王大器3人竟然在这个时候出来，周成的脸色顿时一沉，眉头紧锁地拦住了去路。你们3个怎么回事？还没到换班的时辰，谁准你们出来的？周成语气不善，现在出了这档子事情，他不想再有麻烦发生。王大器上前一步，神色凝重地拱手道：周执事，并非我等偷懒，而是那矿道深处实在不对劲。刚才那一头铁甲蜈蚣绝非偶然，弟子在挖矿时
隐约听到岩壁内部有极其密集的摩擦声和震动。为了稳妥起见，弟子建议立刻封闭该段矿道，请宗门除虫队带上专业的法阵过来彻底清查。王大器，你在这儿胡说八道什么呢？还没等周成回话，一旁传来一声刺耳的呵斥。只见姚大通带着几个跟班正骂骂咧咧地走过来，脸上挂着一抹幸灾乐祸的冷笑。你可知这次宗门开采炫金铁矿的任务有多急？这是上面长老亲自交代的死命令，你说停就停，耽误了进度，你担待得起吗？王大器没理会姚大通的挑衅，只是盯着周成直视。任务在即，可万一里面珍藏着个蜈蚣窝，一旦爆发，这矿洞里的110号弟子可就全完了。笑话！姚大通唾沫星子乱飞。周执事和方长老刚才已经带人进去巡查过了，难不成你怀疑周执事的眼力，觉得你一个靠裙带关系进来的杂役，比执事大人还懂行？周成被姚大通这一记马屁拍得受用，看向王大器的眼神愈发不悦。这个人危言耸听，也太不懂事了吧？不错，刚才本执事确实检查过了，虽然发现了几条指头粗的小虫，但那都是弟弟常有的玩意儿，成不了气候。周成冷哼一声，带着几分赤裸裸的威胁道：王大器，我最后问你们一遍，你们是确定不愿意进去开采了？我可告诉你们，这次若是临阵脱逃，以后再想接这种肥差可没那么容易了。宗门不养没用的怂包。面对这种断前程的威胁，陈亮和阿古的脸色都白了白。在这片地界得罪了管事执事，以后基本就别想混了。然而王大器却果断地摇了摇头，语气冷硬如铁：我怀疑里面还有更多的铁甲蜈蚣，而且等级不低，这活儿我不干了。周成见王大器油盐不进，气得冷笑2声，转头看向陈亮和阿古：那你们呢？也要跟着他一起发疯？陈亮咬了咬牙，想起刚才王大器击杀蜈蚣时的神勇，又想到他那种从未出过错的直觉，深吸一口气，站到王大器身边：我也听王大哥的，不干了。阿古虽然腿肚子都在打转，但也硬着头皮点了点头：行，有种。周成怒极反笑，对着身边的记录弟子挥了挥手，给他们办理离开矿洞的手续。从现在起，这片炫金矿区不许他们再靠近一步，都听到了没？3人交还了身份牌和工具，在众矿工指指点点的嘲笑声中，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朝着居住营地走去。看着3人离去的背影，周成啐了一口，心里其实也泛过一丝嘀咕。他刚才确实带人转了一圈，但为了省事，只检查了主矿道，那些废弃的偏洞根本没进去。不过想到炫金矿带来的奖赏，那点疑虑瞬间就被贪婪抹平了。姚大通此时凑到周成身边，一脸谄媚地笑道：周执事，您别跟这小子一般见识，这个王大器啊，就是那个江雪柔师姐带来的。我看他啊，除了胆小如鼠，只会拍马屁之外，根本没点真本事。刚才那蜈蚣估计是吓破他的胆了，这种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走了正好，省得在这儿碍眼。周成斜了姚大通一眼，虽没说话，但眼里的轻蔑显然也是认同了这种说法。然而有些矿工看到王大器等人离开，心中也泛起了嘀咕，一些狗道中人直接起了离开的心思。于是晚上的时候，超过20个人离开，这把周成和姚大通气得不轻。不过也无所谓，周成立刻把消息告知宗门，表示这里缺少人手，急招矿工前来挖矿，人数需要50人。入夜，王大器等江雪柔和许燕回来后，便把事情说了一下。大器，你真的觉得这矿洞里面有危险？江雪柔问道。不错，我确实听到了动静，而且动静不小，这里面绝对还有铁甲蜈蚣，一旦再出现，恐怕还会死人。雪柔师姐，你说那些执事为什么在死人了的情况下还要继续挖矿？万一出事怎么办？许燕不解道。江雪柔叹声，这次挖矿任务有不少赏金，这些执事们能捞到不少，若是这里停工，他们利益受损。可是已经死人了，只能说在利益面前，他们心中都存有侥幸心理吧。而且上头长老急用，无论是周成还是方中，都想尽快表现好一点。江雪柔无奈地摇了摇头，清冷的月光映在她忧虑的脸上。可惜矿洞采掘的具体事务由内务处直接负责，我虽然负责周边的巡逻安保，却插不上嘴。而且我刚刚得到消息，周成执事已经通过传讯阵向宗门紧急请求，调派50名弟子前来增援挖矿，补上你们离开的空缺，还调人过来。王大器这下是真的彻底无语了，他见过贪财的，没见过这么急着赶着带人送死的。那地底空腔里的红点密密麻麻，岂是区区几10个普通弟子能填满的？那若是真的出事，许燕听得脸色煞白，后怕不已。这矿道里现在加起来足有200-300号人，虽然大多只是外门弟子或杂役，可背后牵扯的是200-300个家庭。一旦矿难爆发，妖兽肆虐，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宗门法度再松散，对这种规模的损耗也定会严惩不贷。不行，这件事牵扯太大，我必须和方中长老说明情况。江雪柔终究还是过不去心里那道坎，她虽然性格淡然，却非冷血之人。在王大器和许燕的注视下，她从储物袋中摸出一枚淡青色的传讯符，她迅速给方中说了一下情况。不多时，那枚传讯符传出方中长老威严的声音：雪柔，此事本座自有主张，周成报上来的情况本座已悉知，不过是几只地底遗漏的孽畜罢了。接下来的几日，本座会每日亲自入洞巡视3次，若真有妖兽作乱，
本座自会亲手将其镇压。任务紧迫，尔等各司其职，勿要再听信流言，自乱阵脚。声音消失，10屋内陷入了一片死寂。方中毕竟是假丹境界的真人，距离真正的结丹期只有1步之遥。在宗门外门，这等修为足以横扫绝大多数麻烦。他既然放话会亲自坐镇，江雪柔自然不好再多说什么。大气，你也听到了。江雪柔苦笑着收起符纸。方长老发了话，这件事定性成了流言，若是我们再坚持，恐怕会被安上一个动摇军心的罪名。王大器沉默着，心中无奈。既然如此，确实没办法了。既然方长老愿意亲力亲为，那咱们这些当弟子的也无话可说。4日之后，天空中来了一艘飞舟，这是宗门又一批挖矿的弟子被派来了。陈亮和阿古站在王大器身边，两个人神情都有些复杂。4天了，一点事情都没有发生，两个人都有些迟疑了，不知道选择放弃挖矿任务是正确还是错误。不过不管如何，他们的名额已经除掉了，现在就算是后悔也已经来不及了。哈哈，哟，这不是咱们矿区有名的大预言家王师弟吗？一道尖锐且带着浓厚嘲讽意味的笑声打破了四周的宁静。王大器循声望去，只见姚武正领着几个狗腿子昂首挺兄弟走了过来。姚武手里掂着一个鼓囊囊的钱袋子，腰间竟然还挂着一块成色极好的炫金配饰，整个人显得意气风发，恨不得把老子发财了5个大字刻在脑门上。有人啊，就是胆小如鼠，明明财神爷都把门敲烂了，他硬是吓得钻进灶火坑里不敢出来。姚武走到王大器面前停住，故意把那钱袋子摇得哗啦响。现在好了，咱们弟兄每天挖的不亦乐乎，昨天托州执事的福，我姚武运气爆发，竟然挖到了一颗炫金矿金，那赏金啧，够我回宗门换2颗聚气丹了。是啊，姚哥现在可是州执事眼里的红人。某些人啊，之前说的煞有其事，结果呢，4天了，连个蜈蚣毛都没见着，笑死人了。几个跟班在旁边阴阳怪气的附和着，笑声在空旷的广场上显得格外刺耳。阿古年纪小，最受不得这种挤兑，一张脸长得通红，忍不住上前一步理论道：姚武，你别在哪儿卖弄，大气哥那是为了大家的命着想，那地方之前确实有动静，害死人了，里面肯定藏着大祸害。大祸害在哪儿呢？姚武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故意夸张的四处张望，最后嬉皮笑脸的凑到阿古面前。这都4天了，说好的危险呢？你是说那些被咱们挖出来的矿石会咬人，还是说咱们这新来的50个师弟是来奔丧的？他指了指不远处刚下非洲满脸憧憬的新弟子，冷笑道：再说了，这几日方中长老可是亲自下矿检查，1天3次，风雨无阻。他老人家可是假丹境界的真人，连他都没发现什么危险，难道你家王大器比长老还厉害？能掐会算？你阿古被对得哑口无言。陈亮在一旁也是神色复杂，手心隐隐出汗，看着那些新弟子兴冲冲的领取矿稿，再看看姚武那沉甸甸的口袋，他心里确实泛起了一丝苦水。难道真的是王大器感觉错了？那可是大把大把的灵沙啊，真的错过了。哈哈，说到底就是几个没中的胆小鬼罢了。姚武见状愈发嚣张，斜眼睨着王大器，现在看到我们大口吃肉，是不是心里酸得跟到了醋坛子似的？后悔了吧？王大器看着姚武那附小人得志的模样，心里不仅没生气，反而生出一种看死人的荒诞感。他不仅不恼，反而嘴角微微一勾，露出一副极其咸鱼的笑容。他伸手拍了拍阿古和陈亮的肩膀，那力道瞬间抚平了2人的焦躁。后悔？王大器轻笑一声，在这个世界上能让我后悔的事情挺多，但拿命换钱这种事我绝对不会后悔。他转头看向姚武，眼神清澈的像是在看一个戏台上的丑角。姚武，既然你们财运亨通，那我们就先不打扰了。陈亮、阿古，咱们去房事，今天不出宫，我请客，咱们弄2坛好酒，再切2斤菱角牛肉，好好犒劳一下肚子。说完，王大器头也不回，领着2人悠哉悠哉的朝人群外走去，那背影别提多潇洒了。看着3个人离去的背影，姚武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随后重重地冷哼一声：哎，装什么清高？要不是江雪柔师姐罩着你，你算个什么东西？姚哥，别立这怂货，咱们还是赶紧进洞吧，晚了那一块好矿脉就被新来的占了。一个弟子小声催促道：走。姚武点点头，带着人走向矿道口。然而刚走没几步，先前那个弟子又凑到姚武耳边，神色有些犹疑。不过姚哥，你说这矿洞里面会不会真的有什么猫腻？昨天好像有个外门的弟子在里面失踪了，说是去撒个尿，结果到现在都没见人影。姚武脚步顿了一下，随即不悦地瞪了他一眼，没好气地骂道：瞧你那点出息，这矿洞4通8达，定然是那小子挖到了宝贝，怕被周执事抽水，躲在哪个犄角旮旯偷偷凿呢？怕什么？方长老每天都去巡视，他可是假丹真人，神识一扫，什么妖虫能藏得住？见那弟子还在嘀咕，姚武扬起巴掌，作势欲打，再敢在这儿胡说八道动摇军心，看我不抽死你！走，挖矿去！众人一缩脖子，再不敢言语，成群结队地扎进了那幽深黑暗的矿洞之中。至于姚武，则是朝一个女弟子走去，然后拉着她走去边上。女弟子美目含春，娇嗔道：讨厌鬼，下次那么大一块炫金可别让我夹带了，要不然你别嫌弃人家。小道上，陈亮看着姚武等人大摇大摆地走进矿洞，
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脚尖无意识地踢着地上的碎石，嘴里发苦：“大气兄弟，你说咱们是不是真的看走眼了？这都4天了，方长老每天进进出出，要是真有大妖，哪能瞒得过他的法眼？”阿古也没精打采地垂着头，眼里满是血丝。昨天姚武那小子真的挖到了矿金，换了5颗灵石啊！王大器并没有急着反驳，只是静静地看着矿洞口，随即又看向他们：“别多想了，走吧。”他现在也不好多说什么，总不能说我可以感知到吧？这话要是说出来，恐怕会惹来大麻烦。此时，矿洞深处，主矿道新来的弟子们陆陆续续进入矿洞，开始了让人期待的挖矿生活。姚武在爽完之后赶走了情妇，随后带着几名心腹绕过了正在忙碌的大部队，悄悄摸向了那处曾经出过事的偏僻矿道。姚哥，咱们真的要来这儿？跟在后面的弟子缩了缩脖子，声音有些发颤。昨天失踪的老张头，好像就是在这附近没人的。闭嘴！姚武低声喝道，手里紧紧攥着镐头，眼中闪过一抹贪婪。老张头这样一个大活人，怎么可能失踪？定然是挖到了宝贝，躲起来了呢，想偷偷把东西带出去。以前也发生过弟子私藏珍贵的矿金，藏起来，趁着天黑偷跑出去的。毕竟外面收购矿金要多出3块灵石呢。不过这样做风险很大，因为被发现会被逐出师门。但老张头那个人本身年纪就大了，今年最后1年待在宗门，所以现在算是富贵险中求。他寻思着，若是能找到老张头，把他揍一顿，再把矿金抢了，反正他也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了。至于说老张头遇到什么危险，这绝对不可能。毕竟要是遇到危险，岂会没有动静？几个人壮着胆子又往里走了100余米。这里的空气异常潮湿，透着股说不出来的腥臭味。当一名弟子挥动镐头，狠狠砸在岩壁上，清脆的声音在寂静的矿道里回荡。咔嚓，岩壁没裂，但脚下的地面却突然传来一声极其轻微的碎裂声。什么声音？姚武猛地停住脚步，举起手中的灵石灯，四处照射。灯光所过之处，只见四周的岩壁竟然在微微渗水。不，那不是水，那是像脓液一样的粘稠液体，正顺着石缝缓缓滴落。姚哥，你看那儿！一名弟子指着角落里的一堆乱石，声音尖锐得像是被掐住了脖子的公鸡。灯光移过去，只见乱石堆里一只带血的草鞋斜斜的挂在那，而草鞋的旁边是一截被啃食的只剩下白骨的手臂，断口处参差不齐，仿佛是被无数细小的锯齿生生磨断的。是老张的衣服，他死了。就在众人亡魂皆冒的瞬间，原本平静的地底深处突然传来了一声刺耳的嘶鸣，那声音仿佛几千块金属片在同时摩擦，瞬间穿透了众人的耳膜。轰隆隆，整座矿山剧烈颤抖起来，原本坚硬的岩壁如同豆腐块一般崩塌。在姚武绝望的注视下，一只巨大的泛着冰冷紫光的漆黑巨头猛地撞破了地层，那密密麻麻的部族每一根都像是一柄绝世的长矛，那不是普通的铁甲蜈蚣，那是铁甲蜈蚣王。此时营地小馆子内，王大器和陈亮、阿古3个人喝着酒吃着肉。这个姚武实在是太嚣张了，不就是挖了一块矿金吗？有什么了不起？阿古低声骂道。不错，没什么了不起的。陈亮点了点头。不过若是真的出事的话，那么多人，陈亮想就一阵后怕。营地里执事有几人？王大器问道。最高修为的是方中长老，其实负责矿洞事宜和安全事宜的总执事都是筑基修为，一共2个人，剩下姚大通、周成等人都是普通执事，炼气9层的修为。陈亮对这里很了解，大概说了一下。王大器一听，皱起眉头，一个矿洞的顶尖战力，看起来不是很多啊。对了，陈亮忽然想到什么，听说这次带队过来的是一位叫程曼的金丹阵法师，这可是金丹修士，有他助阵应该好一点。程长老，王大器心中一动，之前他们在给韩玉殿修缮的时候还合作过，程曼长老似乎很看好他，给过他一本符道真简。程曼长老也来的话，如果是普通的筑基执事，甚至像方中那种心高气傲的假丹，或许还看不出地底玄机，但程曼是金丹期，更是精通阵法的阵法大师，对地脉和波动的感知远超常人。退一步说，他和程曼长老之间关系还算不错，程曼应该会帮他说话。他人呢？王大器急声问道。带队把人送到后，程长老好像是去附近勘察一处古镇废墟了，听说不在营地。陈亮挠了挠头，不过这金丹高人行踪不定，咱们这些外门弟子哪能知道具体的？王大器猛地站起身，顾不得喝酒了，我得找他。他很清楚，如果这矿坑真的出事，方中那个半桶水的假丹根本顶不住，唯有程曼这种实打实的金丹修士才有扭转乾坤的可能。他一边往馆子外急走，一边从怀中摸出一枚精致的紫色传讯符，那是当初在韩玉殿修缮时，为了沟通方便，程曼亲手交给他的。此时距离营地数十里外的一处山巅，身着素雅长裙，气质超然的程曼正蹙眉盯着手中的罗盘。原本正打算离去的他，忽然感应到了虚空中的一抹波动，他抬手接过传讯符，神识一扫，美眸中顿时闪过一抹诧异。王大器，那个矿洞可能会出事？程曼第一反应便是不可能，毕竟方中这个假丹都和他说过，矿洞无碍，只是前些日子因为意外死了2个弟子罢了。不过王大器这小家伙虽然修为一般，但性格实在，绝非信口开河之人。程曼喃喃自语，罢了，本来都要走了，
既然是你求援，我便回去瞧一眼。营地里，王大器收到了程曼的简短回信，那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一半。走，咱们先回去，只要程长老赶回来，万事都……他的话还没说完，脚下的地面突然毫无征兆的剧烈颤抖起来，砰！酒馆桌上的碗碟瞬间碎裂了一地，原本平整的地面竟然像海浪一样翻涌起来，恐怖的力量从地底深处爆发，震得所有人站立不稳。怎么回事？地震了！阿古吓得一把抱住门柱，脸色惨白。不是地震，是矿洞塌了。陈亮惊恐地指向远方，只见不远处的那座主矿山像是被什么巨兽从内部掏空了一般，整座山峰发出一声凄厉的轰鸣，随后在漫天烟尘中寸寸塌陷，一股令人作呕的腥臭味顺着的缝喷涌而出，伴随着的是成千上万声尖锐刺耳的嘶鸣。不好，出事了！陈亮的声音都在发抖，酒馆里的人疯了一样往外挤，尖叫声、咒骂声响成一片。王大器看着那塌陷的山体，脑海中浮现出江雪柔和许燕的身影。许燕今天负责的巡逻区域正好就在矿洞入口附近的乱石坡，你们两个待在空旷的地方，别乱跑。王大器厉喝一声，甚至没等陈亮回应，整个人便如同离弦之箭一般，迎着漫天灰尘朝着矿口冲去。此时整个炫金矿内早已沦为了人间炼狱，原本热火朝天的矿道此刻被浓郁的血腥味和刺鼻的土腥气充斥，地底深处传来的嘶鸣声连成一片，无数道紫黑色的影迹从岩缝、洞顶，甚至是脚下的泥土中钻出。出事了！救命！好多铁甲蜈蚣！我的腿！长老，救我呀！谁能救我？我还不想死，我才刚进宗门啊！凄厉的哀嚎声在狭窄的矿道内不断回荡，激起阵阵令人胆寒的回音。前一秒，这些弟子还在幻想着挖掘出矿金后的赏金，后一秒，他们便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蜈蚣的包围圈。那些大大小小的铁甲蜈蚣，如同一台台精密的绞肉机，收割着脆弱的生命。尽管主矿洞尚未完全崩塌，但那唯一的逃生入口，此刻已经被密密麻麻重叠在一起的铁甲蜈蚣彻底堵死，断绝了所有人的生路。在一处半塌陷的凹陷洞口内，姚武正蜷缩着身子，脸色惨白的没有一丝血色，整个人抖得像筛糠一样。就在刚才，他正带着几个手下志得意满的准备深入，脚下的地面突然炸开，那不是普通的蜈蚣，而是一头体型足有水桶粗细、通体暗紫色、背部生着诡异红纹的铁甲蜈蚣王。那可是蜈蚣王啊，有着金丹的实力。仅仅是一个照面，那蜈蚣王巨茧般的螯肢轻轻一合，他那两个还在吹捧他的手下便连惨叫都没发出，直接变成了两截。飞溅的鲜血喷了姚武一脸，那是温热的，却让他感到坠入冰窟般的寒冷。幸好他平日里贪生怕死，反应极快，趁着蜈蚣王吞噬尸体的空档，连滚带爬地钻进了这个只能容纳一人的石缝。逃，必须马上逃出去！姚武透过石缝的缝隙往外看了一眼，顿时胃里一阵翻腾。远处的空地上，成群的幼小蜈蚣正疯狂地啃食着地上残缺不全的弟子尸体，那咔嚓咔嚓的咀嚼声听得他头皮发麻，几乎要疯掉。真的都死了，全都完了！这一刻，姚武心中溢满了从未有过的懊悔，他脑海中疯狂回想着王大器之前的告诫，这里有危险，别进去。妈的，真的被那个乌鸦嘴说准了，为什么我不信他？为什么要进来送死？姚武一边抽泣，一边哆嗦着从怀里摸出一枚颜色暗淡的传讯符，这是他最后的救命稻草。他的亲叔叔执事姚大通，叔叔救命啊！矿口塌了，全是蜈蚣，快来救我，我不想被吃掉啊！而此时，在矿道上方的临时指挥所内，姚大通正死死盯着远处崩塌的山体，手中的茶杯已经被他捏成了粉末。听着传讯符里侄子惊恐的哭喊，他的眼中非但没有一丝慈悲，反而闪过一抹极度阴鸷的狠戾。救人，这种规模的矿难，若是处理不好，别说他的执事位子保不住，甚至可能被愤怒的宗门高层直接处死以平民愤。关键是他拼命给方中他们提议继续挖矿的，所以他必定是第一个被处理。救你，我现在连自己都救不了。姚大通对着传讯符低吼一声，接着他神色狰狞的自言自语道：不行，宗门若是怪罪下来，我必死无疑，但这事儿不能怪我。对，是方中，是他非要强行开工的。姚大通的脑子飞速转动，毒计一条接一条的冒了出来。我没有错，错的人是方中，只要我能把所有的锅都甩给他。再说我是拼死抵抗，不对，那些提前预警的人，那些知道我执意留下来的人都不能留。他看了一眼矿口的方向，只需要将那些讨厌的知情人都弄死在里面，死人是不会开口弹劾我的。我接下来只要表现得好就没有问题。至于方中和那些长老，他眼前一亮，那些人刚刚好像正好在矿洞之中，到现在还没给我传讯，恐怕是已经出事了。想到这，他第一时间给方中传讯。此时的方中哪还有半点平日里身为矿区长老的威严？他的左臂齐根而断，断口处血肉模糊，甚至能看到森森白骨，腹部那道深可见骨的豁口正随着他剧烈的喘息往外溢着鲜血，甚至连肠脏都隐约可见。那头该死的蜈蚣王，金丹七妖兽的恐怖实力，仅仅是一个摆尾就击碎了他所有的自傲。若不是身边那几名执事用命去填，若不是他身上带着一张保命的高阶护身符，他此刻早已化为那孽畜腹中的血水。
逃，只要逃出去。方中满面尘土，浑着血水，跌跌撞撞地踩着同门的尸骸往洞口爬。在他身后，密密麻麻的铁甲蜈蚣正如潮水般涌来，不断撞击在他周身那一层薄薄的淡金色光罩上。光罩发出不堪重负的吱呀声，能量每一秒都在飞速流逝，那是他最后的希望。终于，洞口那抹灿烂的阳光照进了他浑浊的瞳孔里。死开，都给我死开！方中发疯似的挥动右手中的残剑，将几只扑上来的小蜈蚣斩成两段。就在这时，怀中的传讯符突然剧烈抖动，传来了姚大通那略显焦急的声音：“方长老，方长老你在哪？我是大通啊！”方中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声音嘶哑而虚弱：“我在入口，快接应我。”是吗？我看到了。姚大通的声音突兀的在近处响起，不再是传讯符里的失真，而是真真切切的现实。方中费力的抬起头，只见姚大通手持灵剑，正从烟尘中冲来。他顺手斩杀了几只游弋在洞口的蜈蚣，一脸焦灼的搀扶住了他。方长老，您受苦了。姚大通看着方中那凄惨的模样，眼底深处掠过一抹外人察觉不到的狠色。快扶我出去！方中靠在石壁上，大口喘着粗气。这下面全乱了，那是金丹期的妖物，我们都失算了。姚大通一边稳稳地扶着他，一边语气莫名地感叹道：“是啊，谁能想到那个叫王大器的外门弟子，竟然真的说准了。这里不仅有蜈蚣，还有如此恐怖的规模，这下真的是大麻烦了。”方中听着王大器三个字，心中生出一股强烈的悔恨与羞恼。如果当时听了那小子的警告，如果不那么贪恋任务奖励，何至于此？事已至此，多说无益。方中虚弱地闭上眼，语气中透着一股死灰般的颓态。身为总负责人，宗门必定会处罚下来，这罪责我认了。此次恐怕我们都会受到处罚，是吗？您认了？姚大通忽然重复了一句，语气变得冰冷且诡异。方中微微一愣，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突然感觉到胸口传来一阵彻骨的寒凉。噗呲，那是一声利刃入肉的闷响。方中难以置信地低下头，只见姚大通那柄原本应该斩杀妖兽的灵剑，此时正气根没入了自己的心脏。由于护身符的能量早已在那场死斗中耗尽，这一剑刺得轻而易举。你姚大通，你疯了！方中瞪大了眼睛，嘴里喷出大口浑着内脏碎块的鲜血，右手死死抓住姚大通的衣襟。姚大通此时面目狰狞，哪里还有半分平日里的卑躬屈膝？他凑到方中耳边，压低声音，语气森然如鬼魅：“方长老，此事都怪你，是你一意孤行，非要强行开工。我曾多次劝阻你，却不听。这些话，我会原封不动地禀报宗门。你这个卑鄙小人，只有你死了，这些话才会变成事实。”姚大通猛地抽回长剑，又狠狠一脚踢在方中的伤口上。而我是那个舍命救火，却没能救回长老的忠诚部下。至于王大器那些人，他们也会死在洞里，没人能证明我没劝过你。方中的身体重重地撞在乱石堆上，眼中的神采在阳光下迅速涣散。他到死都没明白，自己没死在金丹蜈蚣的手里，却死在了自己的手下手里。姚大通抹了一把脸上的鲜血，转身看着那些正从山下冲上来的救援弟子，脸上瞬间切换成一副悲愤欲绝的表情，撕心裂肺地吼道：“方长老，方长老陨落了，大家跟我冲，杀光这些孽畜，为长老报仇啊！”眼见赶来的人越来越多，姚大通将方中的尸体扔入洞穴之中，看着他尸体被无数蜈蚣淹没，姚大通这才松了一口气。接着，姚大通目光远眺，口中呢喃：“那些执事和方中都死在了这里，现在知道我情况的只剩下王大器、江雪柔。对了，王大器、道侣、许燕肯定也知道，不能让他们活着，得先找到他们。”正想着，姚大通忽然注意到不远处有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王大器，你小子竟然来了！王大器，你小子竟然还没跑！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不需要老夫再去苦苦找你了。”姚大通心中狂喜，眼角的肌肉因为兴奋而微微抽搐。此时的王大器正满心焦虑，他刚才一路逆行而上，心中最担心的就是许燕和江雪柔。矿脉崩塌时，他们所在的乱石坡离核心阵源太近了，好在方才传讯符亮起，确认了两人已经会合，正朝着这边撤离。呼，没事就好。王大器站在屋顶，脚下是摇摇欲坠的砖瓦，他低头看去，只见原本繁华的矿区街道，此刻已成了蜈蚣的食堂。那些曾和他一起搬过矿石、喝过烈酒的弟子，此刻一个个发出惨叫：“本来你们是不用死的！”王大器拳头攥得咯吱作响，心中升起一股悲凉。若非姚大通和方中为了所谓的进度和私利，这惨剧本可避免，现在一切都来不及了。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破空声传来，王大器眉头一皱，浑身肌肉瞬间紧绷。在他的视线里，姚大通正施展身法，一副焦急万分的模样，朝着自己疾驰而来。姚大通，他这个视财如命的家伙，不去搬救兵，来我这里做什么？王大器心中警铃大作，他可不认为姚大通是好心来救他的。当初自己和他起了矛盾，这家伙眼里的杀意可是藏都藏不住。大器，王大器！姚大通还没落地，那带着哭腔的声音便已经传了过来，演得简直比真的还像。你来的正好，出大事了！王大器立在屋顶，纹丝不动，声音冷淡：姚执事，矿口出了这么大的事，你不去坐镇指挥，
找我一个外门弟子做什么？姚大通一个踉跄落在屋顶上，脸上全是混合着灰尘和鲜血的狼藉，语气急促道：大气，我知道你对我不满，不过现在不是计较以前恩怨的时候。方中长老刚才给我传讯，他被困在主矿洞深处的石室里了，身边还有几个重伤的执事，我现在需要几个熟悉矿洞环境的人进去。你也看到了，矿工们都出事了，只剩你对里面熟悉，快随我过去救出长老，你就是宗门的大功臣。姚大通一边说着，一边观察着王大器的神色，心中却在狂笑。去吧，只要你进了那个洞，我就在后面将你解决，到时候你就跟方中那个老鬼一起烂在那些畜生的肚子里吧。王大器听着姚大通的话，心中却狐疑起来。方中长老求救，开什么玩笑，那可是假丹修士，只要他没死，还怕冲不出来？在王大器看来，若是方中解决不了的，他们进去也没用，若是他能解决的，也不需要他们进去。他和这个姚大通关系不好，对他的话自然不会100%信任。王大器，你还愣着做什么？快走啊！姚大通见王大器迟迟不动，额头上的青筋跳得厉害，他最怕夜长梦多，连声催促道：事成之后，我答应给你5块灵石，只要你带路进去，这灵石就是你的。王大器皱眉，对方越是表现得如此急不可耐，甚至不惜自降身段开出重赏，王大器心中越奇怪。他虽然性格老实，甚至在很多人眼里有些木讷，但这并不代表他是个可以随意被带进坑里的傻子。姚执事，你说方中长老亲自给你传讯求救，那好，你把传讯符拿出来让我听一下先。听到长老的声音，我二话不说，豁出命去也跟你走这一遭。王大器故意说道。姚大通的脸色瞬间变得比锅底还黑。传讯符，方中早就死透了，神魂俱灭，他上哪儿去弄方中的声音？王大器，都什么时候了，你竟然还在这儿跟我讨价还价？姚大通猛地拔高了音量，气急败坏地指着矿洞的方向吼道：那是长老，是宗门的顶梁柱，你磨蹭1分钟，长老就多1分危险，快点随老夫过去，要不然等事后宗门追责怪罪下来，治你一个见死不救之罪，必定让你生不如死，治我的罪。王大器听到这话，忍不住直接气笑了。他看着眼前这个满口仁义道德，实则包藏祸心的执事，冷声道：姚大通，这矿洞里死这么多人，宗门要是真的要治罪，头一个该杀的人难道不是你吗？当初是谁信誓旦旦说没危险？是谁为了那点产量压着大家不让撤离的？你！姚大通心中杀机陡然暴涨，手中的剑柄被捏得嘎吱作响，他死死盯着王大器那张写满嘲讽的脸，恨不得现在就一剑封喉。但四周正有零星的弟子在往这边看，他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那股暴力，换上一副痛心疾首的表情。王大器，我承认是我判断失误，我错了，我姚大通之后自会去戒律堂领罚，但现在是救人的关键时候，你也是宗门一份子，难道真的要见死不救？若不是需要你领路，老夫早就自己冲进去了。行啊，还是那句话。王大器丝毫不为所动，依然稳稳地站在屋顶上。那你现在就让方中长老再次传讯，让我听听他的亲口指示，只要听到声音，我立马就进。你不信我？姚大通的声音变得极其阴沉，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不错，我就是不信你。王大器直接了当地回绝，目光如刀，在那姚大通沾满鲜血的袖口上扫过。你好得很。姚大通气得浑身发抖，他没想到这小子竟然如此油盐不进，简直是不识抬举到了极点。他下意识地看了看四周，周围已经聚集了不少被动静吸引过来的弟子，有的浑身带血，有的神情呆滞。在这种人多眼杂的情况下，他绝不能直接对王大器动手。尔等还愣着做什么？姚大通忽然转过头，像是一头被激怒的野兽，朝着不远处几名正犹豫不决的弟子吼道：方长老身陷死地，你们不去救人，在这儿看什么热闹？快点拿上兵刃，跟老夫冲进去救人！那几名弟子被姚大通那副狰狞的模样吓得一哆嗦，虽然心中恐惧那地下的蜈蚣，但在等级森严的宗门里，执事的命令他们不敢不听。是，执事大人。随着周围弟子被喝令离开，嘈杂的呼喊声渐渐远去，姚大通缓缓转过头，满脸阴狠。王大器心脏狂跳，他的碧水晶瞳在这一刻运转到了极致。在他的世界里，姚大通周身的灵力正如同沸腾的岩浆，疯狂地朝着腰间灵剑汇聚，那是杀招凝结的前兆。这家伙要杀我灭口！王大器脑海中划过这个念头，他不知道姚大通为何如此丧心病狂，但他知道若等对方拔剑，自己会有巨大麻烦。先下手为强。王大器指尖灵光暴涨，一记积蓄已久的玄水剑如同一道黑色闪电划破长空。扑哧！姚大通万没想到，这个看起来憨厚的外门弟子竟敢率先发难，他那只正要握住剑柄的手掌瞬间被玄水剑击碎，鲜血混合着碎骨飞溅。啊呀！姚大通发出一声惨绝人寰的尖叫，身体因剧痛而剧烈颤抖。你竟敢！姚大通，你果然想杀我！王大器冷哼一声，先一步指责，接着手中法诀在变，眼神冷冽如冰。这时候王大器注意到有个女修注意到了这里。你怎么能打姚管事？这个女修王大器认识，是姚武的一个情妇，后来他听说炫晶晶就是他家带的。王大器二话不说，
又是一记指锋，这女修被击中喉咙，惨死当场。现在这里这么乱，根本没人注意到。姚大通脸色惨白，眼中满是惊骇。他不明白自己隐蔽的杀机怎么会被一个修为低微的弟子看穿，但此刻已经没有退路了。他狞笑一声，就算没了一只手，老夫捏死你也像捏死一只蚂蚁。他毕竟是炼气9层，修为可比王大器强太多了。他口中念念有词，那柄沾满鲜血的灵剑感应到主人的杀意，竟在空中猛然自行出鞘，带起一道惨烈的银芒，如游龙般斩向王大器。御剑术，哪怕没了手，他也能用剑。去死吧！姚大通状若疯狂，王大器身形如鬼魅般在屋顶跃动，险险避开剑锋，随手又是3道玄水剑连发。那些水剑在空中划出诡异的弧度，带着千钧之重，硬生生将那柄灵剑撞得偏离了方向。砰砰，水汽与剑光在空中激荡。王大器趁着姚大通因断手导致灵力运转不灵的空隙，身形七进。第二剑，一道比之前粗大数倍的玄水剑再次激射而出。这一次，这玄水剑掺杂了强大一丝体内紫气，下一秒精准地洞穿了姚大通的护体罡气，狠狠扎进了他的肩膀。噗！姚大通一口鲜血喷出，整个人被巨大的冲击力带得倒飞出去，重重砸在残垣断壁之中。大气！就在这时，2道娇喝声从远处传来。许燕和江雪柔灰头土脸地冲上废墟，正好看到了王大器将姚大通击飞的惊人一幕。2个人迅速冲了过来，许燕反应极快，第一时间闪身挡在王大器身前，目光死死锁定在废墟中不断呕血的姚大通身上，防止他临死反扑。而江雪柔则显得更加沉着冷静，她玉指一弹，一张散发着淡淡流光的隐秘符被他抛向半空，随着符箓自燃，一层肉眼难见的波纹迅速扩散，将方才激烈斗法留下的狂暴凌厉余波尽数遮掩。只要不是结丹期以上的高手特意搜寻，外人只会以为这里是一处被蜈蚣毁坏的废墟，发现不了此地的猫腻。大气，到底怎么回事？江雪柔秀眉紧锁，目光在断了一只手的姚大通身上扫过，语气冰冷：这家伙刚才骗我进洞救方中，被我看穿后想杀我灭口。王大器平复了一下体内翻涌的灵力，淡淡说道：他疯了。江雪柔眼中闪过一抹厌恶，都什么时候了，矿区这么多人的命悬一线，他身为执事不思救火，竟然还想着内斗杀人。江雪柔。废墟中，姚大通挣扎着抬起头，脸上满是疯狂与怨毒。他指着王大器，由于剧痛，声音尖锐得有些变形：是王大器伤我在先，我是执事，他是弟子，这是以下犯上。我命令你立刻对他动手，拿下这个叛徒，要不然等宗门怪罪下来，你们2个也吃不了兜着走。命令我？江雪柔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冷笑：姚大通，你还是先顾着你自己吧，这里出了这么大的岔子，方中长老生死不明，你身为现场最高负责的执事，你认为宗门会放过你？你的命在宗门眼里已经是个死人了，你想抗命？姚大通瞳孔一缩，江雪柔目光闪烁，指尖微微亮起一抹寒芒。在这混乱的矿场弄死一个已经重伤的执事，然后推给妖兽，似乎是个一劳永逸的选择。然而就在他准备屈指一弹，彻底灭杀这个隐患时，一道如山岳般沉重的威压突然从天而降。程长老，你来了！江雪柔脸色微变，立刻收起手头的动作，只见一道火红的身影自云端落下，正是内门长老程曼。他看着眼前这一地狼藉，眉头紧皱，显然也是被矿区的惨状惊到了。程长老救命啊！姚大通像见到了救命稻草，连滚带爬的哀嚎起来：王大器，这小子对我怨恨，于是偷袭打断了我的手，求长老为我做主啊！许燕顿时紧张的手心冒汗，他凑近王大器，声音颤抖的低语道：糟糕了，程曼长老他要是听信了姚大通的鬼话，我们放心吧。王大器拍了拍许燕的手背，神色泰然自若：我之前在传讯府里就已经把这里的情况跟程长老报备过了。果然，程曼冷冷地看了姚大通一眼，眼中满是嫌恶。姚大通，本座来之前就已经了解了情况，你玩忽职守，残害同门，试图嫁祸他人。不，程长老听我解释。程曼根本不给他说废话的机会，右手虚空一按，一道赤红火劲瞬间贯穿了姚大通的丹田，咔嚓一声，那是气海破碎的声音啊！姚大通发出一声绝望的惨叫，浑身灵力如潮水般泄去，瞬间从一个高高在上的执事变成了一个满面红光的废人。废除修为，带走关押，等平定此乱，再送去执法唐明正典刑。程曼冷声下令，随后看向王大器，眼中多了一丝赞赏：王大器，你做得很不错，现在所有人听我号令，所有弟子准备救人。实际上，程曼之所以如此果断地废掉姚大通，听的确实只是王大器的一面之词，但在他这位金丹长老眼中，事实的真相往往并不取决于繁琐的证据，而取决于对人的判断。经过之前的接触，程曼知道王大器是个老实本分、不打妄语的实在人。既然这个老实人说你姚大通有害人之心，那即便不是真的，你这个让矿区陷入混乱的执事也该给个交代。这就是强者的逻辑，他不需要所谓的证据，他只相信自己的眼光。姚大通像条死狗一样被2名弟子拖了下去，
凄厉的惨叫声在矿坑上方回荡，却激不起半点同情。大气，程曼收回目光，语气柔和了一些，指着前方如同巨兽之口的矿洞说道：“现在矿洞内大部分弟子都出事了，方中长老也失了联系。我带人进去，但里面地形复杂，我需要一个熟悉路的人带队，你方便吗？若是刚才斗法受了伤，也不碍事，我另寻他人。”王大器心中微微一动，跟着一位金丹长老下洞，安全性比自己乱闯要高出无数倍。而且那些普通蜈蚣虽然数量惊人，但根据他的观察，大部分都处于炼器级别，唯独少数一些铁甲蜈蚣难缠。有程曼坐镇，这趟差事不仅没危险，反而成了立功的绝佳机会。长老，我没大碍，方便带路。王大器拱手，神色诚恳地应了下来。好，那麻烦你了。程曼赞许的点点头。我们也一起进去。许燕上前一步，主动握紧了手中的兵刃，眼神坚定。不错，多一个人多一分力。江雪柔也微微点头，站了出来。好，大家随我一起，尽量救人。程曼转身看向身后，除了王大器3人，他身后还跟着一支精干的队伍。这些人全是他从内门带出来的阵法系弟子，清一色的女修，个个英姿飒爽。其中筑基期的女修就有3人，他们神情肃穆，显然是这支队伍的中坚力量。而剩下的10几个炼器弟子，清一色都是炼器后期，周身灵力凝练，手中掐着的法诀含而不露。王大器扫了一眼，心中暗暗吃惊，这些可不是普通的挖矿弟子，而是精通战阵配合的精锐。论单打独斗或许不算顶尖，但若是结成阵法，恐怕连筑基后期的高手也要避其锋芒。出发！程曼一声令下，众人化作道道流光，在王大器的指引下，顶着那股令人作呕的腥臭味，朝矿洞入口冲去。众人冲入洞穴入口，程曼和王大器几乎同时感知到了铁甲蜈蚣王的位置。孽畜，休得伤我宗门弟子！程曼冷喝一声，金丹期修士的威压如大江奔涌。他虽然是阵法师，主修阵法，不善斗法，但老牌金丹的底蕴深厚无比。只见他玉手一扬，数枚泛着青光的阵盘脱手而出，呼吸间便在右侧洞口处化作一道水幕天花阵。那水幕看似柔软，却生生挡住了铁甲蜈蚣王那如巨型镰刀般的钩足。要是再慢一步，这钩足恐怕就要杀了面前一个弟子了。轰隆！洞穴剧烈震颤，铁甲蜈蚣王那长达100丈的躯体扭动着，黑色鳞甲碰撞摩擦，发出令人牙酸的金属撞击声。面对程曼的挑衅，这头拥有金丹实力的妖王发出了低沉而狂暴的咆哮。一团墨绿色的毒雾瞬间将那方区域笼罩。我去那里救人，尔等跟随王大器进入洞穴，尽量将弟子救出。是。话音未落，程曼已化作一道流光扎入毒雾，那边很快传来了密集的斗法声和阵法爆裂的轰鸣。王大器收回目光，脸色凝重。他知道程曼虽然强大，但那蜈蚣王战尽地利，防御惊人，一时半刻难以分出胜负。而在这矿洞深处，多耽误一息时间，便可能有数名弟子丧命。江师姐，各位同们，跟我走。左侧第3条岔路，那里原本有一处临时伏击区，一般弟子们在那最多。王大器低喝一声，身形如电，率先冲入幽暗的矿道。他虽然修为在众人中不算最高，但凭借着对这里的熟悉，以及那种对灵力波动异常敏锐的直觉，他总能避开他方最严重的地段。跟紧他，保护侧翼。一个面容清秀的阵法女修清冷喝道：“这是程曼的大弟子，名叫夏春莲，筑基修士。”身后10余名精干的女修立刻变换身形，3名筑基女修为尖兵，炼器后期弟子分立左右，灵力连结成一片淡淡的红芒，将四周弥漫的腥臭毒气应声隔绝在外。嘶！黑暗中，无数双猩红的复眼亮起，那些磨盘大小的铁甲蜈蚣察觉到了新鲜血肉的气息，疯狂地从岩壁缝隙中涌出。斩！一名筑基女修手中长剑挥洒出漫天剑影，将当先几条蜈蚣斩成数段。可这些怪物甲壳坚硬，且生命力极强，即便断成2截，仍在疯狂扭动。别纠缠，用火符开路！这些畜生怕光火！夏春莲头也不回地喊道，同时手中不知何时多了一根特制的荧光石棒，用力在岩壁上一擦，强光亮起的瞬间，前方的蜈蚣群果然出现了片刻的退缩。王大器师弟，你带我们来这里，人呢？夏春莲忽然看向王大器，眼中闪过疑虑。其实他对王大器这个外门弟子是持有怀疑态度的，他想不通自己师尊为什么如此看重此人。王大器眉头紧锁道：“这附近发生了塌陷，环境已经发生改变。这么说，你不知道路了？”一个留着卷发的男修士不悦道：“那你带我们走这么多路做什么？急什么？这里这么多塌陷地方，环境被改变了很正常。”江雪柔冲男修说道。夏春莲摇头：“这矿洞之中灵力阻隔，我等灵力无法穿透岩壁，看来要分头行动了。”说则，他朝前方走去，道：“那里好像有人呼救。”师姐好耳力，我也听到了，而且似乎不止一人。卷发修士神色一喜，正欲过去。等下，王大器忽然拉住了对方。怎么了？卷发修士乃是筑基修为，用居高临下的目光看着王大器。这位师兄，那地方好像没有人，此路不通。王大器皱眉望着声音传递而来的地方，说道：“不通。”卷发修士皱眉，不悦道：“不就是一些岩石阻挡吗？破开便是。”“不是，那边没人。”胡说八道！
那声音明明是那里传来的，好像起码4、5人之多。夏春莲也是点头，朝王大器投去质疑的目光，你耳朵有问题。王大器、许燕连忙上前道：“我夫君在这里挖矿，对这里比较了解，他这么说一定有他的道理。一个矿工而已，闪开！”卷发修士冷哼一声，王大器现在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他确实也听到那边有人呼救，可问题是，他体内的紫气确实没有发现那里有人啊，反而那里有无数诡异的气息，似乎是蜈蚣，很多很多蜈蚣，那里有很多铁甲蜈蚣。你卷发修士当即打断了王大器的话，滚开！轰！筑基气息涌出，将王大器硬生生震退了数步。有话好好说嘛，你打人做什么？许燕连忙扶住后退一步的王大器。江雪柔连忙道：“师兄，大器师弟也是为了帮忙，还请莫怪。那还是请你破开石壁吧。”说完，江雪柔连忙给王大器使了个眼神，然后传音：“大器，此人名叫徐太兵，为人蛮横跋扈，莫要和他对着干，就让他去吧。”王大器深吸一口气，默默点头。此时他想到了老家父母对他说过的话：人教不会，是叫人一次就会。既然他们不听劝，那不关他事。明白了，雪柔、燕燕，小心，石壁那后面恐怕有情况。王大器一边后退，一边传音。看到王大器那不断后退的模样，徐太兵鼻子轻哼一声，眼中的鄙夷几乎凝成实质。夏春莲更是轻笑出声，摇了摇头，似乎在嘲笑江雪柔待人的眼光。师姐，我现在过去将石壁打破救人。徐太兵说道。好，速战速决，莫要让师尊久等。夏春莲退后一步，神情倨傲地护住侧翼。徐太兵大步流星地走到那面渗血的石壁前，双手快速捏诀，体内筑基期的灵力疯狂涌动，汇聚在右拳之上，泛起一阵厚重的土黄色光芒。开！他暴喝一声，重拳狠狠轰在石壁之上。轰隆！石壁本就在之前的震动中摇摇欲坠，此刻受此重击，瞬间崩碎塌陷，激起漫天烟尘。就在徐太兵嘴角挂着笑，正准备迎接那些求救同门的感激时，一变陡声：“救命！救！”嘶嘶嘶！那原本凄惨的求救声，在石壁破碎的瞬间，竟诡异的重叠、扭曲，最后变成了一种极其刺耳的，如同金属片相互刮擦的嘶鸣。嗖嗖嗖！3道暗红色的残影如离弦之箭般破开晨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徐太兵的面门。什么东西？徐太兵瞳孔骤缩，定睛一看，惊得浑身汗毛扎起。那竟是3头形态诡异的蜈蚣，约莫手臂粗细，贝壳呈现暗红色。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它们的头部、口气处竟然长着一层薄薄的人类皮质褶皱，正随着呼吸剧烈颤动。刚刚那惟妙惟肖的求救声，正是从这些蜈蚣那特殊的口气褶皱中发出的。中计了啊！徐太兵哪知道这石壁后根本没有活人，而是这等狡诈的妖兽巢穴。他们故意发出声音，吸引别人救援，然后守株待兔，袭杀修士。他躲闪不及，更兼之前心态傲慢，护体灵光极其稀薄。咔嚓几声脆响，他胸口佩戴的一张护身符镜在这些蜈蚣的口气面前脆如薄纸，瞬间被咬穿。那特化的针状口气不仅锋利，更带有某种破法毒素。徐太兵只觉得胸口一凉，紧接着便是钻心的剧痛。3头蜈蚣生生洞穿了他的胸甲，在他胸口扎出了3个血淋淋的大洞。王大器瞳孔一缩，果然有问题，这就是不听劝的下场。看着眼前惨状，许燕低声呢喃：“滚开，给我滚开！”徐太兵忍着胸口的剧痛，疯狂地挥舞重剑，将胸前的蜈蚣拍飞，但鲜血的甜腥味瞬间点燃了整个巢穴。嗖嗖嗖，更多的嘶鸣声响起，成百上千条大大小小的拟声蜈蚣从破碎的石缝中涌出，如同一股黑红色的洪流，直扑徐太兵而去。师弟，夏春莲这才反应过来，吓得花容失色。说到底，他毕竟不是专业的斗法修士，平日里做的最多的只不过是设计阵法、维修阵法等等，相当于工程师角色。此刻他才意识到王大器刚才的警告绝非虚言，心中不由得又后悔又担心。但此时救人要紧，他尖叫一声，指尖连弹，连忙不计成本地拍出2张价值不菲的一阶上位火焰符。轰轰，2团烈焰在洞穴内炸开，暂时阻断了虫群的冲势，但也照亮了后面令人绝望的一幕。在那石壁后方，堆积着数具早已被吸成干尸的矿工尸体，这些蜈蚣正蠕动在尸体之间，模拟着那些死者生前最后的惨叫，等待着下一个猎物上钩。随着火焰符的炸开，那些拟声蜈蚣全都躲了起来。至此，王大器看清楚了，这些拟声蜈蚣是以偷袭为主，防御力并不强，稍微热一点的温度便能烫死一大片。随着蜈蚣群退去，徐太兵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徐师兄，几个弟子连忙冲过去搀扶徐太兵，可惜他身上伤势太重，哪怕是筑基修士，但是面对胸口血淋淋的3个血洞，他根本无法活命。此时也只是最后的回光返照罢了。师弟，是我害苦了你啊，刚刚应该听王师弟建议的。夏春莲一脸悔恨，跪在地上。徐太兵也是满脸痛苦以及悔恨，忽然抓住夏春莲的手：“师姐，我有一句话一直没好意思说，我喜欢你。”说完，徐太兵又看向王大器：“难道师弟，刚刚是我太自负了？”哎，王大器叹了一口气，刚刚他确实挺生气的，不过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对方已经为自己的自负付出了代价，那自己也不必再对他苛责什么了。王师弟，接下来希望你不计前嫌，把大家带出去。说完最后一句话，徐太冰头一歪，彻底没了气息。徐师弟，夏春莲顿时泪眼婆娑。江雪柔道：夏师姐，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还请振作起来，离开这里。是啊，夏师姐，徐师兄的尸体我们会将他带回。一个师姐主动将徐太冰的尸体收入储物袋，不过徐太冰自己的储物袋无法收入，所以交给夏春莲保管。走吧。夏春莲咬了咬牙，目光看向王大器。王师弟，还是你对这里了解，接下来怎么走？此时的他褪去了刚刚的高傲，现在变得无比谦逊。在那里，王大器刚刚已经感知了一下，那个地方似乎有人影气息。走。夏春莲走在前头，他转过一个巨大的拐角，众人眼前豁然开朗，但也倒吸一口凉气。只见前方的一处矿厅内，10几个灰头土脸的弟子正背靠背缩在一个残破的防御法宝光罩内，光罩已经摇摇欲坠，而外围密密麻麻围了不下100条铁甲蜈蚣，甚至其中还有几条通体赤红的铁甲蜈蚣正在疯狂啃食光木。其中一条铁甲如同红色铁矿，这是筑基的妖兽标志。是夏师姐，还有江师姐，他们来救我们了。缩在光罩里的弟子见到王大器等人，顿时发出了绝处逢生的欢呼。滋滋滋，蜈蚣群注意到众人，疯狂扑来。动手！江雪柔眼神一冷，手中飞剑如长虹贯日，瞬间贯穿了一头赤红蜈蚣的头颅。王大器没有直接冲上去厮杀，而是迅速观察四周。他发现这处矿厅的顶端已经开裂，那是铁甲蜈蚣王刚才撞击造成的余波。等等，别全部冲过去，先稳住顶部的岩层。王大器大声疾呼：如果这里塌了，谁也走不掉。听到王大器的嘶吼，原本正欲冲入虫群厮杀的夏春莲心头猛地一颤。这次他听从王大器建议了，因此他下意识地抬头望去，借着灵光术的微芒，果然看到头顶那摇摇欲坠的穹顶上，几道狰狞的裂缝正顺着铁甲蜈蚣王先前留下的撞痕飞速蔓延，细碎的灵石粉末如雨点般簌簌落下。这家伙修为虽低，眼力竟如此毒辣。夏春莲美目中闪过一抹惊异，不由得多看了王大器一眼。眼见矿厅随时可能崩塌，他不敢有半点迟疑，先手一抹储物袋，一块泛着青铜古色的阵盘飞跃而出。定山盘阵，土黄色的光晕瞬间扩散，如同数根无形的擎天巨柱，硬生生顶住了崩裂的岩层。杀！没了后顾之忧，江雪柔与一众内门女修如虎添翼，剑光如虹，符箓化作漫天雷火，在狭窄的矿厅内交织成一张密集的死亡之网。江雪柔的飞剑最是凌厉，每一划过，虚空都带起一串腥臭的血花。那些炼气后期的女修则3人一组，进退有序，手中法诀配合默契，将扑上来的蜈蚣群生生搅碎。王大器则游走在战圈边缘，他体内的紫气运转到了极致，每当有隐匿在暗处的蜈蚣发动偷袭，他总能提前预警，并指出灵力值，击杀蜈蚣，查缺补漏。江雪柔也不逞多让，他水系灵力绽放，总是先人一步斩杀扑来的蜈蚣。相对来说，许燕的战力就要低一些了，没什么重大建树。在众人的合力绞杀下，原本汹涌的黑红潮水迅速枯竭，满地皆是蜈蚣的残肢与粘稠的汁液，腥臭扑鼻。最终场中只剩下那头实力达到筑基期的精英蜈蚣在疯狂咆哮：孽畜，还我师弟命来！看到这头妖兽，夏春莲想起了惨死的徐太冰，双眼瞬间通红，俏脸布满寒霜。他不计损耗的疯狂催动灵力，手中一柄赤红法伞轰然撑开，化作一道焚天烈焰。那筑基蜈蚣虽甲壳坚硬，却在夏春莲这种近乎自杀式的狂暴攻击下节节败退。随着夏春莲凌空一剑刺入其复眼，不可一世的妖虫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巨大的躯体在火焰中疯狂扭动，最终化为了一焦炭。好，获救了，多谢各位师姐救命之恩。躲在光罩内的10几名弟子见到妖物尽除，爆发出绝处逢生的欢呼声。接下来，由于先前的惨痛教训，此时的夏春莲对王大器几乎到了一种盲从的地步，全程突围与搜救，他几乎是寸步不离地守在王大器身侧。王大器指东，他绝不往西。王大器若是皱一下眉头，他便会立刻戒备地按住剑柄。这种反差落在江雪柔和许燕眼中，虽然有些滑稽，却也让众人的搜救效率极高。短短半个时辰，这支小队在王大器的精准避险与指引下，在这9曲18弯的矿道中，竟陆陆续续救下了不下40名弟子。虽然大多数人都带了些伤，但好在性命无虞，差不多逛完了。王大器一边感应着体内紫气的流动，一边沉声说道。就在这时，王大器的耳朵微微一动，一股熟悉却又让他生厌的气息出现在了他的感知边缘。这家伙居然还活着！王大器眼角余光一瞥，落在了矿厅角落一处极不显眼的岩石凹陷处。救命！救命啊！是有人来了吗？我听到动静了，救救我！我在这儿，我是外门弟子姚武。姚武那声音带着极度的恐惧与颤抖，嘶哑中透着绝处逢生的癫狂。说起来，姚武的运气的确逆天，在蜈蚣群暴动的第一时间，他就凭借着常年挖矿练出来的灵敏嗅觉，像钻洞的老鼠一样，硬生生把自己塞进了一道只有半尺宽的岩石缝隙里。同时，他还撒下了遮蔽自己气息的特殊药粉。这缝隙极其狭窄，
且布满了矿石尖刺，虽然把他扎得遍体鳞伤，却也避开了许多蜈蚣。他蜷缩在里面，听着外面同门的惨叫和咀嚼声，整个人都要崩溃了。尤其是刚刚自己的叔叔姚大通竟然没有来救我。此刻听到众人的脚步声，他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夏春莲脚步一顿，眼中露出一抹迟疑，下意识地看向王大器。大器师弟那边似乎有人。姚武也听到了动静，更加拼命地拍打着石壁。救命！救命啊！我在这里，别走！王大器神色如常，体内的紫气轻轻一转，他当然知道那是姚武，甚至能清晰地感受到对方那急促的呼吸。但在下一刻，王大器却面不改色地摇了摇头，声音果断：“师姐，别分心，刚才吃过的亏忘了吗？”那声音节奏虽快，但气虚不连，频率与刚才那些拟生蜈蚣一模一样。这里矿道深处早已没了活人气息，莫要再中了那些孽畜的诱敌之计。王大器说的十分淡定，配合他那一副老实巴交的模样，还真的煞有介事。是吗？夏春莲打了个冷战，想起徐太兵惨死的模样，心头那一丝疑虑瞬间被恐惧淹没。果然，这些畜生真是越来越狡诈了，竟然能学得这么像。与此同时，众人腰间的传讯浮齐齐亮起。师尊传讯了。夏春莲扫了一眼，面露喜色。程长老已经解决了那头铁甲蜈蚣王，现在令我们所有人立刻撤离，矿脉深处可能还会发生余震塌陷。既如此，此处已无生还者，我们撤。王大器语气平静，看都没看那石缝一眼。不是蜈蚣，我是姚武。王大器，我看到你了，你别走，救我呀！石缝里，姚武似乎察觉到了众人的离去，发出了绝望的嘶吼，声音都变了调。但在夏春莲等人听来，这尖锐的嘶吼反而更像是妖虫最后气急败坏的拟声罢了。走吧，撤离！夏春莲一挥衣袖，带起一阵狂风，卷着获救的弟子迅速向出口撤离。王大器走在最后，目光深深地朝身后看去。这个姚武死有余辜往回撤的时候，他路过之前发现炫晶晶的地方，这地方蜈蚣被灭得差不多了。王大器心思一动，道：“你们在这里等一下。”他冲入那地方，从储物袋内拿出铁镐，用力劈了上去。砰砰！这次他毫无保留地运用力量，只是4下，便精准发现一大块炫晶晶。发了，这起码10多斤，能卖40-50灵石。王大器眼睛一亮，将炫晶晶收了起来。接下来，众人一路往回撤离，矿道内的腥臭味依旧刺鼻。虽然铁甲蜈蚣王已被斩杀，但残余的小型蜈蚣仍如潮水般从岩缝中钻出，前赴后继地发动自杀式攻击。然而，失去了王的统领，这些孽畜不过是散兵游勇。孽畜死！许燕娇喝一声，手中长剑舞出一道密不透风的剑网，将几只扑上来的炼气期蜈蚣斩成数段。此时的他，即便面对这些狰狞的怪物，也能应对自如，再无先前的慌乱。一行人速度极快，不多时便抵近了矿洞入口。师尊！夏春莲眼尖，第一眼就看到了伫立在入口处的那道红色身影。此时的程曼气息显得有些紊乱，那件平日里纤尘不染的火红法袍上，此时沾满了墨绿色的腥臭粘液，那是铁甲蜈蚣王的血液。他脸色略显苍白，手中持着一柄流光暗淡的长剑，显然方才那场战斗让他消耗极巨。人都带出来了吗？程曼声音略显沙哑，目光扫过众人。禀师尊，幸存弟子共计34人，尽数带回。夏春莲躬身禀报，随即眼神一暗，声音低沉了下去。只是徐太兵师弟，他牺牲了。程曼那握剑的手微微一颤，沉默了片刻，才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修仙之路本就是与天争命，他为宗门而战，死得其所。罢了，先随我出去。踏出矿洞的一瞬间，明亮的阳光洒下，众人竟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夏春莲忽然停下脚步，扑通一声半跪在程曼面前，低头道：“师尊，弟子有罪。若非我先前自负傲慢，执意深入，徐师弟或许就不会死，都是我的错。”此时的他再无半点内门精英的高傲，眼中满是悔意。王大器站在人群后方，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接着，他的目光转向场中，在那里横卧着一具如同小山般的巨大尸骸，那头足以媲美金丹修士的铁甲蜈蚣王。他的脑袋已被程曼积蓄全身灵力的一击彻底炸碎，只剩下一节节如同黑铁铸就的残躯。即便已死，散发出的凶戾之气仍让不少炼气弟子感到胆寒。这蜈蚣王的一身甲壳和妖丹，可是难得的炼气材料。王大器心中暗道，不愧是金丹长老，能在这重地利劣势下强杀此兽。春莲，你能认识到错误，还不算晚。程曼看向众人，神情肃穆。徐太兵的死，你们每一个人都要铭记在心。修仙界危机四伏，莫要以为背靠宗门便可横行无忌，自负往往是通往黄泉的捷径。弟子受教。众人齐声应和。随后，程曼亲自出手封锁了矿洞入口，王大器等人则配合着伤员，在夜幕降临前撤回了附近的方式。那一夜，矿区方向隐约还有震动传来，但对于死里逃生的弟子们来说，房室那简陋的木屋已是世间最安全的地方。翌日清晨，王大器推开窗户，只见远方的天际划过密密麻麻的流光，几十艘巨大的宗门飞舟遮天蔽日，带着雷霆万钧之势夹击赶来。旌旗招展，那是宗门执法堂与后勤部的精锐，
他们将接管这片废墟，清算一切，并重建秩序。而这一切已经和王大器无关了。今天，他们一行人将乘坐乘慢的非洲离开。不过走之前，他看到州城这个执事和几个管理被树仙绳捆着，一同带回去。原因不言而喻，这些人隐瞒矿洞危机，知情不报，实在失责，所以送回宗门执法堂接受处理。非洲穿云过雾，渐行渐远，后面的群山越来越小，最后化作黑点。这一路飞行，王大器发现江雪柔和许燕的关系倒是越发融洽了。许燕性子直爽，而江雪柔虽清冷，却极有主见。两人坐在甲板一角，倒是有些相见恨晚的意思。只不过回忆前几晚，当许燕偶尔开玩笑提议三人要不要挤一挤睡在一起时，江雪柔总是红着脸，坚决地摇头拒绝。说到底，他还是放不开呢。王大器在一旁看在眼里，心中明了。江雪柔毕竟曾是高高在上的内门天骄，骨子里的骄傲让他十分不好意思。当然了，这也是因为他没有动用锁心咒的原因。若是动用锁心咒，江雪柔必定会乖乖听话。现在两女因为关系好，两位家人一路上甚至都没怎么搭理王大器，而是聚在一起低声研讨修行。江雪柔毫无保留地指点许燕关于碧波炼气术的精微之处。王大器见状，索性也合上眼，顺着他们讨论的声音，自顾自地运转体内灵力，借着矿洞中生死一线带来的感悟，稳固根基。当非洲稳稳落在宗门停机坪时，一股熟悉的灵气波动扑面来。王师弟刚下非洲，夏春莲便快步走了过来，那张平日里冷若冰霜的脸上，如今多了一丝真切的客气。夏师姐，有事？王大器拍了拍衣袍，师尊让我带你去一趟执法堂。夏春莲看着他，目光中透着一丝复杂。这次矿洞无功之灾，你立下了不小的功劳，不仅救下了许多弟子，最重要的是，你先前的预警让不少人提前撤离，也保护了不少弟子。师尊说，这功劳得让你亲自去领，顺便指认周成等人的渎职之罪。既然如此，那我便走一趟。王大器对许燕和江雪柔交代了几句，让他们先回去休整，随后便跟在夏春莲身后，再次踏入执法堂。那种庄严而肃杀的气息依旧。大堂中央，程曼早已负手而立，而在他前方不远处的青石板上，周成等4名矿区管事正被树仙绳捆得严严实实，一个个面如死灰，跪在地上瑟瑟发抖。首座之上依然是那位面容威严的金丹长老许怀言。看到王大器进来，许怀言原本闭着的双目微微睁开一条缝，眉头不自觉地挑了挑。他脑海中瞬间浮现出那日南宫林峰主亲自出面对这小子表现出的那种不同寻常的关照。也不知道这小子有什么长处，明明看着平平无奇，为何南宫师妹会对他另眼相看？许怀言暗自嘀咕，心里却已经打定主意，这件事要办得圆润一些。接下来所谓的指认不过是走个过场。在王大器如实陈述了矿洞前几日的种种异状，以及管事们如何知情不报后，周成等人连求饶的力气都没了。哼，害群之马，带下去，按宗门律令严惩。许怀言挥退了罪人，随即目光落在王大器身上，语气难得地温糊了几分。王大器，此番矿洞动乱，你处变不惊，救助同门有功，经执法堂合议，与你3等功一次。他顿了顿，袖袍一挥，一个黑色布袋落入王大器手中，赏灵石20块，运灵丹2瓶。另外，许怀言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宗门额外开恩，准你进入藏武阁兑换的接术法一步。地接术法在修仙界，术法分天地玄黄4界，普通的炼气弟子平日里接触的最高也不过是玄阶，地接术法往往是内门弟子甚至是亲传弟子才有资格修习的重宝。王大器心中一凛，他知道20块灵石和丹药只是毛毛雨，那个地接术法的兑换资格才是真正的大好处。毕竟一门的接术法价值数百灵石。王大器不知道的是，其实原本没有地接术法这个奖励的。许怀言也是看在南宫灵的面子上，顺水推舟给的天大好处。多谢长老。王大器恭敬行礼。走出执法堂时，王大器先是回了清风院。得知他回来之后，不少熟悉的弟子都过来串门，忙活了大半个时辰，王大器才将他们送走。王大器关严了房门，又四下检查了一番，这才神秘兮兮的从怀里摸出那个沉甸甸的黑色奖励袋。哗啦一声，东西散落在桌上，20颗晶莹剔透的灵石，2瓶散发着淡淡清香的运灵丹，以及1枚通体黝黑非金非木令牌。这么多奖励，许燕坐在一旁，眼睛笑成了月牙，比自己得了宝贝还要开心。这次运气不错。王大器将令牌收好，随后将其中的灵石和丹药推到许燕面前。这运灵丹1人1瓶，灵石你拿10颗，咱们1人1半。大器，这可不行。许燕愣了一下，连忙将灵石往回塞，连连摇头道：这是你拿命换回来的奖励，我怎么能拿这么多？我就拿这瓶运灵丹好了。至于家用的灵石，你上次给我的还没用完呢，哪用得了这么多？见许燕态度坚决，王大器心中生出一股暖意。在这个尔虞我诈的修仙界，能有这样一个时刻为自己省钱不贪功利的女人守着家，实乃幸事。他也没有过多推辞，顺势收回了灵石，点头道：那行，东西先搁我这，反正现在天色还早，我打算去藏武阁把那门术法兑换了。地阶术法非同小可，
选错了可就浪费机会了。许燕歪着头想了想，提议道：“咱们对这些高深术法确实不太懂，不过沈如烟师姐毕竟是内门天骄，又出身修仙名门，见识比我们广多了。你要不请教一下她？正好咱们平安回来了，也该和她说一声，免得她担心。”王大器暗道：还是许燕心思细腻，会做人。当初沈如烟对她多有照拂，如今回来了，确实该打个招呼。那行，我看看她在不在。王大器拿出传讯符，注入一丝灵力。与此同时，寒玉殿内淡淡的冷香缭绕，沈如烟正微蹙峨眉，盘膝坐于团仆之上，在她对面，一袭红裙，风华绝代的南宫翎正静静地看着她。沈如烟正在请教一门法术的运转方式，但不知为何，总觉得有些心不在焉。自从王大器离开宗门去矿区之后，沈如烟总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修行的速度竟然变得慢了许多。实际上，沈如烟不知道的是，其实她现在的速度中规中矩，也不算慢了，只不过是在王大器的帮助下，进步更加明显而已。心不静，气不顺，如烟，你今日的状态很差。南宫翎忽然开口，声音如玉石撞击，清冷中透着一丝威严。弟子知罪，请师尊责罚。沈如烟娇躯微颤，连忙低下头。你怎么了？弟子昨日听闻炫金矿脉那里出了事，死了不少弟子。弟子忽然想起，王师弟也去了那里。你不早说。南宫翎目光一凝，沈如烟正要解释，腰间的传讯符忽然急促地亮了起来。看了一眼，沈如烟神色一喜，师尊，是王师弟传讯来了，他没事，已经跟随大部队回归。呼，那便好。南宫翎其实心中有些酸溜溜的，寻思着那小子既然回来了，居然只联系沈如烟，不联系他。师尊，王师弟传讯给我。沈如烟立刻露出了几分羞涩又不胜欣喜的神情，那眼角眉梢荡漾的春意，即便不用细看也知道他此刻心猿意马。南宫翎见状，无奈地揉了揉眉心，自己这个弟子平日里瞧着端庄大方，怎么一提到王大器就跟丢了魂儿似的？这哪是去指点术法，分明是又动了情思，赶着去发浪了。怎么一点都不学他这个师尊，冰清玉洁一些呢？找你做什么？南宫翎明知故问，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酸气。王师弟说，宗门赐了他一次兑换的接术法的大机缘，他不知该如何抉择，特来询问弟子的意见。沈如烟垂下头，声音细若蚊蚋，手却紧紧攥着传讯符。去吧去吧，别在这儿碍眼了。南宫翎挥了挥袖袍，像是在驱赶一只扰人清梦的小雀儿。看着沈如烟欢天喜地地拎着裙摆跑出大殿，南宫翎脸上的威严瞬间垮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萧索的寂寥。他靠在冰冷的玉座上，有些幽怨的自言自语：臭小子，回来了只记得联系师姐，竟半个字都没传给沈师妹吗？话音刚落，怀中那枚特制的传讯符忽然微微一颤，发出了柔和的亮光。南宫翎心中猛地一跳，神识探入，只见上面浮现出一行小字：沈幽南师妹，我是你王大器师兄，我从矿洞平安回来了，还立了功，过2日闲下来便去瞧你，勿念。扑哧，南宫翎原本紧绷的俏脸瞬间如冰雪消融，绽放出如怀春少女般灿烂的笑容。她美滋滋地捧着传讯符，甚至还整了整自己的衣襟，这才压抑着内心的雀跃，指尖飞速敲动，给王大器回了讯息。清风院内，王大器收到了沈如烟让他去洞府一叙的回应。此时阳光正烈，由于大多外门弟子都趁着白日外出接任务攒贡献，沈如烟洞府所在的半山腰显得格外幽静，四下无人。你又要去沈如烟师姐那里？许燕见王大器收起符咒，嘴唇不由得嘟了起来，语气中透着一股子浓浓的陈醋味。大器，我看如烟师姐让你过去，名义上是教你选术法，怕是肚子里又憋着坏，想让你伺候他呢。王大器哑然失笑，上前刮了刮他的鼻子，怎么，燕燕你吃醋了？倒也不是了。许燕有些局促地绞着衣角，随后轻哼一声，附在他耳边低声道：我就是担心你，如烟师姐那骚蹄子离开你这么多日，怕是早就饥渴难耐了，你可得注意点身子，别被他吸干了。王大器有些无语地摇了摇头，他算是看出来了，许燕对江雪柔倒是大方得紧，甚至还愿意主动撮合3人同眠，可唯独对沈如烟总是带着几分莫名的嫉妒。放心，我有分寸，去就回。安抚好了家中的醋坛子，王大器信步来到了沈如烟的洞府前。洞府的石门早已开启，一股混合着淡淡水灵气与女子体香的旖旎气息从门缝中渗出。王大器推门而入，只见洞内云雾缭绕，那是沈如烟洞府之中温水的水雾气象。屏风后，一道曼妙的身影若隐若现。师弟，你可算来了。沈如烟慵懒的声音传来。当他转出屏风时，王大器不由得呼吸一紧。只见这位平日里清丽脱俗的师姐，湿漉漉的长发披散在圆润的香肩上。师姐，你这是？王大器嘴角微抽，暗道还真的被燕燕给说准了。这，他轻抚着自己的额头，微微说道：师弟，师姐最近几日修行出了些岔子，总是觉得丹田燥热，浑身乏力的很。既然你来了，快给师姐好好瞧瞧，看看这气血到底淤积在何处了。说话间，他那双勾魂夺魄的眸子已经直勾勾地锁定了王大器，眼底深处竟是快要满溢出来的渴求。王大器确实性格老实，但此时此刻哪还不知道师姐是什么心思。师姐，你真好看。王大器这话
乃是发自内心。毕竟沈如烟本就容貌绝美，如今也不知道她从哪里翻出这么一件极尽诱惑的纱裙，这简直了。王大器一直自诩正人君子，可此刻也忍不住有些唏嘘了。师姐当真是明媚动人啊！片刻后，石榻上的云雾渐渐散去，沈如烟长舒一口气，原本潮红的脸颊透着一种滋润后的晶莹，整个人显得愈发娇艳欲滴。果然，每一次与你切磋，我的修为都有几分精进。沈如烟像是没了骨头一般，懒洋洋地趴在王大器怀里，纤细的指尖在他结实的腿上若有若无地画着圈圈。那难道大器，这次矿洞之行，没想到你竟能立下这般大功，连执法堂那位铁面许长老都高看你一眼，真是不错。说起来，我这里正好也有一个大活，一直给你留着呢。大活？王大器一边平复着呼吸，一边有些好奇地低下头。师姐可是专门等矿洞那边完事，把你给盼回来的？沈如烟狡黠地一笑，缓缓支起身子，伸出5个娇嫩的指尖，那如葱白般的手指之上，甚至还残留着一丝刚才留下的晶莹，在洞府的微光下显得格外诱人。起码能让你赚到这个数。王大器看着那5根手指，心头不由得猛跳了一下，试探着问道：5块灵石？话音刚落，沈如烟立刻风情万种地白了他一眼，那眼神里带着几分嫌弃，又带着几分宠溺。你想什么呢？若是只赚5块灵石，师姐我会如此开心的等你回来。那是50块。王大器吸了一口冷气，算你聪明。沈如烟见他那副吃惊的样子，心中颇为自得，解释道：我觉醒碧水晶瞳的事情，家族那边自然也知道了。我沈家虽然也是修仙世家，但与其他几家交错复杂，关系莫逆。这不，修仙徐家派人找我父亲，想请我过去为他们徐家的灵药园改造一处引灵水利。所谓的引灵水利，其实就是一项水利工程。王大器微微皱眉，徐家那种修仙大族，难道还缺阵法师和水利大师？他们不缺阵法大师，但缺眼睛。沈如烟神色认真了几分，徐家的那处药园依山而建，地脉灵水混杂了许多煞气，寻常阵法师只能看到表面，而我的碧水晶瞳能洞穿水脉，精准地找到煞气节点，同时也能顺利将谁以最合适的方式引入灵田。我碧水晶瞳已经进入第2种，可那是灵气，所以这绝对没有问题。说到这里，他先手用力掐了王大器一下，轻笑道：我这任务需要一些帮手，那修仙徐家出价不低，所以我打算让你当我的副手。可是我对这些一窍不通。那有什么，你跟着我就行，师姐岂会让你吃亏？王大器感受着沈如烟那意有所指的目光，心中一暖，按照自己的辛苦耕耘，总算是没有白费啊。这不，师姐竟然如此照顾他，而且这不仅是赚灵石，更是接触其他修仙家族，拓宽人脉的大好机会。行，师姐，我干了。王大器重点头，师姐对你好不好？好，自然是好的。王大器主动抱起沈如烟，沈如烟惊呼一声，1个时辰后，洞府内终于是彻底平息。沈如烟长舒一口气，她感知了一下，神色惊喜又有精进，这种感觉非常奇妙，修为得到实在提升。然后最关键的是，她感觉碧水晶瞳又进一步，这一步如同语录怎么说呢？就好像眼睛很干的情况下得到了雨水，让她眼睛清晰许多。没过一会儿，沈如烟便起身穿戴整齐，当她系上最后一枚玉带，再次转过身来时，先前那副妩媚勾人的模样早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身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冰清玉洁，神色清冷，高不可攀，仿佛方才在石榻上婉转交替的并非他本人。看到这惊人的转变，王大器不禁暗暗咂舌，感叹这修仙界的女子当真是有2副面孔。这高高在上的师姐，怎么穿上衣服和脱了衣服简直是大不一样呢？还是自家艳好，始终如一，知冷知热。王大器心中嘀咕了一句，倒也没在脸上表现出来。走吧，师弟，我带你去藏书阁。沈如烟整理了一下略显凌乱的发丝，她显然没忘记干正事。2人一前一后离开洞府，沈如烟走在前方，裙摆摇曳，那副端庄的模样任谁看了都要唤一声仙子。路上，沈如烟为了让王大器有个准备，轻声传音道：宗门藏书阁2楼放的都是地阶术法，数量虽不多，但每一门都极难修成，其中有几门最为出名，你待会儿可以重点关注，比如以刚猛著称的惊涛拍岸掌，此法叠浪而发，威力无穷。身法类的幻影迷踪步，修成后可画出9道残影，地阶之中难逢敌手。还有主防御的金刚琉璃身，以及杀伐极重的裂金指和范围极广的双洞九州。王大器默不作声，却将这些名字暗暗记在心里。他有自己的考量，那些赫赫有名的术法固然好，但未必是最适合他的。不一会，2人来到了藏书阁。这是一座散发着古朴气息的7层宝塔，四周被重重禁法环绕，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墨香与陈年灵纸的味道。阁楼门口，2名守阁弟子感应到有人靠近，睁开眼后见到沈如烟，纷纷上前恭敬行礼。见过沈师姐，不知沈师姐今日前来有何贵干？带王师弟过来兑换一门的接术法。沈如烟语气平淡，却自有一股威严。王大器一言拿出那枚黑色的地阶令牌，2名守阁弟子对视一眼，眼神中皆流露出难以掩饰的惊讶。
他们上下打量着王大器，见他仅仅穿着一身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外门弟子服饰，心中更是掀起了惊涛骇浪。一个外门弟子居然能拿到地阶术法的兑换令牌，这在宗门历史上可是极少见的。不过碍于沈如烟的身份和令牌的真实性，他们并未多言，侧身让开路。既然有令牌，两位请进，地阶术法在2楼，请在一炷香内挑选完毕。王大器点点头，在沈如烟鼓励的目光中，独自迈入藏书阁，踏上了通往2楼的木梯。相比1楼的人头攒动，2楼显得极为冷清。这里摆放的不是书架，而是一个个散发着微光的灵力光罩，里面悬浮着一卷卷古老的玉简。王大器没有立刻上前查看沈如烟推荐的那几门，而是深吸一口气，悄然运转体内那一缕神秘紫气。随着紫气流转到双目，碧水晶筒打开，他的世界瞬间变了。原本那些珠光宝气的地阶玉简，在他眼中竟然呈现出了不同的色泽与韵律。既然是地阶，那我也要选个最不凡的。他缓缓踱步，利用紫气对灵气的敏锐直觉，一寸寸搜寻着。惊涛拍岸掌，此法叠浪而发，威力无穷。幻影迷踪步修成后可画出9道残影，地阶之中难逢敌手。主防御的金刚琉璃身，以及杀伐极重的烈金指和范围极广的霜冻九州，这些都是赫赫有名的地阶术法。来的路上，沈如烟可是已经给他介绍过了。我已经有玄水剑、灵力指等术法，近可攻，远也可攻，威力无穷。惊涛拍岸掌对我没什么大用，迷踪步不错，金刚琉璃身也不错，霜冻九州乃是群体性攻击，也不错。这些术法他都想要，所以一时间看得王大器心中痒痒，都拿不定主意了。罢了，选择一门比较契合紫气的术法。他暗暗嘀咕，之前动用术法的时候，他就发现用紫气代替灵力的时候，术法更强，速度更快，简直发生了质变。可惜看了半天，他也看不出哪一门契合。最后他决定修炼幻影迷踪步，选择这门术法是考虑到他不会御剑飞行，那完全可以用这门术法代替，缺点就是飞得不高。另外他速度、身法都有巨大提升，与人斗法之时占据巨大优势。最关键的一点，这幻影迷踪步修成之后，走路无声无息。此术除了步法有好处之外，还有遮掩气息之功效，这也是他多次权衡选择的术法。而此时时间差不多到了，他拿起玉简便朝楼下走去。不一会儿，他已经和沈如烟走出藏书阁。一路上，沈如烟一边摇曳生姿地走着，一边细心地叮嘱着这幻影迷踪步的注意事项。大器，这门步法虽不擅长9天之上的长途奔袭，但在百丈低空却灵动异常，最是适合你这种尚未掌握御剑之术的弟子。且他最难得的是隐与幻2字，修成之后不仅走路无声无息，还能在周身形成一层微弱的灵力场，遮掩生机气息。显然沈如烟对这种功法早就很了解了。王大器微微点头，将沈如烟的叮嘱全部记下。不一会儿，眼看着快到自己的洞府了，沈如烟忽然停下脚步，美眸流转，带着几分玩味和挑逗地看着王大器。大器师弟，这地阶术法晦涩难懂，你要是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不如去我洞府里，师姐再深入地教教你，帮你拆解其中的关窍。王大器心中猛地一凛，后心竟渗出一层冷汗。好家伙，再去你洞府，刚才那个时辰他已经是拼了老命在耕耘了，若是再去，怕是这刚刚得来的幻影迷踪步还没学会，自己就先被这位如狼似虎的师姐给再炸一遍。现在的王大器早已不是当初那个被美色冲昏头脑的小年轻，他深知沈师姐的温柔乡虽然销魂，但实力才是他在这个修仙界安身立命的根本。师姐，这就不必了。王大器毫不犹豫的婉拒，一脸正气凛然的拱手道：宗门大比在即，弟子感念师姐提携，一刻也不敢耽误，只想回去闭关研习，绝不敢荒废了师姐的一番心意。见王大器跑得比兔子还快，沈如烟那张俏脸上浮现出一抹幽怨，轻哼一声，真是个呆子，这种好是别人求都求不来，你倒嫌弃上了。不过他也知道过犹不及的道理，又在后面喊道：行吧，那你这几日好生休息，5天后记得来找我，咱们出发前往我沈家，到时候我那几个同样美貌动人的好闺蜜也会到场，我顺便引荐给你认识认识。多谢师姐，弟子告辞。听到好闺蜜3个字，王大器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快了，简直是逃也似的离开了沈如烟的视线范围。回到家中，一股沁人心脾的饭菜香味扑面而来。还是夫人好啊！王大器紧绷的神经瞬间松弛了下来。只见到吕许燕早已经做好了一桌子丰盛的饭菜，3菜1汤，荤素搭配的极好。其中最扎眼的便是一盘散发着浓郁血气香味的赤金猪排。这赤金猪乃是圈养的低阶灵兽，其肉质蕴含精纯的血气，对于经常操劳、气血亏损的修士来说是上好的补品。这是刚刚许燕去杂役区那里购买的，据说是捕猎队刚刚回来，肉便宜处理，有很多很多，他顺便买了不少回来。反正现在有储物袋了，存放东西很方便。王大器坐下，一边大快朵颐，一边和许燕说起了今日兑换地阶术法的事情。可惜了，这玉简只能感悟1次，感悟完便会化作齑粉。王大器有些惋惜的看着怀里的玉简，你呀，真是人心不足。许燕温柔的给他盛了一碗汤，掩嘴笑道：
这地接术法何其珍贵，在黑市里，最普通的残卷怕是都要卖上100块零食呢。人家宗门为了防止秘法外传，自然要设下一次性的神魂禁制。大气，你好好修炼，等练成了，看以后谁还敢欺负咱家。一定。吃饱喝足，王大器便迫不及待地进入屋内，开始参悟这门幻影迷踪步。他本以为凭借体内那缕无所不能的神秘紫气，修炼起来定能一日千里。可随着意识沉入玉简，他却发现自己错了。紫气能够精炼灵力，修复伤势，甚至感知宝物，但在面对地阶术法那玄奥繁杂的口诀与不法轨迹时，却起不到多大的直接作用。因为修炼术法讲究的是一个悟字，也就是说，悟性很重要，那是对天地律动、灵气流转规律的理解。即便王大器天赋尚可，但在没有任何身法基础的前提下，面对这如天书般晦涩的地阶玉简，一时间竟也感到有些无从下手。这幻影究竟是残影，还是灵气凝结的幻象？王大器在密室内踩出一个古怪的方位，却因灵气衔接不畅，脚下一个踉跄，险些摔个倒栽葱。不知不觉，窗外的天色已由昏黄转为漆黑，如墨的夜色笼罩了整座凌云峰。原本在门口刻苦修炼、碧波炼气术的许燕，此时也收了功，轻轻推门走了进来。见王大器正对着一块玉简愁眉紧锁，额头上满是汗珠，他有些心疼地走上前，用手帕替他擦了擦汗。王大器见状，索性停了下来，苦笑着把自己遇到的瓶颈跟许燕说了一遍。可许燕听完后也是一脸茫然，他接触的最高等阶也不过是玄阶功法，哪里听得懂这气氛虚实、影随心动的地阶玄奥。一时间，夫妻二人在这昏暗的灯光下大眼瞪小眼，屋内的气氛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大器，你也不要太着急了。许燕温声劝道，这可是地阶术法呀，要是真那么容易入门，咱们宗门岂不是人人都是绝顶高手了？这种好东西总归是需要契机去悟的。道理我也懂，就是这心里总觉得像猫抓似的。王大器叹了口气，刚想把玉简收起来，打算休息。就在这时，他怀中的传讯符忽然微微闪烁，亮起了一阵清冷的光芒。王大器神识一扫，原本紧绷的脸色微微一愣，是沈幽南师妹传讯过来了。沈师妹，许燕凑过头来，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她说知道我从矿洞平安回来了，之前在山里寻了几颗罕见的灵果，说是要亲手送给我，算作贺礼。王大器一边读着信息，一边说道：哎呀，这沈师妹也太客气了，那灵果可是好东西，你快去吧。许燕听闻，顿时神色一喜，她是见识过那灵果好处的，之前送过王大器几颗，王大器后来给了他吃了2颗，让他进阶之后的炼气7层修为彻底稳固了下来，连皮肤都细腻了不少。既然对方有心结交，又有好处拿，许燕自然是满心欢喜的推着王大器出门。当然，许燕心中也明白，沈幽南师妹身怀病症，今晚估计夫君又要操劳一番了。王大器心中也有些想念那个看起来冷若冰霜，实则心思细腻的沈师妹了。当然，他心里还有点别的小九九，那就是沈幽南身上那独特的冰火双灵根气息。若是这次能有机会再次近距离接触，借机吸收一下那奇异的灵力，能再次增长他的灵根天赋。他通过传讯符询问了位置，原本他以为沈师妹会在沈如烟师姐的洞府修行，可对方发来的位置却是在凌云峰东面的一处荒山洞府。东边荒山，王大器回忆了一下，那里地处偏僻，灵气稀薄的紧，既没有珍贵的矿脉，也没有像样的灵草，连妖兽都懒得去那边安家，除了有一条清冷的河贯穿而过，平日里简直是荒无人烟。不过那地方王大器以前没出名的时候，倒是经常背着钓竿去那河边垂钓，躲避宗门的喧嚣。沈师妹怎么会选在那地方见我？王大器心中虽有疑惑，但也没多想，毕竟在那荒郊野外，反倒更适合交代一些私密的事情，也不怕被其他弟子发现。他披上外衣，身形一晃，借着月色快步朝着东面荒山的方向奔去。约莫1炷香的功夫，王大器运转起碧水晶瞳，双眸之中隐隐有金芒流转。在这昏暗的夜色下，荒山的每一处乱石，每一条小径都清晰如画。他轻车熟路地抄了一条隐蔽的径路，穿过一片枯萎的灌木丛，便远远瞧见了正伫立在河边守候的南宫翎。此时的南宫翎心中可谓是一片乱麻。身为宗门内地位超然，平日里连正眼都不瞧寻常男子一眼的高贵存在，他本该是极尽矜持的。可自打王大器从矿区平安归来，他那颗沉寂的道心不知为何又泛起阵阵躁动的涟漪。他原本想过2天再去寻他，可今日在洞府内打坐，翻来覆去总是静不下心，这才寻了个送灵果的借口，迫不及待地将他换到了这荒僻之地。为了掩人耳目，他再次戴上面具，变回了那个细皮嫩肉、明眸皓齿的灵动小姑娘模样。沈师妹，你怎么选在这里见面？王大器从林中跃出，好奇地打量着四周，这地方可连只鸟都见不到。师兄，这地方虽然偏僻，可别有洞天哦。南宫翎见他如约而至，嘴角不由自主地微微上扬，这一笑如同冰雪初融，带着一丝只有在王大器面前才会露出的娇憨。若是让他那些平日里如履薄冰的徒子徒孙们瞧见，怕是连眼珠子都要惊掉一地。别有洞天，难不成这里还有什么隐秘的洞府？王大器奇道。正是，师兄且跟我来。南宫翎也不避讳，
自然而然的一把挽住王大器的胳膊，半拉半拽地带着他朝前头带路。不一会儿，南宫绫带着王大器纵身一跃，竟直接跳向了临河的一处悬崖。在那峭壁之上，有一块极其突出的巨岩，正好可以作为落脚点。巨石嶙峋，看似浑然天成的挡住了山体的一角，可转到侧面一瞧，却发现那巨石之后竟隐着一扇造型雅致的小木门。这里真有洞府？王大器有些诧异。不错，是我以前一个族姐和他的道侣私下设置的，不但隐蔽，而且最关键的是不需要向宗门缴纳临时租金，绝对安静。南宫绫随口编了个借口，实际上这地方是他前段日子为了方便私下和王大器见面，特意亲自出手，动用大神通在山腹中硬生生开辟出来的。其内部阵法之精妙，远非寻常洞府可比。不过以王大器的眼力见，自然是觉察不出这些的。随着南宫绫推门而入，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扑面而来。洞府内部并不像外表那般荒凉，反而装饰的极为讲究。整座山腹被掏空了数十丈见方，顶上镶嵌着数十颗硕大的月光石，散发着柔和而明亮的光芒，将洞内照得如同白昼。地面十分平整，乃是用法器分割而成。最里侧位置摆放着一张石榻，上面散发着淡淡的暖意，周围垂挂着淡紫色的轻纱帷幔。靠墙处是一整排紫檀木的书架，上面摆放着不少古朴的卷轴与香炉，炉中正燃着香，青烟袅袅。这哪是什么简陋的藏身所，分明是一处十分不错的私人香闺。王大器看得有些呆了，半晌才呐道：“以这族姐和道侣倒是挺会享受的。”接着，王大器又看向石桌，石桌上3颗色泽红润、晶莹剔透的灵果正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南宫绫拉着王大器进入洞府后，随手打出一道法诀，伴随着一阵轻微的嗡鸣声，沉重的石门缓缓关闭。洞府内的阵法禁制瞬间开启，将外界的一切嘈杂都隔绝开来。王师兄，这地方隐秘得很，日后你想来这里闭关或者躲个清静，随时都能过来。南宫绫转过身，美眸凝视着王大器，轻声说道：“进出的禁制密咒是这样的。”他红唇微起，在王大器耳边低声念了一句晦涩的咒文，感受着耳畔传来的温热气息和淡淡体香。王大器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局促道：“师妹，这不太合适吧？这毕竟是你族姐和他道侣的私人地方，我一个外人贸然闯入，万一……哎呀，你就别婆婆妈妈的了。”南宫绫打断了他的话，娇嗔地瞪了他一眼：“我那魏族姐已经随道侣离开了宗门，现在在家族里处理事务呢，这辈子恐怕都不会再回来了。临走前他说这洞府交由我处置，因此让你住下，师兄你怕什么？”说着，他不由分说地扶着王大器的肩膀，让他坐在那张石榻上。这石榻不知是用何种石头打造，上面铺着一层薄薄的灰色绒毯，触感竟意外的柔软舒适，还透着一股淡淡的温热。吃点灵果吧。南宫绫先手一挥，那3颗红色的灵果便飞到了王大器面前。这也是我族姐留下的，说是能助长灵力。王大器接过一颗，入手微凉，皮薄如蝉翼。他从未见过这种灵果，不禁好奇道：“这果子闻起来好生浓郁，叫什么名字？”南宫绫心中暗道：这可是2阶灵果赤血百香果，生长在灵气极其浓郁的山巅，10年才结几颗果子，蕴含着极为精纯的火系灵力，对通经活络、壮大气血最是有效，就叫百香果。南宫绫随意扯了个名字，王大器也没多想，张口咬了一口，瞬间一股甘甜如蜜的果汁在口中爆开，紧接着化作一团温热的暖流，顺着喉咙直冲丹田。他猛地睁大眼睛，赞叹道：“好浓郁的灵力，这果子恐怕不变异吧？”“一般般啦，族姐留了许多，也就值个10灵沙1颗吧。”南宫绫轻描淡写的说道。10灵沙也不便宜了。王大器啧舌，这要是放在以前，他得挖多久的矿才买得起？没事，尽管吃。倒是你，最近在矿洞里如何？修炼上有没有遇到什么难处？跟我说说。南宫绫坐到他身边，关切地问道。王大器先是讲了些矿洞里的惊险遭遇，随后话锋一转，提到了自己苦思冥想却不得入门的幻影迷踪部。南宫绫一听，心中暗笑，这地阶身法虽然玄奥，但在他这种级数的强者眼中，不过是些基础的灵力排布技巧。他故作惊讶道：“巧了，这门身法我以前在族姐留下的典籍里也见过，倒是略知一二。”接着，南宫绫便开始深入浅出地讲解起幻影迷踪部的核心。他抛弃了玉简上那些故弄玄虚的词藻，直接从灵气在经脉中的瞬间爆发点，以及如何利用空气阻力产生残影的角度，一点点剖析给王大器听。王大器本来不以为意，寻思着沈幽南师妹修为不高，估计也不太懂。不过没一会儿，他听得如痴如醉。原本那些晦涩难懂的关窍，在南宫绫的拆解下，竟变得豁然开朗。不知不觉1个时辰过去了，王大器眼中金芒一闪，猛地起身。他身形一晃，整个人竟带起一道淡淡的重影，无声无息地出现在洞府的另一端，甚至连地上的轻纱帷幔都没有惊动半分。成了！王大器惊喜万分，感受着体内灵力那奇妙的律动，转过头哈哈大笑：“师妹，依我看，我以后干脆叫你师姐算了。你这修为虽然还没赶上来，但这眼光和见识真是懂得比我都多。也许是因为我从小就对这些步法秘术比较感兴趣吧。”南宫绫见他开心的样子，心中也莫名涌起一阵甜蜜，随口掩饰道：“夜已深了，大器师兄。”南宫绫忽然低下头，
声音变得有些细不可闻，带着几分楚楚动人的虚弱感。你离开这段时日，我体内的旧伤似乎因为最近修炼出了岔子，好像又有些压制不住了。这话虽然是随口编的，但他那双眸子中若隐若现的火热却是真的。王大器听了，哪里还不明白？他看着眼前这个刚刚悉心教导自己，又赠予珍贵灵果的小师妹，心中不仅有感激，更有那一团被百香果勾起来的躁动火热。师妹莫怕，既然师兄回来了，定要好好帮你疏通一下经脉。王大器豪气万丈地跨上前去，一把将那娇俏的身影拥入怀中。就冲刚刚这份半步的接术法的点拨之恩，他也得狠狠地报答他一番不可。接下来的2日，王大器几乎是废寝忘食。每当夜幕降临，他便和南宫翎一起来到隐蔽的洞府之中。在南宫翎这位顶尖强者的悉心指点之下，王大器对幻影迷踪步的领悟简直可以用突飞猛进来形容。术法境界通常分为入门、熟练、圆满，仅仅2夜功夫，王大器便跨过了最难的门槛。不仅完全入门，身形闪烁间已隐隐有了几分虚实难辨的韵味，距离熟练境界仅有1线之隔。日后只需在战斗中多多磨练，定能成为他的一大底牌。当然，王大器也不是只进不出的人。对于这位体贴入微又对自己有提携之恩的小师妹，他打心底里疼爱。每当2人灵力交汇，气息相通之时，他都会刻意引导丹田内那缕珍贵无比的紫气，毫不吝啬地度入南宫翎体内，多给他一些，为他调理旧伤。这种紫气对南宫翎这种层次的修士来说，简直是修补根基、提纯灵力的绝佳圣品。也难怪南宫翎这2天不仅没有丝毫疲态，反而愈发显得光彩照人，皮肤如剥壳鸡蛋般娇嫩。不过这可苦了家里那位正妻许燕。眼看着王大器一连几个晚上都夜不归宿，许燕在家里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在那窄小的屋子里不知夺了多少圈。这冤家真是被那个沈师妹勾了魂了。许燕一边搅着手里的帕子，一边恨恨地念叨。在他看来，王大器若是跟了沈如烟师姐倒还好说，起码沈如烟端庄稳重，又是嫡系，且沈如烟未必会由着他胡闹，晚上多半还是会放他回来的。可偏偏这个沈幽南像个狐妹子转世，把王大器迷得连家都不回了。好在几天之后就要启程前往修仙大家族沈家了，此行沈家之行非同小可，许燕作为家眷自然也要随行。这一点沈如烟早已经打过招呼。许燕心想，只要离了凌云峰，那个缠人的沈师妹也就没机会跟过来了。出发前的最后一晚，荒山洞府内，王大器与南宫翎一番温存之后，正懒洋洋地靠在温玉榻上。南宫翎得知王大器明日就要随队前往沈家，心中虽有不舍，但也知道这是他必然的历练，所以他决定今晚一定要狠狠奖励王大器一下，让他知道自己的好，可别离开多日，到时候把他给忘了。南宫翎立刻赤着足下榻，从书架的一处暗格中摸出一枚色泽古朴、边缘带有些许裂纹的青色玉简。大器师兄，沈家乃是千年世家，内部关系错综复杂，此行恐怕并不太平。南宫翎坐回他身边，神色难得变得严肃起来。这里面记录了一门保命的术法，名为藏息诀。王大器接过玉简，神识略一扫过，不禁微微一震。这术法有些与众不同，没有等级之分。南宫翎点头，不错，此乃旁门术法。此术不仅可以完美隐匿一个人的气息，让高出你1-2个大境界的人都难以察觉，更重要的是，若修炼到高深处，他甚至可以模拟出与你修为相近的任何人的气息。南宫翎解释道，日后你若是在外遇到无法匹敌的危机，大可以改头换面，模拟成路人或是敌人的气息遁走，谁也寻不到你。这藏息诀其实并非青云宗的传承，而是南宫翎年轻时在一处上古遗迹中冒死得来的孤本。当年他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修士时，凭借此法多次在仇家的追杀下死里逃生，甚至还曾改头换面，利用伪装的气息反杀入仇人的老巢，将对方耍得团团转。可以说这是他压箱底的保命神技。若非王大器为人老实，又对他尽心尽力的耕耘，他是断然不舍得拿出这旁门术法的。师妹，这么珍贵的东西，你……王大器心中感动万分，这可比一般的灵石果子重得多了，跟我还客气什么？南宫翎伸手轻轻帮他理了理衣领，眼中满是柔情。我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回来，在沈家万事多留个心眼。王大器重重地点了点头，握紧了手中的青色玉简。接下来，南宫翎盘腿坐在石榻上，神色认真地开始为王大器讲解起这门旁门术法的修行门道。大器师兄，旁门术法不比名门正宗地功法，他们往往剑走偏锋。这藏息诀的核心在于7天眼地4个字，你需要将体内的灵力波动强行压缩，使其沉入丹田最深处，同时在周身毛孔处形成一层极其微弱的逆向循环，从而隔绝外在的探查。王大器听得十分仔细，原本他以为这种能瞒过高境界修士的秘术，修行起来和幻影迷踪不一样，定是晦涩难懂，步步惊心。可当他按照南宫翎所授的法门，试探性地调动起气海中那一缕最为神秘的紫气时，异变发生了。那原本桀骜不驯、层次极高的紫气，在遇到藏息诀的运行路线时，非但没有阻碍，反而像是归巢的乳燕一般，顺滑无比地穿梭在经脉之中。短短半个时辰，王大器只觉得周身气孔微微收缩，
一股玄之又玄的感觉油然而生，他体内的灵力波动仿佛瞬间消失了。若非亲眼所见，只怕连他也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入门了，竟然这就入门了！王大器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这才多久啊，入门了？一旁的南宫灵见王大器紧闭双眼，以为他正陷在第一关的瓶颈中，便柔声宽慰道：“大器师兄，你莫要心急。这门术法虽然神妙，但第一层敛气入骨极难把握。想当初我即便有长辈指点，也是花了足足1个月的时间才勉强入门。你且慢慢感悟。距离去沈家的路上，反正还有几日，不必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去了沈家后，切记不要一个人乱跑。如今世道不平，外面魔修横行，十分危险。”王大器眼角抽动了一下，看着南宫灵那副过来人指点迷津的样子，几次想张口告诉他：“师妹，其实我已经练成了。”但他最终还是忍住了。这种速度要是传出去，怕是连这位见多识广的师妹都要把自己当成怪物。更令王大器兴奋的是，他摸清楚了一个惊人的规律：自己的子气似乎对这种剑走偏锋的旁门术法有着某种近乎作弊的亲和力。正统功法可能还需要按部就班，但这旁门左道在子气面前简直就像是没穿衣服的小姑娘，一眼就能看到底。若是以后多搜罗几门这种厉害的旁门术法，配合子气修行，那我不就成了全才了？想到这里，王大器心中一阵狂喜，看着近在咫尺为了自己煞费苦心的沈师妹，他只觉得一股热气直冲天灵盖。师妹，你对我真好。王大器嘿嘿一笑，猛地在南宫灵光洁如玉的额头上狠狠亲了一口。哎呀，你！南宫灵被他突如其来的动作惊得俏脸通红，心中却像是吃了蜜一样甜。说好了要报答师妹的，今晚若是偷懒，岂不是对不起师妹这枚玉简？王大器长笑一声，吹熄了月光时的光芒，一把将娇羞的沈幽南拉入了温暖的罗帐之中。这一夜，荒山洞府内灵气激荡，王大器一边感悟着藏西诀的精妙，一边卖力地引导子气，要在这离别前的最后一晚，狠狠地让沈师妹感受到他的报答之情。这一天，出发前往沈家的日子终于到了。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去，一阵巨大的轰鸣声便由远及近。只见天边一艘长达100丈、通体流转着青色流光的巨型飞舟破云而来，飞舟的侧舷上刻着一个苍劲有力的沈字，透着千年世家的底蕴与威严。沈如烟早已等候在宗门山脚下广场上，她今日换了一身利落的月白色劲装，更显英气勃发。除了王大器和许燕之外，她的身后还站着10余名气息不弱的宗门弟子，个个精神抖擞，显然都是沈如烟亲自挑选的好手。等飞舟降落，王大器领着许燕走上甲板，目光一扫，却在人群中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不由得微微一愣。咦，王师弟也在？那女子身着青色道袍，背着一只硕大的阵盘，面容清秀中带着几分坚毅，正是当初在矿洞中与王大器有过交集的阵法女修师姐夏春莲。夏师姐，好久不见！王大器上前打了个招呼，心中暗暗惊讶，没想到这趟差事连夏春莲也被请来了。你们认识？沈如烟美眸微转，略带好奇地看向两人。夏春莲微微一笑，向沈如烟行礼道：“沈师妹有所不知，此前在矿洞执行任务时，我曾与王师弟有过一段合作。王师弟虽然修为虽然中规中矩，但心思细腻，机智过人，更拥有一种远超常人的敏锐感之力。若非他几次关键时刻发现端倪，那次任务怕是没那么容易完成。”沈如烟听了，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看向王大器的眼神中多了几分笑意。既然是老相识，那我就不用多介绍了。王师弟，夏师姐可是咱们宗门年轻一代中有名的阵法师，此次徐家邀请我和夏师姐一起合作改造水利。说着，沈如烟又指了指王大器夫妇，对夏春莲道：“王师弟和他的道侣许燕，此次是作为我的贴身协助随行的。有王大器师弟加入，我们做事定会更加方便，我也能省心不少。”夏春莲点了点头，语气中透着一股对王大器盲目的信任。站在一旁的许燕此时见到夏春莲对自家丈夫评价如此之高，心中也不禁生出一丝小小的虚荣和自豪，同时更紧地贴在了王大器身边，宣示主权。对了，大器师弟，借一步说话。夏春莲来到王大器身边，忽然说道：“师姐有事？是有一件事情，不过对你来说不算什么。”夏春莲犹豫了一下，说道：“什么事？我能康康你的那里吗？”夏春莲语出惊人：“我能康康你的那里吗？”听到这话，王大器差点没吓一跳。师姐，什么意思？你别误会，我想看看你的身材。为什么？王大器不解。因为夏春莲皱起眉头，他意识到王大器误会了，想了想，他叹气道：“罢了，回头再说吧。”说着，夏春莲扭头离开。搞什么？王大器看着夏春莲背影，倒是也没多想，随后便拉着许燕走到一处角落，和其余几个熟悉的弟子聊了起来。此时，非洲的守卫站着2尊大人物，其中一人穿着沈家长袍，留着短须，面容严肃，他乃是沈如烟的二叔沈相，一位实力深厚的筑基后期修士。而在他身旁，则坐着一位闭目养神的老者，此人身着缥缈宗长老服饰，气息晦涩难明，仿佛一柄藏在鞘中的利剑。王大器暗暗运转刚刚入门的藏西诀，将自己的气息压制到最普通的状态。他听身边的弟子低声议论，
这位老者名为李长利，是一位处于假丹境界的高手。当年结丹失败，所以只是假丹。饶是如此，有这样一位假丹修士坐镇，再加上沿途走的是守卫森严的官道，理论上确实不用担心有人敢在这时候触眉头。1个时辰之后，弟子们全都到齐，起航。随着沈相一声令下，巨型飞舟微微震颤，随即化作一道流光，载着众人朝沈家之地飞掠而去。此行第一站，修仙沈家。飞舟云影掠过重重山峦，数日之后，在经过了3处繁华的仙城和数个热闹的修仙房室后，飞舟的速度终于缓缓降了下来。大家打起精神，傍晚时分就能抵达我沈家驻地了。沈相那浑厚的声音传遍了整个甲板。连日来的高空飞行，虽然不用众弟子消耗灵力赶路，但那种时刻紧绷的防备感还是让不少人面露疲态。尤其是队伍中的几位女修，只觉周身被非洲的静止罡气吹得干涩，身上黏糊糊的极不舒服。虽然随手掐个清洁符就能除尘，但那终究比不上痛痛快快洗个热水澡来的舒爽。许燕此刻正像个小树懒一样贴在王大器肩头，压低声音娇嗔道：“大器，等今晚安置好了，你一定要帮我烧桶热水，我想好好洗一洗，这非洲做的我骨头都要散了。”王大器微微一笑，安抚地拍了拍他的手，心思却早已飘到了这2日的修炼成果上。这几日，他表面上是在闭目养神，实则一直在识海中推演那门藏息诀。南宫绫曾言，这术法只能模仿境界相仿的修士。可王大器在那神秘紫气的加持下，却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他的紫气似乎能将这门术法的逻辑完全重构。刚才他试着在识海中模拟沈相那种厚重如山的筑基后期气息，竟然发现灵力流转之间毫无滞涩，圆润如意。这就是紫气的霸道之处吗？连跨大境界的模拟都能做到如此完美。王大器心中暗自嘀咕，这成了他此行沈家最大的底牌。快看，到了，是弯刀湖。随着一名弟子的惊呼，王大器抬头望去，只见远方的大地之上，一汪巨大的湖泊宛如一柄银色的弯刀，静静地镶嵌在群山翠谷之间。夕阳西下，残阳如血，将湖面染成了瑰丽的橘红色。波光粼粼间，偶尔有几只巨大的灵禽掠过湖面，激起阵阵涟漪。湖中心烟波浩渺，隐约可见对岸的一片苍翠密林。飞舟缓缓落地，沈如烟款步走来，对着王大器夫妇笑道：“王师弟，许师妹，今晚你们先在别院好好休息，明日一早，我带你们在这弯刀湖畔溜达溜达，这里的景致可是排得上号的。”许燕此刻就像个头一次出门旅游的小姑娘，看什么都觉得新奇，拉着沈如烟问东问西，心中的焦虑早就被眼前的仙家美景冲散了。师姐，非洲这么快下降了？许燕好奇问道。沈如烟解释道：“这弯刀湖附近常年萦绕着一股诡异的绝灵怪风，非洲一旦进入这片区域，阵法便会剧烈波动，无法平稳行事。接下来的路，咱们得走石桥，过密林。”原来如此。片刻后，众人下了非洲，踏上那座横跨湖面的古朴石桥。石桥很长，两旁是翻涌的湖水。走过石桥后，便是一片显得有些过于安静的密林。王大器走在队伍中段，刚一踏入林地范围，他的眉头就猛地一锁，心脏没由来的漏跳了一拍。不对劲！紫气对四周天地灵气波动的极度敏感，让他察觉到这看似祥和的密林深处，竟然掩藏着几道极为压抑的杀气。其中一道深沉如渊，竟然丝毫不弱于前方领队的假丹高手李长利。王大器不敢怠慢，立刻跨前几步，贴近沈如烟耳边，压低声音极快地说道：“沈师姐，前面林子里有人埋伏，气息很强，小心！”沈如烟脸色大变，他深知王大器的为人绝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于是立刻上前拉住沈相：“二叔，等一下，前面有情况。”沈相一愣，狐疑地看了看前面毫无波澜的林间小路，又看了看王大器，随即转头低声询问那位假丹老者：“李长老，您看，沈小姐，你怎么看出来的？”李长利问道。“我这位师弟对感知十分敏锐，不会有错。”沈如烟回答。“呵呵，不可能！”李长利连眼睛都没睁开，依旧是一副世外高人的傲然模样。老夫的神识早已笼罩了方圆3里，除了几只受惊的松鼠，什么都没有。这沈如烟皱眉：“李长老，要不小心起见。”“怎么，沈相？你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我一个假丹修士的感知力还不如一个练气期的小辈了？”说着，他轻蔑地扫了王大器一眼：“年轻人，难得出远门，不要疑神疑鬼，把山峰吹草动都当成强敌，没出息。”“李长老，我相信大器师弟。”一直没说话的夏春莲此时站了出来，神色严峻地握紧了背后的阵盘。当初在矿洞，若不是王师弟提前察觉异常，我们早就全军覆没了。阵法师的直觉告诉我，也有些不妥，这林子太近了。李长利看了一眼夏春莲。夏春莲毕竟是阵法女修，而且还是程曼的弟子，这个面子还是要给的。罢了，既然夏春莲你都说了，那我亲自看看吧。李长利看了王大器那边一眼，随即朝前走去。轰！原本平静的林地中，一股极其暴虐的血红色刀光，毫无征兆地从泥土与落叶之下爆发而出，带着刺耳的破空声，直冲李长利的咽喉。这是阵盘陷阱，刚刚若是全部队伍踏入，死伤惨重。幸好王大器提前提醒，让大家幸免于难。此时此刻，
李长利浑身汗毛炸裂，假丹修为疯狂运转，堪堪向后一跃。不好，敌袭！一时间，整个队伍乱作一团，因为四面八方竟然有数道飞剑朝毫无防备的弟子们射来。王大器深吸一口气，果然有危险。夏春莲更是暗暗惊呼，又一次，王大器救了大家。这个年轻修士越发让他看不透了。想到这，夏春莲眉头皱起，他又想康康王大器身材了。当然，绝对不是有什么别样的想法，纯粹是他想要办一件事。这件事，王大器很合适。此时场上场面惊险，那一道暴虐的血色刀光虽然被李长利堪堪避过，但在林间炸开的余波依然震碎了几株参天古木。木屑纷飞间，无数暗藏在暗处的飞剑如蝗虫般呼啸而至。该死的，阵盘陷阱竟然没起到预想的作用。密林深处，几道隐秘的身影发出了懊恼的低骂声。难道李长利这老鬼察觉到了？不可能，刚才那阵光发出的瞬间，他分明还在拖大。不管了，计划不能变，绝对不能让沈家和徐家顺利动工改造这弯刀湖，否则这湖泊的灵脉控制权就彻底落入他们手中了。杀！嗖嗖嗖！3道雷霆般的气势从林间冲天而起，带起一阵狂风，将四周的枯叶卷得漫天飞舞。为首的一人身形魁梧，顶着一个锃亮的光头，满脸横肉，在夕阳的余晖下显得格外狰狞。他脚下踏着一柄丈许长的火焰大刀，吞吐的火苗将空气都烧得有些扭曲。此人身上散发出的灵压厚重如山，竟然是一名货真价实的金丹初期修士。李长利长老，我们此次只针对沈家，并不想与缥缈宗为敌，只要你们速速退去，我郝家绝对不会对你怎么样。那光头修士声若奔雷，震得一众炼气期弟子耳膜生疼。是郝家的好光！沈如烟身边的弟子忍不住惊呼出声，脸色惨白。修仙郝家，在座的修士都知道两家的恩怨。当年为了争夺这弯刀湖的归属权，徐家与郝家爆发过惨烈的家族战争。由于徐家有沈家相助，再加上背后有缥缈宗撑腰，郝家最终惨败，不得不退让。可谁能想到，这些年郝家竟然攀上了御兽周家。那周家同样是拥有化神老祖坐镇的顶级势力，整体实力丝毫不亚于缥缈宗。有了周家在背后推波助澜，郝家这次显然是来报当年之仇，并打算强行阻止沈徐两家的合作工程。李长利的脸色难看至极，他是假丹修士，所以在真正的金丹期修士面前，那点威压根本不够看。而在郝光身后还跟着2名煞气逼人的修士，一个是面容阴冷的美妇，不过头发花白，乃是筑基后期；另一个身形瘦削的中年人是筑基中期。至于林间闪烁的人影，全都是炼气后期的修士，实力都不容小觑。李长老，怎么办？沈相此时也慌了神，虽然他是筑基后期，但面对一个金丹修士和2个筑基，他有些慌了。王大器此时带着许燕和一群修士背靠背，他体内的紫气已经悄然运转到了极致，随时警惕四周。夏春莲则是拿出了阵盘，喝道：“沈浩道友，那2个筑基修士我们来对付。”好，只能如此了。沈相又捏了一下传讯符，我已经呼叫家族修士前来，顶多坚持1炷香时间。1炷香嘛。李长利长松一口气，那个好光，我来对付他。假丹实力绝对不是好光的对手，但是他也有优势。身为宗门人士，他修炼地功法等级肯定比好光强大，靠着术法优势能坚持一段时间，只要等救援赶来，那就安全了。眼看敌方来势汹汹，夏春莲作为筑基期阵法师，反应极快，他深知此刻绝不能乱了阵脚，娇喝一声，双手如穿花蝴蝶般飞速结印，三才青木阵起。只见他袖袍一挥，3面闪烁着莹莹绿光的阵旗破空而出，成品自行定入众人四周的土石之中。刹那间，一层凝实的青色光幕拔地而起，宛如一只巨大的倒扣琉璃碗，将众人严严实实地护在其中。随着阵法的成型，阵内原本狂暴的灵气瞬间变得温顺平和。王大器只觉一股清凉之气涌入体内，自己的灵力流转竟然快了几分。显然，这阵法不仅能防御，还有增益友军之效。然而，隔着青色光幕看向外面，形势依然严峻。对方一共15人，人数上虽与他们旗鼓相当，但对方的炼气期修士清一色全是炼气后期。筑基层面，他们这边有沈相、夏春莲，对阵对方的一老一少2名筑基，倒也旗鼓相当。可最致命的还是天空中那道踏火而行的光头身影，那是真正的金丹修士。王大器并没有因为阵法的开启而放松警惕，在他仔细的感知中，那密林深处的阴影里竟然还藏着2道极为隐晦的气息，如同毒蛇一般蛰伏待发。夏师姐，这阵法能坚持多久？王大器低声问道，语气是从未有过的凝重。夏春莲额头渗出一层细汗，死死盯着前方正在逼近的郝家修士。若是那2名筑基修士全力攻打，我这3才阵顶多只能支撑半炷香时间。半炷香吗？王大器眉头紧锁。沈相刚才说家族支援需要1炷香，也就是说中间会有半炷香的生死空档。他当机立断，拉了一下身边的许燕和几个相熟的弟子，压低声音道：“所有人听着，待会一旦阵法出现波动，立刻听我口令，迅速向石桥后方的斜坡撤离。”什么？为什么要撤？一名宗门弟子不解地低声反驳：“阵法里最安全，现在撤出去不是送死吗？”
是啊，对方都是炼气后期，我们这边只有6个，暗处还有人，阵法一破，留在这里我们会被包围，还不如四散而逃。王大器眼神中闪过一抹平日里罕见的凌厉。大家都听王师弟的话。夏春莲叮嘱道。那好吧。几个弟子虽然有些奇怪师姐对王大器的态度，但事已至此，他们也不好违抗师姐的命令。大器师弟，那你一定要小心，回头师姐有一件事想要拜托你。哦，王大器挑眉。之前夏春莲就说想康康他身子，他没想到这师姐也有猥琐的一面。难道他想要拜托的事情和康康他身子有关？此时此刻，林中已然爆发了真正的死斗。李长老，既然你执意要趟这汤浑水，那就让老夫见识见识缥缈宗的假丹到底有几分真火。郝光狂笑一声，脚下火焰大刀爆发出100丈红芒，整个人化做一颗巨大的陨石，狠狠砸向李长利。李长利也知道，这种层面的交手，若是在地面进行，余波就能把下方的弟子震死大半。他长笑一声，手中亮出一柄古朴的长剑，剑气纵横间，竟强行挡住了郝光的冲撞。郝光，狂妄之徒，老夫今日便教教你，什么叫宗门底蕴。李长利虽然修为稍逊，但他施展出的缥缈宗秘传剑法玄妙异常，一时间竟与郝光斗了个旗鼓相当。两人身形一晃，极有默契地化作2道流光，直冲云霄。接着在那半空中展开了激烈的对撞，轰鸣声如滚雷般连绵不绝。随着2位顶级高手的离去，地面上的气氛瞬间降至冰点。那名面容阴冷的筑基后期美妇冷笑一声，枯瘦的手掌向前一挥，眼中尽是残忍之色，动手一个不留，统统杀了季胡。沈相咆哮一声，全身灵力如火山爆发，双手猛地一推，一尊闪烁着土黄色光芒的玄铁重印呼啸而出。美妇因侧侧一笑，不避不闪，袖中钻出9条如毒蛇般的漆黑锁链，夺魂锁。去，这2个人一出手就是法器对决，铁锁与重印在空中悍然碰撞，火星四溅，爆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沈相虽然境界稳固，但美妇手段诡异，锁链如同枯骨之躯，一时间竟将沈相死死缠住，两人陷入了焦灼的僵持。与此同时，那瘦削中年人并未强攻夏春莲，反而阴笑着祭出3张泛着妖异紫光的符箓，猛地贴在阵法光幕之上。不好，对方动用了尸骨破阵符。夏春莲面色瞬间惨白，手中阵盘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嘎吱声。这符箓专门腐蚀阵基，阵法顶多只能再坚持百息，百息之后震碎。所有人听我口令，立刻向后方斜坡密林撤离，不要回头。王大器语气果决，眼神在战场上飞速游走。大器师弟一定要小心。夏春莲叮嘱。好，不过夏师姐，你要拜托的事情到底是什么？王大器问道。许燕和2个炼气中期的女修连连点头，紧紧靠拢。然而队伍后方的3名炼气后期弟子却对视一眼，眉头紧皱。这3人自是修为在同辈中拔尖，显然不甘心就这样狼狈逃窜。就在夏春莲杀出去的时候，这阵法开始摇晃了起来。走！王大器率先让许燕离开，他则是发动幻影迷踪步替大家断后。但是很快他发现有3个弟子没有逃跑的意思。王大器根本没有劝说那3人的打算，他看得出那3名炼气后期弟子眼中闪烁着自信，所以多说无益。他身形如电，脚下幻影迷踪步拉出道道残影，低喝一声走，随后便带着许燕和几个修士没入后方的密林。而那3名弟子面对冲杀而来的7、8名郝家修士，冷笑一声，迅速成品自卫站定，手中法诀合一，结阵。嗡！一层厚重的金光瞬间扩散，那些冲入战法范围的郝家修士只觉周身重如千钧，灵力运转一致，还没反应过来，便被阵法反震出的劲气震得口吐鲜血，纷纷倒退。哼，我们3兄弟苦练多年的金钟锁龙阵，可不是那么容易破的。为首的少年意气风发，自以为立下了不世之功。然而就在他话音刚落的瞬间，异变突生，扑哧，一道几近透明带着筑基期恐怖威压的青色锋刃，以一种肉眼难辨的速度划破虚空。那为首少年的笑容瞬间僵死在脸上，一颗头颅毫无征兆的冲天而起，切口平滑入镜。真的有埋伏，王师弟没有瞎说，快退！剩下2人魂飞魄散，可一切都太迟了。在筑基修士面前，练气期的挣扎不过是跳梁小丑。此时王大器已经带着许燕等人撤出2公里之远，他停下脚步，回头望去，只见那2道筑基威压横扫而过，3名师兄已然身首异处，而从暗处现身的竟然是2名面目阴冷的筑基初期修士。杀了那3个看门的，剩下那几个跑不远，追！2名筑基修士冷喝一声，化作2道流光，直冲王大器的方向而来。分开走！王大器眼看避无可避，果断下令。许燕和另外几名弟子牙关紧咬，虽然惊恐，但也知道聚在一起只会全军覆没，当即分散钻进深山乱石之中。王大器身形敏捷地躲到一块巨大的风化石后，听着耳边越来越近的破空声，眼神沉静如水。只能这样了。他深吸一口气，体内的藏息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疯狂逆转。寻常人修炼此法是为了隐匿，可他这次要模拟筑基气息，吓阻对方。没错，这就是他的计划。
他脑海中疯狂回想起之前见过的徐太斌，轰！一股排山倒海般的灵压，毫无征兆地从巨石后爆发而出。这股气息宏大而雄浑，带着一种筑基后期修士特有的灵力威慑，瞬间笼罩了方圆100丈。那2名正急速冲来的筑基初期修士，在这股气息爆发的瞬间，身形猛地一滞，应声生地停在了半空。2人面色惨变，惊疑不定地盯着那块巨石。筑基后期，这里怎么会藏着这种级数的高手？好家，你们好大的胆子！幸好老夫就在附近，若非如此，我家族晚辈岂非要遭了你们的毒手？王大器运起灵力，故意压低嗓音，使得声音听起来苍老而雄浑，仿佛滚雷般在山谷间回荡。那股属于筑基后期的狂暴灵压，随着怒喝声如潮水般涌出，惊得四周林间的飞鸟扑棱棱乱飞。这一刻，王大器自己都要被自己吓了一跳。这就是藏息诀模拟出来的筑基威压吗？果然强悍！该死的，竟然是筑基后期！这里怎么会藏着这等高手？其中一名黑袍修士脸色瞬间惨白，被那股威压震得胸口发闷。快退，莫要白白送了性命！另一人更是毫不迟疑，2人对视一眼，连一句场面话都不敢交代，身形化作2道惊鸿，扭头便朝战场中心疯狂撤退。走了，真的走了！远处躲在乱石缝隙中的许燕和沈如烟等人看到这一幕，原本绝望的心情瞬间转为狂喜。王大器则是大口喘气，差一点，若是那2个人不信邪，依旧杀过来，那他真的要打算跑路了。与此同时，战场中心，那2名筑基修士狼狈地逃回美妇身边，神色惊恐地禀报：长老，不好了！后方乱石林那边潜伏着一位筑基后期的神秘修士，疑似沈家的族中长辈，我们根本进不了身。这美妇名为郝荣，正压制着沈相，打得对方节节败退。听闻此言，他的眉头紧锁起，眼中闪过一丝惊疑。筑基后期怎么会这么快就来了？他冷冷地扫了一眼一旁气息絮乱的夏春莲，杀机毕露的速战速决了。这夏春莲乃是缥缈宗少有的阵法天才，对那几处关键的水利工程阵法起到决定性作用，绝不能让他活着回去。先合力杀了他，速战速决。动手！是。这2个筑基初期修士配合身边筑基中期的中年人，全力对付夏春莲。夏春莲虽然脸色苍白，气息紊乱，但他身为阵法师的底蕴在这一刻彻底爆发。面对3个筑基修士，他素手连扬，一枚枚价值不菲的阵盘如同不要钱一般被他疯狂掷出。流沙阵起，寒冰刺现。轰鸣声中，数道小型战法在战场交织，硬生生替他挡住了致命的围攻。夏春莲这时候也感知到王大器的气息，由于王大器模拟徐太斌，夏春莲下意识到这是徐师弟的气息。有人模仿他的气息，是谁？夏春莲很快感觉到了，是王大器。虽然王大器换了衣服，但是鞋子没换，他还有这一手，那太好了，那件事他肯定能办到。夏春莲激动起来，而就在众人被阵法光芒吸引注意力时，王大器动了。他如同一只幽灵，发动幻影迷踪步，在乱石与丛林间飞速穿梭，绕到了敌人的侧翼。嗖嗖，他眼神冰冷，指尖灵力凝聚，瞬间弹出2道极其隐蔽的玄水剑。这2剑瞄准的是正准备偷袭夏春莲的2名炼气后期修士。噗噗，2声轻响，那2名修士还没反应过来，咽喉便被水剑洞穿，带着满脸的不可置信栽倒在血泊中。谁？是谁在暗算？郝家众修士大惊，哈哈，就凭你们这些酒囊饭袋也想留住我们？受死吧！一名正提着长刀、神色张狂的郝家弟子狰狞大笑，正欲斩向一名受伤的缥缈宗弟子，然而一道比刚才更凝练的玄水剑划破空气。啊！一声凄厉惨叫响起，那张狂修士胸前的防御法袍竟如同薄纸般被瞬间撕裂，湛蓝的水剑透心而过，带出一串凄艳的血花。Sir！正与沈相激战的郝荣余光瞥见这一幕，整个人如遭雷击，目眦欲裂。那被杀的少年正是他最宠爱的嫡亲Sir。是谁？滚出来！我要将你碎尸万段！郝荣彻底疯狂，竟拼着被沈相击中的风险，身形一晃，不顾一切地朝那具尸体扑去。你的对手是我！沈相终于等到了喘息之机，大喝一声，趁势发动反击。一道浑厚的掌印直接轰在郝荣的护身灵盾上，震得他喷出一口鲜血。夏春莲这边压力骤减，王大器躲在暗处，不断寻找角度，发动玄水剑，每一剑都恰到好处地打乱敌人的合围。在王大器的暗中辅助下，夏春莲竟逐渐占据了上风。就在郝家众人渐渐陷入慌乱之际，天空中突然传来一声如惊雷般的暴喝：不好，速撤！沈家援军到了！半空之中，正与缥缈宗高手对峙的郝光神色交集，语气中带着一丝不甘。只见远方的天际线上，数道强横的气息正以极快的速度朝此地疾驰而来。夏春莲对面的中年修士正欲抽身，却忽觉一股筑基后期威压如泰山压顶般横扫而来。这么快，那人惊得魂飞魄散，本能地收回所有攻势，并且将周身灵力催动到极致，在身前布下重重防御屏障。可就在屏障成型的瞬间，他愣住了。这股气息看似排山倒海，可当他的灵力与之真正接触时，却发现对方虚有其表，内里绵软无力。别说筑基后期，甚至连炼气后期的凝练度都达不到。糟糕，被骗了！中年修士心中狂吼一声。然而
此时他为了防御那股假威压，中门大开，已然露出了致命的破绽。夏春莲作为阵法天才，战斗直觉何其敏锐，他美眸中寒芒一闪，没有任何犹豫，直接祭出了压箱底的保命底牌，一枚流转着紫色雷光的破阵锥，去！流光划破虚空，重重地轰击在那名中年修士的后背。轰然巨响中，对方的护体灵光如碎玻璃般炸裂，他惨叫一声，半边身子都被雷光炸得焦黑，大口鲜血喷洒而出，受了极重的内伤。远处的王大器见状，知道自己的一击虚招已然见功，同时他也注意到了天边那滚滚而来的青色剑光。沈家的援军终于到了！哎呀呀，该死的！半空中的好光俯瞰战场，见到自家的一名筑基修士竟然被一个练气期的后辈暗算致残，又折损了数名精英弟子，甚至连郝荣的亲孙子都丢了命，气得浑身颤抖，目眦欲裂。可感受着越来越近的沈家强者气息，他知道大势已去，只能咬牙怒吼：快撤！郝荣满脸泪痕，在那两名惊魂未定的筑基初期修士掩护下，迅速收起孙子的尸体，朝残存的弟子厉声吼道：快走！沈家这边，李长立、夏春莲和沈相三人并肩而立，谁也没有贸然追击，毕竟他们此时法力损耗极重，几乎是强弩之末，穷寇莫追的道理谁都明白。没一会儿，数十道流光落地，沈家众多修士杀气腾腾地赶到。爹！沈如烟看清领头之人的模样，惊喜地叫出了声，飞奔过去。来人身材魁梧，目光如电，正是沈如烟的父亲，沈家四长老沈向南。四长老！沈相气喘吁吁地迎上前，神色中带着一丝劫后余生的庆幸。沈向南原本面色极为严肃，甚至带着几分沉重，在他看来，修仙郝家此次是有备而来的伏击，己方必然损失惨重。他最担心的除了女儿之外，就是阵法女修夏春莲。这位阵法师不仅是缥缈宗派来的强援，更是接下来那个关键水利工程阵法的核心。在那项工程中，不仅需要高超的阵法造诣，更需要一个绝对性得过的人坐镇。如果夏春莲出了事，沈家的水利大计恐怕要在短时间内彻底搁置。然而，当沈向南扫视全场后，整个人却猛地愣住了。战场上，沈家弟子的确有损失，但数量不多。反观郝家那边，不仅死了一地的炼气后期精英，甚至连筑基修士都被重创。这场本该是一边倒的伏击战，竟然是他们沈家占了上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沈向南忍不住追问道。沈如烟轻抚着胸口，美眸看向不远处正低调擦拭额头冷汗的王大器，语气中带着浓浓的感激。爹，这还要多亏了王师弟，若不是他灵机应变，用计吓退了那两名筑基修士，又在暗中数次出手打乱敌方阵脚，我们恐怕撑不到您赶来。哦，沈向南目光一凝，审视起王大器。沈如烟简单的将过程叙述了一遍。听完这些，沈向南眼中闪过一丝惊芒，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原来如此，虚实结合，胆大心细，这位小有当真是不凡。另一边，夏春莲平复了体内紊乱的气息，她那双平日里清冷高傲的美目，此刻也正落在王大器身上。她缓步走过去，开口道：王师弟，刚刚多亏了你，若不是你帮我争取了瞬息的时间，在那合围之下，我还真的要麻烦了。王大器连忙还礼，依旧是那副谦逊的模样。师姐言重了，以我同门，互相扶持本就是我应该做的，你们没事就好。不过刚刚你爆发出的那股筑基后期的气息，为何感觉那么熟悉？如果我没感应错，那气息的律动似乎与徐太兵师弟生前的如出一辙。提到徐太兵这个名字，夏春连叹了一口气。当初在蜈蚣洞内，徐太兵因为不听王大器的，苦口婆心，一意孤行，最终惨死在妖兽口中。对于那位往日同门的气息，夏春莲作为阵法师，神识敏锐，自然始终记得。一时间，他的面容显得有些惆怅。王大器神色如常，似乎早就预料到会有此一问，平静地解释道：不瞒师姐，我曾修炼过一门偏门的辅助法门，只要是我亲身接触过且印象深刻的人，我便能通过逆转灵力，短时间内模拟出他们7、8成的气息神韵。刚才情势危急，徐师弟生前修为深厚，我脑海中第一个想到的便是他，这才误打误撞吓住了对方。原来如此，竟有这等奇妙法门。夏春莲轻叹一声，眼中的疑虑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物是人非的感慨。他看向王大器的眼神中，除了感激，更多了几分尊重。在这个实力未尊的修仙界，能在那样的死局中冷静布局并救下众人，这份心性远比修为更令人侧目。猛然间，他脑海中产生了一个荒诞的念头，那就是邀请王大器做一件事。经过这一场变故，一行人并未多做停留，在沈家援军的护送下，再次匆匆上路。片刻后，沈家领地外围，放眼望去，修仙沈家的领地广袤无垠。作为坐拥元婴期老祖坐镇的势力，沈家驻地是依山而建的一座巨大城池，云雾缭绕间，隐约可见灵禽飞舞，仙音绕梁，每一处楼阁都散发着古朴而强大的阵法波动。待到众人回到沈家核心区域时，天边已是残阳如血。让王大器感到意外的是，沈如烟把他和许燕安排的住处，竟然就在他自己的闺房隔壁，仅仅1墙之隔。用沈如烟当众的话来说，王师弟和许燕夫妇能帮上我大忙，住得近些，也方便随时商讨后续的水利细节。他的父亲沈向南此时正忙于处理郝家偷袭的后续事宜，
闻言道也没多想，甚至还觉得女儿长大了，懂得拉拢人才了。他扫了一眼许燕，只当这姑娘是自家女儿在外结交的知心好友，于是便点头应允，由着沈如烟去了。走在通往住处的长廊上，落后半个身位的许燕看着前面沈如烟那曼妙的背影，心中忍不住暗暗吐槽：什么商讨细节？我看这沈师姐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晚上想暗度陈仓，让大气去她屋里伺候才是真的吧？可惜她这个做师妹的也没有办法，只能暗暗告诫王大气一定要注意身体。王大气察觉到身后那道幽怨的目光，只能假装没看见，硬着头皮跟着走。待沈如烟将两人领进房内，简单叮嘱道：房间里灵气充沛，你们先歇息片刻，我的住处就在隔壁，有什么需要随时唤我。临走前，他意有所指地看了王大气一眼，声音放轻了几分：今晚族内设立了晚宴，欢迎缥缈宗弟子前来，到时候你们随我一同出席，莫要迟了。说罢，沈如烟便带着一抹莫名的笑意转身离去。房门关上，屋内只剩下王大气和许燕两人。大气师姐看来故意安排这里，晚上要让你过去。许燕气呼呼说道。王大气看着许燕可爱的小模样，笑着道：吃醋了？也没有，就是沈师姐一点也不客气，真是的。说实话，许燕确实是有些后悔当初将大气介绍给沈如烟师姐了。现在好了，沈如烟一有空就要找大气，还是江雪柔师姐好，十分的客气。那要是她再找我，我就不去了。王大气笑着说：哎，别，那还是要去的，毕竟这个大活沈师姐很照顾咱们呢。这次不仅仅给王大气50灵石，而且给许燕也有20灵石，这可是实打实的好处。许燕可不想得罪沈师姐。王大气刚想再安慰几句，却听见门外再次传来了急促的声响，咚咚咚。王大气微微一愣，心想莫非是沈如烟去而复返。他走过去拉开房门，然而映入眼帘的是面色肃穆，眼中闪烁着异样光芒的夏春莲。夏师姐。王大气有些意外的开口。夏春莲先是看了一眼屋内的许燕，随后目光灼灼地盯着王大气，开门见山地说道：王师弟冒昧来访，实乃有一件关乎重大的事情，想请你出手相助，先进屋再说。看夏春莲认真的样子，王大气侧开身邀请对方进屋。关门的时候，王大气和许燕对视了一眼，他已经打定主意，若是夏春莲口中的帮忙很麻烦，那自然是第一时间拒绝的。此行他也算是看出来了，这些家族之间关系错综复杂，一个弄不好自己可能会遇到麻烦，被人盯上。自己现在还太弱了，所以稳健起见，一定要低调。不知道夏师姐找大气需要帮什么忙？许燕好奇地问道。许师妹，我想租借王师弟几天。夏春莲正色道。啊，租借？许燕一脸懵。王大气也是脸色古怪，租借我？租借我做什么？该不会是不对啊？夏春莲不知道我的能力，不可能租借我吧？这一刻，别说王大气开始胡思乱想，就连一旁的许燕脸色也变得极为古怪起来，看向夏春莲的眼神中透着几分审视与防备。借用几天？还用租借这种词？好在夏春莲此刻满脑子都是那件要紧事，并未察觉到这对小夫妻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他面色异常认真，再次点头确认道：不错，王师弟，我想借用你几天，随我去一趟修仙徐家。可。许燕轻咳2声，打破了尴尬的气氛，代为问道：夏师姐，既然是正事，不知道这借用具体是指什么？需要大气去做些什么事呢？夏春莲深吸一口气，吐出了一个让两人都大吃一惊的答案：我想让王师弟冒充徐太冰。什么？王大气和许燕异口同声的惊呼道，对视一眼，皆看到了对方眼底的震惊。王师弟，今天你用出了和徐太冰一样的气息，当时我就想到希望你帮忙了，只是那时候人多，我不方便说。师姐，这……王大气皱起眉头，这如何冒充得了？更何况那是徐家，若被看穿了，我恐怕走不出徐家大门吧。这种事不能做啊！你放心，我让你这么做，并不是做坏事。夏春莲见状，悠悠叹了口气，随后缓缓解释起源尾来。原来那殒命在蜈蚣洞的徐太冰，正是修仙徐家之人。不过他并非嫡系，而是卑微的旁系子弟。太冰师弟的身世极其坎坷。夏春莲眼中闪过一丝怜悯，他从小父母双亡，是在徐家最底层的贫民窟里，由他奶奶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为了供他修炼，他奶奶当年没少受族人的白眼和欺凌。后来太冰师弟争气，不仅进了缥缈宗，更是一步步修到了筑基期，成为了徐家旁系中的佼佼者。也正因如此，徐家为了笼络这位有前途的筑基修士，才开始给予他奶奶极好的资源待遇，让他老人家能安享晚年。夏春莲看向王大气，语气沉重。如今太冰师弟的奶奶年事已高，最近更是思孙心切，身体每况愈下。我希望你能利用那门模仿气息的法门，假冒徐太冰，去见他老人家一面，给他报个平安。王大气微微一怔，没想到这背后还有这样一段隐情。不仅如此，夏春莲继续说道，此行还要让徐家那些势力的长辈看到徐太冰还活着，只要他们认为徐太冰没死，他奶奶在徐家的优待就不会断，那些小人也不敢克扣老人的供养。王大气心思敏锐，立刻抓住了关键，低声问道：可是师姐，徐太冰师兄死在蜈蚣洞的事情，难道徐家和宗门其他人都不知道吗？不错，
夏春莲点头道：“徐太兵在家族没什么朋友，唯一相依为命的就是他奶奶。他在洞中陨落后，我一回到宗门，便私下请求了师尊封锁消息。目前宗门上下只当他还在外执行秘密任务。我的意思是能维持多久就多久，希望他奶奶能有个好的晚年。”听到这里，王大器和许燕总算全都明白了，夏春莲这是动了恻隐之心，想让王大器配合他编织一个善意的谎言，保住一个老人的命和最后的尊严。王大器沉默了，他原本是想拒绝任何麻烦事的，可这件事并没有什么危险。大器师弟，这件事我也不会亏待了你，只要你答应，鄙人愿意奉上一件一阶中品的法器，名为烈焰飞刀。说着，夏春莲直接从储物袋内取出一把法器。这法器拿出来的时候和普通大刀并无二致，但随着他手腕一抖，一股灵力注入大刀，这刀内阵法运转，轰的一声，火焰升腾而出。大器师弟如何？夏春莲看着王大器说道。这把刀不错。王大器说道。这刀乃是我早前袭杀了一个魔修得到的。许燕眼前一亮，轻轻拉了拉王大器的衣角，虽然没说话，但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可是师姐，王大器还是保持着最后的谨慎，样貌可以易容，气息可以模拟，但徐师兄的言谈举止、家事细节，我一概不知，万一露馅了怎么办？毕竟要见徐太兵的家人，王大器有些不放心，毕竟一旦露馅，十分麻烦啊。夏春莲见王大器口风终于松动，连忙趁热打铁，这些你大可放心，我此行会全程陪同，名义上是送他回乡探亲，而且徐家那边我会将太兵师弟生前的一些习惯和家事详细告知于你。最关键的是，他奶奶如今年岁大了，双目近乎失明，只要气息对得上，老人家是绝不会怀疑的。见王大器仍在沉思，夏春莲又补充道：“大器师弟，沈家这边的水利工程开启还需要准备一段时日，去修仙徐家并不远，距离此地不过1日路程，快马加鞭的话，来回极快。”王大器权衡再三，看着那柄散发着诱人火光的烈焰飞刀，终于点了点头：“那行吧，我答应了。不过咱们在那儿待多久？快则2天，慢则3日，只要安抚好老人家，咱们就立刻抽身。”见王大器点头，夏春莲压在心头的一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长舒了一口气。接着他转头看向许燕，眼中闪过一丝睿智的光芒：“许师妹，到时候你也跟着一起去吧。”啊，我也去？许燕愣住了。不错，夏春莲正色道：“徐家人若是知道太兵师弟回来，为了巴结，定会安排许多丫鬟婆子近身伺候。如果只有王师弟一人，难免会露出破绽。但如果你作为他的贴身侍女一起回去，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推掉徐家的人手。如此一来，咱们关起门来办事，就不怕被人看出端倪了。当然，你不需要做任何危险的事情，只需跟在旁边即可。”行，为了大气，我一起去。许燕果断点头，她也明白自己跟着确实能省去不少麻烦。接下来的半个时辰里，夏春莲拉着两人事无巨细地讲起了徐太兵的生平，从他说话的语速到他走路时习惯性先迈哪只脚，再到他与奶奶之间的一些称呼习惯，夏春莲讲得极细。显然他平日里对这位师弟也是颇为照顾。王大器一边听一边在大脑中飞速模拟徐太兵的神态。半个时辰后，夏春莲交代完毕，便起身告辞，约好晚宴之后再细谈出发细节。屋门再次合上，王大器伸手握住那柄烈焰飞刀，缓缓输入一丝灵力，嗡，刀鸣阵阵，火光映红了他的侧脸。感受着手中那沉甸甸的力量感，王大器心中感慨万千。这还是他第一次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战斗法器，比起之前那些破损的货色，这简直是云泥之别。傍晚时分，残阳如血，沈如烟换上一身水绿色的流仙裙，笑盈盈地敲开了王大器的房门，亲自领着王大器与许燕前往宴会大厅。沈家的宴会大厅名为聚贤厅，建筑风格极尽奢华，檐牙高卓，雕梁画栋。大厅内整整齐齐地摆放着数十张沉香木案几，每一张案几上都燃着淡淡的檀香。此时缥缈宗的众多弟子早已到齐，修仙沈家的族人们也悉数出席。众人三五成群，在临时灯火的映照下推杯换盏，欢笑声、恭维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王大器和许燕虽然修为不高，但由于在先前的变故中，王大器确实立下了不小的功劳，不少沈家子弟纷纷上前敬酒，言语间颇多拉拢之意。酒过三巡，气氛愈发热烈。许燕平日里甚少下山，此时被几个相熟的同门姐妹拉着，说是要去房市那边的夜市逛逛。大器，我去就回，顺便给你添置几件新衣裳。许燕在他耳边轻声交代了一句，便跟着姐妹们兴冲冲地出门了。沈家的房市夜晚灯火通明，卖各种灵草、符箓、精巧饰品的摊位琳琅满目，确实繁华非凡。一个时辰后，许燕怀里抱着几个精致的布包，心满意足地回到了住处。她本想着赶紧把新买的长衫给王大器试试，可还没走到房门口，脚步便猛地顿住了。透过那层薄薄的窗纸，可以清晰地看到屋内烛光摇曳，闪烁不定。更让许燕心跳加速的是，屋子里传出了一阵令人脸红心跳的声，那是沈如烟那如丝如魅的嗓音，带着几分压抑的娇喘，正断断续续地回荡在屋内。许燕惊愕地瞪大了眼睛，下意识地凑近了几步，只见窗台上赫然搭着两只如玉般白皙、
线条极其诱人的小腿。这两个人趁我不在，竟然……许燕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她一直知道沈如烟安排他们住在这里，本就是有问题，但她万万没想到，在沈家自己的地盘上，在这光天化日不，在众目睽睽的宴会之后，沈如烟竟然敢如此大胆。难道她就不怕沈家的长辈们发现，不怕传出去坏了名声？许燕咬着嘴唇，正犹豫着是该冲进去还是该转身离开时，屋内突然传来了沈如烟那带着几分慵懒又透着几分羞涩的声音：“燕师妹，还请稍等片刻。”这话显然是对门外的许燕说的。显然以沈如烟的修为，早已察觉到了她的归来。是师姐。许燕现在还能说什么呢？只能硬着头皮称是，心中吐槽着，还真是把她这里当自己家了呀，这真的是。但是她也不好拒绝，毕竟沈如烟确实很照顾他们夫妇。罢了，就看在门口吧。许燕无奈叹息。只是屋内那若有若无的声音，还是让许燕有些面红耳赤。师姐真的是太能干了。许燕甘拜下风，她有一种想要进去参加的冲动。也不知道为何，和江雪柔在一起的时候，她喜欢邀请江雪柔，但是和沈如烟在一起，那就完全不一样了。足足等了半个时辰，沈如烟才娇滴滴地喊道：“燕师妹，进来吧。”许燕长松了一口气，拍了拍发烫的脸颊，心中暗道：总算是结束了。若是再等下去，自己怕是也要在这门外站成一尊石像了。他推门而入，一股混杂着淡淡脂粉香与凌厉波动的温热气息扑面而来，屋内烛火微晃，映照出一片旖旎。只见沈如烟云鬓半乱，整个人娇懒地缩在被窝之中，只露出一张红潮未退的俏脸。那双水润的眸子此刻正带着几分戏谑盯着进来的许燕，而一旁的王大器则显得稳重许多。他正盘膝坐在床榻边缘，双手掐诀，周身灵气氤氲，显然是在运转功法，调理方才激战后略显浮躁的气息。恭喜师姐，修为又有精进。许燕虽心中酸涩，面上却不得不违心的客套了一句。他能感觉到沈如烟体内的灵力波动确实比之前更加圆润深厚了，这效果确实显著。燕，真是辛苦你在门口守着了，方才师姐有些忘情，没惊扰到你吧？沈如烟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师姐说笑了，这个没事的，燕理应为师姐护法。许燕低着头，手指不安地搅着衣角。沈如烟伸出一截雪白的藕臂，支着脑袋，眨着大大的眼睛调侃道：“不过我现在还不想走，这被窝里暖和得很，王师弟的灵力也让人眷恋，你说怎么办才好？”许燕顿时尴尬在原地，一张俏脸长得通红。她寻思着，你是高高在上的沈家大小姐，又是同门师姐，你若赖着不走，我这小小的师妹难道还能把你赶出去不成？师姐若是喜欢，要不你就留在这里歇息，也是没事的。许燕有些局促地回答：“那可不行，我若独占了这地方，让你在外面看着，你岂不是会劳累心神？”沈如烟想了想，忽然眼神微亮，语出惊人道：“要不燕师妹你也上来，这床榻宽敞得很，咱们姐妹正好抵足而眠。”此言一出，原本正闭目运功的王大器也睁开了眼，心中一阵无语。他不禁想起了先前的江雪柔，当初许燕也曾大方地邀请过江雪柔，可惜那位并未答应，却没想到这沈如烟竟然比许燕还要大胆，主动提了出来。看着许燕那副又惊又羞，却又隐隐透着几分期待的小模样，王大器心中那一丝男人的保护与期待感也被勾了起来。他干脆收了功法，伸手轻轻拉住许燕的手腕，温声道：“燕，天色确实已晚，奔波劳累了一天，就听师姐的，早点休息吧。”许燕看着眼前这两个人，沈如烟的眼神带着挑逗与邀请，王大器的眼神则透着温情与默许。他心中的那点矜持瞬间崩塌，这种奇妙的氛围让他心跳加速，最终鬼使神差般递点了点头。那燕便冒犯了。随着许燕退居外山，爬上床榻，屋内的烛火被沈如烟随手弹出一道灵风熄灭。第二天清晨，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棂洒入屋内，许燕与沈如烟几乎同时睁开了双眼。经过一夜奇妙的气息交流，两人皆感到神清气爽，体内灵力奔涌如潮，比往日苦修数天还要厚重几分。尤其是许燕，她底子薄，在这种玄妙的合炼中得到的好处最大，只觉周身经脉拓宽了不少，修为竟有了明显的精进，更是感觉眼睛都明亮了许多。他不知道的是，在一起的时候，沈如烟那碧水晶瞳竟然也复制给了他一丝，这就是神秘子气的强大复制力。不仅仅王大器得到好处，作为第三人的许燕也得到了好处。此时他侧过头，看着身旁仍在沉睡的王大器，脸颊不禁又是一烫，似乎大器也很喜欢这种方式，昨夜倒是格外的卖力。许燕下意识地舔了舔略显干燥的香唇，心中泛起一丝甜意。沈如烟看穿了他的小心思，轻笑一声，动作优雅地坐起身来，随手披上一件轻纱。燕，让大器再歇会儿吧，他昨晚消耗不少。走，跟师姐出来，送你一样好东西。两人轻手轻脚地穿好衣物，出了房门，来到院中。沈如烟从储物袋中取出一叠折叠整齐的淡紫色罗裙，递到了许燕怀里。这是一件一阶下品的法袍，绸缎般的面料上隐隐流转着细微的灵光，领口与袖口绣着精致的云纹，样式不仅新颖，更透着一股修仙者特有的飘逸脱俗之感。许燕一下子看呆了，双手抚摸着那滑嫩的质感，
惊叹道：“真好看，喜欢吗？送你了。”沈如烟微微一笑，眼神中透着大方与亲近。多谢师姐。许燕紧紧抱着法袍，先前的那些许嫉妒与不安，在这一刻彻底烟消云散。她突然觉得有这样一位出手阔绰、性格爽朗的师姐照顾着，似乎也没什么不好的。回头让大气得更加卖力一些才行。另外，你俩要去修仙徐家的事情，夏春莲师姐已经跟我通过气了，定在后天出发。沈如烟整了整发鬓，接着说道：“今天的话，你们就别忙活别的了，等大气醒了，随我去一趟弯刀湖。一来是看看那里的水利灌溉情况，那是我沈家和徐家合作的项目；二来也带你们在房市周边游玩一番，省得你们总窝在屋里。”“好，全听师姐安排，多谢师姐照顾。”许燕欢喜地应道：“去换上这身衣裳吧，让我也瞧瞧咱们燕燕师妹有多俊俏。”沈如烟拍了拍她的肩膀，调侃道。许燕红着脸点了点头，抱着新法袍快步跑回了偏房。接下来的时间，沈如烟带着王大器与许燕来到了弯刀湖。碧波万顷的湖面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宛如一把巨大的弯刀镶嵌在大地之上。到了湖边，沈如烟的神色变得肃穆了几分，她轻喝一声，双眸之中隐隐透出一股湛蓝的金光，正是沈家秘传的碧水晶瞳。她立于湖畔高处，运功查看水力方位的流转与灵气的分布，寻找最佳的灌溉枢纽。而不远处的夏春莲则带着几名师妹，手中托着复杂的阵法罗盘，正顶着烈日不断的走位测算，试图为这片湖泊设计一套稳固的灵能阵法。相比于这些大忙人，王大器和许燕就显得有些无所事事。两人心知肚明，他们过来纯粹是凑数的，闲着也是闲着。两人索性在湖边的一处空旷之地修炼起术法来，这里水气充沛，对于水系术法的修习事半功倍。于是王大器叫许燕动用玄水剑，只见一道道剔透的水剑在许燕手中凝聚，随后带起破空之声射入湖中，激起阵阵浪花。忙碌到下午，沈如烟收了功法，便带着两人在弯刀湖附近的房市游玩。直到此时，王大器和许燕才真切地感受到沈家的底蕴有多么深厚。这一整片区域方圆百里尽是沈家的势力范围，光是依附于此的凡人与低阶散修人口就有好几十万之众。房市内的繁华程度竟丝毫不亚于宗门下的小镇。沈如烟今日心情极好，拉着许燕在各个摊位前穿梭，各种珠钗首饰、邻国点心买了一大堆。甚至在一家老字号的法器铺子里，沈如烟还一眼相中了一双一阶下品的灵力靴子，当场便买下腮给了许燕。这靴子能加持身法速度，遇到危险逃命最是好用。沈如烟笑着说道。许燕摸着那精致的靴子，乐得合不拢嘴，连声道谢。此时在他心里，沈如烟哪还是什么抢男人的对头，简直就是亲姐姐一般的存在。夜幕降临，三人回到住处。晚饭后没多久，沈如烟果然又如约而至。她轻叩房门，依旧是那副盈盈笑脸，语气带着几分楚楚可怜。大气，燕燕，我这屋里冷清得很，总觉得一个人睡不着，也不知是不是这几日水利看得太累了，心神不宁的。这一次许燕表现得比谁都积极，她快步上前拉住沈如烟的手，笑逐颜开的将她往屋里拉。师姐既然睡不着，那边莫要回去了，咱们姐妹之间哪有那么多见外的话，快进来，我和大气正等着你呢。说罢，许燕半推半就地拉着沈如烟直接到了床榻之上，那副热情的镜头倒让沈如烟愣了片刻。王大器看着这一幕，心中不禁感叹，果然再高冷的修士也逃不过真金白银和利益交换的魔力。不过这种和谐的氛围，他自然是乐见其成。屋内烛影摇曳，三人的气息再次在狭小的空间内交融在一起。为了报答沈如烟，许燕也帮忙搀扶。这一天天色微明，正是启程前往修仙徐家的日子。在与沈如烟依依不舍的告别后，王大器和许燕紧跟着夏春莲的遁光，三人划破长空，一路飞行。待到飞出沈家势力范围的一处荒僻山谷时，夏春莲示意将夏云头落入林间深处，四周静谧无声。就在这里吧，再往前走，难保不会遇到徐家的巡逻子弟。夏春莲神色严谨地说道。王大器点了点头，迅速从储物袋中取出早已准备好的徐太兵的服饰，那是几件质地考究、绣有徐家特有家纹的长衫。他动作利索地换上，虽然身形略有差异，但在宽松的道袍掩盖下并不显眼。接着，夏春莲从怀中摸出一个精致的玉盒，打开后，里面静静躺着一张薄如蝉翼、近乎透明的膜状物。大器师弟，这是我早年机缘巧合下得到的一件异宝，名为幻影面具。夏春莲将面具递给王大器，语气郑重：此物极为罕见，戴上后配合你的气息术法，足以完美模拟他人的容貌与神采。今日我就将它送与你了。王大器接过面具，只觉入手冰凉丝滑。夏春莲指着面具解释道：此面具极其特殊，一生只能融合3张面孔，其中2张脸我在以前躲避追杀时已经用掉了，你且看看。王大器顺着夏春莲的指点，将一丝灵力探入面具，脑海中瞬间浮现出2个陌生的形象，一张是风韵犹存、眼神凌厉的贵妇面孔，另一张则是皮肤白嫩、略显阴柔的青年男子脸庞。这2张脸栩栩如生，仿佛活物一般。接下来，你需要将这最后一次机会用来刻画那
那徐太冰的容貌。夏春莲随即将一段晦涩的操纵口诀通过神识传授给了王大器。记住了，面具易容只是皮相，要做到万无一失，必须运转你的藏息诀，将自身的气息波动也调整到与那徐太冰记忆中相符的状态。片刻后，王大器已经彻底领悟了其中诀窍。多谢师姐教诲，大器明白了。他深吸一口气，缓缓将幻影面具贴合在脸上，那透明的面膜触碰到皮肤的瞬间，便如流水般消融渗入。王大器双目紧闭，识海中勾勒出徐太冰的样子，同时藏息诀在体内疯狂运转，强行压制并改变着自身的灵力频率。仅仅过了几息时间，在许燕和夏春莲惊愕的目光中，王大器的脸部骨骼与肌肉开始微微蠕动。当他再次睁开眼时，原本温和坚毅的面庞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赫然是那已故徐太冰那张略带傲慢与轻浮的脸，甚至连他举手投足间散发出的那股略显虚浮的气息，都与原本的徐太冰一模一样。好，很好。夏春莲围着他转了一圈，啧啧称赞道：“简直是天衣无缝，若非亲眼所见，连我也分不出真假。”许燕在一旁看得呆了，若不是知道真相，她恐怕真的会以为自家男人被调包了。既然如此，那便出发吧。王大器感受着新容貌带来的陌生感，语气也变得沉稳。走！夏春莲轻喝一声，三人再次化作遁光，朝着徐家祖地的方向疾驰而去。修仙徐家亦是拥有元婴老祖坐镇的豪门大族，但这世间的底蕴从来都是比出来的。论起族内人口的繁茂，或是中间力量的厚度，徐家终究比沈家逊色了几分。若非近年来一直有着沈家的暗中扶持与联手，徐家恐怕早已在与宿敌郝家的龙争虎斗中落了下风。夏春莲显然不是第一次来徐家，他轻车熟路地带着王大器二人穿过仙城厚重的城防阵法，避开了喧嚣的贸易区，径直朝着一片灵气郁郁葱葱的林田区域飞去。徐太冰的家就在前面了。夏春莲传音给王大器，手指指向远处一座依山傍水、气势不凡的府邸。你看，那座宅子便是他筑基之后徐家本族特意赏赐下来的。在这方圆百里的林田区域，这府邸算是最体面的了。三人降下遁光，落在府邸前的青石大道上。由于徐太冰是这片区域里罕见的筑基期高手，属于实打实从底层走出去的高人，王大器这一露面，立刻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徐大哥，是徐大哥回来了！徐太冰前辈出关回乡了，快瞧，那气度果然不凡。周围不少正在照看林田或路过的徐家低阶修士，纷纷面露惊喜之色，敬畏的围拢过来打招呼。王大器心中虽然有些异样，但脸上却维持着徐太冰生前那种骨子里的高傲。他只是神色冷淡地点了点头，鼻子里轻哼出一声若有若无的应答，接着脚下步履不停，径直走向府门。这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反而让周围的人觉得这才是筑基前辈应有的风范。还没等他们跨入府建，便听到门内传来一阵急促且凌乱的脚步声。一名白发苍苍、老态龙钟的老者，在两名侍女的搀扶下，跌跌撞撞地赶了出来。正是徐太冰的亲奶奶刘氏。孙儿，是我的太冰孙儿回来了吗？刘氏颤巍巍地伸出手，在空气中虚掩着，她的双目略显泛白，浑浊无神，显然视力早已严重受损，几乎到了目不能视的地步。王大器看着这位老人，心中微微一叹。虽然他并非真的徐太冰，但看着老人那副望穿秋水的模样，他还是快步上前，一把扶住了老人的胳膊。奶奶，是我回来了。王大器刻意压低了嗓音，调整出徐太冰那种略带一丝沙哑的声线。回来了好，回来了就好啊。刘氏感受着胳膊上传来的温热和那股熟悉的灵力波动，激动的老泪纵横，枯槁的手紧抓着王大器的衣袖不肯松开。良久，老人才稍微平复了一下心情，侧过头，虽然他看不清，但还是感觉到了旁人的存在，迟疑道：“太冰，这后面是？”奶奶，这位是宗门的夏春莲师姐，这次特意陪我一同回来省亲。王大器侧身引荐，语气中带上了一分对同门师姐的客气。接着他又看了一眼跟在身后正努力收敛气息扮乖巧的许燕，淡淡说道：“至于这一位，是孙儿新收的贴身丫鬟，名唤燕燕。”许燕听到丫鬟二字，心中暗暗啐了一口，面上却不得不乖巧的弯腰行礼，声音甜腻的唤道：“奴婢燕燕，见过奶奶。”刘氏一听是宗门的师姐，连忙要行大礼，被夏春莲笑着扶住。“太冰啊，快请贵客进屋坐，咱们家许久没这么热闹了。”老太太高兴的合不拢嘴，拉着王大器的手就往里走。王大器一边应付着老太太的唠叨，一边暗中打量着这座府邸。这时候，刘氏拉着王大器悄悄说了起来：“好，没想到你真的将夏春莲约过来了。你放心，奶奶就有的是办法，定能让你们两个成双成对，长长久久的在一起。”王大器他脸上的肌肉由于过度震惊而微微僵硬了一下。啥情况？这老太太话里有话呀，难不成还准备了什么生米煮成熟饭的阴损招数？他深吸一口气，却不敢流露出半点异样，生怕在这精明的过头的老太太面前露了馅，于是只能含糊其辞地应道：“那便全凭奶奶做主了。”不过刘氏的脚步顿了顿，那双浑浊的眼睛虽然看不清，却精准地转向了后方许燕的方向，语气中带了几分疑虑：“你怎么身边多出了一个丫鬟？以前可没听你提起过。”王大器脑子飞速转动，立刻拿出了早已编好的说辞，随口道：“奶奶，
您有所不知，孙儿独自在宗门修行，身边没个知冷知热的人伺候，难免诸多不便。前些日子下山历练，正巧遇到这女孩遭了难，看她身世可怜，又还算勤快，便随手收了她在身边。依我看，你是看人家长得漂亮吧？刘氏嘴角露出一抹促狭的微笑，一副我还不了解你的神情。王大器一时语塞，只能故作尴尬地摸了摸鼻子。行了，你是什么德行？老婆子，我还不知道。男人嘛，3妻4妾本也寻常。刘氏收敛了笑容，语气变得严肃了几分。不过咱们可说好了，夏春莲乃是筑基期的精英女修，背后更有宗门的势力。你若能得到她，不仅你这一脉在家族中的地位会更稳固，便是将来争夺族长之位也是极大的助力。你可得拎得轻轻重，知道了吗？王大器心中直接开骂了。好家伙，原来这徐家老太太心里打的是这个算盘，亏得夏春莲还念在同门师弟的份上，真心实意想帮徐太兵呢。他心中冷笑，决定回头一定要找个独处的机会，把这老太太的阴谋原本地告诉夏师姐，免得她在这徐家阴沟里翻了船。说话间，几名乖巧的下人已经领着众人穿过曲折的回廊，来到了府邸深处一处幽静雅致的宅院。孙儿，自打你回了宗门，这屋子我每个礼拜都会亲自督促下人打扫，就盼着你回来。刘氏指着正当中的主屋，随后转头看向夏春莲，客气却又带着一丝审视的安排道：那丫鬟燕燕就住在隔壁的小厢房吧，方便随时伺候。至于夏仙子，已住在太冰边上的这间侧屋，环境最为清幽，不知意下如何？夏春莲道：是无所谓。他神色平淡，微微颔首道：全凭老夫人安排。王大器此时只想赶紧找个没人的地方和夏春莲通个气，顺便平复一下被这老太太惊到的心情。他故作疲惫地揉了揉眉心，长舒一口气道：奶奶，这一路风尘仆仆，松儿实在是有些乏了，想要先歇息歇息，顺便打坐调理下灵气。那你快去歇着吧。刘氏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花，一脸慈爱地拍了拍王大器的手背，像是在看一件稀世珍宝。然而还没等王大器转身，刘氏又像是想起了什么，紧接着叮嘱道：明日一早，你可得穿得精神些，去拜访一下族里的大小姐和公子。你久不在家，这礼数可断不能失了。王大器心中顿时一阵无语，还要去拜访什么大小姐和公子？虽然在来徐家之前，夏春莲为了万无一失，确实拉着他恶补了大量关于徐家核心成员的资料，谁叫什么名字，什么性格，有什么背景，甚至连几位重要人物的画像他都反复抹撒过。可画像终究是死的，真人却是活的。刘氏这种老人家视力不好，气息对得上，样貌差不多，也就糊弄过去了。可那些年轻一代的族中精英，个个眼力毒辣，心思跳脱，要在他们面前演绎出阔别重逢的戏码，难度简直呈几何倍数增长。可是已至此，他已经坐到了这个位置上，显然是无法拒绝的。王大器只能压下心头的顾虑，学着徐太兵那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微微颔首道：知道了，奶奶，孙儿明日自会备礼前去。你有这份心就好。刘氏压低了声音，神秘地凑近了一点，正好明日是大小姐和公子约好了去郊外打鸟的日子，你且随行，和他们增进一下感情。这些年你在外头，族里的年轻后生都快把你给忘了，你得让他们知道，这徐家的筑基修士里，你太兵依然是个人物。打鸟？王大器面上波澜不惊，心中却直接冒出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打什么鸟？灵禽？还是某种家族传统的竞技活动？临行前，夏春莲跟他交代过徐家的产业、灵田，甚至是祖坟的方位，可压根儿没提过这徐家的2代子弟还有打鸟这种奇葩的消遣方式啊！他下意识地用余光瞥向一旁的夏春莲，发现这位平日里算无一策的师姐，此刻眼中也掠过一抹微不可察的疑惑。显然，这所谓的打鸟并不在他的情报掌握之中。知道了，奶奶，孙儿一定准时过去。王大器强忍着好奇，连连点头应承下来。好孩子，去吧。燕燕，还不快扶你家主子进屋伺候着。刘氏挥了挥手。许燕听罢，赶紧低眉顺眼地走过来，搀着王大器的胳膊就往主屋走。夏春莲找了个有要事相谈的借口，也走了进去。进了屋，关上房门，布下一道简单的隔音术法后，王大器才猛地松了一口气，一把扯开领口，压低声音对随后进来的夏春莲说道：夏师姐，情况不妙啊，你这情报里可没说徐家还有打鸟这出戏。夏春莲自顾自地走到桌边坐下，眉头微蹙，没事，回头我出去帮你打听一下打鸟活动到底是什么。那就好。对了，你可知道老太太还偷偷和我说了什么？什么？夏春莲不以为意地问道。王大器道：她想把你变成她的孙媳妇，还打算用手段帮你我成亲，说是为了稳固我在徐家的地位。师姐，这徐家简直就是个狼窝啊，亏你还对她这么好，真不是东西。王大器把刘氏刚刚说的话里里外外都说了一遍。夏春莲端着茶杯的手微微一颤，眼神瞬间冷了下去。这一刻，夏春莲因为震惊，周身的灵力竟控制不住地产生了一丝波动。她万万没想到，那看似慈祥、老泪纵横的刘氏，私底下竟然是这般打算。更让她心寒的是，那个死去的徐太兵生前竟然就在算计着如何利用同门情谊来套牢他，得到他。而得到他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家族地位。呵呵，这就是人心啊！可恶，竟然敢这样算计我！
夏春莲银牙暗咬，眼中寒芒大盛。徐太冰，早知道你是这种卑劣之徒，当日在宗门外，我就该亲手将你挫骨扬灰，让你连入土为安的机会都没有。他是真的背弃到了。修仙界虽然残酷，但他自问对徐太冰还算照顾，结果换来的竟是这种阴损的谋算。他现在一阵后怕，徐太冰若是没死，岂不是说他真的要被算计了？一旁的许燕见状，一边撇着嘴，一边往嘴里塞了个桌上的灵果，含混不清的说道：“我当初见到那个徐太冰的第一眼，就感觉他不是什么好东西，眼神虚浮，贼眉鼠眼的。现在看来，这老太太更狠，果然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行，这地方不能待了。”夏春莲猛地站起身，袖口一拂：“既然他们心怀鬼胎，我们没必要在这里演戏，走，现在就走。”哎，师姐，冷静点。王大器见状，连忙上前一把拽住他的衣袖，无语的劝道：“现在走可不行啊，我们已经进了这宅子，还是被刘氏亲自领进来的。要是现在莫名其妙消失或者强闯出去，必然会惊动徐家的高层，到时候被人看出破绽追杀，咱们在这一带可就寸步难行了。对啊，咱们毕竟是冒充的，强行突围风险太大。”许燕眼珠子转了转，那股子机灵劲儿又上来了。他凑到两人中间，压低声音，一个鬼点子冒了出来：“这徐太冰和刘氏既然这么不是人，咱们要是就这么拍拍屁股走了，岂不是太便宜他们了？”夏春莲冷冷看向他：“那你想如何？既然咱们现在顶着徐太冰的身份，那这徐家的资源不就是咱们的吗？”许燕嘿嘿一笑，眼中闪过一丝贪婪的神采。徐太冰在这里身份地位不低，家里肯定藏了不少好东西，零食、丹药，甚至那些秘宝，咱们何不顺水推舟，趁着这几天身份还没暴露，狠狠地捞上一笔？夏春莲闻言，原本冰冷的眼神微微一亮。他本不是贪财之人，但刘氏的算计让他感到了一阵恶心。既然对方想利用他，那他反过来拿走对方的家底作为补偿，似乎也合情合理。你是说监守自盗？夏春莲的语气松动了。这哪叫盗啊？这是继承。王大器立刻接话，心中暗赞许燕这丫头在搞钱方面真是个天才。王大器看着夏春莲，认真问道：“师姐，你怎么说？咱们是忍着恶心继续演戏，顺便捞一笔，还是现在就冒险离开？”夏春莲深吸一口气，强行平复了心中的怒火，最后重重地点了点头：“可以。既然他们不义，那就休怪我不仁。不仅要捞，还要捞个漂亮。那好，事成之后，咱们三个人平分，谁也不吃亏。”王大器拍板决定，一时间三个人的计划阴差阳错的改变了。好，既然决定了，咱们得先摸清敌情。夏春莲收起怒容，恢复了冷静果决的模样。我这就先去外面设法打听一下，明天那个打鸟到底是什么活动。你们两个待在屋里别乱跑，尤其是你，王大器，别在那老太太面前露了馅。放心吧，师姐。王大器嘿嘿一笑。深夜，月上柳梢头，徐家府邸的一处偏院内，却并未如表象般沉寂。屋内水汽氤氲，浴桶中热气腾腾。既然要演戏，那便要演的全套。许燕此时当真拿出了贴身丫鬟的架势，挽起衣袖，露出一双如霜雪般的皓腕，正有一下梅姨下地撩起热水，伺候着王大器洗浴。你这小妮子倒是挺进入角色的。王大器靠在桶边，享受着片刻的安宁。许燕狡黠地眨了眨眼，压低声音道：“这叫敬业。再说了，咱们现在可是要继承徐家的家产，不表现得像样点，万一那老太太半夜派人来听墙角怎么办？也是，不过等会为夫给你洗一下吧，不能让你一个人累着了。”王大器调侃笑说：“我看你是有其他想法吧？”饶是两个人是夫妻，许燕依旧忍不住有些害羞。就在两人低声调笑时，外屋的房门被轻声推开，紧接着是一阵细微却急促的脚步声。王师弟，许师妹，是风尘仆仆回来的夏春莲。哎，夏师姐稍等，我家主人不，我夫君正在洗澡呢。许燕隔着屏风翠生生地喊了一句，语气中还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揶揄。外间的夏春莲脚步一顿，一张俏脸瞬间闹了个大红脸。虽然修仙之人不拘小节，但想到王大器在里面赤诚相见，而许燕在一旁伺候，这种香艳的画面还是让她这个一心修行的女子有些局促，心中不由得暗自感叹：到底是王大器这小子福气好，许燕这样漂亮的女修竟然贴身伺候呢。乃像她平日里洗浴都是一个除尘术搞定，即便想泡个澡，也只能自己动手，冷冷清清。等了约莫片刻，王大器披上一件宽松的睡袍，示意许燕将屏风撤去，请夏春莲入座。屋内水雾缭绕，空气中还残留着一丝湿润的热度。夏春莲走进内屋，下意识地动了动鼻子，不知为何，这屋子里除了淡淡的皂香，似乎还隐约透着一股子海带的味道。他心中觉得奇怪，却也没多想，毕竟有些润肤的草药确实气味特殊。他面色一正，认真道：“我刚刚暗中打探过了，已经弄清楚那打鸟活动到底是怎么回事了。”王大器和许燕对视一眼，立刻凑了上来：“师姐快说。”原来这徐家在城郊有一处巨大的灵湖，那湖中饲养了大量的银鳞鳞鱼，这可是徐家每年很大的一笔进项，专门供奉给宗门和城中各大势力的，同时对外出售，获利颇丰。夏春莲顿了顿，语气变得有些无奈，但这几年灵湖上空总是会莫名其妙出现一大群不速之客，那是一种名为破风翠鸟的飞鸟，
这种鸟攻击力其实不算强，但速度极快，且天生清水，专门俯冲进湖里捕食银鳞鳞鱼，偏偏数量又极其庞大，让徐家损失惨重。所以每年徐家都会派弟子轮换前往灵湖打鸟，其实就是清理害鸟。而今年由于鳞鱼产量高的缘故，鸟患格外严重，于是徐家的大小姐和公子便想了个法子，将其组织成了一场打鸟比赛，说是要激起族中弟子的积极性。王大器摸了摸下巴，这比赛还有彩头？自然。夏春莲伸出手指比划道：第1名奖励20块下品零食，第2名奖励10块，第3名奖励5块，即便只是进了前10，也都有2块零食的安慰奖。除此之外，前3名还能额外得到2条极品的灵鱼奖励。那灵鱼对炼气期修士来说可是大补之物。王大器一听直接乐了，这活儿我接了，不就是射鸟吗？以我的实力，一箭一个准。然而还没等他高兴完，夏春莲就兜头泼了一盆冷水。大器，这次比赛你绝不能参加。为什么？王大器一愣，理由有2。夏春莲神色严肃：第一，这次打鸟比赛是为了磨砺小辈，徐家明文规定只能由炼气期的子弟参加，你现在顶着的是筑基修士徐太兵的身份，若是自降身份去抢那20块零食，那刘氏老太太头一个就会怀疑你换了心思。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你若是动手，体内地功法气息极容易外泄，你现在还没能完全模拟出筑基期的灵力压制，一旦在众目睽睽之下施展大威力的术法，那些族中高手定能看出你并非真正的筑基修士。王大器原本兴奋的脸色瞬间垮了下来。20块零食虽然不算多，但蚊子腿也是肉啊，更别说那灵鱼了。可他眼珠子一转，看着旁边正偷笑的许燕，突然自信满满的笑了起来。谁说我要亲自上了？他指着许燕道：张燕燕上。我。许燕吃了一惊，指着自己的鼻子，有些迟疑的说道：我一个贴身丫鬟，我能行吗？许燕心里确实没底，肯定能行的。王大器嘿嘿一笑，语气中充满了不容置疑的自信。他太清楚许燕现在的实力了。这段时间，许燕在他的悉心指导下，那一手玄水剑术早已练得炉火纯青。更重要的一点是，许燕体内由于长期与他双修，早已融入了一丝他的神秘紫气。这紫气不仅改变了他的体质，更让他的灵力厚度远超同阶，术法威力也带上了一股难以言说的玄妙意蕴。当然，这些许燕连自己都不知道呢。王大器看着他，目光灼灼，不仅能行，说不定还能拿个第1回来。就算那几位大小姐有什么压箱底的宝贝，凭你的玄水剑拿个前3也是稳操胜券。看着夫妻俩那副成竹在胸的模样，坐在一旁的夏春莲不由得有些恍惚。他看着王大器对许燕那份毫无保留的信任，心中竟莫名升起了一丝丝前所未有的羡慕。在这尔虞我诈、步步惊心的修仙界，能有这么一个可以信任的道侣，该是何等幸事。什么时候我若是也能遇到一个这样知冷知热的道侣，那就好了。夏春莲心中悠悠一叹，随即自嘲地摇了摇头。这修仙之路漫漫，哪有那么多良缘？自己还真是想多了。可既然你们2位已经有了主意，那我也就不多嘴了。夏春莲站起身，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静些。明日一早还要去灵湖，你们也早点休息，我回个壁屋了。师姐慢走，不送啊。王大器笑呵呵地挥了挥手。夏春莲推门而出，回到了紧挨着的侧屋。进了屋，他自然没有马上入睡。作为筑基期修士，打坐修炼早已替代了大部分睡眠。他盘膝坐在榻上，深吸一口气，平复了一下被徐家老太太气出的郁结之气，转而运转起宗门功法。然而仅仅一炷香的功夫还没到，夏春莲那敏锐的耳朵便微微一动。隔壁屋子里传来了细微的声音，起初是压抑的惊呼，紧接着是木床轻微的吱哑声。还有燕燕，咱们在练那几招玄水剑的变种。这是王大器的声音，压得很低，却带着一股坏笑。哎呀，大器别闹，还要随后便是某种频率极快，让人脸红心跳的动静。夏春莲的身子猛地僵住了，原本平稳运行的灵力差点岔了气。她那白皙如瓷的俏脸刷的一下红到了耳根子，甚至连白皙的脖颈都染上了一层红晕。这对夫妻简直胆大包天。要知道他就住在边上，隔墙有耳，他们竟然一点都不知道避嫌吗？他可是筑基期修士，五感何其敏锐，那些动静虽然被刻意压制，但在他听来却清晰的如同就在耳畔。这真的是……夏春莲咬了咬牙，有些手足无措。他想封闭听觉，可修行者的本能又让他下意识地关注着周围的动静，以防万一。原本清幽雅致的侧屋，此刻在他眼中仿佛变成了一块烫红的铁板。听着隔壁那愈演愈烈的切磋声，夏春莲脑海中不自觉地浮现出刚才王大器拉着许燕进屋的画面，一时间心乱如麻，竟是再也无法入定修炼了。他恨恨地抓起枕头捂住脑袋，心中暗骂：真不知道这有什么乐趣。第二天一早，当王大器神清气爽地出现在院子里时，却发现夏春莲正顶着2个淡淡的黑眼圈，冷若冰霜地看着他。师姐早安。王大器被盯得心里发毛，下意识地摸了摸脸。不知为何，看到夏春莲这副神色，他总觉得自己像是欠了他好几亿似的。这师姐是怎么了？昨晚没睡好？不应该啊，筑基期修士哪怕3天3夜不睡，打个坐也就恢复了，怎么这怨气比厉鬼还重？哼！夏春莲冷哼一声，
硬生生地把到嘴边的羞恼话语给咽了下去，语气生硬地说道：“都准备一下吧，先前往徐家大公子那里拜访一下，之后再去灵湖。”好的，王大器连声应道，不敢多问。三人先是去了刘氏的正房，那老太太见到孙子过来请安，又是拉着手一阵嘘寒问暖，还隐晦地看了许燕一眼，那眼神里的算计让王大器和许燕心里都一阵冷笑。辞别了刘氏，三人便动身前往徐家长子徐盛的府邸。这位徐家大公子在族中声望极高，同样也是筑基的修为。得知远在缥缈宗的族弟回家，徐盛表现得异常豪爽，人还未到，那爽朗的笑声便已从厅堂内传了出来。哈哈哈，太兵弟，你可算舍得回来了。大门推开，只见一名身材魁梧、气度不凡的男子大笑着迎了出来。他热情地拍着王大器的肩膀，显得亲厚无比。毕竟徐太兵在缥缈宗可是筑基期的精英弟子，背后靠着大宗门。徐家以后要在这一带发展，很多地方都要仰仗这个族弟。太兵，这次回来务必多住几日。为兄这几日正愁没人陪我论道，今日既然回来了，定要带你去这城中多玩玩，领略一下咱们自家的地气。徐盛亲热地拉着王大器往屋里走，目光掠过一旁的夏春莲时，眼中闪过一抹惊艳，随即便客气地拱了拱手。王大器虽然心里打着鼓，但面上却学着徐太兵那股子略带矜持的傲气，说话间滴水不漏，大哥盛情，弟心领了。我也想多玩几日，可惜临行前宗门交代了一桩差事，身上还有要事在身，恐怕耽搁不得太久。哦，宗门要事？徐盛眼中金芒一闪，随即掩饰过去，笑得更加灿烂。理解理解，大宗门弟子就是繁忙，不过今日那打鸟的彩头，你可不能推脱。这不，正好带着你这位家眷一起去散散心。徐盛指了指许燕，语气玩味。他们这种大户人家的奴婢都是可以暖床的，而他很了解自己这个族弟，为人好色，所以在他看来，许燕肯定是已经被拿下了。王大器顺势搂住许燕的肩膀，嘿嘿一笑，实不相瞒，我这丫头最近贪玩，听说了打鸟比赛的事，闹着非要见识一下。等会儿还得请大哥手下的那些小辈们下手轻点，别让他输得太难看。哦，让你这丫头出手吗？哈哈哈，好说好说。徐盛大笑几声，随即亲昵地邀请王大器和夏春莲落座喝茶。闲聊几句之后，徐盛传音道：“太兵弟，什么时候将你这位师姐拿下啊？这次你终于领她回族，可不能错失良机啊！”王大器握着茶杯的手猛地一颤，心中微动。啥情况？难不成徐太兵以前还专门跟这个徐盛吹嘘过夏春莲？看徐盛那一脸猥琐，眼神乱飘的样子，显然两人私底下没少讨论这种阉杂勾当。王大器顿时尴尬了，还要强装镇定，不动声色的传音回应：“盛哥，慎言，我师姐就在旁边坐着呢，她修为精深，万一察觉到什么，回头私下再说。”呵呵，你小子怎么比以前胆小了？徐盛浑不在意的抿了口茶，继续传音道：“咱们兄弟两个用密语传音，你怕什么？依我看，对付这样的女子，光靠平日里的嘘寒问暖是不够的，你要更加主动才行，知道吗？主动出击。”王大器还没想好怎么接话，徐盛接下来的话直接让他差点把嘴里的茶喷出来。这样吧，为兄晚上设一桌家宴，替你接风洗尘，到时候咱们在那酒水里下个药什么的，神不知鬼不觉的就将他拿下了。到时候生米煮成熟饭，他还能跑了不成？盛哥，这恐怕不好吧？王大器心里一阵恶寒，这徐家果然从上到下没一个好东西。不好什么？以前咱们兄弟又不是没干过这事。徐盛嘿嘿一笑，语气中透着一股理所应当的张狂。说起来，那些春风一度的奇药，当年还是你从宗门里弄出来介绍给我的呢。怎么回了趟宗门，倒把自己整得像个正人君子了？什么？王大器听得心头火起，这徐太兵私底下竟然是这种卑劣之徒，不仅算计同门，甚至还提供违禁药物给家族兄弟合伙作恶。他原本只是想顺水推舟捞点零食，现在看来，这徐家简直就是一个藏污纳垢的狼窝。但此时身份受限，他若是反应太强烈，必然会引起徐盛的怀疑。王大器只能强压下心头的厌恶，装出一副顾虑重重的样子，回道：“盛哥，今时不同往日，我师姐毕竟是筑基期的女修，而且她极其擅长阵法，神魂感知异于常人，万一被她当场发现，非常麻烦啊！”哈哈，放心，有我在，能出什么岔子？徐盛眼中闪过一丝贪婪和狠戾，大手一挥，直接拍板道：“好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晚上的家宴，为兄一定给你安排个满意的结果。”看着徐盛那副志在必得的样子，王大器表面上尴尬陪笑，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身旁正襟危坐、一脸冷淡的夏春莲，心中暗道：“师姐呀师姐，你这长得太招摇也不是好事，要不是我在这儿顶着，你今晚怕是真要掉进这狼窝了。”接下来的时间，徐盛倒也没再继续那个龌龊的话题，而是摆出一副家族大哥的姿态，随口和王大器聊着些家族见闻，偶尔也会风度翩翩地向夏春莲搭几句话。不过夏春莲只是礼貌性的微微颔首，言简意赅，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模样，这反而让徐盛眼中的邪火更旺了几分。片刻后，徐盛腰间的传讯玉简微微亮起，他神识一扫，随即长身而起，笑道：“你大姐已经到了灵湖，咱们过去吧，刚好让为兄看看
你带来的这位小丫鬟能不能在那抢下奖赏？好的，盛哥，请。王大器起身做了个请的手势，三人跟在徐盛身后，穿过几道幽静的长廊，随即飞升而起。片刻后，眼前的视野骤然开阔，只见前方烟波浩渺，出现一片巨大的湖泊，这便是徐家的灵湖。湖面足有数千亩之广，终年水汽氤氲，湖心处甚至有淡淡的灵雾升腾，显然湖底埋有不俗的聚灵阵法。湖中偶尔有金色或银色的灵鱼跃出水面，激起阵阵充满灵气的涟漪。此时，灵湖岸边已经是人山人海，徐家几乎所有在家的子弟都聚到了这里。看，是大小姐！人群中有人低声惊呼。在湖边的观礼台上，一抹红色的身影尤为显眼。徐家长女徐颖此刻正按机而立，她扎着干练的高马尾，眉宇间透着一股英气，修为竟也达到了筑基后期，比徐盛还要强上一线。大小姐！王大器走上前去，学着徐太冰的语气打了个招呼。太冰。徐颖转过头，上下打量了他一眼，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微笑。听闻你昨日回来了，怎么没先去我那里坐坐，反而直接去徐盛那里了？难不成是怕大姐我管教你？王大器面不改色，打了个哈哈道：尔能啊，正想要去大小姐你那里请安呢，不过听说你已经到了灵湖这边，我就直接跟过来了，左右不过是先后脚的事儿，算你会说话。徐颖轻笑一声，一旁的徐盛赶紧插话道：姐，太冰弟难得回来，晚上我已经在府上准备了晚宴替他接风，到时候你可一定要赏光一起过来。好，正好我那里还有一坛窖藏了100年的陈酿，晚上顺便带过去。徐颖微微点头，显得颇为豪爽。说话间，家族中不少练气期的年轻子弟纷纷过来给王大器打招呼。通过交流，王大器得知这次打鸟比赛规模不小，一共有近100名精英弟子出手，这些弟子的实力普遍不弱，最低的都是练气7层，其中还有几个练气9层的高手，正摩拳擦掌盯着那20块灵石和灵鱼的奖励。去吧，尽力而为就行。王大器拍了拍许燕的手背，低声鼓励道。许燕深吸一口气，平复了一下紧张的情绪，迈步走向报名，出领了一块青铜色的考核牌。此时只见几名徐家长老联手飞向湖心，从储物袋中取出数个玉瓶，将一些闪烁着暗红色光芒的药粉均匀地洒在了湖面上。这药粉方一入水，便如滚油入锅般沸腾起来，一股极其浓郁且带有冲天腥气的鱼腥味瞬间弥漫了方圆数里。这是吸引飞鸟的一种药粉，待会的比赛就是靠这个东西。快看，来了！人群中有人兴奋地大喊。话音刚落，远处的云层间便传来一阵密集的破空声，只见一大群通体雪白，唯有翅间带有一抹金色的穿云雀铺天盖地而来。这种鸟儿以灵鱼为食，速度极快，且神觉灵敏，寻常修士的术法极难锁定。比赛规则简单粗暴，不限手段，只看最终谁落入手中的鸟儿数量最多，谁便是胜者。起！随着徐颖一声令下，100余名练气7修士齐齐腾空而起，一时间湖面上空灵光闪烁，各式各样的法器与术法光芒交织在一起，声势浩大。修士们各自散开，占据了一片领空，严阵以待地盯着那些如流星般坠下的飞鸟。王大器气定神闲地站在岸边，目光始终锁定在许燕身上。在他身侧，夏春莲也难得地露出了一丝关注。他发现，相比于其他修士那些华而不实、大开大合的法术，许燕的表现显得极其冷冽而高效。只见许燕稳稳地悬浮在半空，纤细的手指飞速掐诀，每当一只穿云雀进入他的攻击范围，他指尖便会激射出一道微不可察的水箭，那是王大器教他的神通旋水箭。噗！一声轻响，一只以速度见长的穿云雀甚至连哀鸣都来不及发出，眉心便被精准贯穿，打着旋儿坠入许燕怀中。紧接着是第2只、第3只，许燕的动作行云流水，没有任何多余的消耗。在其他修士还在为了捕捉一只鸟而弄得漫天火光、灵气四溢时，许燕所在的区域却安静的有些诡异，只有那不断坠落的飞鸟证明着它的恐怖效率。咦？观礼台上的徐颖轻咦一声，目光落在了许燕身上，有些诧异的对王大器道：太冰，你这小丫鬟不简单啊，这控水之术凝练无比，准度更是精准得吓人，看来你在她身上没少下功夫。徐盛也眯起了眼睛，摸着下巴嘿嘿笑道：何止是不简单，这手法看来太冰帝不仅教了他功夫，还教了不少杀人技啊。不过这身法瞧着有点野生啊。王大器心中一凛，面上却只是谦逊地拱了拱手：大哥大姐谬赞了，这丫头也就是打猎出身，天生对这些飞禽走兽敏锐些，尚不得大台面。咦，太冰，你什么时候这么谦虚了？徐颖诧异道。谦虚？王大器心中一动，他不知道徐太冰已经对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正想着该说什么好的时候，徐盛主动道：大姐，太冰帝是想在夏春莲道友面前表现一下吧？王大器连忙插嘴：还是盛哥懂我。徐颖听罢，这才释然一笑，摇了摇头道：你呀，还是这副花花肠子。行了，去陪你的家人吧，别让人家等久了。哎，那我就先是陪一会儿。王大器拱了拱手，转过身，快步走向坐在一旁静静观赛的夏春莲。刚一坐定，夏春莲那清冷的声音便钻进了他的耳朵：你们在那边嘀咕什么呢？那个徐盛为什么老是朝我这里看，眼神真让人恶心。夏春莲微微蹙眉，
尽管他已经极力压制气息，但助机器敏锐的感知还是让他察觉到了徐胜那满含猥琐与算计的目光。王大器四下看了看，见没人注意，压低声音叹了口气，将方才徐胜传音入密要对他下药，帮他拿下师姐的勾当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夏春莲听完，一张俏脸瞬间布满了寒霜，周身的气温仿佛都下降了几度。这徐家人从上到下难道就没一个像样的东西？竟然连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都用得如此理直气壮。我也没想到徐太兵以前居然还跟着徐胜一起干过这种事，甚至那药还是他提供的。王大器有些无奈地揉了揉眉心，师姐，晚上那家宴对你来说恐怕就是鸿门宴，要不我待会儿找个借口说你身体不适，直接推脱掉。不行。夏春莲目光冷冽，断然拒绝道，现在推脱，以徐胜那种多疑好色的性格定会生疑，那咱们的计划就全毁了。既然他想玩，那你就必须答应下来。说到这里，夏春莲顿了顿，眼中闪过一抹决然，所以绝对不能让他们生疑。反正接下来的2天，你得想办法弄清楚徐太兵留在族中的修炼资源。既然他生前想对我动歪心思，那他的这些遗产，我们就当是替他收取的利息了。王大器看着平日里圣洁不可方物的师姐露出这种狠辣的一面，不由得暗暗咂舌，随即有些担心道：可晚上那药你怎么解决？万一那药力强劲，我怕。无妨。夏春莲清冷地看了他一眼，我是筑基期，寻常药物只要不直接吞服入腹，单凭灵气就能隔绝。到时候我会假装中招，等进了屋，除了你我，别人又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只要骗过外面那些眼睛就行。王大器愣了愣，挠头干笑2声，这也只能这样了。师姐放心，到时候我一定演得像一点，绝不穿帮。两人交换了一个眼神，达成共识。而在不远处的湖面上，徐燕已经凭着一手惊艳的水剑术打下了第30支穿云雀，引得周围徐家子弟阵阵惊呼。1个时辰的时间转瞬即逝，湖面上的激战也进入了白热化。随着时间推移，原本腾空而起的100余名修士，已经有超过70%的面色惨白，满头大汗，最终灵力难以为继，只能无奈地降落回岸边，眼睁睁看着到手的灵石飞走。然而许燕却成了场上最稳的一抹身影，她气息均匀，指尖的水剑仿佛无穷无尽，每一击都精准的近乎艺术。当最后一缕引导飞鸟的药粉散去，比赛终于宣告结束。经过徐家长老的钦点，全场哗然。许燕一共打下穿云雀156只，位列第1，这个数字比第2名的徐家嫡系子弟足足多出了50多只，简直是断层式的碾压。哈哈哈，太兵弟，你这小丫鬟真是给了为兄一个大大的惊喜啊！徐胜看着那堆成小山似的战利品，眼中深深的羡慕。能调教出这种实力的丫鬟，这徐太兵在宗门里定是捞了不少好处，而且有这样的丫鬟暖床，那滋味真是舒坦啊。王大器则是谦虚的拱了拱手，随口打趣道：胜哥见笑了，这丫头就是死脑筋，平日里也就这点准头拿得出手。很快，许燕在众人艳羡的目光中领取了奖励，2条通体金黄足有半米长的肥大灵鱼，以及20颗晶莹剔透的灵石。许燕捧着奖品回到王大器身边，小脸因为兴奋而长得通红，眼睛弯成了月牙，乐得合不拢嘴。对他而言，这不仅仅是灵石，更是证明了自己。太兵，难得大家兴致这么高，不如去我那湖心亭喝杯清茶。徐颖走过来，美目流转，王大器心中警铃大作，这徐颖可比徐胜难对付得多，言多必失。他当即做出一副疲惫的样子，摆摆手道：大姐，茶就不喝了，这一路奔波，刚才又看这丫头闹腾了半天，我也有些乏了，加上师姐性子冷，不习惯热闹，我先带他们回去歇歇。徐颖见状，倒也没强求，只是微笑着目送3人离去。大姐，这太兵弟性子怎么和以前有些不一样了？徐胜好奇地问道。徐颖点头，确实不怎么爱说话了，以前可是主动邀请我们喝茶的。哎，可能真的是想要在夏春莲面前表现一下吧。那你可要好好给他帮忙。徐颖意有所指地说道。嘿嘿，大姐，这个你放心吧，今晚必定要夏春莲趴下。回到徐太兵居住的偏院后，王大器借口要指点许燕修行，反手关上了房门。他并没闲着，而是屏息凝神，悄然运转起体内的那缕神秘紫气。紫气游走于双目，碧水晶筒打开，眼前的世界瞬间变得不同，墙壁、地砖乃至家具在他眼中都变得清晰可见。他开始系统性的扫描整座住处，寻找徐太兵可能藏匿的私房钱。就在他扫向隔壁院子刘氏的住处时，目光忽然一凝，在刘氏屋内竟然有一个大号的储物袋。储物袋，王大器心中一动，但这地方在刘氏眼皮子底下，直接去拿肯定不行。恰在此时，隔壁传来了刘氏略显沙哑的声音：太兵，是你回来了吗？进屋来，奶奶有话问你。王大器收起紫气，整理了一下衣服，给夏春莲递了个眼神，便迈步进了刘氏的屋子。刘氏正盘坐在卧榻上，一见王大器进来，便拉着他的手，压低声音，神神秘秘地问道：太兵，跟奶奶说实话，你带回来的那个夏师姐进展到哪一步了？这次回来，你可一定要想办法将她拿下。这种身份的女子，若能入了我徐家的门，对你以后大有好处。看着这老太婆满脸的算计，王大器心中冷笑，面上却露出一丝难色，叹气道：奶奶，我也想啊，
可你也看到了，师姐内性子傲得很，而且我最近修为遇到了些瓶颈，心思总定不下来，正琢磨着去房市买些高阶灵药冲击一下，可惜手头紧得很。哎呦，原来是卡在修为了，这确实是大事。刘氏听罢，不但没生气，反而微微一笑，从怀里摸出一个精致的锦缎储物袋，塞进王大器手里。这事儿好办，你奶奶我这些年虽然深居简出，但早就给你攒了一笔呢，就等着你急用的时候。王大器愣了一下，接过储物袋往里一扫，饶是他早有心理准备，此时也不禁心中猛地抽动了一下。好家伙，里面整整齐齐码着1000颗灵石，这老太婆居然这么富裕。王大器心里暗暗吃惊，许燕累死累活打了一个时辰的鸟，才挣20颗，这老太婆随手一掏就是1000颗，这徐家到底克扣了多少民脂民膏？他收起储物袋，脸上恰到好处的露出惊喜之色。奶奶，这么多，您真是我的亲奶奶。傻孩子，奶奶不疼你疼谁？刘氏拍着他的手，眼神中闪过一抹狠辣，拿了零食就去准备，晚上在那徐胜的宴席上，别给咱们这一房丢脸，该成的事儿今晚必须成。王大器心中一凛，刘氏对晚宴的事情竟然知道了。王大器退出房间时，心中已经有了计划，接下来只能如此了。入夜，徐胜的住处此刻推杯换盏，热闹非凡。为了招待徐太兵和他带回来的师姐，徐胜显然下了血本。桌上摆满了富有灵气的山珍海味，酒香扑鼻。夏仙子，这杯酒是小妹带徐家众姐妹敬你的，感谢仙子屈尊降临我徐家，请。徐颖笑意盈盈地站起身，举杯示意。夏春莲面若寒霜，只是微微点头，纤纤玉指捏起酒杯，看似优雅的一饮而下。然而在酒液入喉的一瞬间，他体内的筑基期灵气早已如细密的滤网般将其包裹，反复探查了数遍，确认并无任何致幻或散功的药物后，才任由其落入腹中。王大器也一直紧绷着神经，他一边虚与委蛇地和众人说笑，一边借着给夏春莲夹菜的机会，不着痕迹地用系统仔细扫过每一盘菜肴。奇怪的是，半个时辰过去了，所有的酒水菜肴全都干净得很，没有任何下药的迹象。难道准备后面再下毒？王大器心中狐疑，他借着尿遁在回席的走廊拐角处，正好撞见了正一脸坏笑的徐胜。王大器顺势将其拉到一边，压低声音，一副急不可耐的样子：“胜哥，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刚才观察半天了，那酒菜都没问题啊，你到底下药没？我这儿还得提前做准备，万一药力太猛，我怕我这小身板吃不消啊。”徐胜看着王大器那副色急的模样，拍了拍他的肩膀，笑得格外灿烂，淡定道：“早就已经下好了。”什么？王大器故作一愣：“什么时候下的？我怎么没瞧见？”太兵弟，你这1年多没回来，怎么连以前教我的绝活都给忘记了？徐胜挤眉弄眼道：“当初可是你亲口跟我说的，把毒放在吃的里面是最下乘、最不保险的做法，毕竟修士对入口的东西都警惕得很。你说过，最好的法子是用气味。”王大器心中猛地一颤，一股寒意顺着脊梁骨爬了上来，他下意识地转头，隔着雕花木窗看向夏春莲坐的位置。只见在夏春莲座位的侧后方，一个极其不起眼的青铜小香炉里，正静静地燃着一根朱红色的线香。那线香烟气极薄，几乎呈透明状，在这酒香和喧闹声中，根本无人察觉。为兄也是听了你的建议，特意托人去黑市寻了这种朱颜软骨香。徐胜压低声音，语气中透着一股子阴狠。这种香无色无味，一旦吸入，便会潜伏在经脉之中。咱们这些提前服过解药的人自然没事，但对于没有解药的人来说，嘿嘿。徐胜给了王大器一个你懂的眼神，嘴角露出一抹猥琐的弧度。现在火候也差不多了，你瞅瞅你师姐那脸色。王大器定睛看去，果然发现原本清冷如仙的夏春莲，此刻脸颊竟泛起了一抹不正常的微红，眼神也逐渐变得迷离，甚至连呼吸都略显急促了几分。成了。徐胜推了王大器一把，趁着药力还没完全炸开，你现在可以扶他回屋了，我保证今晚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动人的人，你想怎么摆弄就怎么摆弄。王大器心中一沉，这下糟糕了，本来还想着只要小心一些那就没什么问题，没想到夏春莲师姐已经中招了，这怎么办？太兵弟，你怎么了？好像不开心的样子啊。没，我只是有些惊讶。王大器立刻换上一副感激涕零的笑脸：胜哥，大恩不言谢，兄弟先走一步了。说罢，他疾步冲向席位，在众人暧昧的目光中，一把扶住了摇摇欲坠的夏春莲，离开了这里。夜色如墨，凉风习习，王大器半扶半抱着夏春莲，脚步飞快，恨不得脚底抹油，直接溜出徐家大宅。身后宴席上的哄笑声和那些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随着距离的拉开，逐渐变得模糊。待到两人转入一处僻静的回廊，四下再无旁人时，夏春莲脚步一顿，有些脱力地靠在廊柱上。她原本白皙清冷的脸庞，此刻红得有些不正常，像是擦了一层厚厚的胭脂，双眸中也带着一层挥之不去的薄雾。怎么了？干嘛这么着急离开？夏春莲微微喘着气，声音比平日里多了一丝连她自己都没察觉的软糯。她此时只觉得浑身微微有些燥热，那股热气从小腹升起，顺着经脉流向四肢百骸，但她并没往心里去，只当是刚才席间那几杯灵酒后劲太大，药力在体内散开所致。王大器四下张望，
确定没有徐家的耳目，才凑到夏春莲耳边，神色焦急的低声道：“师姐，咱们大意了，那酒菜里确实没毒，但那屋里燃的红香有问题。”王大器语速极快的把事情说了一下。什么？夏春莲愣住了，脑中一阵眩晕感袭来，让他不得不扶住王大器的胳膊。你说我已经中招了？不错，那是朱颜软骨香，无色无味，专门针对修士的经脉。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浑身燥热，灵力流转不畅？王大器满脸愧疚，语气急促。这法子据说还是徐太兵以前想出来的，没想到徐生这畜生竟然真的用在了你身上。夏春莲闻言，原本迷离的眼神瞬间闪过一抹凛冽的寒光，四周的空气仿佛都下降了几度。他紧咬银牙，恨恨道：“那徐家之人真是蛇鼠异窝，卑劣可恶，竟敢算计到我头上。”他试图调动丹田内的筑基灵力压制那股燥热，却发现灵力一旦触碰到那股热气，竟然像火上浇油一般，反弹得更加厉害，酥麻感瞬间传遍全身。师姐，别强行冲撞药力！王大器见他脸色不对，连忙止住：“我先扶你回屋，那地方虽然也不一定绝对安全，但总比在外面强。”好，快！夏春莲深吸一口气，强忍着体内的异样，在王大器的搀扶下走向客房，推开房门，点燃灯烛。王大器将夏春莲扶到榻上坐下，看着他那副苦苦支撑的模样，叹了口气安慰道：“师姐，好在这种毒并不是什么见血封喉的剧毒，也没有毁坏根基的副作用，只是会让人心神动摇，产生情欲。师姐你修为高深，性格坚韧，我相信你只要定住道心，一定可以熬过去的。”夏春莲坐在榻上，双腿交叠，双手掐诀，勉强摆出一个修炼的姿势。接着他俏目微闭，冷哼一声：“那是自然。我辈修仙之人，求的是长生大道，逆的是天命轮回，不过是些许肉体情欲的滋扰，我也能被他难住。你且在旁护法，我倒要看看这凡尘邪毒能奈我何。”他自信以自己的心境足以平息这点波澜。然而随着他静心入定，那股淡淡的朱红香气似乎在他体内彻底炸开了。这一刻，药效却像决堤的洪水，在夏春莲的四肢百骸中疯狂奔涌。王大器站在一旁，看着夏春莲那张原本冷若冰霜的俏脸，此时红得几欲滴血，娇躯更是不受控制的轻微颤抖，心中暗叫不妙。怎么会这样？大器师弟，我有个羊。因为气息絮乱，夏春莲口齿都说不清楚。这下完脱了，王大器心急如焚，他第一时间想到了许燕。这种时候有个女人在身边帮忙，总比他这个糙老爷们守着要好。他连忙从怀中摸出传讯符，指尖灵力微动，一道流光飞出。然而很快里面传来许燕无奈的声音：“大器，刘氏说有些事情要和我说，正拉着我在他屋里说话呢。他说今晚谁也不见，你那边怎么了？”王大器听完，心底咯噔一下，刘氏这老太婆果然老奸巨猾。他担心许燕会成为变数，干脆直接把人留在身边，这是铁了心要让他和夏春莲在今晚生米煮成熟饭。该死的老妖婆！王大器咒骂一声，眼看着夏春莲的呼吸越来越粗重，甚至发出了一声压抑不住的低吟。王大器知道不能再等了，他目光一凝，双手飞速结印，打算先用法术让他陷入昏迷，以此延缓药力的爆发。师姐得罪了！他低喝一声，两指并拢，一道精纯的灵力激射而出，直指夏春莲的颈后的风池穴。嗡！就在灵力即将触碰到夏春莲的瞬间，他腰间挂着的一枚古朴玉坠突然爆发出耀眼的淡蓝色光芒，一个凝实的灵力护罩瞬间张开，将王大器的指劲反弹而回。王大器被震退了2步，目瞪口呆，防御阵盘自动护住。师姐，你这也太敬业了吧！这种高级货色虽然平时能保命，但此刻却成了阻断救援的屏障。王大器不敢强行破阵，万一反震伤到了已经神志不清的夏春莲，那麻烦更大。师姐你醒醒，你能听到我说话吗？你能坚持住吗？王大器绕着护罩焦急地喊道。夏春莲缓缓睁开了眼，那双往日里清澈如冰泉的眼眸，此刻却像是被揉碎了的星光，迷离且湿润。他隔着淡蓝色的护罩看向王大器，原本的坚毅早已崩塌，在药力的催化下，王大器那张原本平平无奇的脸，在他眼中竟变得棱角分明，透着一股说不出的阳刚与俊朗，甚至他仿佛能隔着护罩闻到王大器身上那股清新的让他魂牵梦绕的味道，那种味道像是有魔力一般，牵引着他内心深处最原始的渴望。我可以。夏春莲开口了，声音嘶哑而粘稠，带着一种勾魂摄魄的颤音。他那如秋水般的目光，此刻竟像是有实质的丝线一般，死死地缠绕在王大器身上，充满了平日里绝不会出现的渴求与迷乱。王大器愣住了，这说好的可以顶住呢？夏师姐这就顶不住了。夏师姐，你一定要忍住。王师弟，你放心，我可以的。夏春莲贝齿紧紧咬着下唇，甚至渗出了一丝血迹，试图以此来换取片刻的清醒。然而话音未落，他那双颤抖的手却已经攀上了领口。王大器站在3步之外，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心中疯狂吐槽：师姐，这就是你说的可以？一边说着没问题，一边开始坦诚相见，这谁顶得住啊？更让他无语的是，夏师姐，王大器艰难地咽了口唾沫，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王师弟，你放心，我就是有些热而已。
夏春莲眼神早已涣散，却还保留着一丝执念。她像是在梦呓一般，胡乱地用手给自己扇着风，殊不知这副娇憨迷乱的模样，杀伤力比平日里那个冷傲的仙子大上100倍。就在王大器心弦紧绷到极限时，怀中一张传讯符突然亮了起来。他手忙脚乱地掏出符纸，一看是许燕，顿时像见到了救命稻草。燕燕，你现在能过来了吗？快，出大事了！师姐好像顶不住了，她好像非要。那边的许燕心头一跳，差不多了，半个时辰左右吧。许燕回答，还要半个时辰。王大器苦着脸嘀咕了一句，看着榻上那个已经快要丧失神智的师姐，他暗自叫苦，这半个时辰简直比闭关10年还要难熬啊！此时，徐家另一头的偏房内，刘氏正拉着许燕的手，那副慈祥的面孔下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在和许燕聊了一会儿后，他竟然大方地送出了一个一阶中品的玉镯法器。这玉镯有自主防御之效，能挡下炼气后期的全力一击。刘氏亲自将玉镯戴在许燕腕上，还细心地教导她如何打入灵力，如何催动。那劲头简直像是对待亲孙女。你呀，好好伺候太冰，老身看你是个福相，以后若是肚子争气，给咱们这一房添个一男半女。刘氏拍着许燕的手，笑得满脸褶子都挤在了一起。到时候老身亲手送你一件2阶法袍当贺礼。许燕心中冷笑，面上却装作一副受宠若惊的模样，连连点头，谢谢奶奶，燕儿一定尽心竭力伺候公子。另外你也知道今晚是太冰特殊情况，你可切莫不要坏了他的好事。刘氏警告道。我明白。好不容易等到刘氏教完了法器的使用方法，许燕这才找了个借口脱身。一出门，他便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抹了一把额头的冷汗。刚刚刘氏可以问了很多事情，好在之前夏春莲师姐已经和他叮嘱过很多事情了。他顾不上查看手腕上的新法器，身形一晃，借着夜色的掩护，飞速朝着王大器和夏春莲所在的客房奔去。这会半个时辰还没到，夏师姐这么冰清玉洁、性格坚韧的女子，应该没什么意外发生吧？许燕嘀咕着，加快了速度。月影西斜，清冷的月光洒在院子里。许燕掠入了王大器所在的院落，她本想着赶紧推门进去帮忙，可刚踏入院子，目光落在前方那扇透着暖黄灯光的窗户上时，整个人却像是被施了定身法，猛地僵在了原地。许燕目瞪口呆，俏脸瞬间长得通红。她万万没想到，平日里那个视情玉如无物的清冷师姐，竟然溃败得如此之快，终究还是来晚了一步吗？许燕有些无语地抚了抚额头，她其实心中对这种事倒也看得开，毕竟她对夏春莲的印象也不错，只是这反差也太大了吧？那可是冰清玉洁的师姐啊，没想到竟然如此。听着屋内隐约传来压抑的娇嗔，许燕咬了咬牙，身形一闪，退到了门外的阴影角落里。既然木已成舟，她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守住这道门。只是让她无语的，夫君好像格外的卖力啊！臭大气，这种时候竟然这么卖力。许燕一边感受着手腕上那只一阶中品玉镯带来的丝丝凉意，一边警惕地感知着四周的动静，啐了一口：罢了，我便替你们守这一回，防止意外。她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将灵力悄然散开，方圆100步之内的风吹草动尽在掌握。屋内的红烛已燃了大半，残蜡凝结，随着最后的一丝疯狂归于平静。王大器大口喘着粗气，额头还挂着细密的汗珠。他侧过头，看着身旁已经沉沉睡去的夏春莲，这位往日里高不可攀、清冷如雪的师姐，此时乌发凌乱地散在枕间，修长的睫毛上还挂着未干的晶莹。原本紧蹙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睡颜竟显得有些恬静。这也太勇猛了。王大器有些心有余悸地揉了揉腰，他本以为那朱颜软骨香只是扰乱心神，却没料到爆发出来的药效竟能让一个冰清玉洁的筑基期修仙者变得如此狂野。不过随着体内翻涌的灵力逐渐沉淀，王大器也感受到了实打实的好处。双修之法配合他特殊的体质，让他的修为瓶颈隐隐有了松动的迹象，体内的紫气更是壮大了几分。这罪倒也没白受。他一边嘀咕着，一边心念微动，通过紫气查探夏春莲体质信息。夏春莲年龄51岁，修为筑基中期，体质万毒圣体，天赋异禀，对世间任何毒素、邪障均有极强的抗性，近乎免疫。神通无，颜值95。王大器原本还在查看修为，可当他的目光落在体质那一栏时，整个人直接愣住了，眼珠子差点瞪出眼眶。万毒圣体，他揉了揉眼睛，确定自己没看错。既然他是万毒圣体，对毒素有极强抗性，那刚才那点药香对他来说应该只是稍微有点热的程度吧？可为何竟然是那种表现？王大器看向正睡得香甜的夏春莲，难道说他压根就没怎么抵抗啊？还是说体质没发挥出作用？王大器摸着下巴想着，如果是药效发作，那他先前的疯狂还可以解释为神智受损，可如果毒素根本没起多大作用，那刚才那些勇猛的举动岂不是他本性的释放，甚至是他顺水推舟的借题发挥？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师姐，你这演技够可以的呀。正想着，他只觉得夏春莲的手搭在了他的肚子上，扭头看去，只见夏春莲睁着大眼睛，正满脸羞红地看着王大器。此时的夏春莲已经完全恢复了清明，他对于自己之前的表现都记在了心里，心中无比诧异。
我这是怎么了？虽然一开始确实受到药物影响，可后面没事了呀。直到他尝到了王大器带给他的感觉，到后面彻底情难抑制了。